东胜神州，大夏王朝，合欢宗，神女峰后山，精致典雅的宫殿内，合欢宗掌教淡台明月身穿近乎透明的白色纱衣，正在磨练自己的乖徒弟。浩儿，你觉得师尊漂亮吗？王浩跪在地上，点点头。3000青丝垂落至腰间，淡台明月娇媚一笑，俯身低头，胸前的2团柔软几乎要抵在王浩的脸上。那你喜欢师尊吗？他的声音无比慵懒酥脆，让人想入非非。王浩还是点点头，他当然喜欢自己的师尊，不仅喜欢，还喜欢上且不止一次的幻想过。接着淡台明月伸手搂住他的脑袋，塞进自己胸前的2团柔软中，白皙的脸颊瞬间浮现一抹红晕。王浩有点窒息，同时也很享受。这个师尊有点病娇。被揉搓半天，王浩憋得满脸通红。淡台明月媚眼迷离地看着王浩，身上的白色纱衣悄然滑落。王浩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2只眼睛盯着近在眼前的美艳病娇师尊，盯着那吹弹可破的柔嫩肌肤，心头一片火热。被王浩盯着，淡台明月兴奋了，而王浩自己也跟着兴奋了。就在这时，一道机械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检测到宿主和病娇师尊同时产生500点兴奋值，成功激活情绪抽奖系统，宿主是否立刻绑定？与此同时，王浩看到淡台明月的头顶上出现一个数字500，是金色的。王浩心头一震，情绪抽奖系统，苍天啊，100年了，你总算来了。童子哥，你知道我这100年是怎么过来的吗？是的，没错，王浩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他是一个穿越者。这具身体之前的主人跟他同名，也叫王浩，是淡台明月从河边捡到的弃婴，被他收为弟子，从小抚养长大。王浩天资聪颖，悟性超凡，体质更是100万中无一的阴阳混沌体，修炼速度极快，堪称妖孽。他3岁练气，5岁筑基，10岁结丹，20岁便突破元婴，30岁进阶化神期，成为合欢宗乃至大夏王朝最年轻的化神高手。然而天妒英才，100年前淡台明月境阶化神期失败，香消玉殒之际，王浩冲入雷劫之中，耗尽全部修为，以燃烧阴阳混沌体大道本源为代价，不仅成功救回淡台明月，还让他进阶化神期，而自己身死道消。也就在他死亡的那一刻，来自蓝星的王浩魂穿过来，占据他的肉身，取而代之。王浩以为自己作为穿越者，本该是天赋异禀的绝世妖孽，哪想到这副肉身却糟糕透顶，经脉尽毁不说，还伤了大道本源，时不时的咳血，消耗他为数不多的寿元。如果不是淡台明月用大量灵药为他续命，还给他服用1颗驻颜丹保住年轻时的容貌，只怕如今的王浩早已形如枯槁，气血衰败，苍老的不成样子。王浩日思夜盼，期盼穿越者的金手指，可等了100年，毛都没看到一根。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活下去。因为按照他自己的估算，只剩1年可活了。现在那道突然出现在脑海中的机械声，成了他这辈子听过的最动听的声音。但凡犹豫1秒，都是对系统的不尊敬。立即绑定，王浩惊喜不已。接着系统提示成功绑定，他的眼前出现一个面板，只有他能看到。宿主王浩，年龄130岁，体质阴阳混沌体已废，实力炼气1层，神通5，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9%， 88%，这个受损程度快全毁了吧。王浩苦笑。兴奋值1000，嫉妒值0，愤怒值0，抽奖值0。系统介绍，宿主可通过收集兴奋、嫉妒和愤怒获得情绪值，从而累积获得抽奖值，每1000抽奖值可获得1次抽奖机会。温馨提示，系统免费赠送宿主1次抽奖机会，是否立即使用？王浩没有犹豫，选择抽奖，然后面板出现一个抽奖大转盘。抽奖的奖励有很多，比如天赋、功法、丹药、法器以及其他各种奖励等。他没细看，心念一动，转盘迅速旋转起来。停下后，转盘指针停在丹药那一栏，接着1颗丹药出现在系统的临时半生空间内，外人看不到。恭喜主人抽中9转大还丹，天品中阶丹药，可延长1年寿命。王浩惊喜不已，能延长1年寿命，他太需要了。没有犹豫，心神一动，药丸就出现在他的嘴里，被吞了下去。药丸入体后，药力瞬间化开，没有任何能量波动。王浩不禁狐疑，以为自己吃了假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9%， 87%。王浩瞳孔一震，
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竟然缩小了，从 99%、88% 缩小到 99%、87%。虽然只缩小了0.01百分号，但让王浩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九转大还丹果然能够延长他的寿命。然而下一秒，一股难言的燥热从腹部传来，他猛地抬头，口干舌燥地看着淡台明月，这才发现淡台明月满眼柔情地看着他，像是陷入沉思。对外他是王浩的师尊，可对内他从未把王浩当成自己的徒弟，而是浩，我一定会救你，就像你当初奋不顾身地救我一样。原谅我装扮成这个样子，我不想让自己后悔。什么师徒境界我不在乎，浩儿，我今天就要得到你。就在淡台明月下定决心时，他惊讶地发现王浩的状态很不对劲，浑身发热发红，就像烧得滚烫的炭火一样。淡台明月立即检查王浩的身体，柔滑白皙的肌肤紧紧贴着王浩，淡淡的体香窜进他的鼻孔，让他体内的燥热进一步加深。卧槽，大还丹怎么还有这样的作用？王浩哭笑不得，拼命压制体内的燥热，身体越发滚烫。然而淡台明月靠得太近，而且几乎一丝不挂。王浩如果没有一点冲动，那他就不是男人了，只是碍于师徒关系。师尊，你离我远点，不然我有点控制不住。说完他转身就要逃，可淡台明月却一把拉住他。身为化神期修士，还是和欢宗掌教，他立即看出王浩的状况是怎么回事。绝美的脸蛋浮现一抹红晕，淡台明月伸手揽住王浩的腰，把他扑倒在地，手指轻弹，王浩身上的衣服便不翼而飞。浩儿，你想冲尸吗？这句话瞬间击中王浩的心坎，让他努力保持的最后一丝清醒彻底消失。他伸手握住淡台明月的杨柳细腰，师尊，徒弟要上了啊！下一秒，两个人紧紧纠缠在一起，春光无限。他俩温柔缠绵，尽情享受鱼水之欢。2个小时后，王浩全身一颤，率先败下阵，眉眼纠结在一起，身体本源受损，果然影响战斗力啊！他大口喘气，默默吐槽一句。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兴奋值21000，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 99%，85%。王浩兴奋值增加这么多，他能理解，因为师尊一直在兴奋状态，这会儿才稍微缓和下来。但他跟师尊双修一次，阴阳混沌体的受损程度竟然修复了0.02百分号，比吃大海丹还厉害。下意识的，王浩转头看了一眼枕在自己胳膊上的淡台明月，那动人心魄的绝世容颜让他心头火热。于是他打算测试一下。师尊，我还想。淡台明月娇羞地看了他一眼，了一声，点点头，兴奋值再次变化。就听系统不断提示：兴奋值加50，兴奋值加53。得到应允，王浩微微一笑，柔声道：师尊，徒弟要上了啊！当两人的身体再次纠缠在一起的时候，淡台明月产生的兴奋值更多，而且更快了。兴奋值加30，兴奋值加35，兴奋值加55。又2个小时过去，王浩呼呼喘气，倒在淡台明月的怀里，额头满是汗水，明显累得不轻。反观淡台明月，除了脸色潮红之外，精神状态更好了，没有丝毫疲惫的样子。不行，我得尽快修复阴阳混沌体的本源伤痕，重振男人雄风，做一个顶天的男人。看着淡台明月性感诱人的完美胴体，王浩暗暗下定决心。淡台明月紧紧搂住王浩，笑靥如花地看着身边的男人，感觉无比幸福，无比开心。她终于成了王浩的女人。淡台明月伸手抚摸着王浩的脸颊，将自己的灵力输入他的体内，替他缓解身体的疲劳。果然没一会儿，王浩感觉没那么累了，体力也恢复大半。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道：兴奋值5万，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 99%，83%。王浩欣喜不已，跟他猜测的一样，跟师尊再次双修后，阴阳混沌体的受损程度再次下降0.02百分号。这对他来说实在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就是有点伤肾。淡台明月继续给他输入灵力，就在即将撤手的时候，特地检查了王浩的大道本源伤痕。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淡台明月惊喜地发现，王浩的本源伤痕比之前小了一点，虽然是很小的一点，不仔细观察几乎发现不了，但淡台明月每日都会查看王浩的身体，哪怕一丝变化他都能发现。他不禁惊讶道：浩儿，你的大道伤痕似乎小了一点，是我的错觉吗？王浩摇摇头：师尊，不是你的错觉，我也刚发现，好像我和师尊双修能够修复一点本源伤痕。什么？淡台明月大吃一惊，难以保持镇定。这100年来，他到处寻找救治王浩的方法，
几乎跑遍整个大陆，却始终找不到解药。他怎么都没想到，和王浩双修就能修复他身体的本源伤痕。这一刻，他恨啊！他恨自己迟迟不敢表露心意，顾虑太多。如果早日和王浩双修，那么也就不用煎熬这100年了。但这一刻，他也很庆幸自己解除枷锁，按照自己的心意做事，阴差阳错找到拯救王浩的办法。淡台明月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吐气如兰地看着王浩，含情脉脉地说道：“浩儿，师尊还想要。”此时，系统提示开启狂飙模式，兴奋值加20，兴奋值加30，兴奋值加35。看着越来越兴奋的美艳师尊，王浩的身体有了反应。淡台明月给他输入一股强大的灵力，让他疲惫进去，再一次变得生龙活虎。浩儿，不要觉得师尊欲求不满，我想救你，我不想你死，我要尽快修复阴阳混沌体的本源伤痕。淡台明月俏脸羞红地说道。他担心王浩讨厌这样的自己。王浩微微一笑，伸手抚摸他的脸颊。师尊，我很喜欢你这个样子。师尊，徒弟要上了啊。就这样，王浩开始第3次冲师之旅，比前2次更激烈、更投入、更卖力。又2个小时过去，王浩的体力消耗不少，正要休息一会儿，又一道灵力涌入他的身体，他震惊不已。然后就看到淡台明月伸手把他推倒，接着趴在他的身上，柔声道：“浩儿，这次换我来。”于是王浩被迫开启第4次冲师之旅。系统提示不断浮现，全都是淡台明月产生的兴奋值。兴奋值加25，兴奋值加28，兴奋值加36。再次过去2个小时，王浩和淡台明月停了下来，两人相互依偎，彼此纠缠在一起。淡台明月再次检查王浩的本源伤痕，让他欣喜的是，和王浩双修果然有效果，本源伤痕又修复了一些，这让他无比激动，看到了希望。这时系统提示，兴奋值86900，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9%， 79%。王浩按捺住内心的激动，默默算了一笔账。按照这个进度，他只要坚持每天和师尊双修10次，每天就能修复0%， 2%，那么只需要1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就能彻底修复本源伤痕。1天10次，还要每天坚持，那我的肾，算了，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王浩苦笑一声，为了活着，就让我的肾承受这种苦难吧。就在他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淡台明月再次给他输入一股灵力。王浩立刻意识到什么，正要说话，嘴巴就被淡台明月的小嘴堵住，呜呜的说不出话。浩儿，别说话，吻我，我等不及了，我想在最短时间内治好你的本源伤痕，让你重现当年的风采。说着，淡台明月主动进攻，王浩再次被强，被动开启第5次冲师之旅。兴奋值疯狂增加，又2小时过去，王浩停下后，立即对淡台明月说道：“师尊，我来你这里很久了，要是被师兄师姐们知道，不好吧？”听到这话，淡台明月皱了皱鼻子，娇嗔道：“浩儿，你不用担心这些问题，我淡台明月既然走出这一步，就不会后悔。浩儿，师尊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之前为了所谓的面子和声誉，我克制自己的情感，和你保持距离，浪费那么多美好时光。浩儿，我只要你。”王浩被淡台明月的话震撼到了，他一直觉得淡台明月高冷孤傲，没想到骨子里竟然如此痴情。沉吟片刻，王浩笑着说道：“师尊，你要控制你自己啊，双修虽好，但量大伤肾，还是要节制一些。”闻言，淡台明月嘟起小嘴，表情有些委屈：“我就不，只要能尽快修复你的本源伤痕，我不怕累，不怕辛苦。”王浩，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师尊，你有没有看过牛耕田？王浩反问一句。淡台明月摇摇头，问他为什么这么问。王浩回道：“师尊啊，这世上只有累死的牛，没有耕坏的田，而我就像是耕地的牛。”淡台明月俏脸一红，秒懂王浩的意思，忍不住娇嗔一声。此时系统提示，兴奋值10万，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9%， 77%，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王浩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不会死了，受损的本源伤痕也会修复。就在淡台明月准备再次给王浩输入灵气的时候，宫殿外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师尊，王浩师弟在您这吗？我找他1天了，哪都找不到他。”宫殿外，一个风姿绰约、容颜绝美的美人亭亭站立，弯腰作揖，向淡台明月询问王浩的下落。阮师姐。王浩听出来人是谁，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正要答应，却被淡台明月抢了先。红霄，你找浩什么事？阮红霄听到淡台明月的声音，立即回道：“师尊，我和王浩师弟约好，今天教他修炼冰魄剑法，
可找了半天都没见他人。听到是练剑，但台明月瞅了一眼王浩，默念道：“浩儿一直在我这里不出去，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揣测，尤其是那个死对头。罢了，来日方长，以后我每天跟他双修3次，慢慢修复他的本源伤痕吧。”但台明月知道欲速不达的道理，既然已经找到救助王浩的方法，如果急于求成，说不定会有反效果。他恋恋不舍地看了一眼王浩：“红霄，你稍等片刻，我再指导浩修炼，等我把他唤醒。”终于找到王浩，阮红霄开心不已，脸色露出一抹羞红，一副即将见到情郎的欢喜模样。不一会儿，王浩穿戴整齐地走出淡台明月的宫殿，看到一袭红装的阮红霄，金丝牡丹抹胸勾勒出雄伟的雪白沟壑，一把冰魄剑缠在腰间，上面缀着绯色流苏。他站在宫殿外的桃树下，绝美容颜仿如从画中走出来的仙子。王浩不禁感叹一声好美。刚走近，王浩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系统提示：兴奋值加100。然后他就看到阮红霄头顶上冒出一个金色数字100。王浩不禁疑惑，很想问一句：师姐，你怎么兴奋了？话到嘴边，愣是没问出口。还是阮红霄先开口的：王浩师弟，你跟师尊修炼什么功法啊？我找你找了大半天都没找到你。语气中带有一丝幽怨，就像是自己的东西被人夺走了一样。王浩尴尬一笑，正不知道怎么解释，系统提示再次响起：嫉妒值加100。抬头一看，阮红霄的头顶上出现一个黄色的数字100。王浩一懵：师姐，你在嫉妒谁啊？嫉妒师尊吗？不应该啊，师尊只是跟我修炼，虽然双修也是修炼的一种，但不至于嫉妒他吧。王浩目不转睛地看着阮红霄，想看看他的情绪还会怎么变化。结果下一秒，系统提示：兴奋值加23，兴奋值加30，兴奋值加33。王浩彻底惊了。就在这时，系统突然提示道：检测到宿主身边有女性肾上腺素猛烈提升，系统判断对方想跟宿主同房，请宿主把握时机行动。系统分析认为，男女在同房时会产生大量兴奋值，请宿主把握机会。王浩童子哥，你还怪贴心嘞，我谢谢你啊。王浩算是搞清楚阮红霄为什么看到他就兴奋的原因了。肾上腺素水平上升，想做男女合欢之事，但我刚跟师尊双修，还做了5次。他心里苦笑，决定做些什么来分散阮红霄的注意力。于是他笑着说道：师姐，抱歉啊，走吧，我们去练剑。阮红霄娇嗔一声，皱了皱鼻子，用手指点了点王浩的脑门：臭师弟，下次还让我一顿好找，我就生气了，再也不理你了。哼！王浩哈哈一笑，看着撒娇似的阮红霄，心里觉得很暖。合欢宗，一个在世俗眼里名声很差的修炼门派，他们觉得这里是藏污纳垢之地，是不入流的门派。但王浩却觉得这里很美好。前身那个王浩牺牲自己拯救淡台明月后，没有被宗门抛弃。蓝星的王浩魂穿过来后，虽然身体受损严重，但从未受到轻视和羞辱。淡台明月日夜守护，替他寻找丹药治疗身体。阮红霄对他照顾有加，就像亲姐姐一样，不让他受一点欺负。很多师弟师妹对他礼敬有加，把他当作拯救宗门的大英雄，满是崇拜，就连王浩自己都感叹，这样的氛围，他根本没法像别的穿越者那样扮猪吃虎了。这里的生活很和谐，没有装逼打脸，没有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的废材逆袭，更没有退婚流的老套故事。虽然王浩已经废了，但宗门上下没人把他当废人，没人骂他是废物。他一直都是师尊淡台明月最疼爱的徒弟，是大师姐阮红霄最喜欢的师弟。当然，这一切都以他在合欢宗的前提下，如果离开这里走出去，那就说不好了。而且他也忽略了一点，人心这玩意是会变的。小竹峰后山，王浩手握一把竹剑，正跟着阮红霄修炼冰魄剑法。皎洁的月光下，一男一女一起练剑，微风阵阵，画面温馨惬意。可练着练着，王浩的额头开始冒汗，双腿也开始打颤，有些跟不上阮红霄的节奏和步伐。完蛋，跟师尊双修用力过猛，最后一次冲刺后，师尊没输入灵力给我，现在虚得很。王浩叫苦不迭，他很想暂停修炼，可又不想被阮红霄看出端倪，只好咬牙硬撑。可是他的2条腿实在没劲了，双修的后劲太猛，以他如今的体质难以承受。一招冰封千里打出后，王浩手里的竹剑脱手而飞，他呼呼喘气，累得瘫倒在地。阮红霄被吓得不轻，急忙扶起王浩，把他抱在怀里，担心不已。师弟，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的伤势又复发了？他急得都快哭了。这100年来，王浩的本源伤痕一直折磨着他，时不时咳血，消耗他的寿元。阮红霄以为王浩练剑出了差错，引发身体反噬尸检，
我没事，就是腿没劲，休息一夜就好了。王浩安慰道。笑话，他怎么可能会把跟师尊双修的事情说出去？阮红霄半信半疑，急忙收起冰魄剑，送王浩回到他的住处。纯阳峰后山清水小筑，这里是王浩的私人住处。整个合欢宗的男弟子都住在纯阳峰，但只有王浩一个人拥有独立的别院。当其他男弟子看到阮红霄亲自护送王浩返回清水小筑时，一个个脸上的表情精彩至极，有羡慕的，有羡慕中带着嫉妒的。于是系统提示开启狂飙模式，嫉妒值加50，嫉妒值加80，嫉妒值加88，又收割了一波嫉妒至房间内。阮红霄俏脸羞红，把王浩扶到床上坐下，没有离开的意思。王浩正要说话，就听系统提示：兴奋值加10，兴奋值加22，兴奋值加36。系统分析，检测到阮红霄体内肾上腺素猛然提升，具有强烈的同房合欢意向，请宿主把握机会。王浩心里只想骂娘，他抬头看向阮红霄，正要下逐客令，却看一道红色身影扑面而来，直接把他扑倒在床。师弟，我知道你跟师尊的秘密，别隐瞒了。王浩心里咯噔一下，完了，难道他和师尊双修的事被发现了？合欢宗纯阳峰后山，周师兄，你怎么还坐得住啊？一间男弟子的房间内，周鸿飞正在打坐修炼，为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做准备。身为筑基大圆满的高手，周鸿飞已经是内门弟子，他想要成为核心弟子，获得更高的地位和修炼资源。可此时，他的几个师弟兼室友贸然打扰他修炼，让他有些不悦。从入定中醒来，周鸿飞压住火气，冷声道：不是跟你们说过，不要打扰我修炼，都忘了？师弟们脸色微变，急忙后退几步，鞠躬弯腰赔礼道歉。周鸿飞深吸一口气，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是师弟黄坤一脸猴急的样子。师兄，不好了，阮师姐进入王浩的清水小筑，而且是相拥进入，很多人都看到了。周鸿飞眼神微变，哪个阮师姐？黄坤焦急不已，还能是哪个？当然是阮红霄师姐啊，据说里面传出不小的动静，有人猜测他俩在双修。师兄，你话还没说完，周鸿飞再也控制不住，心境破防，一股杀意弥漫而出。师弟们急忙劝阻：师兄，您要冷静，王浩师兄是宗门的大英雄，是宗主的心肝宝贝，受人敬重，你不能对他出手。周鸿飞冷笑一声，气得呼呼喘气。没错，他当年以大毅力、大魄力拯救宗主，我周鸿飞敬佩他，他是个英雄，可他不能夺人所爱啊。众师弟无言以对。的确，周鸿飞喜欢阮红霄，早就不是什么秘密奈何。阮红霄的眼里只有王浩，其他人根本入不了他的眼。走，去找王浩，我一定要阻止他俩。阮红霄只能做我的道侣。周鸿飞扬长而去，直奔清水小筑。与此同时，王浩和阮红霄在他的房间里耳鬓厮磨，气氛无比暧昧。师姐，我和师尊的秘密你都知道了？王浩试探性地问道。他心想，完了，他害了师尊的名誉。他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和看法，可澹台明月对他太好，他不想别人羞辱他、讥讽他、瞧不起他。王浩看着近在咫尺的阮红霄，思考让他不会透露秘密的方法。阮红霄娇媚一笑，伸手摸了摸王浩的脸颊，然后玉手下滑，点了点王浩的嘴唇。师弟，你偷看师尊洗澡，哈喇子直流，被师尊抓到身前，跟他一起沐浴，那画面，我亲眼看到的，当然知道啊。王浩，这就是你知道的秘密？嗨，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看到我跟师尊双修了呢。转念一想，王浩被自己蠢哭了。澹台明月是化神期高手，他修炼的宫殿一般人难以接近，阮红霄怎么可能看到他和王浩双修？心中大定，王浩松了一口气，于是他用力推了推阮红霄，想把他从自己身上推下去，可怎么都推不动，反而越推，阮红霄身上的衣服越少，直到上半身只剩一件红色的金丝肚兜。肤若凝脂的肌肤，王浩不经意间碰了一下，感觉无比丝滑，那胸前的丰满几乎把肚兜撑爆。王浩急忙躲闪，感觉身体一阵空虚，不行，这会儿不行，实在没力气。但是他忍不住想看，他又不是心中无女人，一心只想修炼的西格玛男人。系统疯狂提示：兴奋值加10，兴奋值加23，兴奋值加48。看着越来越上头的阮红霄，王浩想逃跑，可他身体被废，修为跌落至炼气一层，根本逃不了啊。阮红霄伸手搂住王浩的脖颈，脸色羞红，吐气如兰地说道：师弟，你也不想你的秘密？王浩直接打断他，眼神坚定地说道：师姐，这个秘密传出去，
会影响师尊的清誉，你怎么能以此要挟我？阮红霄咯咯一笑，祭出一件法宝，名为捆仙绳，能够束缚人的行动。王浩被捆仙绳绑住，身体动弹不了。阮红霄伸手扒掉他的衣服，准备硬来。师姐，别冲动，你喜欢我哪一点？你告诉我，我可以改。王浩真的有些力不从心，内心疯狂吐槽道：该死的本源伤痕，我要早点修复，重新修炼到巅峰，再也不要被女人硬上。阮红霄眉眼含情地看着王浩，表情有些委屈。我喜欢你，你不喜欢我这一点，你能改吗？王浩被狠狠噎了一下，他束手就擒，不再反抗，心里默念：师尊，我对不起你，我打不过他。同一时刻，远在神女峰的淡台明月心有所感，他心神不宁，立即飞出宫殿，赶往清水小筑，瞬息间抵达，利用神念探查，就看到让他愤怒的一幕，正要出手阻拦，周鸿飞破门而入。王浩，放开红霄，你给我住手！周鸿飞的表情先是愤怒，然后是震惊，最后是疑惑。他看到了什么？王浩一脸无辜的被捆仙绳绑在床上，阮红霄坐在王浩的小腹上，俯身弯腰，正准备亲吻他。这剧情不对吧？他俩是不是拿错剧本了？与此同时，王浩的脑海中响起系统的提示声：愤怒值加500，来自周鸿飞；愤怒值加800，来自淡台明月。因为在场有很多人，所以系统贴心的提示他愤怒值来自哪些人。王浩一听有愤怒值来自淡台明月，瞬间明悟，暗道：完了，师尊就在附近，他看到了一切。随即王浩看着周鸿飞头顶的黑色数字，心中有些明悟。他的系统能够收集3种情绪值，并能直观看到数据来源。兴奋值是金色，嫉妒值是红色，而愤怒值则是黑色。可这一刻，王浩却在想别的。我要抽奖，我要丹药，我要修复本源伤痕，我要变强。王浩内心疯狂呐喊。被人坏了好事，阮红霄气不打一处来，迅速穿好衣服，裹住自己的绝美娇躯。他的身体只能让王浩看，让王浩抚摸，别人根本没机会。此时的阮红霄内心的火气犹如火山喷发，一发不可收拾。纯阳峰清水小筑，阮红霄恼怒不已，他差点就要得到王浩了，紧要关头竟然被周鸿飞坏了好事。周鸿飞，他低吼一声，指着周鸿飞骂道：看什么看，眼睛不想要了，你来这干嘛？这是王浩师弟的居所。阮红霄很想一剑宰了他，可周鸿飞的师尊是合欢宗首席长老穆红鸾，实力是元婴期大圆满，距离化神期只差一步之遥。更重要的是，穆红鸾和淡台明月是死对头，一直都合不来。据说穆红鸾曾是合欢宗宗主的有力竞争者，要不是当年王浩豁出性命救了淡台明月，并帮他进阶化神期，那么宗主之位极有可能会落到穆红鸾的手里。因为这样，穆红鸾对王浩也恨得牙痒痒，总想找王浩的麻烦，但因为淡台明月太护犊子，一直没能得偿所愿。被阮红霄质问，周鸿飞脸色一沉，不过他确定阮红霄没有失身，心里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心一横，觉得这是个好机会。阮师姐，他鞠躬行礼，鼓起勇气说道：宗门上下谁都知道我喜欢你，想和你结成道侣，可你就是看不到，不给我机会。周鸿飞一吐为快，这些话憋在心里太久，快把他憋死了。可阮红霄的回应是什么？冷笑以及嘲讽的眼神，周鸿飞被他的反应刺激到了，索性把话都说出来。他指了指王浩：可你的心里眼里装的都是他，你日思夜想的道侣一直都是他，对不对？这一次阮红霄开心的点头。周鸿飞又被阮红霄的反应刺激到了，大声质问道：为什么？他哪一点比我强？他是救了宗主，可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他早就承受不起英雄之名了。听到这话，阮红霄脸色一沉，咻的一声，阮红霄抽出冰魄剑，剑指周鸿飞，声音低沉的说道：姓周的，你听好了，你连他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我喜欢谁，跟谁在一起，不需要你同意。你喜欢我，老娘就一定喜欢你。你当自己是谁？你算什么东西？阮红霄不装了，这一刻他的愤怒无法控制，很想宰了周鸿飞。在他的世界里，不允许别人羞辱王浩，不允许别人说王浩一句坏话。之所以如此急迫地逼王浩就范，是因为他知道王浩命不久矣。为了不让自己后悔，不给自己留遗憾，他才铤而走险，主动出击。可好死不死的，周鸿飞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破坏了他的好事。这一刻，他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然而，就在他按捺不住要动手的时候，一声冷哼响起，一道身影从远方迈步而来，声势惊人。鸿飞，快回来，还嫌不够丢人吗？来人正是周鸿飞的师尊穆红鸾。作为元婴期大圆满的修士，虽然年龄已经200-300岁，
可看起来就像28年华的少女一般。穆红鸾的衣着十分清凉，处处散发着魅惑之力，身上弥漫着一股异香，让人忍不住沉醉。她给人的感觉，简单概括就是2个字：妖娆。师尊来了！周鸿飞迅速变了脸色，立即飞到穆红鸾的身后。穆红鸾看了一眼周鸿飞，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你一定能成为核心弟子。到那时，你身边不缺爱慕你的女子，何必纠缠？周鸿飞本想说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接着，穆红鸾看向阮红霄，讥笑道：“和你师尊一样，好这一口。”说着，他看了一眼王浩，眼神中的愤恨那是掩藏不了的。宗门上下士，你为英雄，都尊敬你，保护你。若他日离开合欢宗，你要看好自己的脑袋，别被人抹了脖子。威胁，明目张胆的威胁。阮红霄冷哼一声，正要说话，一道身影悄然浮现，正是澹台明月。看来有人没把我这个宗主放在眼里啊！哼，有我在，谁敢伤害我的号？穆红鸾脸色铁青，他实力不如澹台明月，根本察觉不到对方的气息，难以探查对方的踪迹，气氛瞬间紧张起来。穆红鸾沉吟几秒，态度软了下来，陪笑道：“参见宗主，弟子之间的矛盾怎么把你惊动了？”澹台明月冷哼一声，转头看向王浩，立即施法撤走捆仙绳，眼神变得柔和。他看了一眼阮红霄，眼神变得复杂且幽怨，差点让这个小丫头得手了。红霄，你胡闹了，还不快走，让我亲自送你！澹台明月斥责道。阮红霄不敢不听话，哀怨地看了一眼王浩：“师弟，我还会来找你的，我一定要跟你双修，谁都拦不住。”说完，他看了一眼澹台明月，飞身离去。王浩咂了咂嘴，无言以对。这丫头是个犟重啊！澹台明月无奈一叹，心中有些不忍。阮红霄对王浩的情谊，他怎能看不出来？若不是自己的私心作祟，阮红霄早就和王浩结成道侣了。看到阮红霄离去，穆红鸾对澹台明月行了个礼，带着周鸿飞前往红鸾峰，而澹台明月则拉起王浩，挪移至神女峰，亲自看护。红霄，别怪师尊自私，别的女人哪怕多看浩一眼，多跟他说一句话，我心里都不舒服。澹台明月喃喃自语。红鸾峰，穆红鸾的居处，靡靡之音从房间内传出，哪怕站在房间外，都能听到木床撞击地板发出的咯吱咯吱声。师尊，你真的太勾人了，每次都让我兴致勃勃，欲罢不能啊！木床上，周鸿飞正在卖力充实穆红鸾，露出幸福快乐的笑容，伸手点住周飞鸿的嘴唇，娇嗔道：“好徒弟，你也让师尊欲罢不能吗？等你和阮红霄结成道侣，按照我教你的炉鼎双修之法，窃取他的冰魄剑体本源，你就能实力大增。”周鸿飞听到这话，更加兴奋了，但随即他眼神一怒，咒骂道：“该死的阮红霄，等我得到你，一定好好的玩死你！”这一刻，温和典雅的周鸿飞荡然无存。原来平日里谦卑恭顺、深情专一的形象都是他演的，是给自己立的人设。周鸿飞更加卖力了，情到深处，穆红鸾问道：“鸿飞，你爱我还是爱阮红霄？”周鸿飞想都没想：“当然是爱师尊了，阮红霄只是我修炼的炉鼎而已，怎么能跟你比？”穆红鸾开心一笑，两人颠鸾倒凤，尽享鱼水之欢。神女峰，一大早王浩就起来了，而澹台明月正在沐浴，趁这个时间他决定抽奖，积累这么多情绪值，应该能抽中好东西。王浩无比期待。神女峰后山，王浩坐在木椅子上，点开系统面板查看信息。兴奋值11万，嫉妒值5550，愤怒值1300，抽奖值0。系统提示：宿主是否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值？没有犹豫，王浩选择转化，然后就看到情绪值清零，抽奖值变成116850。关于抽奖转盘，第一次抽奖时没仔细查看清楚，此刻有时间查看，他才注意到抽奖转盘分7个大区域，依次是功法、异宝、丹药、天赋、神通、法器以及随机奖励。除了随机奖励区域之外，其他6个区域，每个区域又分成凡品、灵品、天品、仙品、神品5个级别，而每个品级又分成低阶、中阶和高阶。王浩直戳牙花子：“童子哥，你有点为难了，我能抽奖116次，应该能抽到好东西。”王浩自语，对自己有信心。于是他点开抽奖转盘，花费1000抽奖值开始抽奖。转盘飞速转动，然后变慢，最后缓缓停下，转盘指针落在法器区域，而且是神品高阶。王浩喜不自禁，差点激动地跳起来。什么叫天选之子？什么叫气运之子？老子就是！第一次抽奖就抽中神品高阶法器欧皇附体阿。这时系统提示：
恭喜宿主抽中神品高阶法器太上炼天炉，已放入储物空间，您可以继续抽奖。储物空间，王浩疑惑。就在这时，系统面板发生变化，新增了储物空间这个项目。王浩点进去，看到一个炉子图标，伸手点击图标，系统提示：宿主是否查看实物？王浩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周围，心想：这可是神品高阶法器，肯定不同寻常，暂时别让师尊知道为好。他放弃查看实物，退出储物空间，继续抽奖。然而第二次抽奖结束，当转盘指针落在随机奖励区域时，他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心情有些失落。这种感觉就像买彩票，买之前老子一定中奖，买之后老子去尼玛的运气再怎么逆天也不能连续抽中神级奖励。王浩笑了笑，自我安慰。可是当他听到系统提示时，差点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恭喜宿主抽中黑色蕾丝一套，已放入储物空间。王浩，黑色蕾丝是我理解的那种吗？王浩有种做梦的感觉，立即点开储物空间，点击新出现的黑丝图标，查看实物。结果好家伙，一套精美的黑色蕾丝凭空出现在王浩的眼前，掉落在他的手里。随机奖励，这他妈也太随机了吧，童子哥，你把我当乐子人了吗？于是他质询道：系统，奖励黑色蕾丝是什么鬼？系统回道：宿主，女性穿上黑色蕾丝可以增加情调，有利于宿主收集兴奋值。王浩，真他妈有道理，他竟然无法反驳。接着王浩根据系统的提示，将黑色蕾丝收进储物空间，继续抽奖。大转盘开始第三次转动，王浩的眼睛死死盯着，直到它缓缓停下，停在随机奖励区域。王浩有种不好的预感，果然，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抽中臭豆腐10碗。王浩瞪大了眼睛，臭豆腐，这也算奖励？童子哥，你出来，老子跟你单挑他不甘心。质问道：系统，你奖励臭豆腐是几个意思？我是修仙者，不吃这些。系统不急不慢地回道：宿主，修仙者自命清高，宿主可利用臭豆腐让他们破防，有助于收集愤怒值。王浩，这也行，多损啊！别人愤怒不愤怒，王浩不清楚，但此刻他破防了。继续抽奖。第四次，大转盘指针落在了天品中阶丹药区域，让王浩眼睛一亮，心情好了一点。恭喜宿主抽中天级高阶丹药，驻颜丹1颗，可永葆青春，拥有不老容颜。哈哈，我就说嘛，我是天命主角，怎么可能运气那么背？刚才的抽奖是意外，是系统故障了。王浩喜笑颜开，一扫之前的颓丧。然而第5次抽奖，恭喜宿主抽中老坛酸菜泡面10箱。王浩张大了嘴巴，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童子哥，你出来，我一口老坛淹死你！这也太他妈欺负人了吧！谁家抽奖系统搞这样的奖励？他很想知道，是哪位大佬创造了这个情绪抽奖系统？是脑子抽了，还是脑袋被门挤了？王浩已经不想询问系统原因了，只想尽快抽完抽奖次数。于是问道：系统有没有10连抽的机制？一次一次抽太慢了。系统回答：宿主已为您新增10连抽模式。王浩面无表情地嗯了一声，开始10连抽。一发10连后，王浩的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脸上的表情就跟便秘似的，真他妈难受。接着就听系统提示道：恭喜宿主抽中华伦天奴高跟鞋1双。听到这个奖励的瞬间，王浩脑子一懵，就他妈离谱，华伦天奴都搞出来了。童子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这还没完，恭喜宿主抽中黑丝吊带1套，恭喜宿主抽中白色斑点袜1套，恭喜宿主抽中银灰剑变袜1套，恭喜宿主抽中黑色朋克破洞绷带袜1套，恭喜宿主抽中红烧牛肉味泡面10箱。这一刻王浩感觉天塌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奖励？10连连保底都没有，这抽奖机制比蓝星的驯腾游戏都坑。然而王浩不信邪，他跟系统杠上了。继续10连，结果就是系统给的大多都是随机奖励，奖品不是丝袜就是泡面，还有华伦天奴更离谱的是，山城牌麻辣烫都干出来了。虽然又抽中3颗天品低阶丹药，2部天品高阶功法，1颗天品中阶丹药，2件灵品高阶法器，但王浩开心不起来。看着储物空间满满的丝袜和泡面，王浩欲哭无泪，想死的心都有了。什么天命之子，什么欧皇附体，不，我不是，我就是一个弱小可怜又无助的飞球。看了看抽奖值，还剩11850，最后一发10连，给我报一样好东西吧。王浩苦笑不已。抽奖结束后，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抽中天品低阶丹药凝晶丹1颗。
恭喜宿主抽中情趣内衣一套。王浩的心渐渐跌落谷底，直到最后一个奖励提示：恭喜宿主抽中神品高阶天赋噬天元核，神级天赋。王浩欣喜不已。就在这时，一道光柱从身后的宫殿内冲天而起，震动整个宗门。师尊！王浩惊疑，豁然起身，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神女峰后山，冲天光柱缓缓收敛消散，现出淡台明月的身影。此时的他周身环绕七彩光芒，释放强大的威压，震动整个合欢宗。天地间的灵气自动汇聚，犹如形成一道道灵气溪流，环绕在淡台明月的身边。不一会儿，一道道身影化作流光，齐齐飞到神女峰周围。其中一个头发银白的美妇人像是看出了门道，她惊喜道：这是元灵之体。明月竟然觉醒了这种特殊体质，这对他以后的修炼大有裨益啊！他叫淡台烬，是淡台明月的师尊，也是前任合欢宗宗主，实力达到元婴期大圆满，修为深不可测。喜悦归喜悦，淡台烬却心有疑惑，奇怪，明月怎么会突然觉醒元灵之体？他干了什么？所谓有人欢喜有人忧，淡台烬的身后站着合欢宗长老堂的人，穆红鸾赫然在列。以他元婴期大圆满的实力，自然听过元灵之体这种特殊体质。他和淡台明月本就不对付，一直觉得自己比淡台明月优秀。可现在淡台明月觉醒了元灵之体，两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哼，不就觉醒了元灵之体吗？又不是什么逆天的体质，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超过你。穆红鸾暗暗发誓，嫉妒之火熊熊燃烧。很快，天空的灵气溪流散去，淡台明月从一种奇妙的状态中醒来。他看了一眼站在地上的王浩，嘱咐道：浩儿，你进屋等我，我去面见师尊。王浩点头，走进淡台明月的居所。房间里，王浩疑惑询问系统：童子哥，师尊那是怎么了？系统回道：宿主他觉醒了元灵之体，经过缜密的因果分析，这是你们俩双修后的结果。王浩，元灵之体。惊讶之后，他不禁满脸黑线，缜密的因果分析。童子哥，你能不能说人话？系统回复：你和他双修，帮他打破了身体桎梏，帮他突破了心魔障碍，这才得以觉醒血脉中的特殊体质。王浩了然，他甩甩头，不再纠结这个问题。打开系统面板，进入储物空间，王浩点击刚抽到的神级高阶天赋噬天元核。系统提示：宿主是否立即使用该天赋？王浩没有犹豫，果断使用。下一秒，奖励消失，化作一道金色流光飞进他的眉心。紧接着，王浩的丹田处便出现一颗淡金色的元核，看起来像一颗金丹，约莫拇指大小。与此同时，一丝明悟浮现在王浩的脑海中，是天元核，能够吞噬他人修为、血脉和法则等力量，凝聚本源符文。每刻下9道本源符文，元核会进行一次蜕变，衍生一种绝世神通。弄清是天元核的功用后，王浩喜不自禁，这就像修仙版的吸星大法一样，得找机会试试效果。王浩低声自语。就在这时，淡台明月回来了。觉醒元灵之体后，他变得更加光彩照人，美得不可方物了。王浩正要说话，就听系统提示：兴奋值加26，兴奋值加46，兴奋值加65。然后他就看到淡台明月的头顶出现一个又一个金色数字，那代表他正处于兴奋状态，而且越来越兴奋。王浩，不是，师尊，你怎么一看到我就兴奋？淡台明月立即关好门窗，并设置隔音结界，做好准备后，他扑进王浩的怀里。浩儿，我觉醒了元灵之体，这都是你的功劳，所以师尊要好好奖励你。说着，淡台明月开始褪去身上的衣服，并且顺手脱掉王浩的上衣。王浩知道自己躲不掉，嘿嘿坏笑，计上心来。师尊，这可是你说的，那我不客气了。淡台明月点头。可下一秒，当他看到王浩拿出一些奇怪的服装和鞋子时，不禁愣了一下。浩儿，这是什么？你准备做什么？王浩嘻嘻一笑。师尊，这叫情趣内衣，这是黑丝吊带，这是滑轮高跟鞋，你穿给我看。淡台明月惊讶，虽然不理解这些玩意，但王浩期待的眼神让他不忍拒绝。于是他迅速脱完身上的衣服，当着王浩的面穿戴起来。不一会儿，淡台明月换装成功，看得王浩那叫一个心头火热，两眼冒金光。被王浩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淡台明月能够感受到王浩的呼吸频率在加快，不由得他的心跳和呼吸也加快不少，兴奋值也变化得越来越快，兴奋值加16，兴奋值加23，兴奋值加32。当以你的氛围达到临界点时，他俩再也无法矜持，慢慢靠近彼此，然后热烈相拥，缠绵在一起。浩儿，师尊，
于是王浩开始新一轮的冲尸之旅。原本一切都很顺畅，不料中途遭遇变故，让王浩和淡台明月都有些措手不及。倒不是王浩先软了，而是他丹田处的噬天元核出现了异样，一股莫名的吸力猛然爆发，锁定趴在他身上的淡台明月。同时一丝丝雷光从后者体内溢散而出，被噬天元核吸收。王浩不禁疑惑，怎么会这样？师尊的体内怎么会有雷光？淡台明月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那些雷光是当年渡劫时遗留在体内的暗疾，这么多年他时刻压制，导致修为增长十分缓慢。而现在他虽然努力压制雷光，不想让王浩受到伤害，但却惊愕地发现，以他化神期的修为竟然无法压制，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进入王浩的丹田。不多时，淡台明月体内的雷劫之光彻底消失，而王浩体内的噬天元核还在异动。不好，他要吞噬师尊的元灵之体，大道本源。王浩惊呼，立即奋力压制，用全部心神控制噬天元核，阻止他破坏淡台明月的元灵体。所幸他成功了。浩儿，你怎么样了？淡台明月急忙查看王浩的身体，反复检查后才确定王浩身体无碍，没有被雷劫之光伤到。就在这时，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从王浩体内散发而出。再看他的丹田，噬天元核吞噬雷劫之光后，反哺大量灵气给王浩，涌进他的四肢百骸。强大的灵气直接让王浩的修为从炼气1层提升到炼气3层。淡台明月又惊又喜，立即给王浩护法，直到他的气息稳定下来。王浩缓缓睁开眼，暗道一声好险，然后俏皮道：师尊，我们还继续吗？淡台明月白了他一眼，娇嗔道：奖励还没结束，当然继续。王浩嘿嘿一笑：师尊，那我不客气了。就这样，王浩继续他的冲尸之旅，1次、2次、3次、4次、5次，从白天到傍晚。神女峰后山，咯吱一声，房间门开，王浩两手摸着腰走了出来。造孽啊，师尊觉醒元灵之体后变得更厉害了。偷偷看了一眼房门，王浩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累是累了点，不过好处巨大，王浩的本源伤痕又修复了1%，还收获大量兴奋值。等回到清水小筑，天已经黑了。可让王浩没想到的是，他刚推开门进去，就看见一道人影站在眼前。王浩师兄，你总算回来了。那人一声冷笑，二话不说打出一柄飞剑，直逼王浩的眉心，犹如条件反射一般。王浩微微侧身，险而又险地躲过飞剑。炼气3层，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杀我？王浩惊疑，对方的功法出自合欢宗一脉，肯定是同门。可他想不明白是谁想要他的命。躲开了，炼气1层能躲开我的飞剑，不愧是当年的天纵之才，可惜你废了。那人惊呼，似乎没料到这一幕。王浩冷笑，他可不是心慈手软之人。淡台明月给了不少法器，有攻击用的，还有防御用的，都是1等1的好宝贝。对方一击不成，王浩祭出一柄飞刀，约莫巴掌大小，锋利异常，属于灵品法器。而敌人的飞剑只是凡品法器，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看到王浩祭出灵品法器，那人脸色微微一变，色厉内荏的嘲讽道：哼，炼气1层的修为，操控灵品法器，能发挥多少战力？再次祭出飞剑打向王浩，本以为这次稳操胜券，不料下一秒，王浩的飞刀崩碎他的飞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洞穿他的心口，扑通一声，那人重重倒下，两眼瞪得老大，当场殒命，死不瞑目。我能操控灵品法器杀你，这就够了。忘了告诉你，我不是炼气1层，而是炼气3层。王浩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绪，启动照明法阵点亮房间。他迅速查看，不禁皱眉，这是陈浩，刚入门没多久，是周鸿飞的小跟班。稍微理理思绪，王浩心中有了大概的猜想。他和陈浩无冤无仇，对方没有杀他的理由，倒是周鸿飞不管是谁，既然迈出杀我这一步，那就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王浩沉吟，他用火球术将陈浩的尸体烧成灰烬，然后扬了，毁尸灭迹。几番冲尸外加打了一架，王浩感觉饿了，兴趣一动，召唤一碗臭豆腐吃了起来。本以为只是很普通的臭豆腐，结果有意外之喜，我的灵力运转变得流畅不少哎，这是臭豆腐的功效。王浩惊叹，感觉自己捡到了宝。与此同时，宗门男弟子的房舍内，周鸿飞正在翘首以待。可他左等右等，等了整整1夜，不仅没消息，陈浩人都没回来。怎么回事？陈浩去哪了？周鸿飞意识到不对劲，立即派小弟们寻找陈浩，可找了半天始终没找到，除了一个地方，清水小筑。我让陈浩去杀王浩，不会失手了吧？不可能，
陈浩是炼气3层的修为，怎么会被炼气1层的王浩反杀？周鸿飞心里发虚，自我安慰几句。可事实摆在眼前，如今陈浩下落不明，他只能猜测人已经死了。师兄，能找的地方都找了，还是找不到陈浩师弟，要不上报宗门吧？周鸿飞的小弟黄坤提议道，却遭到否决。沉吟片刻，周鸿飞指了指清水小筑，不是还有一个地方没找吗？走，去看看。黄坤等人开着清水小筑的方向，眉头微微皱起，可碍于周鸿飞的气势，只能硬着头皮跟上。而此时，王浩正在清水小筑的房间里研究刚得到的奖励——神品高阶法器太上炼天炉。炉体由混沌玄晶铸成，表面布满天然生成的鸿蒙道纹，色泽暗金，隐隐闪现紫红流光，看起来像是有星辰在其中幻灭。3足双耳，炉盖雕刻9条盘绕的太古天龙，龙口含阴阳双珠，炉腹刻有周天星辰大阵，转动时能够引发虚空涟漪。王浩咬破指尖，打入一点鲜血落在炼天炉上，完成法器认主。很快，他的脑海中涌现出大量信息。此炉的功能可以用来炼丹、炼器，还能作为防御法器。而使用此炉，需要持有者拥有极强的神魂力量以及大量灵石。炼天炉内能够自主生成炼丹火焰，代价就是耗费灵石。灵石的问题好解决，我的神魂力量目前非常弱，需要快速提升才行。王浩低声自语，很快眼睛一亮。他和师尊又双修5次，积攒不少兴奋值，可以抽奖碰碰运气。于是他点开系统面板，查看数值。兴奋值21590，嫉妒值0，愤怒值0，抽奖值850。因为王浩之前抽了奖，系统自动清零嫉妒值和愤怒值，统一结算成抽奖值。系统提示：宿主是否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值？王浩选择转化，然后抽奖值就变成了22440。这次能抽22次，2发10连吧。王浩自语，脸色一苦，自嘲道：童子哥，不要玩我哈，给我一点有用的东西。他深吸一口气，点击进入抽奖界面，开始抽奖。一发10连后，就听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抽中驻颜丹1枚，恭喜宿主抽中白色斑点袜1套，恭喜宿主抽中银灰剑变袜1套，恭喜宿主抽中情趣内衣1套。王浩，他还能吐槽什么？难道他是丝袜圣体？操，他不甘心，再来一发10连。结果就听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抽中香辣牛肉泡面10箱，恭喜宿主抽中华伦天奴1双，恭喜宿主抽中臭豆腐10碗，恭喜宿主抽中神品低阶异宝9幽冥魄莲1株。王浩深呼一口气，要不是最后抽出神品低阶异宝，他得郁闷死。抽奖太坑了。进入储物空间界面，王浩点开一朵莲花图标，查看9幽冥魄莲。下一秒，一朵通体幽蓝的9瓣莲花悬浮在眼前，花瓣犹如半透明的水晶，生有暗金色的魂纹，花蕊处悬浮一滴玉露，名为冥魄玉露，散发莹莹紫光。根茎部位缠绕灰白色的噬魂藤，藤上布满倒刺，可祭炼为法器，攻击或者吸食神魂之力。王浩研究了半天，弄清用法后，摘下一片花瓣，以自身精血为引，直接吞服。刹那间，魂纹之力被催发，作用于王浩的神魂之上，将其压缩淬炼。司王浩惊呼出声，剧烈的疼痛让他瞬间昏死过去。与此同时，周鸿飞带着小弟冲了进来，看到昏迷不醒的王浩，冷笑一声，正要转身离开，一声轻喝传来：周鸿飞，你们把王浩师弟怎么了？阮红霄来了。识海内，王浩的神魂正在承受魂纹之力的压缩淬炼，正在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破碎重组。与此同时，他的神魂力量不断攀升，等到魂纹之力被耗尽，王浩才能从神魂淬炼状态中醒来。此时的王浩处于绝对虚弱的状态，稍有不慎，被心怀不轨之人抓住机会，就会落得个生死道消的下场。所幸阮红霄及时赶到，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中。周鸿飞脸上的笑意瞬间消失，尤其看到阮红霄毫不避讳地将王浩搂在怀里，满脸担忧的样子，他心里很窝火，对王浩的恨意和杀意越发浓郁。下一秒，周鸿飞感受到一股浓郁的杀意和强大的灵力威压。阮红霄毫不掩饰内心的怒火和心中的杀意，结丹境初期的修为爆发而出。他早已觉醒冰魄剑体，灵力自带攻伐剑影，比寻常修士的灵力威压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周鸿飞的小弟黄坤实力低微，前不久才迈入筑基期，难以抗衡阮红霄的威压，不由跪地求饶：师姐，您饶命啊！我们发现陈浩师弟失踪，四处寻找无果，就来清水小筑查看。他神情痛苦地跪在地上，解释道：我们刚到这里，就看到王浩师兄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查看，您就到了。阮红霄疑惑地看了黄坤一眼，
转头看向苦苦坚持却一声不吭的周鸿飞：“你有什么想说的？”师姐。周鸿飞顶住阮红霄的威压，死撑着不跪：“王浩师兄昏迷，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若不信的话，可以请宗主决断。”阮红霄冷哼一声，他早就检查过王浩的身体，可凭借他的手段，竟然无法查清王浩昏迷的原因。没有耽误时间，阮红霄也不想背上残害同门的骂名，迅速撤掉威压，抱着王浩赶往神女峰。他相信，身为化神期高手的淡台明月一定有办法拯救王浩。阮红霄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飞向神女峰。周鸿飞看着夜空中的那道人影，眼神流露出狠厉之色，冷笑道：“王浩，你最好再也醒不了，不然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搞死你。”最后，他低声喃喃道：“还有你，阮红霄，等我进阶结丹期，我会用炉鼎双修之法剥夺你的一切。”嘿嘿嘿。神女峰后山，淡台明月的居所。正在入定的淡台明月突然被惊醒，两道熟悉的气息出现在感知之中。浩儿、红霄，他俩怎么一起来了？淡台明月不禁狐疑，立即释放神念查看。这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王浩被阮红霄抱在怀里，昏迷不醒，而且神魂力量弱到极致，几乎不可查，像是快要死了一样。身影闪烁，淡台明月瞬间出现在阮红霄的面前。看到师尊现身，阮红霄都没来得及开口说明情况，怀里的王浩就被淡台明月接引过去。红霄，你先回去，我会救浩儿的。话音一落，淡台明月就带着王浩挪移到他的居所。阮红霄虽然担心，但现在只有淡台明月能够治疗王浩，他只能止步神女峰。不过他没回到自己的居所，而是守在神女峰等待王浩醒来。房间内，淡台明月立即检查王浩的身体，确认没有外伤后，他释放神念进入王浩的识海。刚进入，他就看到一半莲花悬浮在王浩的识海，一道诡异的魂纹在释放神秘的力量，淬炼王浩的神魂。浩儿这是在修炼什么秘法？我怎么从未见过？淡台明月惊疑。细细探查后，他确定王浩没有危险，神念退出识海，静静的护法就这样一夜过去。王浩识海内的魂纹之力彻底被炼化，那半莲花也全部消散，他的神魂力量获得极大提升。没多久，王浩悠悠醒来，一睁眼，他就看到淡台明月的绝世美颜，以及那双担忧的眼睛。师尊，我怎么在这？王浩疑惑不解。淡台明月松了一口气，将事情的始末说了一遍，忍不住娇嗔道：“浩儿，你的本源伤痕才修复一点点，不要冒进修炼。”王浩挠挠头笑了笑，不知道怎么解释。不过，淡台明月立即用神念探查了王浩的神魂力量，惊呼道：“你修炼的功法很厉害，短短一夜时间，你的神魂之力竟然堪比筑基中期的修士，真是不可思议。”王浩心里一惊，这么厉害？他只服用一半莲花而已，竟然提升这么大。要知道，他现在的修为才炼气3层，神魂力量却堪比筑基中期的修士，实在有些另类。看到王浩修为提升，淡台明月的心里十分高兴，因为这说明王浩已经重新踏上修炼之路，不用被死亡阴影笼罩了。假以时日，等王浩彻底修复本源伤痕，重新修炼至化神期，甚至超越化神期都未尝不可啊！一想到这，淡台明月的嘴角就压不住。接着，趁王浩愣神的功夫，淡台明月解开身上的衣带，露出白皙细腻的肌肤，轻轻搂住王浩，凑到耳边问：“浩儿，你想充尸吗？”王浩嘿嘿一笑：“师尊，徒弟要上了啊。”于是王浩开始今天的充尸之旅，无比兴奋和快乐。1次、2次、3次，每次都是2个小时，而且都不带休息的，王浩的腰都快断了。最后，王浩无奈求饶：“师尊，我觉得修复本源伤痕这事吧，不是特别着急，我们可以慢慢来。”淡台明月小嘴一撅，摇头道：“不好，我想尽快治好你，然后跟你结成正式道侣，断了别人的念想。”王浩顿时疑惑，正要说话，门外传来阮红霄的声音：“师尊，王浩师弟醒了吗？”淡台明月暗道一声坏了，他忘了设置隔音结界，阮红霄该不会听到什么了吧？要知道，他和王浩缠绵时发出的声音很大，强装镇定后，淡台明月回道：“红霄，你怎么来了？”阮红霄回道：“师尊，我没离开神女峰，一直守在这里。师尊，王浩醒了吗？”淡台明月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可事已至此，他也不想隐瞒什么。他看了一眼王浩，娇嗔道：“浩儿，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着急治好你，要跟你结成道侣了吧？红霄早就盯上你了。”王浩，谁让我长得好看呢？就是招人喜欢。屋外，听了半天墙角的阮红霄，耳根子红红的，就连白皙精致的脸蛋都羞红不已，可眼神中却流露出愠怒之意。师尊，
难怪你一直阻挠我跟王浩结成道侣。既然你不仁，那就别怪徒弟不讲师徒情分了。阮红霄低声自语，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似的。意外撞破师尊和王浩的秘密，阮红霄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他选择藏在心里，暗中执行筹谋已久的计划，哪怕最后会得罪师尊，也不在乎。小师弟，我不会让师尊独享你的。宗门内也有不少男弟子拥有几个道侣的，我自信不比师尊差。阮红霄暗暗给自己打气，低头看了看胸前的2团丰满，底气更足了。听姐妹们说，男人都喜欢胸大的女人，不知道王浩师弟好不好这口。阮红霄小脸羞红不已，急忙甩甩头，用手拍了拍脸，让自己冷静下来。有一说一，阮红霄的大雷在合欢宗是数一数二的。等了一会儿，王浩穿戴整齐地从房间内出来，一副神清气爽的样子。阮红霄暗道一声好厉害，跟师尊做了好几次，还这么有精神。轻咳几声掩饰尴尬，阮红霄询问道：师弟，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点？王浩回应：谢师姐关心，我很好，没事了。阮红霄嗯了一声，昨晚真的担心死了。如果王浩出了意外，他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不一会儿，但台明月换好衣服走了出来，他看向阮红霄：红霄，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阮红霄点头，还没等他开口，王浩抢先说道：我昏迷后的事情不用再说了，我来说说昏迷前的事吧。听到这，淡台明月和阮红霄来了兴趣。然而当听到王浩遭遇陈浩的袭杀时，淡台明月险些控制不住，化神期高手的灵力威压释放而出。师尊，冷静。王浩急忙安抚。那陈浩仗着自己是炼气3层，以为能够捏死我，却没想到我也是炼气3层，大意之下被我反杀，骨灰都被我扬了。淡台明月冷哼一声：杀了就杀了，谁都没你重要，谁动手杀你，就是动了我的逆鳞，都该死。阮红霄气得牙痒痒，紧紧握住手中宝剑，暗恨不已，恨不得回到昨夜亲手宰了陈浩。敢动我的心上人，老娘让你死！看着2位家人陷入沉思，两世为人的王浩意识到什么，于是找个借口开溜，离他俩远点。但台明月嘱咐道：浩儿，万事小心，遇到危险及时呼唤我。阮红霄也不甘示弱：王浩师弟，遇到麻烦尽管找我，我可以罩着你。王浩两头都回应，谁都不敢得罪。看他远去后，淡台明月和阮红霄四目相对，两人之间火星四射，火药味十足。红霄，浩儿是我的，谁都抢不走。淡台明月宣示主权。阮红霄丝毫不惧，宣言道：合欢宗没有规定弟子只能有一个道侣，就算你得到了王浩师弟，可他还能拥有别的道侣，这一点你无权干涉。但台明月眼神微变，他没想到阮红霄竟然这么痴情，就算知道他和王浩的事也不愿退缩。于是他搬出师尊的威严：别忘了我是你师尊，你敢忤逆我。阮红霄也是豁出去了，直接回怼：师尊，论实力我比不过你，可我比你年轻，比你有活力，比你更魅惑。但台明月脸色一怒：你气死我了。阮红霄嘿嘿一笑，当即下战书：不管怎么说，我一定会得到王浩师弟，我不会让你独享的。但台明月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屋，不再理会阮红霄。而出了一口气的阮红霄两腿发软的飞离而去，他真怕但台明月给他一巴掌，直接把他拍死。庆幸的是，但台明月控制了情绪，没有撕破脸。师尊，对不住了，在深爱的男人面前，我不会退缩，只会勇往直前。阮红霄低声自语，回到自己的居所。另一边，王浩从神女峰出来后，没有返回清水小筑，而是前往合欢宗的藏书阁，准备找一些炼丹方面的书籍，恶补一些基础知识。抽奖系统有点坑，完全靠运气，想要尽快提升实力，还得靠自己。藏书阁位于合欢宗的缥缈峰，分9层。虽然藏书阁是对所有弟子开放的，但也有区别。外门弟子只能进入前3层，内门弟子能够进入前6层，只有核心弟子才能随意进入藏书阁的9层区域。作为宗主淡台明月的亲传弟子，王浩自然能够随意进入藏书阁，没有任何限制。负责看守藏书阁的人是合欢宗的长老，名叫诸葛玄，元婴大圆满境界的高手，只差一步便可化神。虽然200-300岁了，但岁月几乎没在他的脸上留下痕迹，依旧肤白貌美。尤其那一抹成熟风韵，那是少女无法相比的魅惑气质。玄长老，您真是越来越美了，我来借阅几本炼丹方面的书籍，您有什么推荐的？诸葛玄娇媚地白了他一眼，嗔道：小屁孩，也只有你敢在我面前开玩笑，炼丹的书籍在第9层，你上去找找吧。王浩嘿嘿一笑，眼睛忍不住盯着诸葛玄胸前的丰满看了又看，手摸下巴赞美道：好大的雷。说完，他立即飞向第9层，留下阵阵坏笑声。
反应过来的诸葛玄被气笑了，摇头自语道：“好一个流氓胚子，以后肯定祸害不少良家少女啊！”藏书阁第9层，王浩正在寻找炼丹方面的书籍。就在这时，一道人影撞进他的怀里。王浩倒没事，可后者却摔倒在地，发出一声轻呼。他回过神来，就看到一个少女坐在地上。那少女身披月白色烟罗纱裙，银丝暗纹在袖口流转，淡青色长发盘成一个发髻垂落，显得温婉娇媚。肌肤似浸过霜雪的杨之玉，唇色恬淡如初绽的桃花瓣，鼻尖缀着一点浅褐色小痣。更添一分稚气奇怪的是，她的眼睛蒙着一层绸带，还刻满了静止。王浩急忙伸手少女扶起来，询问道：“你没事吧？”少女摇摇头：“谢谢师兄，我没事，我叫洛清禅，没有惊扰师兄找东西吧？”王浩摇头笑了笑，暗暗沉吟，她就是洛清禅，那个常年待在藏书阁哪都不去的重瞳少女，难怪用绸布遮住眼睛。看她不说话，洛清禅询问道：“师兄，您在找什么书籍？我对这里比较熟悉，说不定可以帮忙。”王浩眼睛一亮，急忙说道：“那就麻烦师妹帮我找一些炼丹方面的书籍，我想尝试炼丹。”洛清禅点头，迅速找到几本炼丹书籍，交给王浩：“师兄，这几本适合初学者，你肯定能用得上。”王浩开心不已：“谢谢师妹，要是让我找，估计得找半天。”洛清禅捂嘴笑了笑，要的书找到了，王浩也没耽误时间，随之离开藏书阁，回去研究炼丹术。看着王浩离去的背影，洛清禅轻轻扯下绸布，露出重瞳天眼，呢喃道：“师兄，我和你的姻缘开始了呢。”纯阳峰清水小筑，王浩正在翻阅有关炼丹方面的书籍，看得非常入神，心神被炼丹术所吸引。花了大半天时间，他浏览了借阅来的古籍，对炼丹术有了大概的认识。概括而言，炼丹3要素：丹炉、药材、神魂控制力。如今王浩有了炼丹炉，神魂力量达到筑基中期的境界，有实力炼制一些凡品丹药，比如凝气丹。可是他缺少药材，这会儿时间还早，去宗门的药园逛逛。那地方我熟，这100年没少往那地方跑。王浩略微沉吟，便起身出门，化作一道流光飞向宗门的药园。有弟子认出他，纷纷打招呼，发自内心的尊敬；也有弟子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虚伪无比。王浩正飞着，突然收到系统提示：极度直加450，来自周鸿飞。王浩不禁看向四周，很快对上一双充满妒意的眼神。不远处，周鸿飞恨恨地看了一眼，随即掩饰过去，拱手抱拳行礼，一副尊敬师兄的样子。王浩翻了翻白眼，理都没理，直接飞走。周鸿飞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一股怒火油然而生。王浩，这次算你命大，后面有你受的，小小的炼气一层，让你死很简单。这股怒火是冲着王浩去的，自然被系统收集到。愤怒直加600，来自周鸿飞。王浩嘴角微动，偷偷乐了一下，暗道：谢谢你啊，送我一次抽奖机会。没有停留，王浩直奔药园而去。刚落地，他就看到一个少女的身影在药园里走来走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少女裹着烟青交领的襦裙，金口绣满银线和欢纹，一头长发挽起成双罗髻，她的鼻尖缀着一颗小小的桃花印，唇瓣总被自己咬得嫣红，时刻处于一种紧张害羞的状态。月瑶师妹，你又在研究药材啊？王浩主动打招呼，竟然吓得对方低头后退一步。月瑶紧张的不知所措，手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了。王浩不禁莞尔，月瑶实力不弱，达到结丹境初期巅峰的境界，哪里都优秀，就是容易害羞。她痴迷炼丹术，天赋异禀，神魂力量强大，被誉为合欢宗的天才炼丹师。因为擅长炼丹，而且心性随和，不懂拒绝，在宗门的人缘极好，很多弟子都拜托他炼丹。王浩师兄，你怎么来了？是不是身上的伤又复发了？你等着，我给你拿丹药。说完，他转身跑进药房，迅速拿着一瓶丹药跑了出来。王浩阻止都来不及。诺，师兄，给你，快点吃，压制伤势。月瑶的大眼睛满是担忧地看着王浩，真以为他旧伤复发了。王浩内心一热，这个师妹很暖啊。没有拒绝月瑶的好意，王浩伸手接下，对他说道：月瑶师妹，我来找你拿3份炼制凝气丹的药材。月瑶疑惑地看着他，师兄，你来找药材的？是的。王浩笑了笑，回应说：我要修行炼丹术，先拿最基础的凝气丹练练手。听到王浩要炼丹，月瑶的小嘴张成了 O 型，惊讶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他笑着鼓励道：师兄天赋过人，学什么都厉害。说完，他再次进入药房，拿出一个木盒展示给王浩看。师兄，这是炼制凝气丹的4种药材，分别是紫灵草、玄冰莲子、地脉石乳以及风铃花蕊，一共3份的量。如果炼制成功的话，
一份药材能够炼制10颗凝气丹。王浩欣喜不已，急忙道谢，忍不住伸手摸了摸月瑶的脑袋。月瑶师妹，真是太感谢了，改天我给你做烤鱼吃哈。说完，王浩收起药材就走了，完全没注意到月瑶失落的眼神。等他走后，月瑶鼓着小嘴嘟囔道：臭师兄就知道跑，我想吃你做的烤鱼。那委屈的小眼神让人我见犹怜啊。清水小筑院子里，王浩按照霍希的使用方法布下临时法阵，将炼天炉置于其中。下一秒，炼天炉微微轻颤，炉内显化一道纹路复杂且深奥的法阵。紧接着，一缕缕三昧真火溢散而出，游荡在炼天炉内，自带火焰，而且还是威力强大的三昧真火。这正是炼天炉的逆天之处。别的炼丹师要么自己掌控炼丹的异火，要么利用已知的地脉火焰。比如月瑶，他就掌握一种十分厉害的异火，名为七彩琉璃岩。而大多炼丹师都会寻找地脉火焰浓郁的地方修建丹堂，辅助炼丹。再次回想凝气丹的炼制步骤，王浩深吸一口气，用神魂力量操控4种药材，按照次序分批投入丹炉中。不一会儿，一股药香弥漫开来，那是紫灵草被三昧真火炼化后散发的香味。而这股香味顿时吸引住在纯阳峰的宗门男弟子，他们纷纷好奇，疑惑从哪发出来的药香。身为筑基大圆满境界的周鸿飞瞬间锁定香味来源，眉头不禁皱起，二话不说起身离去，直奔清水小筑。他的身后，一帮小弟紧紧跟随，就连不相关的人都跟着一起看热闹了。周鸿飞脚踩飞剑，站在半空，看到王浩正在炼丹，心惊不已。这家伙什么时候会炼丹了？然而下一秒，一声爆炸响起，众人就看到一股黑烟从王浩的丹炉内飞出。周鸿飞再次一惊，然后嘴角掀起一抹弧度，暗暗冷笑，哼，还真以为自己是当年的天纵之才。王浩，你的英雄神话早该落幕了。不仅是周鸿飞，其他人看见王浩炼丹炸炉，也忍不住笑出声。对于他们的到来和嘲笑，王浩根本不理会。第一次炼丹，神魂控制三昧真火出现差错，导致最后的熔丹出现问题。他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准备第2次炼制。当看到王浩再次将药材投入炼丹炉时，周鸿飞双手抱拳，一副看戏的姿态。而其他弟子纷纷摇头，甚至有人开始互相打赌，就赌王浩会不会炸炉。王浩师兄一定能成功，我相信他不会炸炉，除非幸运女神眷顾。哈哈。黄坤是最懂周鸿飞的小弟，他知道此刻周鸿飞的心思，于是开口嘲讽王浩。果然，周鸿飞赞赏地看了黄坤一眼，传音道：干得不错，继续嘲讽，干扰王浩的心神，让他继续炸炉，成为笑柄。黄坤笑着点头，开始起哄带节奏。一些老弟子都听说过王浩的传奇经历，对他敬重有加，可很多新弟子就容易受影响，根本不把王浩放在眼里。正当他们嘲讽的正热闹时，熟悉的爆炸再次响起。王浩第2次炼丹还是炸了。哈哈，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要炸炉，被我说中了吧？什么英雄神话，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江山更有才人出啊。一时间嘲讽之言不绝于耳。接连炸炉，王浩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倒不是因为炼丹失败而灰心，而是因为苍蝇太多让他心烦。哪来的苍蝇嗡嗡叫唤，有这功夫不如找个茅坑吃点屎，还能赶上热乎的。王浩不留情面地对了一句。这话一出，那些嘲讽挖苦他的弟子受不了了，一个个怒火中烧，气得面红耳赤。与此同时，系统疯狂提示：愤怒值加100，来自黄坤；愤怒值加300，来自张魂；愤怒值加350，来自林和熙。王浩暗爽，自语道：也好也好，我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你们给我提供抽奖值，不亏不亏。看着嚣张不可一世的王浩，周鸿飞的小弟林和熙站了出来，开始阴阳怪气。王浩师兄，我刚入门就听说您的英雄事迹，的确震撼人心，让人敬重。可惜那都过去了，你还以为自己是天才吗？说完，他得意地看了一眼周鸿飞，像是在邀功。还有3个月就是宗门大比，林和熙的仰仗周鸿飞在大比中帮忙，取得好名次，争取从外门弟子成为内门弟子。因此，林和熙甘心当周鸿飞的马前卒。周鸿飞也是个明白人，眼神赞赏地看了一眼林和熙，像是在说：你小子懂事，宗门大比的事情放心交给我好了。林和熙看到周鸿飞赞赏的眼神，心里激动坏了。他看向对着丹炉发呆的王浩，继续炮轰道：王浩师兄，你瞅啥呢？你已经毁了2份药材，就算你是宗主爱徒，也不能随便浪费宗门资源吧？这话有点狠，直接把宗主带上了，而且还让人没法挑刺。就算你是宗主爱徒，也不能让你胡来，浪费宗门资源。不得不说，
这个高帽戴在王浩的头上还真不好摘，除非王浩第3次炼丹成功，堵住他们的嘴。王浩瞥了他一眼，以他两世为人的经验，怎么看不出这家伙是在替别人出头？怎么有一股臭味？师弟，你去哪个茅坑吃的屎，味这么大？王浩漫不经心地对了一句，然后看向周鸿飞，故作惊讶道：周师弟，他不会吃了你拉的屎吧？这话一出，全场先是一片死寂，然后瞬间爆发大笑声。王浩的回怼可谓一石二鸟，不仅打了林和熙的脸，还让周鸿飞颜面尽失，一举两得。就听系统疯狂提示：愤怒值加100，来自林和熙；愤怒值加150，来自林和熙；愤怒值加500，来自周鸿飞。王浩心里暗爽不已，这些人太好了，不停给他送抽奖值，真是大好人啊。再看周鸿飞和他的一众小弟，脸都绿了，尤其是林和熙，面子挂不住，指着王浩讥讽道：师兄，逞口舌之力算不得本事，只要你有本事练出凝气丹，别说吃屎，我喊你爹都行。为了挽回他和周鸿飞的颜面，林和熙豁出去了。面带微笑的王浩一改柔和的面孔，沉声道：这可是你说的，吃屎就不用了，如果我练成了，跪下叫我3声爹。林和熙哈哈一笑，自信答应道：好，就这么决定，如果你输了，跪下喊我3声爹，也算我一个。黄坤嗷嗷叫了一句，自信地加入赌约。王浩淡定回复：同意。就这样，王浩收敛心神，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第3次炼丹的过程中。因为是天元核的特殊隐藏效果，在众人眼里，王浩还处在炼气1层的境界。他们哪里知道，如今的王浩已经是炼气3层，而且神魂力量堪比筑基中期的高手周鸿飞。阴沉的脸色因为林和熙跟王浩的赌约有所缓和，他根本不信王浩能成功，不仅是他，在场的很多人都不相信王浩能练成。林和熙凑了过来，谄媚拜道：鸿飞哥，这个赌约我赢定了，王浩自取其辱，也算替你出了口恶气。周鸿飞冷笑一声：干得不错，等宗门大比，我一定竭力相助，让你成内门弟子。林和熙激动不已，连连拜谢，决定死死抱住周鸿飞这个大腿。王浩炼丹的事很快传到各个山峰，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尤其是正在练剑的阮红霄。王浩师弟在炼丹，还跟人打了赌。不行，我得去看看，一定不能让周鸿飞那帮人欺负他。收起冰魄剑，阮红霄化作一道长虹，飞向清水小筑。与此同时，淡台明月的神念一直在关注王浩一举一动，脸色平静如常，因为他相信王浩肯定能成功。想着想着，他那绝美的脸蛋不禁浮现一抹绯红，转头看了看一眼桌子上摆放的丝袜和高跟鞋，心跳不禁加速。浩儿，真想每时每刻都跟你在一起，享受幸福的乐趣。时间1分1秒过去，王浩的额头上开始冒出汗水，这一次的神魂控制非常顺利，没有遇到一丝阻碍，就差最后一步了，一定要成功啊！王浩心里暗道，默默跟自己较劲，完美控制丹炉内的3昧真火，进行最后的熔丹过程。围观的弟子看到王浩状态不妙，纷纷摇头叹息，像是猜到了结果一样。至于林和熙，开始耀武扬威，趾高气扬，嘚瑟起来。我就说吧，他现在不行了，炼制基础的凝气丹都这么费劲，想走炼丹之道，只怕也是枉然。不过，林和熙看热闹不嫌事大，继续挖苦道：你有个好师尊，就算你不修炼，也没人敢把你怎么样，你的命真好。他的话被新入门的弟子听进了耳朵里，掀起一股不小的震撼。本来他们就对王浩无感，此时听到王浩实力低微却拥有不一般的特权，心里有些不满。看到这一幕，周鸿飞暗笑一声：王浩，我就要把你拉下神坛，在弟子间制造舆论，让你再也无法安逸。3个月后的宗门大比就是你的死期。正当他邪恶地谋划着在宗门大比之时除掉王浩时，一股药香弥漫而出，而香味的来源正是王浩的炼丹炉。围观的弟弟纷纷露出异色，有识货的弟子说道：这是凝气丹的药香，竟然比月瑶师姐炼制的药香还要浓郁，真是不可思议。对，真是奇迹啊！王浩师兄成了，他练成了。周鸿飞迅速判断出王浩成功炼成了凝气丹，而且品阶比宗门最优秀的炼丹师还要强一些。一时间，嫉妒和愤怒充斥内心，让他郁闷的要吐血。至于林和熙，则面如死灰，满脸呆滞地看着王浩。不可能，这不可能，他只有炼气1层的修为，而且炸炉2次，怎么会成功？然而事实摆在眼前，开炉！王浩一声轻喝，10颗凝气丹落入他的手里，散发浓郁的香味，震惊四座。林和熙、黄坤跪下叫爹。呵，推，多么老套的装逼！前世看了那么多小说，这样的场景看得太多了。王浩本以为这些老掉牙的情节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可没想到
他从看书人变成了书中人，跪下叫爹。王浩声音不大，却充满不容置疑的威严。林和熙和黄坤脸色涨红，不知道怎么办，进退两难之际，纷纷看向周鸿飞。周围都是看热闹的弟子，林和熙和黄坤与王浩的赌约，他们亲眼见证的。周鸿飞瞥了一眼周围的弟子，无比恼火。他们谁不知道林和熙和黄坤是跟他混的？如果林和熙和黄坤当众给王浩跪下，喊他3声爹，那他周鸿飞的脸岂不是被呼得啪啪响？周鸿飞怒火中烧，却半天没说话。王浩也不急躁，而是静静地看着他们，点开系统面板，欣赏不断增加的愤怒值。愤怒值加300，来自黄坤；愤怒值加300，来自林和熙；愤怒值加500，来自周鸿飞。真是大好人啊，不仅喊我爹，还赠送我抽奖值，真想让他们一直愤怒下去。王浩嘿嘿坏笑。半空中，黄坤和林和熙迟迟没动，他俩处于愤怒的状态，不停地给王浩提供情绪值。周鸿飞沉默不语。这时围观看热闹的弟子不嫌事大，催促道：愿赌服输啊，你们俩输了赶快跪下，喊王浩师兄3声爹。有人开口，自然就有人帮腔。那些对王浩怀有敬意的弟子们纷纷起哄，要羞辱林和熙会被黄坤替王浩出气。如此一来，林和熙和黄坤更加恼怒。愤怒值加300，来自黄坤；愤怒值加300，来自林和熙。听着系统不断提示，王浩心里乐开了花。看着越来越失控的局面，周鸿飞知道他要出面了，于是他站了出来。王浩师兄，他恭敬一拜，面带微笑，态度诚恳，请求道：大家都是同门师兄弟，不用这么咄咄逼人吧，得饶人处且饶人。看到周鸿飞站出来替他俩说话，林和熙跟黄坤开心不已，急忙帮腔道：师兄，您大人有大量，就放过我们这一次吧。林和熙没脸没皮的求饶，一脸谄媚。王浩脸色一冷，指着林和熙骂道：跟我下赌约的是你，求饶的也是你，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林和熙被骂，脸色再次变化，气得一口老血憋在嗓门，差点喷出来。他是极要面子的人，被王浩大庭广众辱骂，他还没法回怼，实在憋屈。周鸿飞脸色铁青地看着王浩，他没想到王浩一点面子都不给，当着他的面辱骂林和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王浩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啊。眼看局势越发紧张，周鸿飞打算再次劝说，却遭遇王浩当头一棒。还有你！王浩话锋一转，指着周鸿飞骂道：教我做事，你算什么东西？就算你师傅来了，他俩也得跪下喊我3声爹。周鸿飞的脸色阴沉到极点，肺都快气炸了。平日里其他弟子见到他都是毕恭毕敬的，一口一个师兄的叫着，可今天王浩当着这么多弟子的面无情的羞辱他，让他颜面扫地，威严不在。好好好！周鸿飞连说了3个好字，转头看林和熙跟黄坤，沉声道：愿赌服输，还不给王浩师兄跪下，喊3声爹。黄坤和林和熙对视一眼，脸色一苦，随即落到王浩面前，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爹爹爹！两人连续喊了3声爹，自觉羞愧难当，逃命似的飞走了。而就在他俩喊的过程中，系统不断提示愤怒值变化，让王浩暗爽不已。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王浩补了一刀：喂，2个乖儿子，回去告诉你们父亲，你们的娘跟我没有一腿哈，别来烦我。听到这话，黄坤和林和熙愤怒的低吼一声，化作流光飞走了。而系统继续提示：愤怒值加2000，来自黄坤；愤怒值加2000，来自林和熙。王浩开心的嘴都合不拢，不得不说，他很喜欢这种别人看不惯他，却又干不掉他的感觉，因为很爽。周鸿飞眼神阴翳地看了一眼王浩，默默离去，没有多说一句废话。但王浩会让他这么走了，不气气他怎么行？周师弟，王浩故意拔高声音喊道：我不惹事，也不怕事，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还有，我的英雄神话一直都在，还将持续书写。周鸿飞气得呼吸一滞，这话是在啪啪打他的脸啊！愤怒值加2000，来自周鸿飞。听到系统提示，王浩嘴角掀起一抹弧度。不一会儿，阮红霄匆匆赶来，一落地就抓着王浩一通检查，确认有没有受伤。师弟，周鸿飞没有为难你吧？他要是敢伤你，老娘把他剁了。阮红霄冷哼道。围观的弟子看到这一幕，感觉好笑的同时又深深的嫉妒。阮红霄算是宗门很多男弟子的梦中情人，尤其那一对大雷，总让他们垂涎欲滴，却欲求不得。可此时，他们的女神却不顾形象地拉着王浩嘘寒问暖，那对大雷紧紧贴在王浩的身上，看得他们心在滴血。如果可以的话，他们真想喊出那句话：王浩，放开阮师姐，
让我来。极度值加100，来自。极度值加150，来自。极度值加160，来自。王浩哭笑不得，但欣然接收炼丹风波就此结束。看热闹的弟子各回个家，而今天的事会迅速传遍宗门，成为众人的谈资。房间内，王浩吞服一颗凝气丹，准备炼化提升修为。阮红霄不放心，亲自给他护法。丹药入体，药力迅速化开，流经王浩的四肢百骸，滋养他的经脉，而他的修为也在缓慢上升。只不过一颗凝气丹的效果并不大，于是他继续服用，吞下第2颗。而这一次他炼化药力后，成功从炼气3进阶炼气4层，提升了一个小境界。呼！王浩睁开眼，感觉神清气爽，比以前精神很多。遗憾的是，哪怕他修为提升，也没法修补本源伤痕，这让他有些苦恼。难道只有靠双修才能修复？王浩暗暗猜测。看到王浩结束修炼，阮红霄欣喜一笑，然后趁王浩不注意，再次用捆仙绳把他绑住。师弟，跟我走，我要跟你双修。王浩，这是什么虎狼之词？然而一道威严的声音陡然降临，接着虚空震颤，一只大手印直接抓走王浩，消失不见。红霄，你越界了。出手之人正是淡台明月。师尊，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要得到王浩师弟，一定。阮红霄不甘的嘶吼。神女峰后山，午夜时分。师尊，你怎么了？房间里被捆仙绳绑着的王浩躺在床上，一脸无辜地看着脸色不悦的淡台明月。淡台明月叹了口气，玉手一挥，解开捆仙绳，娇嗔道：红霄那丫头真是贼心不死，稍微不留神你就要被拐走了。王浩挑了挑眉，意识到淡台明月在吃醋，略微思索片刻后，他从储物空间召唤出一套黑色蕾丝，双手递给淡台明月，柔声道：师尊，让我平息你内心的怒火好不好？看到王浩又想出新花样，淡台明月的心情瞬间阴转晴，素手一招，蕾丝穿在身上，照着镜子一看，就连他自己都忍不住兴奋，内心开始燥热起来。浩儿，你真是越来越会了呢，师尊喜欢你这样。淡台明月扑进王浩的怀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迅速投入到鱼水之欢中。王浩不遗余力，把他前世记住的那些动作全部用了一遍，让淡台明月尽情享受一番。2个小时后，淡台明月躺在王浩的身边，把他紧紧抱住，2只眼睛凝视王浩，娇声道：浩儿，你真的太棒了。王浩喘着气，知道淡台明月还没尽兴，笑了笑：师尊，让我休息一会儿，等会继续啊。好。而趁着休息的时间，王浩打开系统面板，一个消息对话框弹了出来：宿主，您最新收集的35620兴奋值、5800极度值、8630愤怒值是否转化为抽奖值？王浩皱了皱眉，之前没收到这样的提示，难道升级了？再看面板信息，兴奋值25620，极度值5800，愤怒值8630，抽奖值440，神通5，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本源伤痕99%，36%。没有犹豫，王浩选择转化，面板信息随之变化，抽奖值从440变成40490，而兴奋值、极度值和愤怒值随之清零，为后续的收集做准备。抽奖值的变化，王浩没有任何疑问，倒是本源伤痕的数值变化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本源伤痕的修复幅度好像比之前少了点，充实之前没有看数值，等会验证一下，希望是我的错觉。王浩心里默念。休息好后，淡台明月主动进攻，再一次颠鸾倒凤，直冲九霄。又过了2个小时，进入休战期。王浩点开面板查看，眼神微微一变，暗道一声果然。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本源伤痕99%，355%，相比双修前的99%36%，双修后只下降了0.05百分号。也就是说，他和淡台明月双修依旧能修复本源伤痕，可效果却不如以前那么好了。他询问系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系统淡定回道：宿主，元灵之体虽好，但不能一直保持神效，次数多了，效果肯定会大打折扣。王浩心想有道理，询问系统有什么解决办法。系统轻描淡写的回道：很简单，持续不断的找人双修就行了。王浩，不是，童子哥，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但不得不说，这是个办法。正当他思考愣神的时候，一只玉手按在他的心口，丝丝灵气涌入体内，像是在探查什么。片刻后，淡台明月疑惑道：浩儿，是我出现错觉了吗？我感觉这几次双修后，你的本源伤痕修复情况没有前面几次那么明显了。王浩笑了笑，假装不知情的样子，惊讶道：
是这样吗？我没什么感觉哎。师尊，你别多想，咱俩双修是有效果的，至少1年半载内我死不了了。说到死，淡台明月急忙伸出手指点住王浩的嘴巴，娇嗔道：呸呸，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浩儿，我不会让你死的。王浩笑而不语，只感觉心里流淌一股股热流。虽然真正的王浩已经死了，他是个冒牌货，但是这份情他决定好好承接，不辜负这个痴情的女人。经历2次翻云覆雨，黑色蕾丝已经被撕烂，但台明月询问王浩还有没有别的款式。王浩哈哈一笑，立即从储物空间取出一套破洞绷带袜和一双滑轮高跟鞋给他换上。容光焕发的淡台明月穿上现代的情趣服装，越发魅惑了。王浩忍不住凑了上去，与之缠绵在一起，无比投入且兴奋。浩，你是我的命，我要永远跟你在一起。淡台明月双手抱住王浩的头，那难道？王浩热烈回应，更卖力了。一夜时间就在一片靡靡之音中过去。而就在王浩和淡台明月享受幸福生活的时候，阮红霄郁闷地练了一夜的剑。不行，我要大胆出击。阮红霄皱眉思考，突然眼神一亮，有了，我去找月瑶师妹，让她给我一颗合欢淬情丹。说干就干。阮红霄收起冰魄剑，化作一道流光飞向缥缈峰，找到了月瑶。红霄师姐，你要合欢丹做什么？那种丹药我不怎么炼制的。月瑶小脸羞红不已，身为炼丹师，他当然知道合欢丹的药效。阮红霄也有些不好意思，可他别无办法，只能霸王硬上弓。月瑶师妹，阮红霄思考一番，不打算隐瞒，如实说道：我喜欢王浩，我要跟他双修，可师尊阻拦我，我必须要用狠招才行。听到这话，月瑶的眼珠子瞪得滚圆。啊，师姐，你准备给王浩师兄用这个？阮红霄急忙捂住月瑶的嘴巴，就跟做贼似的压低声音说道：月瑶师妹，你替我保守秘密啊。好师妹，就当师姐求你了，给我一颗合欢丹，我今晚就要跟王浩双修，谁也拦不住。月瑶的内心无比纠结，她的确有合欢丹，可那是她准备用在王浩身上和他双修的，但她没料到阮红霄竟然和她想到一块去了。如果不给，以阮红霄的个性肯定会用别的方式搞到合欢丹，继而跟王浩双修。如果给了，那就相当于自己把王浩拱手送给阮红霄。此刻月瑶的内心五味杂陈，不知如何是好。但最终她架不住阮红霄的软磨硬泡，给了他一颗合欢丹，嘱咐道：王浩师兄有伤，注意分寸，不要用力过猛。月瑶的心在滴血，她很想抽自己一巴掌，她竟然在叫情敌去跟自己喜欢的男人双修，她不是应该阻止吗？看着兴奋离去的阮红霄，月瑶无力地瘫倒在地，暗骂道：我真懦弱，连自己喜欢的男人都不敢去争。与此同时，王浩穿戴整齐地离开神女峰，返回清水小筑，点开系统面板，他看了一眼抽奖值，72360抽奖值，7次10连。童子哥，我劝你不要太离谱。王浩深吸一口气，开始10连抽。恭喜宿主抽中臭豆腐10碗，恭喜宿主抽中麻辣烫10碗，恭喜宿主抽中黑色蕾丝1套。第一次10连，不出王浩所料，非求附体，全都是随机奖励。他的脸黑得跟锅底似的，左手托着下巴，毫无期待地继续第2次10连。不出意外的话，系统真没出意外，清一色的随机奖励。王浩感觉头顶有一片乌鸦飞过，接着第3次10连还是一样，第4次10连还是不出高阶奖励。童子哥，你在搞我心态啊？他突然感慨，前世驯腾某游戏的抽奖机制都比这系统好。继续第5次10连，或许系统觉得过意不去，给了一个高阶丹药奖励，名为静心丹，可破除心魔欲念。看到这颗丹药，王浩的心情稍微舒畅了一些。然而第6次10连又被打回原形，王浩感觉内心有1万头羊驼奔腾而过，太难受了。还剩最后1次10连，童子哥，求你做个人吧。王浩吐槽一句，然后点击抽奖。恭喜宿主抽中泡椒凤爪味泡面10箱，恭喜宿主抽中番茄鸡蛋味泡面10箱，恭喜宿主抽中臭豆腐10碗，恭喜宿主抽中神品低阶神通法天象地。这次10连，王浩的心就跟过山车似的，要不是最后出了神品低阶神通，他肯定郁闷的吐血。真可畏，珍爱生命，远离抽奖。进入储物空间，王浩懒得关注那一堆乱糟糟的东西，点击法天象的图标，系统弹出提示：宿主是否立即修炼神通法天象地？王浩选择立即修炼。下一秒，一道传承记忆化作流光飞进他的眉心，庞大的信息流冲击他的识海，而他也在短时间内练成这一神通。接着系统面板发生变化，宿主王浩，年龄130岁，体质阴阳混沌体，已废，实力炼气4层，
神通一，法天象地，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9%，34%，兴奋值0，极度值0，愤怒值0，抽奖值360。跟师尊双修一夜，本源伤痕从99%355下降到99%34%。虽然效果没前几次强，但还是有用的。只要一直双修下去，就一定能修复。王浩安慰自己，握了握拳头，对未来充满信心。就在王浩聚精会神地研究系统面板时，阮红霄悄无声息地闯了进来，直接施展术法把王浩绑住。师姐，你这是干嘛啊？王浩脸色一苦，他现在最怕遇到阮红霄，动不动就把他控制住，要跟他双修。我要提升实力，反正这女人不能一直被他欺负。王浩心里默念。阮红霄俏脸浮现一抹红晕，掏出合欢丹塞进王浩的嘴里，轻拍他的心口，亲眼看他吞服而下。王浩有种不妙的预感。师姐，你给我吃了什么药？阮红霄嘻嘻一笑，那是合欢丹。然后他身体轻颤，全身的衣服消失不见，只留一块红肚兜和遮住隐私部位的内衣。少女淡淡的体香冲进王浩的鼻孔，让他心神失守。刹那间，阮红霄的魅惑值迅速提升。与此同时，王浩感觉身体燥热起来，越来越热，一种原始的身体本能迅速苏醒，无法自拔。师姐，王浩极力压制内心的火热，喘着粗气说道。师姐，你不怕师尊知道？阮红霄淡淡一笑，伸手扯了一扯心口的一块玉石，解释道，这是师尊送我的遮天石，可以隔绝我的气息，就连他都无法感应，所以他现在不知道我在你这里。王浩苦笑一声，暗道，师尊，你失算了。吐槽归吐槽，王浩也被阮红霄的执着惊讶到了。为了跟他双修，阮红霄可谓想破了脑袋，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姿态，有点蠢，但又有点可爱，让王浩又气又笑。不过他不喜欢被人强，心念一动，他从储物空间召唤出静心丹，立即吞服而下。庆幸的是，静心丹破解了合欢丹的药效，他内心的欲望被冲散，迅速平静下来。毫不知情的阮红霄犹如脚踩莲花般缓缓走向王浩，仅剩的红肚都轻轻滑落，露出一对让男同胞魂牵梦绕的大雷。阮红霄的呼吸渐渐粗重起来，脸上的表情也越发兴奋，难以克制。系统疯狂提示兴奋值的变化，可此时的王浩没心情关注那些，身上静止还在，他在想办法脱身。就在阮红霄扑到他身上的瞬间，他突然灵机一动，一株藤蔓凭空出现，紧紧缠住阮红霄，逼他后退几步。那是噬魂藤，得自九幽冥破莲，被王浩祭炼成了法器。以阮红霄的实力，根本不惧炼气4层的王浩，但是魂藤攻击修士的神魂。大意之下，阮红霄的神魂被刺激了一下，虽然无大碍，但让王浩钻了空子。趁阮红霄心神失守的瞬间，王浩挣脱禁制，捏碎一块传讯玉简。还没等阮红霄反应过来，一道身影破空而至，淡台明月到了。他用神念感知房间里的一切，得知阮红霄并未失身，只是浑身脱个精光，不禁愠怒。红霄，你真的过了，怎么能这么对待号？淡台明月压着火气斥责道，要不是阮红霄是他徒弟，早就被他一巴掌拍死了。阮红霄郁闷的要吐血，气得直跺脚，明明都快吃到了，竟然又失败了。他心里恨啊，迅速穿好衣服。阮红霄深吸一口气，行礼道，师尊，徒儿不觉得有错，我看上师弟，想跟他双修，有什么错？淡台明月，逆徒啊。不过他还真不好指责阮红霄，毕竟他自己都这么干的。冷哼一声，淡台明月带走王浩，气得阮红霄牙根直痒。啊，怎么会这样？阮红霄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句，走出清水小筑。可他刚起身，就察觉几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一剑劈出，5、6个男弟子的身影被逼了出来。他们是周鸿飞的跟班，负责蹲点监视王浩的一举一动。阮红霄认出了黄坤，立即明白对方的意图，执剑威胁道，警告你们不要算计我的王浩师弟，不然别怪我的剑无情。撂下狠话，阮红霄转身离去。而周鸿飞的小跟班，尤其是黄坤，突然啊的一声叫了一下。旁边人问他鬼叫什么，黄坤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眼睛瞪得滚圆，难以置信地说道，阮师姐，他和王浩双修了。旁边人看傻子一样的瞅了黄坤一眼，嗤笑一声。黄坤解释道，你们没看到刚才阮师姐的状态吗？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呼吸急促，心口起伏不定，明显是刚办完事啊。众人这么一说还真是啊。众人急忙返回，把这件事告知周鸿飞。而很快，阮红霄和王浩双修的流言闹得宗门皆知。神女峰后山房间内，淡台明月一脸幽怨地看着王浩，
暗暗吃醋。王浩坐在一边想方设法逗他开心，让他不必理会刚才的事情。良久，但台明月轻轻一叹，他没有生王浩的气，他怎么舍得生王浩的气？浩儿，他趴在王浩的怀里，呢喃道：浩儿，我害怕失去你，害怕别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同为女人，我明白红绡对你的情谊，而宗门也有很多长老和弟子，都有好几个道侣。浩儿，你会和红绡双修吗？王浩，他眼神一凛，这是一道送命题，自然摇头否认。师尊，红绡师姐本性不坏，等我提升实力，修为能够战胜她，她就消停了。王浩劝慰道。闻言，淡台明月抬头看向王浩，浩儿，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王浩心里一暖，无比感动，这个师尊真的是哪里都好，至情至性，道心坚固，没有急着返回清水小筑。王浩带在神女峰，将之前炼制的凝气丹全部服下，提升修为。但台明月亲自护法，谁也无法靠近1个月时间，悠悠而过。这一日，王浩从入定中醒来，他睁开眼眸，射出一道金光，吐出一口浊气。炼气6层了，他低声自语，感觉神清气爽。短短1个月时间，他就从炼气4层提升到炼气6层，堪称恐怖。一般而言，凝气丹的药效没有这么强，可王浩服用的凝气丹是用炼天炉这种神品高阶法器炼制而成的，药效被三昧真火催生到了极致。修为的提升让王浩更加自信。浩儿，一声轻轻的呼唤拉回王浩的心神，转头一看，就看到一丝不挂的淡台明月朝他走来。憋了1个月，王浩的内心瞬间躁动，主动凑上去，紧紧搂住后者的小蛮腰。师尊，我想你了。浩儿，我也想你了。师尊，徒弟要上了。靡靡之音响起，愉快的双修之旅开始，两人共赴云雨，乐此不疲，温柔缠绵。而在王浩闭关修炼的1个月内，宗门上下关于他和阮红绡双修的流言传得沸沸扬扬。原本置身事外的周鸿飞无辜躺枪，被人说成看上的媳妇跟人跑了，头顶绿油油的大草原，诸如此类的话，让周鸿飞怒不可遏，几次3番闯进清水小筑，却一直找不到王浩本人。而流言事件的女主人公阮红绡不受流言影响，依旧我行我素。此时她正在缥缈峰，渴求月瑶再给她一颗合欢丹。师姐，你没跟王浩师兄双修？月瑶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苦苦哀求的阮红绡，看她不愿再给，阮红绡只好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月瑶听后暗喜不已，忍不住说道：好险好险，差点就得逞了。阮红绡意识到说错话，月瑶急忙圆场：我的意思是，太可惜了，你差点就成功了。月瑶心里无比庆幸。阮红绡继续哀求，可这次不管他怎么软磨硬泡，月瑶都没给他合欢丹。求药无果，阮红绡失望离去，准备去仙门集会试试。看来我得找个时间下手，不能被阮师姐抢了先。月瑶拿出一颗晶莹剔透的丹药，眼神闪过一抹羞涩。神女峰后山结束了和淡台明月的3次双修之旅，王浩穿戴整齐的打坐调息。内室里，淡台明月正在沐浴，不一会儿，王浩缓缓睁开眼，呢喃道：炼气期提升修为最快的方式就是服用凝气丹，如今丹药耗尽，我还得炼制。他传音给淡台明月说了一声，便离开房间，飞向缥缈峰，找月瑶拿炼制凝气丹的药材。药园子里，王浩没看到月瑶的身影，他没多想，迈步走向药堂，连门都没敲，直接走了进去。可刚推门进去，王浩就看到出人意料的一幕：月瑶盘腿坐在地上，满头大汗，表情有些痛苦，一丝丝黑色的烟雾环绕周身，隐约间还能看到雷光。王浩急忙询问：师妹，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察觉到有人闯入，月瑶缓缓睁开眼，一看是王浩，轻声解释道：师兄，这是雷蛙之毒，你快走，不要被它侵染。雷蛙之毒？王浩惊呼，这是一种剧毒之物，同时也是一种珍贵的药材。顾不上多想，王浩询问月瑶怎么帮他化解，可月瑶却催促道：师兄，你快走，你身体有伤，若是被毒物侵染，会雪上加霜，要了你的命。他刚说完，不禁发出一声痛呼，雷蛙之毒的反噬让他遭受重创，灵力激荡，弥漫而去。月瑶衣衫尽毁，曼妙的娇躯隐藏在毒雾之中，若隐若现。没有理会月瑶的催促，王浩眼神一亮，突然想起和淡台明月双修时发生的一件事，就用它试试。之前那次双修，王浩体内的噬天元核被意外触发，吸收了残留在淡台明月体内多年的雷劫之光。如今他决定如法炮制，紧接着他使用防御法器隔绝黑雾，靠近月瑶，端坐在他的面前，而后者娇媚的胴体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的眼前。不过此时的王浩无心欣赏这美妙的风景，他和月瑶掌心相对，
星神控制是天元核，释放神秘吸力，准备吸收黑色毒物。是天元核没让他失望，疯狂吸收、吞噬并炼化毒物，并将月瑶体内残存的雷蛙之毒尽数吞噬，解决隐患。药堂内的黑雾渐渐散去，月瑶渐渐恢复清醒。他睁开眼，满脸柔情地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心跳不禁加速。师兄，月瑶心里默念一声，脸色娇羞地低下头。面对旁人，他还能保持基本的镇定，可一面对王浩，他就是一副紧张慌乱的姿态。此刻，王浩紧闭双眼，是天元核正在反哺浓郁的灵力给他，助他提升修为。没多久，王浩的修为突破至炼气7层。不一会儿，王浩缓缓睁开眼，正要说话，却突然愣住，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月瑶。师妹，你这么有料啊！他忍不住惊呼。啊！月瑶疑惑地啊了一声，然后啊的一声惊叫起来，双手捂住自己的大雷，害羞地低着头。王浩嘿嘿一笑，立即转过身。师妹，抱歉啊，没忍住。你放心，我什么都没看到。他睁眼说瞎话。月瑶小脸涨红，憋了半天才说道：师兄，你看没关系，用手摸也行，就算做那个我也愿意。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细不可闻。王浩问他在说什么，月瑶故意岔开话题，问他来缥缈峰做什么。凝气丹被我吃完了，我来找你拿药材。得知王浩的来意，月瑶换好衣服后，给他5份炼制凝气丹的药材。拿到药材后，王浩返回清水小筑，开炉炼丹。纯阳峰男弟子居所。周师兄。黄坤火急火燎地冲进房间，找到周鸿飞汇报道：王浩现身了，刚回到清水小筑，我们过去瞅瞅。听到王浩现身，周鸿飞眼神一怒，随即深吸一口气，语气克制地说道：算了，还有2个月就是宗门大比，以修炼为主吧。说完，他把小弟打发走，只让他们盯住王浩，不要惹事。得到周鸿飞的指令，黄坤等人继续蹲点，监视王浩的一举一动。清水小筑院子里，王浩召唤出炼天炉，调整状态后，布下灵石法阵，勾动丹炉内的3昧真火，开始炼丹。这次炼丹，王浩比上次得心应手，无论是神魂控制力，还是药材的提炼融合，都十分顺畅。第一份药材，王浩成功炼出10颗凝气丹，质量上乘，药香扑鼻，非常难得。暗中偷看着一切的黄坤气得牙根直痒，暗骂不已。紧接着第2份药材，王浩依旧成功炼制出10颗凝气丹。然而当他准备继续炼制的时候，却发现一个尴尬的问题：灵石不够了。炼天炉很好用，就是废灵石。王浩苦笑一声，收起炼天炉，思考解决灵石问题的方法。去找师尊要，淡台明月肯定会给他。不过宗门对灵石的发放有明确的规定，王浩不想淡台明月为难，决定自己想办法。他左思右想，突然想到一个地方，于是从储物空间召唤出1碗臭豆腐、1碗泡面和1份麻辣烫。王浩尝过臭豆腐，发现它具有疏通灵气运转的效果。带着好奇心，王浩打开麻辣烫，打开即食。好麻好辣，咦，消耗的灵力正在补足。王浩惊讶，确定了麻辣烫的功效。1份麻辣烫下肚，王浩烧了1壶水，驾轻就熟地泡了1碗红烧牛肉味泡面，等2分钟后吃了起来。啧啧，味道很正，比前世某师傅好吃太多了。咦，我感觉通体舒坦，精神好了很多。王浩惊疑，他由此确定泡面的神奇功效，滋养神魂。这些发现大大出乎他的预料，让他又惊又喜。如果把它们拿到仙门集会去卖，应该能收获不少灵石。不过得悠着点，不能太招摇，否则会惹麻烦。王浩暗暗琢磨，决定一试。就算修士不买，普通凡人若能提供灵石，他也可以卖出去。当然，他的目标客户还是修士，凡人能有多少灵石？而他前脚刚离开宗门，周鸿飞就得知了消息。王浩离开宗门，朝黑岩城的方向去了。周鸿飞自语，觉得这是个好机会，眼中闪过杀意，他吩咐道：黄坤、林和熙，你俩尾随其后，寻找机会杀了他，切记动作要干净，不要留痕迹。林和熙眼中流露出一抹凶狠，自信道：请师兄放心，我刚突破到筑基期，杀死炼气1层的王浩轻而易举。黄坤阴险一笑，杀意无限。仙门集会不在合欢宗所在的绮罗山，而是在靠近妖兽山脉的黑岩城。城池由凡人建立，隶属大夏王朝，由凡人军队驻守，负责维持城内秩序。除了凡人之外，城内有大量修士聚居，他们要么是为了体验红尘，要么是为了进入妖兽山脉探险。而进入妖兽山脉探险的修士会带出不少天才地宝，久而久之，仙门集会应运而生。很多修士或凡人都会进入集会，或用灵石，或以物换物，相互交换所需之物。
在黑岩城内不会出现黑吃黑的情况，若离开黑岩城，那就不好说了。杀人越货的事情时有发生。绮罗山距离黑岩城不远，以王浩的飞行速度，不到2个小时就到了。走进黑岩城，王浩径直前往仙门集会，但台明月带他来过，他对这里不陌生。他找到集会管理者，取得摆摊资格后，迅速支了一个摊位，摆好准备交易的东西。臭豆腐味道浓烈，引人注意，刚摆出来就吸引很多人凑过来。这什么玩意？怎么这么臭？不应该啊，我是筑基修士，能施法隔绝味道，竟然对他无效。有个执剑的男修士满脸惊讶，他的话引起众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施法隔绝气味，却惊愕地发现根本做不到。道友，这是何物？有人好奇询问。王浩微微一笑，故作高深地说道：这叫臭豆腐，是本座耗费7749天制作而成，有疏通灵气之效。说完，他拿出事先制作好的物价牌，打上标签，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一碗臭豆腐售价100下品灵石，或者10块中品灵石，或者1块上品灵石。围观修士看到这个标价，顿时摇头，转身就要散开，却被王浩拦住。别急着走，今天刚摆摊，我先让你们试吃，有效果再购买，怎么样？王浩开始营销了，听到能试吃，部分扭头的修士折返回来。虽然味道不好闻，但好奇心这东西，修士也有啊。还是之前那个男修士，他用灵力挑起一块臭豆腐吞入嘴里，嚼了几口后吞咽入腹。旁边人都在看他的反应，满脸期待。味道怎么样？有什么效果？有修士问道。片刻后，那男修士激动地大声道：有效果，我吃一块后灵力运转确实顺畅了一些。说完，他看向王浩，从储物戒指里取出100下品灵石。道友，给我来一份。好嘞。王浩收下灵石，将一碗臭豆腐递了出去。那人急忙开吃，很快就吃完了，连汤都没剩。哥，那人打了个饱嗝，一副很享受的样子。他鼓动灵力，试着运转一下，结果出现让人惊叹的一幕：我竟然突破到了筑基中期，瓶颈卡了20年，今天竟然突破了，哈哈哈！围观的修士惊叹不已，纷纷试吃一块，全部眼睛一亮，仿佛发现了新大陆。道友，这是10中品灵石，给我1碗。还有我，这是1块上品灵石。道友，还有我，给我1碗。1碗接1碗臭豆腐卖出去，王浩开心的合不拢嘴。他深知物以稀为贵的营销哲学，更清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道友们，今天的50份臭豆腐已经卖空，诸位49天后再来购买，到时会有新品哈。王浩没有把麻辣烫跟泡面拿出来，而是留下噱头，让他们充满期待。收摊后，王浩准备离开集会，路过某个摊位时，系统无预兆提示：宿主，系统探宝功能触发，检测到鸿蒙灵宝太虚魂剑残片。王浩暗暗吃惊，探宝功能，太虚魂剑。他低声自语，转身走向边上的摊位，很快看到一把残破的宝剑。黑岩城仙门集会，一辆精致豪华的3驾马车内坐着一个身穿锦绣华服的俊美男子。他掀起窗帘，看着卖臭豆腐的王浩，嘴角掀起一抹弧度，低声自语：臭豆腐，很有意思的小修士。一个丫鬟上前询问道：三公主，需要购买一份吗？听到三公主这个称呼，马车内的人有些不悦，沉声道：红蝶，我女扮男装出行，注意称呼。红蝶意识到失言，连连告罪，眼睛看向四周，露出防备的眼神。看着王浩收摊离去，三公主放下窗帘，命令道：走吧，我要进入妖兽山脉寻找雷灵芝了。红蝶恭敬一拜，是。与此同时，王浩停在一个摊位前，目光锁定在一块残破的宝剑上，陷入沉思。这块锈迹斑斑的宝剑竟然是鸿蒙灵宝，当废铁卖都没人要吧？要不是系统提示，他根本不敢相信。摊主看到有客人，急忙招呼：道友，您看中了哪件宝贝？我这有法器，有灵丹，有兽皮，还有天品功法，都可以交易。王浩笑了笑：我先看看，挑一挑，不急不急。为了不让自己的目的性那么明显，王浩浏览整个摊位的东西，目光来回观察，像是在做挑选。最后他指了指那块宝剑，询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怎么卖？摊主面露异色，笑着解释道：那是我在湖边捡到的，摸到手里感觉不凡，就拿出来卖了。道友若看上1000下品灵石。王浩翻了翻白眼，虽然知道这玩意的价值，可他不想买得太干脆。摊主，他面露难色，讨价还价道：我虽然修炼时间不长，但见识还是有点的，这玩意看着一点价值都没有，你要1000下品灵石，不厚道吧？摊主被噎了一句，无话可说。确实，宝剑毫无出彩之处，而且锈迹斑斑，就是造型古朴，
散发一缕沧桑之气。眼看摊主不说话，王浩暗笑一声，指了指摊位上的凝气丹说道：“这样吧，我买您3颗凝气丹，这块宝剑送给我，如何？”摊主听到这话，眼神一亮，看了看玉瓶里的3颗凝气丹，沉吟道：“反正那玩意也卖不出去，一直无人问津，不如就送个人情吧。”一番思量，摊主一口答应下来。好，成交。王浩欣喜不已，目光灼灼地看着宝剑，内心很激动。此时交易双方都觉得自己赚了，按照集会的市场价，1颗凝气丹500下品灵石，3颗就是1500下品灵石。诺，您收好。王浩干脆地给出1500下品灵石，正准备递给摊主，突然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响起：“慢着，那块残破的宝剑我要了。”王浩不禁皱眉，转身看向身后，一个手持折扇、身穿特别修饰服装的男子走了过来，身旁还跟着2个护卫，态度很嚣张。青云宗的人。王浩暗道一声，认出对方的来历。为了保险起见，他将灵石递给摊主，迅速将3枚凝气丹和宝剑残片收进储物戒指。对方来者不善，明显要找茬，王浩可不想给他机会为难自己。看到王浩干脆利落地收好东西，凌霄汉愣了一下，然后勃然大怒：“你敢无视我？没听见我说话？我看上那块宝剑了，把它拿出来给我。”王浩没有理会，转身就要走，却被凌霄汉的2个护卫拦住。“怎么敢在仙门集会抢东西？”王浩冷哼，他清楚这里的规矩，没人敢在这里动手。凌霄汉冷笑，挡住王浩的去路：“道友，在下青云宗凌霄汉，我看中了那块宝剑，愿高价购买。”他压住内心的火气，低声下气求道：“如果这里不是仙门集会，他早动手了。一个小小的炼气期修士，竟然不把他放在眼里，实在可恶。”王浩的回答很干脆：“抱歉，我不卖，时间不早了，师尊等我回家吃饭呢。”说完，王浩转身离开集会，脚踩飞剑迅速离去。而就在他离去的瞬间，凌霄汉打出一张道符贴在王浩的飞剑上，眼中露出一丝狠厉之色：“从来没有人敢无视我，敢忤逆我。那块宝剑能够锤炼神魂，对我有大用，我一定要得到它。走，我亲手宰了他，让他知道修真界弱肉强食的道理。”话音一落，凌霄汉带着2个护卫追击而去。只要离开黑岩城，离开仙门集会，没人会管杀人越货的事情。天空之上，王浩驾驭飞剑朝着合欢宗的方向一路狂飙，真晦气，碰上几个不长眼的家伙。他暗骂一声，正要加速，一道冷笑响起，3道身影破空而至，超越王浩，拦住他的去路。凌霄汉挥舞折扇，脸上露出讥讽的神情，阴笑不已：“小小炼气修士，敢忤逆我，真是不知死活。”王浩脸色平静，一点都不慌张。传音玉简摸在手里，他没有第一时间捏碎，心里念道：“不行，我不能一遇到危险就求救，修炼一途，路要靠自己走。”深吸一口气，王浩调整状态，将自己能用的手段都想了一遍，底气大增。既然你们找死，那就尝尝法天象地的厉害吧。王浩决定一战，而且一击必杀，不给对方逃跑的机会。凌霄汉是筑基中期，2个护卫是筑基初期，修为比王浩高出一大截。很久没杀炼气修士了，我会让你明白得罪我的代价就是死。凌霄汉嚣张大笑，手中折扇飞出，打向王浩。与此同时，王浩以炼气7层的修为，全力使出神通法天象地。刹那间，一道金色巨人身影凭空出现，站在王浩身后。他伸手一指，指向飞来的折扇，瞬间打成齑粉。凌霄汉心神狂震，被金色巨人身影吓懵了。元婴高手！他惊呼不已，吓得肝胆俱裂，都忘了逃跑。王浩不是心慈手软的人，对方要杀他，他怎能留情？金色巨人身影奔袭而至，挥舞拳头打中凌霄汉和2个护卫，瞬间把他们重伤。噗噗噗，3个人大口咳血，正想逃命，一口丹炉从天而降，将他们笼罩。金色巨人身影随之消散。以王浩炼气7层的修为，顶多只能维持3息时间，发挥的战斗力也有限。不得已，他召唤出炼天炉，布下灵石法阵，催动丹炉引发3昧真火。凌霄汉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身上就沾染了3昧真火。啊！3昧真火威力很大，筑基中期的凌霄汉无法摆脱，眼睁睁看着自己被烧，凄惨无比。王浩进入炼天炉内，看着奄奄一息的凌霄汉，撤走3昧真火，冷笑一声，伸手按在他的脑门上。凌霄汉不明所以，急忙求饶，可惜太迟了。是天元核吞噬，丹田处爆发一股吸力，眨眼间的功夫，凌霄汉一身修为就被吞噬。不要啊！凌霄汉大惊，神魂迅速离体，捏碎一块玉简，像是在传递消息。王浩暗骂一声，噬魂藤飞舞而出，瞬间洞穿凌霄汉的神魂，
让他魂飞魄散。而经过是天元核的炼化，吞噬而来的力量反哺大量灵力给王浩，助他提升修为。当王浩把2个筑基初期的护卫也吞噬后，他的修为提升到了炼气10层的境界，冲天的灵力漩涡席卷而去。王浩突破境界的动静很大，战斗消耗的灵力很快补足，虚弱感进退。进阶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等灵力波动平息后，王浩继续赶路，返回合欢宗，以炼气期修为打伤筑基期高手。法天象的不愧是神品神通，恐怖如斯啊，就是太耗费灵力，差点把我吸干。王浩感叹一声，若非仰仗法天象地，若没有外力介入的话，今天必定是死局。这才是修仙者的世界。我在合欢宗待久了啊，差点忘了弱肉强食的残酷法则。这一刻，王浩生出对力量的渴望，实力才是安身立命之本。大夏朝青云宗天竺峰上，一名盘膝打坐的老者蓦然睁开眼，他心有所感，召唤出一盏魂灯，父亲救我。就在这时，魂灯发生异变，一道模糊的影像投射眼前，凌霄汉绝望大喊，紧接着就看到一个年轻人挥舞一株藤蔓洞穿凌霄汉的身体。不！林素悲痛大喊，伸手去抓凌霄汉的影像，可惜却什么都没抓到。他豁然起身，元婴期高手的威压席卷天地，怒喝道：谁杀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啊！话音一落，林素冲天而起，飞离而去。青云宗的宗主和一众长老被惊动，纷纷疑惑，这老匹夫抽什么风？与此同时，王浩即将抵达合欢宗。然而就在王浩进入绮罗山的地界没多久，在返回宗门的必经之路上，2个不速之客出现了，黄坤、林和熙。王浩皱眉，这俩家伙不像是偶然出现的。林和熙阴冷地笑了笑，师兄，我们等你很久了。黄坤嘿嘿一笑，亮出自己的攻击飞剑，意思很明显，他俩想杀死王浩。怎么想杀我？这儿离宗门不远，若我捏碎传音玉简，师尊很快就到，你们不怕背负谋害同门的罪名？王浩冷笑一声，心中杀机无限。这2个家伙一直跟他作对，也该做个了断了。林和熙哈哈一笑，杀你不过一招的事情，我不会给你传讯的机会。就算你传讯成功，我们会立即停手，谁能证明我们要杀你？黄坤附和，你深受宗主喜爱，若跟踪你到黑岩城动手，只怕适得其反。王浩的眼神彻底冷了下来，原来他们知道他的行踪，若不是惧怕但台明月会出手，还打算跟踪到黑岩城。杀人者，人恒杀之，动了杀人的念头，就要做好被杀的准备。王浩淡漠一笑，刚踏入筑基期，也想杀我？林和熙和黄坤眼神一狠，同时出手，一个打出飞剑，一个打出铜锤，直逼王浩要害。然而王浩的速度比他们要快，灵品高阶防御法器瞬间覆盖周身，成功挡住2人的攻击。噬魂藤飞舞而出，打了2人一个措手不及。噬魂藤攻击修士的神魂，林和熙跟黄坤的神魂遭受重创，头疼欲裂，神智都有些模糊了。噬魂藤一击成功，王浩使出灵品法器攻击飞刀，破开他俩的防御，从他们的眉心穿透而过。紧接着2道孱弱的灵魂从他们的尸体中飞离而出，正要惊慌逃命，却被噬魂藤缠住。师兄饶命，我错了，求你放我一马。林和熙急忙求饶，师兄饶命啊，都是周鸿飞让我们干的，我们无辜啊。黄坤急得哭爹喊娘，惊恐不安。王浩冷笑一声，下一秒噬天元核的力量触发，黄坤和林和熙的神魂被吞噬炼化，反哺灵力给王浩，增长他的修为。炼气11层了。王浩低声自语，看着地上情绪稳定的黄坤和林和熙，嘴角微微上扬。他用火球术烧了他们的尸体，扬了他们的骨灰，毁尸灭迹，清理完所有痕迹。王浩心情愉悦地返回宗门，没有丝毫心理负担。神女峰后山，当但台明月得知王浩一个人外出，并且去仙门集会时，他担心坏了。浩儿，他娇嗔一声，带着教训的口吻说道：你实力低微，外面不比宗门，处处都有危险，你缺少灵石找我要啊？王浩嘿嘿一笑，安抚道：师尊，我这不是安全回来了。好啦，别生气哈，生气容易长皱纹。但台明月白了他一眼，无奈一叹，心情突然变得有些烦躁。王浩询问怎么了，但台明月解释道：今天宗门会议，穆红鸾对我发难，要求不能对你再用特权，还建议2个月后的宗门大比安排你参加。而他的提议得到长老会一致通过，也就是说你要参加这次宗门大比，我担心。听到这个消息，王浩顿时陷入沉思。他突然想到了周鸿飞，按照宗门大比的规定，结丹期以上弟子无法参加，而周鸿飞是筑基大圆满境界，符合参加大比的条件。这样一来，他和周鸿飞大概率能在大比上撞到，
就算发生争斗，也没人能插手干预。哼，这是一招连环计啊！不过你们小看我了。王浩暗暗沉吟，心里有底了。他安抚淡台明月：“师尊不必忧心，山人自有妙计，我会保护好自己的。”淡台明月轻轻点头。事已至此，他只能相信王浩了。感受到淡台明月炽热的眼神，王浩瞬间明悟，主动褪去他的衣衫，伸手抚摸他那柔嫩的肌肤，尤其那一对动人心魄的大雷，内心迅速火热起来。师尊，徒弟要上了。靡靡之音响起，房间内春光无限，两道身影纠缠在一起，难解难分，欢快无比。一次、两次、三次。与此同时，系统疯狂提示兴奋值的变化等。王浩回到清水小筑时，天已经黑了。巧的是，他和周鸿飞撞上了。你还活着？周鸿飞惊讶，眼神就像见鬼了似的。做贼心虚的周鸿飞看到王浩活生生地站在眼前，怎能不惊慌？外出一天的黄坤跟林和熙迟迟未归，而他们奉命围杀的王浩却好端端地站在眼前。周鸿飞意识到了什么，只是怎么可能呢？黄坤跟林和熙都是筑基期的强者，王浩的修为才炼气一层，相差一个大境界，怎么会失手？失手就失手吧，人去哪了？总不能被王浩反杀了吧？周鸿飞百思不得其解。看到我活着，你很意外？王浩冷哼一声，不愿多说一句，飞身进入房间。周鸿飞羞怒不已，却不好说什么，眼神愠怒的甩手离去。愤怒值加500，来自周鸿飞。刚进屋坐下，系统就弹出提示。王浩嘴角掀起一抹弧度，暗爽不已。周鸿飞，我会如你所愿参加宗门大比，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王浩低语，眼中杀机一闪。我现在的修为是炼气11层，还剩2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是宗门大比，我得尽快提升实力才行。他呢喃一句，随即拿出自己炼制的20颗凝气丹，以及从仙门集会购买的3颗凝气丹。太虚魂剑也被召唤而出。王浩咬破食指，完成法器认主，一股神奇的感应在他和太虚魂剑之间产生，一丝明悟浮现在脑海。可随之他暗暗皱眉，只有一种秘法，不对，这不完整，终究是残片啊。王浩从太虚魂剑中得到了一种秘法，需配合太虚魂剑施展，名为3000幻劫光，是一门神魂攻击禁术。中招者堕入轮回幻境，于刹那间经历百世轮回，神魂遭受致命重创，甚至崩溃消散。王浩认为这是一个杀招，可以作为底牌保命。接下来的2个月要闭关修炼了，我跟师尊说一声。于是他传音给淡台明月后，就进入修炼状态。一共23颗凝气丹被他依次服下，炼化，化为磅礴的灵力，提升修为。2个月的闭关修炼效果十分显著。王浩的修为从炼气11层渐渐提升到炼气12层、炼气13层，直到炼气14层，最后成功进阶炼气大圆满的境界。距离进阶筑基期，成为筑基修士，只差临门一脚。不仅如此，王浩还将3000幻劫光修炼成功。以他炼气大圆满的修为，能够维持10息左右的时间，而神魂力量更是堪比筑基后期修士。推开房门，王浩伸了个懒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心情十分愉悦。他还没来得及感叹，一道大手印从虚空中伸出，直接把他抓走。神女峰后山，淡台明月紧紧搂着王浩，贪婪地呼吸着他身上的味道，娇嗔道：“浩儿，我想死你了，今天你想看我穿什么样的情趣内衣？”王浩嘿嘿一笑，从储物空间召唤出一套银灰渐变袜以及一套布料很少的红色情趣内衣。淡台明月眼神一亮，玉手一招，施法换装，瞬间让王浩热血翻涌，实在是太勾人，太惹火了。师尊，徒弟要上了啊！不，浩儿，是师尊要来了啊！王浩的血液更加沸腾，被淡台明月按在床上，两人目光对视几秒后，再也按捺不住，共赴云雨。1次、2次、3次不计时间，直到淡台明月尽兴，而系统的兴奋值疯狂增加，并且提示道：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9%， 155%。就在王浩跟淡台明月越快的双修时，阮红霄正郁闷的独自练剑。啪嗒，他把剑丢在地上，努力平复心绪，让自己冷静下来。该死，师尊看得那么紧，我完全没机会靠近王浩，怎么办啊？阮红霄脸色一苦，两手托着下巴，无奈叹息。宗门大比是个好机会，可惜阮红霄的修为是结丹境初期，没资格参加。左思右想，阮红霄仰天低吼，郁闷的直抓狂，却无济于事。和王浩双修这件事已经成了他的执念，他的心魔。另一边，缥缈峰月瑶正忙碌着，他的身前摆满了玉瓶，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丹药。看着面前的丹药，月瑶嘴角浅笑：王浩师兄，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这次宗门大比，你一定要平安回来。清禅，
你也要参加宗门大比？藏书阁内，诸葛玄疑惑地看着洛清禅，对他的请求十分不解。拥有众瞳天眼的洛清禅从未离开过藏书阁，甚至连宗门活动都不参与，一直由诸葛玄照看。可这一次，洛清禅却主动提出要参加宗门大比，实在出人意料。洛清禅点点头：诸葛长老，我要参加宗门大比，因为王浩师兄也参加，我想跟他一起。诸葛玄眉头皱得更深了，那个流氓胚子。诸葛玄低声自语，看了看面色平静的洛清禅，眼神有些古怪。清禅，你能告诉我具体原因吗？他不死心，决定打破砂锅问到底。结果洛清禅伸出手腕，一道光华闪过，竟显化出一条锁链。诸葛玄大惊，正要检查，却被阻止。诸葛长老不用慌张，这是锁情链，一端连着我的手腕，另一端连着王浩师兄的手腕，只不过他看不见，也感受不到。诸葛玄心惊，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上次王浩师兄来借阅书籍，众瞳天眼的封印短暂解除，锁情链自动出现，锁住我和他。诸葛玄，他轻轻一叹，无可奈何。众瞳天眼神秘非凡，他的力量难以估测，或许冥冥中自有安排吧。如今的洛清禅修为是筑基期大圆满，符合参加宗门大比的条件。再过3日就是宗门大比，诸葛玄立即赶到长老殿上报洛清禅的事情。一开始长老殿还有些迟疑，可穆红鸾却力排众议，坚持让洛清禅参加宗门大比。同样是合欢宗弟子，不能搞特殊，虽然他体质不凡，但缺少历练，对他以后的成长而言并不是好事。穆红鸾说出自己的见解，于是经过众长老再次商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洛清禅的请求。清水小筑，王浩正在抽奖，他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一样，脸上的表情就跟便秘似的，太难受了。虽然臭豆腐、麻辣烫和泡面有神奇的功效，但抽中的次数太多了。抽奖吗？肯定喜欢抽中神级奖励。最后一次10连，童子哥，你行行好，做个好人吧。王浩默默祈祷，大多都是随机奖励，王浩的心渐渐沉了下去。然而，恭喜宿主抽中仙品低阶丹药生骨丹，恭喜宿主抽中神品高阶功法阴阳造化诀。王浩激动地跳起来，长舒一口气，总算没白抽。3天时间悄然而过，宗门大比终于开始了。合欢宗演武场，今日是1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结丹境以下弟子都能参加。这次大比的地点仍然是妖兽山脉外围，每人携带1枚传送符，遭遇危险后捏碎符文即可返回宗门。以1个月时间为限，在此期间获得的宝物或者境界提升，都将作为大比评选结果的依据，公平公正公开，绝不徇私。高台上，淡台明月宣讲大比规则，声音宏大，传遍整个宗门。王浩站在演武场的角落里，不想引人注目。他从执事长老那里领取了传送符，一切准备就绪，就等进入妖兽山脉了。不远处，周鸿飞投来阴冷的目光，王浩直接无视，根本不理会。周鸿飞冷哼，愠怒道：王浩，没有宗主的庇佑，我看你怎么蹦跶。正要收回目光，他看见一道曼妙的身影飞向王浩。王浩师兄，一声轻轻的呼唤从背后响起，王浩转身看到了朝他飞来的月瑶。而月瑶的出现引起很多男弟子的关注，因为月瑶人美心善，而且炼丹技艺高超，在宗门很有名，深受男弟子喜爱。月瑶师妹，你怎么来了？王浩疑惑，月瑶的修为是结丹境初期，没法参加宗门大比。月瑶轻轻一笑，从储物戒指里拿出数十个玉瓶，嘱咐道：你身上有伤，这次大比持续1个月，我给你炼了很多丹药，以防万一。王浩心里一暖，师妹还是从前那个师妹，一直关心她的伤势。伸手摸了摸月瑶的脑袋，王浩笑了笑：谢谢师妹，我一定会没事的。这和谐有爱的一幕落在众人的眼里，可谓一旦激起千层浪。就听系统疯狂提示：极度值加50，来自；极度值加65，来自；极度值加85，来自。王浩扭头看了一眼围观的男弟子，看到他们喷火的眼神，暗爽不已。你们就嫉妒吧，嘿嘿嘿。然而下一秒，愤怒值加500，来自淡台明月。王浩心里一个咯噔，完了，师尊吃醋了。他急忙回头看向师尊，传音道：月瑶师妹给我送丹药，不要生气，不用吃醋啊。淡台明月的脸色相当不悦，冷哼一声，努力控制情绪。我是因为人家送你丹药吃醋吗？你敢摸人家的脑袋？你都没摸过我，浩儿，等你回来再收拾你。哼！淡台明月恨恨地说道。听着师尊的传音，王浩挠挠头，干笑几声。月瑶满脸柔情地看着他，系统还在不断提示情绪值的变化。极度值加230，来自周鸿飞；愤怒值加500，来自阮红霄。王浩微微一愣，
随即看向四周，寻找阮红霄的身影。然后他就看到，不远处的半空中，阮红霄直肩而立，牙齿咬得咯嘣响。师弟啊师弟，你对我讳莫如深，却宠溺地抚摸月瑶师妹。阮红霄很生气，气得身体发颤。王浩冲他挥挥手，露出迷人的微笑，喊道：师姐，等我回来一起修炼啊。正在气头上的阮红霄听到这句话，心中的怒火瞬间全没了，开心回应道：师弟，我等你哈。兴奋值加500，来自阮红霄。王浩暗暗咂嘴，这女人真好哄收夏月瑶的丹药。目送她离开演武场，王浩安心等待大比开始。而没多久，又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王浩抬头一看，就看到眼睛蒙着绸布的洛清禅俏生生地出现在眼前。他不禁疑惑，她怎么走出藏书阁了？清禅师妹。王浩皱了皱眉，问他：你怎么来了？来找我的。旁边人也投来好奇的目光，关于洛清禅的传闻，他们听说过不少。此刻看他出现，自然无比好奇。洛清禅轻声回道：师兄，我也参加宗门大比，想跟你组队，可以吗？美人相邀，而且他的修为达到筑基大圆满，能够一起组队，王浩没理由拒绝。好啊，师妹。洛清禅展颜一笑，轻轻坐在王浩的身边，等待进入妖兽山脉。而这一幕再次让演武场的男弟子流泪破防。他凭什么啊？炼丹师月瑶亲自送丹药防身，神秘弟子洛清禅主动相邀组队，还有宗门天骄拥有绝美大雷的阮红霄为之吃醋兴奋。感受着周围一道道愤怒嫉妒的眼神，王浩态如自若，任凭系统的提示狂飙。嫉妒值加55，嫉妒值加65，嫉妒值加105，再次收割一波嫉妒值。王浩血赚了一笔。短暂的等待后，随着一道传送法阵亮起，淡台明月宣布众弟子速速进入妖兽山脉外围，开始大比试炼。刹那间，众弟子纷纷祭出法器，冲向大阵，转眼消失不见。周鸿飞看了一眼王浩，冷笑一声，御剑飞行而去。穆红鸾看着爱徒的身影，自信满满地低语：鸿飞，杀局已布好，等你杀了洛清禅，得到众同天眼后，实力必将大增。清禅师妹，我们也走吧。好的，师兄。王浩轻语，御剑飞行而去。洛清禅紧随其后，他的法器是一座莲花台。但台明月目送王浩进入法阵，直到他的身影消失不见后，才收回目光。浩，千万不要逞强，遇到危险立即捏碎传送符回来。他心里默念。穆红鸾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有种不怀好意的味道。妖兽山脉外围，一道传送法阵亮起，数不清的人影从中飞出，随即迅速散开，朝着山林飞去。周师兄，您参加过宗门大比，对这里熟悉，我们跟着你走，长长见识。有不少女弟子凑到周鸿飞的身前，故意显摆自己的身材，声音娇滴滴地说道。周鸿飞的修为达到筑基大圆满，是在座弟子中最高的，自然成为香饽饽，受到众人的追捧。各位师妹，跟紧我。周鸿飞来者不拒，带着自己的小弟们和一众女修进入妖兽山脉。不一会儿，王浩跟洛清禅现身。师兄，我们接下来朝哪个方向走？洛清禅询问。王浩打量四周后，随便选择一个方位，就带洛清禅朝着跟周鸿飞不同的方向进入妖兽山脉。与此同时，正在御剑飞行的周鸿飞盯着手里的一块罗盘，突然罗盘上闪烁一个光点，他欣喜不已，露出阴冷的笑容。王浩，你逃不出我的手心，妖兽山脉就是你的埋骨之地。妖兽山脉外围，一男一女两道身影正在慢速飞行。师妹。王浩看了一眼洛清禅，前面有条岔路，你想走哪条？我都行，我跟着师兄就好，去哪都一样。洛清禅浅浅一笑，阳光打在他的脸上，让他白皙的肌肤看起来晶莹剔透，那双被刻满符文的绸布遮住的眼睛显得越发神秘。王浩忍不住愣了一下，既然这样，那我们就走左边那条路吧。好。洛清禅点头，紧紧跟随。妖兽山脉的范围非常大，而且隐藏大恐怖，据说从未有人横穿整个妖兽山脉。妖兽山脉内不仅妖兽种族众多，而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这里，他们只奉行一个准则：弱肉强食。关于妖兽山脉的传闻，王浩了解不多，只从淡台明月那里听到过一些。他曾告诫说，实力未达化神期，不可进入妖兽山脉核心区域。那一次，淡台明月为了寻找一种药材，进入妖兽山脉核心区域，结果重伤而回，险些丢了性命。此次宗门大比乃是妖兽山脉最外围，是相对安全的区域，即使遇到妖兽也多是炼气期和筑基期，以合欢宗弟子的实力能够应对。然而不出意外的时候总会出现意外。
王浩跟洛清禅就倒霉的遇到了妖兽山脉外围最难缠的一种妖兽——黑棕雷狼。他俩被狼群包围了。嗷呜！一声声狼嚎此起彼伏的响起，他们看起来很兴奋，就像饿了许久一样，终于找到猎物。狼群的最后方，一只体型高大的头狼满脸凶狠地盯着王浩跟洛清禅，看着四周虎视眈眈的黑棕雷狼，两人的脸色很平静，没有一丝慌乱。师兄，这个狼群的头狼只有筑基初期的实力，交给我吧。洛清禅淡定一笑。本打算出手的王浩不禁后退一步，他好奇地打量洛清禅，想看看他的实力。从修为来看，洛清禅是筑基大圆满境界，实力碾压这个狼群的头狼。可洛清禅在合欢宗太低调了，从未有人看他出手过。洛清禅轻轻摘下绸布，缓缓睁开重瞳天眼，他的瞳孔呈现双重轮转结构，外层是鎏金的破法之轮，内层是玄银的守戒之轮，眼白处浮现金色星轨刻痕，神异非凡。这是王浩首次近距离观察这种传说中的神异眼瞳。师兄，洛清禅察觉到王浩的凝视，轻声提醒：“我施法时不要看我的眼睛，以免误伤。”王浩迅速收回目光，紧接着下一秒，洛清禅的瞳孔绽放神光，在施展重瞳秘法。然后他就看到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接着一双巨大的重瞳出现在天空，散发幽幽紫光，双瞳缓缓交叠，迸射出一道道光柱，打向黑棕雷狼。是天神光！一声轻喝，洛清禅使出重瞳秘技，一击之下，那只头狼被天降神光击中脑袋，当场殒命，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轰轰轰！神光降落，犹如天女散花一般，被击中的黑棕雷狼连惨叫都没发出，便一命呜呼。地面崩裂，树木摧折，神光之下一片焦土。如此恐怖的破坏力，看得王浩心惊不已，第一次对重瞳天眼的威力有了清楚的认知。重瞳天眼很强，重瞳秘法很恐怖，瞬间团灭整个黑棕狼群。洛清禅迅速用绸带蒙住眼睛，封印重瞳的力量。师兄，他轻声呼唤。黑棕雷狼的体内有妖核，能够炼丹或者炼器，你可以收着。王浩急忙点头，迅速奔向那只筑基期头狼的尸体前，取出他的妖核。丝丝雷霆之力环绕其上，虽然质量不怎么样，但也有点价值。正当他准备收进储物戒指时，丹田处的噬天元核被触发，一股吸力喷涌而出，瞬间吞噬妖核。王浩惊讶不已，噬天元核连妖核都能吞噬炼化，真是意外之喜啊！他看向地上的雷狼尸体，嘴角微微掀起，决定取走他们的妖核吞噬。遗憾的是，炼气期的黑棕雷狼体内的妖核质量更差，哪怕王浩全部吞噬，也没提升多少修为，还是卡在炼气大圆满的境界。王浩低声自语，将雷狼的尸体收进储物戒指。雷狼的皮毛是好东西，可以拿到仙门集会去交易赚灵石。洛清禅安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两手托着下巴，看王浩忙碌着，心情很放松。等他忙好后，洛清禅起身走过去，一脸笑盈盈的样子。师兄，我们接下来做什么？还要往里面去吗？王浩想了想，对，我们再深入一些，外围地界很难找到宝贝，就算之前有，也被别人抢先找到了。洛清禅点头，同意王浩的决定。就这样，两人继续深入。可还没走多远，一道惊人的狼嚎声响起，而且由远及近，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不好，又是黑棕雷狼，这次来了大的。王浩默念，正打算带着洛清禅暂避锋芒，却不料还是被包围了。之前的战斗，血腥味将他们吸引了过来，而王浩忙着吞噬妖核，忽略了这一点。领头的雷狼是筑基大圆满境界，和清禅一样。除此之外，还有2只筑基后期、3只筑基中期、5只筑基初期，以及大量炼气期。王浩放开神识，探测包围他们的狼群，脸色慢慢沉了下来。感受到王浩的压力，洛清禅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师兄，交给我吧。”说完，他再次解开绸布，睁开重瞳天眼，施展秘术。那只筑基大圆满的头狼意识到不妙，立即下令攻杀王浩和洛清禅。此刻天地色变，就在狼群一拥而上之际，噬天神光从天而落，一道道光柱落下，贯穿众多雷狼的身躯，当场殒命。除了那只筑基大圆满的头狼艰难挡住一击之外，其他雷狼纷纷毙命。吼！头狼惊怒，大声怒吼，冲着洛清禅咆哮：“人类女人，你杀我族人，我要让你死！”头狼绽放雷光，浑身毛发全部倒立而起，一根根雷霆之刺激射而出，攻向洛清禅和王浩。洛清禅眨了眨眼睛，身影瞬间移动到王浩面前，再次施展重瞳秘法。须弥戒障，一声轻喝，一道空间屏障显化，挡住雷狼的全部攻击，将其消散于无形。重瞳天眼，攻防一体，威力绝伦。一击不成，头狼恼怒不已，
正要逃跑，可惜没有机会了。又一道是天神光落下，彻底了结他的性命。那就是众瞳的力量吗？我一定要得到。暗中隐藏气息的周鸿飞观看了整个过程，越发渴望得到洛清禅的众瞳天眼。呼！击杀雷狼群后，洛清禅深呼一口气，眼角竟然流出鲜血。虽然迅速用绸布遮住，但还是被王浩看见了。师妹，你怎么样？王浩急忙走过来，正要伸手解开绸布，却被阻止。师兄，不要！洛清禅轻呼，不禁低头。我的眼睛不好看，会吓到你。王浩笑了笑，伸手揭开绸布，不禁愣了一会儿。洛清禅深吸一口气，心里突然有些害怕，害怕王浩讨厌他的眼睛。哪知道下一秒好美的眼睛呢？师妹，你的眼睛真好看，就像星辰一般耀眼。王浩发自内心的赞美。他擦掉洛清禅眼角的鲜血，那是施展众瞳秘法流出的瞳血。看着近在咫尺的王浩，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感受对方的心跳。洛清禅的小脸不禁羞红，心跳骤然加速。师兄，他心里默念一声，感觉一切都值得。接连使用秘法，此刻的洛清禅灵力有些虚浮，需要及时修整。王浩拿出回气丹给他服下，让他打坐调息黑棕雷狼的尸体遍地都是。王浩取走那几只筑基期雷狼的妖核，尤其是那只筑基大圆满境界的头狼，迅速吞噬炼化。虽然反哺大量灵力，但他依旧没能突破到筑基期。一般修行者破境需要的灵力十分庞大，而我的破境似乎需要更庞大的灵力。王浩暗暗沉吟，有所猜测。而就在他打扫战场之际，一道不和谐的冷笑响起。默默观察情况的周鸿飞终于按捺不住露面了。正在调息的洛清禅迅速睁开眼，王浩急忙安抚：师妹，你继续调息，不要受影响。洛清禅点头，加紧炼化回气丹的药力，补充灵力。周鸿飞看了一眼王浩，然后目光锁定洛清禅，流露出贪婪的眼神。众瞳天眼归我了。听到这话，王浩不禁愕然，他的目标是洛清禅。周鸿飞仰天大笑一声，两手结印施法，一张道符打向半空，灵力翻腾间，一道玄奥的法阵瞬间成型，罩住王浩跟洛清禅。被法阵笼罩后，王浩感觉体内的灵力就像停滞了一般，难以运转，让他十分难受。洛清禅的情况要好一点，可此时的他难以发挥巅峰实力。师兄，这是封灵法阵，能够封禁灵力运转。洛清禅提醒，迅速解开绸带，睁开众瞳天眼。他要保护王浩，哪怕遭受众瞳秘法的反噬。封灵法阵！王浩惊呼：不对，以他筑基大圆满的修为，无法制作这种法阵道符。是你的师尊穆红鸾。他很快想明白了一切。穆红鸾暗中协助周鸿飞，试图夺走众瞳天眼，占为己有。而被夺走众瞳天眼后，洛清禅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结局只有死路一条。好狠的计谋，周鸿飞！今天就算豁出这条命不要，我也不能让你伤害清禅师妹。王浩怒吼，眼中释放滔天战意。即使修为不如人，即使身体有暗伤，他也要拼到底。利用传送符逃命不是他的性格，他干不出那样的事。眼看王浩要替自己拼命，洛清禅感动不已，泪花在眼里打转，心潮起伏不已。师兄，我怎么能让你救我而死？清禅会保护你的，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呢。洛清禅心中默念，众瞳之力迸发，修为恢复到巅峰。一道道是天神光打出，击中风灵法阵，却始终打不破。就算打出裂痕，也很快被周鸿飞催动灵力修复。别白费力气了，这是元婴期高手构造的法阵，你的瞳术再强也打不破。哈哈哈！周鸿飞得意大笑，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然而下一秒，洛清禅气势一变，收起是天神光，疯狂催动灵力，像是在使用更厉害的众瞳秘法。他的眼角在流血，王浩正要阻止，却听洛清禅说道：师兄，我打破法阵后，你速速离去，捏碎传送符，返回宗门。王浩意识到不妙，洛清禅准备拼命了。众瞳之力弥漫，众瞳虚影具现为实体指印，凝聚在洛清禅的头顶上方。破妄截止！一声轻喝，那指印悍然指向风灵法阵的核心，两者接触的瞬间引起惊天爆炸。灵力汹涌之间，风灵法阵布满裂痕，随之迅速扩散，直到砰的一声全部裂开。风灵法阵被破，周鸿飞遭受反噬，吐出一道血溅，惊讶的同时却无比兴奋。不愧是众瞳天眼，我要是得到了，实力必定大增，未来必能进阶化神期，成为一方巨擘。周鸿飞的眼神越发贪婪，伸手擦掉嘴角的血迹，拿出一张金灿灿的道符，立即施法注入灵力。噗！洛清禅忍不住咳血，气息瞬间萎靡。以他的修为强行破除风灵法阵，太勉强了。师妹！王浩惊呼，迅速跑了过来，伸手抱住他。
清禅师妹，你怎么样？他立即拿出3颗回气丹给洛清禅服下，缓解他的伤势。洛清禅急忙摇头，催促道：师兄，你快走，不要管我，那家伙的目标是我，你快走啊！王浩没听他的话，摇摇头：师妹，我不走，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夺走你的眼睛。洛清禅还在挣扎，就在这时，一道狂暴的灵力波动吸引他俩的注意。豁然抬头，周鸿飞站立半空，努力催动一张道符，紧接着一道长达数十丈的剑芒从中缓缓出现，散发惊天动地的灵力波动。这是师尊给我的攻击道符，以我的修为催动，相当于结丹初期高手的全力一击。周鸿飞承受着莫大的压力，冷笑不已。洛清禅，我会取走你的眼睛，踏上无敌的修仙之路。王浩，我会杀了你，让你永远得不到阮红霄。话音一落，周鸿飞操控剑芒落下，以极快的速度打向王浩跟洛清禅。危机之时，洛清禅再次睁开重瞳，须弥界障，他极限催动灵力抵挡周鸿飞的全力一击。仅一瞬间，须弥界障被破，洛清禅遭受重击。那道剑芒攻势不减，虽然威力减退大半，但杀伐力十足，贯穿他的肩膀，差点打爆他的半边身体。噗噗噗，洛清禅大口咳血，气息萎靡到极致。王浩被剑芒的力量震飞，看到洛清禅的惨状，他不顾伤势飞了过去，再次抱住洛清禅。没有任何犹豫，他从储物空间召唤出生蛊丹，这是仙品丹药，是抽奖得来的奖励。正要给洛清禅服下，2个筑基期木偶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其中一个木偶强势轰出一拳，王浩匆忙抵挡，而另一个木偶趁机抢走洛清禅，迅速回到周鸿飞的身边。王浩蓦然抬头，眼中杀意弥漫：狗东西，把师妹还给我，不然宰了你！妖兽山脉外围密林间，周鸿飞接连使用木红鸾给他的道符，消耗大量灵力，不管是肉身还是神魂，都快到承受的极限。虽然冒险，但结果让他很满意。从木偶手中接过洛清禅，周鸿飞大笑不已。他当着王浩的面结印施法，准备夺走洛清禅的重瞳，可谓杀人诛心。然而他低估了王浩的实力，一声怒吼，王浩周身灵力翻涌不已，一丝丝血色红芒从体表散发而出。他2手掐诀，低喝一声：法天象地！刹那间，一道高达数十丈的金身法向自王浩背后升起，肆意飘散的金色头发，充满怒火的眼神，深深震撼了周鸿飞。元婴期，他大惊失色，声音都颤抖了，险些脱手丢掉手里的洛清禅。所幸他及时清醒过来，不，他不是元婴期，只是一种神通。哼，差点被你吓到。周鸿飞心中大定，他自认为以他的修为，就算灵力消耗巨大，也不是王浩能够战胜的。2个筑基期木偶受周鸿飞操控，试图灭杀王浩，结果下一刻，金身法相舞动双拳，筑基期木偶当场碎裂，一拳砸烂一个，脆弱不堪。周鸿飞眼神一变，他早就猜测王浩隐藏了实力，如今对方全力爆发，被他发现了秘密。炼气大圆满，哼，一开始的陈浩，后来的林和熙跟黄坤，果然都死在你手里。王浩没有理会，金身法相只能持续3息时间，他必须抓紧时间。然而他低估了筑基大圆满境界的周鸿飞，就算对方消耗巨大，也有一战之力。数十把飞剑环绕周身，齐齐射向金色法相，强大的攻伐之力使得金身法相后退数十步，险些被打散。周鸿飞一声冷笑，手印迅速变化，只见数十把飞剑汇聚一处，凝聚成一道通天剑影。他手势一落，剑影劈向金身法相，就听哧啦一声，剑影贯穿法相心口，将其打爆。噗！王浩心神狂震，遭受反噬，喉咙一甜，咳出一道血溅。他意识到，以他炼气大圆满境界对战筑基大圆满的周鸿飞有点勉强，2人差了整整一个大境界。这还是周鸿飞消耗大量灵力后的战果，仅仅一招就破了他的法天象地。尽管如此，王浩依旧不退缩，因为洛清禅还在周鸿飞手里，必须要救回来。心念一动，王浩接连施法，用出各种高阶法器，都是澹台明月给他的。周鸿飞使出防御法器，挡住王浩的所有攻击，嘲讽道：王浩，我就要你亲眼看我掏出他的眼睛，而你却无力阻止，哈哈。王浩心神狂怒，他毫不吝啬地打出各种攻击法器，灵力疯狂消耗也不在乎。疯狂的进攻之下，王浩体内的灵力消耗巨大，牵动了他体内阴阳混沌体的本源伤痕。噗噗噗，他大口咳血，灵力运转瞬间停滞，打出的法器立即失控，散落到地面。看到他的惨状，周鸿飞冷笑连连：哼，身体已废，就算重新修炼也走不远，放弃反抗吧，我给你个痛快。说着，周鸿飞凝聚灵力于指尖，
准备刺入洛清禅的瞳孔，挖走他的重瞳。王浩伸手擦掉嘴角的血，怒目而视：“狗东西，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要你死！”一声怒吼响彻天地。他豁出去一切，以堪比筑基后期修士的神魂力量，控制太上炼天炉，将周鸿飞和洛清禅装了进去。临时法阵瞬间浮现，沟通丹炉内的引火法阵，三昧真火即刻浮现，烧向周鸿飞。突然的变故打了周鸿飞一个措手不及，他丢掉洛清禅，极力摆脱身上的火焰。这是什么火焰？哎呀，烧死我了！周鸿飞大惊，开始撞击炉盖，想要逃出来。王浩怎么给他机会？神魂力量发挥到极致，操控三昧真火拼命煅烧，势必要把它烧成灰烬。不过周鸿飞也是个狠人，眼看不能摆脱火焰，果断放弃肉身，神魂一冲而起，使出特殊的魂技，一举冲开炉盖，逃了出来。王浩惊呼一声，很快冷静下来。而炼天炉内，周鸿飞的肉身被三昧真火烧成了灰烬。周鸿飞气急败坏的咆哮，气得肝胆俱裂，悲愤异常。明明十拿九稳的事，却接连出现意外。洛清禅被救走不说，肉身还被烧没了，空留一副灵魂体，实在是憋屈。悲愤交加的周鸿飞使出特殊魂技攻向王浩，他要将王浩碎尸万段，不然难解心头之恨。可惜他再次小看了王浩。魂技我也有，3000幻劫光。一声轻喝，王浩召唤出太虚魂剑，使出魂技秘法打向周鸿飞。后者大惊失色，他的神魂感受到危险的悸动，正要撤手逃离，却迟了一步。3000幻劫光打中他的神魂，于刹那间陷入轮回幻境。仅一息的时间，他的神魂就历经百世轮回，尝尽轮回之苦。生死轮转之间，他的神魂承受岁月轮回的碾压，变得脆弱不堪，犹如风中的烛火，随时都会熄灭。10息时间过去，3000幻劫光消散，周鸿飞的灵魂体布满裂纹，只要轻轻一戳便支离破碎。强撑着一口气，王浩使出噬魂藤，一秒洞穿周鸿飞的灵魂体。不要啊！周鸿飞大吼。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这个时候求饶是不是太晚了？呼！王浩大口喘气，急忙服下回气丹补充灵力。他迅速取出生骨丹给洛清禅服下，直至看见后者伤势稳定下来，他才安心不少。抬头看了一眼周鸿飞消失的地方，王浩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他就这么死了。同一时刻，妖兽山脉外围另一侧，正御剑飞行的周鸿飞突然口吐鲜血，一个踉跄从飞剑上摔了下下，引起一众女修惊呼不已。周师兄，你怎么吐血了？有女修问道，故意搂着周鸿飞，趁机献殷勤。周鸿飞连连摆手，没有解释。他迅速打坐调息，心里低吼：王浩，你杀我一具分身，此仇不共戴天。周鸿飞本以为派出一具分身就能成功，没曾想偷鸡不成蚀把米，那可是筑基大圆满境界的分身啊，那是周鸿飞将来突破元婴期的底牌。可现在被王浩毁了，所幸我的主身有这些随行的弟子做掩护，就算回到宗门，王浩也不能诬陷我。周鸿飞心里默念，松了口气。不然以淡台明月护短的个性，要是知道他劫杀王浩还差点成功的话，他也别活了。王浩，来日方长，我有的是机会除掉你，咱们走着瞧。周鸿飞暗暗发誓。妖兽山脉外围，一处隐秘的山洞内，洛清禅正在炼化生骨丹，修复受伤的身体。王浩守在一边，清点储物戒指里的妖核，看着散发雷光的妖核，王浩沉吟片刻后，触发是天元核的吞噬之力，吸收妖核的力量。刹那间，磅礴的吸力从丹田处迸发，妖核震颤碎裂，一道道雷霆之力涌入噬天元核。之前吞噬了师尊的雷劫之光，接着吞噬了侵蚀月瑶师妹的雷蛙之毒，第一道符文已然显化痕迹。王浩心神内视之下，丹田处的是天元核表面浮现一道淡淡的本源符文，丝丝雷霆之力缭绕其上。他心有明悟，加大吞噬妖核的力度。不知过了多久，是天元核尽数吞噬妖核的力量经过炼化之后，反哺大量灵力给王浩。这股灵力非常磅礴，质量惊人，甚至凝结成了液体，流经身体各处，滋养经脉。他的修为正在迅速提升，正在积蓄力量，冲破境界瓶颈破境的过程很耗时间。王浩拼命炼化噬天元核反哺的灵力，不断冲击境界壁垒。终于，在经历多次失败之后，王浩成功突破进阶筑基期，灵气漩涡环绕周身，掀起灵力风暴。而至于风暴中心的王浩无知无觉。丹田处气海缓缓成型，那是筑基期修士的标志，是用来储存液态灵力的地方。汹涌的天地灵气不断汇聚，凝成一滴滴液态灵液，储存在气海中。筑基期修士之所以比炼气期修士强横，就是因为开辟气海能够储存液态灵力，有足够的灵力支撑。
而开辟气海的筑基修士，才算真正踏上修仙之路。这是脱离凡胎、构筑修仙根基的阶段。当破境结束，王浩缓缓睁开眼，一道金芒爆射而出，击穿山洞的石壁。呼！他深呼一口气，看了一眼平安无事的洛清禅。进阶耗费了半个月时间，是天元和凝聚2道雷霆符文，还不错。王浩自语，没有急着离开山洞，点开系统面板，就听到提示：宿主进阶筑基期，修复1%阴阳混沌体本源伤痕。王浩吃惊不已，大境界突破能够修复本源伤痕。他查看面板相关信息，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98%，155%。王浩记得清楚，最近一次和师尊双修后，受损程度是99%，155%。进阶筑基期后修复了1%，他欣喜不已，瞬间有了努力修炼、提升实力的动力。接着，他点开储物空间，查看已抽中的奖励。一番浏览之后，他点开神品高阶功法阴阳造化诀。宿主是否修炼阴阳造化诀？没有迟疑，王浩选择修炼。这可是神品高阶功法，正适合筑基修炼，打造坚实的道基。图标消失，化作一道流光飞入王浩的眉心。刹那间，信息量巨大的传承秘法涌入他的识海。花了大半天的时间，王浩才消化这股磅礴的信息洪流，缓缓睁开眼，揉了揉太阳穴，神情有点痛苦。以身为炉，炼化诸天万界；以劫为火，铸就永恒道基。不愧是神品高阶功法，果然强横霸道。他不禁感叹，随之起身走向打坐入定的洛清禅。探查一番后，确认洛清禅状态无碍。王浩彻底松了一口气，眼中闪过一抹戾气。周鸿飞，你死不足惜，还有穆红鸾，你在背后搞鬼，我也不会放过你。他暗骂一声，下定决心要报仇。这一次若不是洛清禅跟随，单凭他一个人必死无疑。不由得他看向洛清禅，低声自语：师妹，谢谢你舍命相救。说完，他走出山洞，在洞口布下多件防御法器，防止妖兽或者外人干扰。此刻已是深夜，一轮明月高挂夜空，除了时不时响起妖兽吼叫声之外，密林一片安静。王浩盘坐洞口前，抬头望月，思绪翻飞，回忆穿越前的人生，回想穿越后的100年时光，不禁恍惚：金月也曾照顾人啊，不知我的修仙之路终点会在哪里？他悠悠一叹，竟有些感伤。而就在他调整心绪，准备入定打坐时，一道愤怒的咆哮从远方传来。与此同时，一股能量涟漪扩散而至，席卷附近的密林，惊醒很多妖兽。吼吼吼！妖兽嘶吼不已，狂躁不安，纷纷逃命而去。王浩起身眺望远方，暗暗皱眉。这是黑宗雷狼的气息，还有另外一道强大的气息，远超筑基修士。本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王浩打算带洛清禅离开这里，避免被波及。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宿主探测到100公里外有一株千年雷灵芝，属于仙品低阶异宝，可前往采摘。系统还贴心地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和位置。王浩愣了一下，千年雷灵芝，只是童子哥，你能探测到异宝？难道探测不了那里有2位高手在打架吗？王浩吐槽一句，不过他也知道那里为什么爆发大战了。不过他有自知之明，实力不济绝不会去凑热闹，否则跟找死没什么区别。可惜大战很快波及到他所在的山洞，一道黑衣人影从远方急速飞来，他身上受了伤，正在不停流血。而他的身后，一头结丹境初期的黑宗雷狼破空奔跑，紧追不舍。雷狼身躯庞大，周身雷霆之力弥漫，结丹期修为的恐怖威压让人难以承受。正打算逃走的王浩暗骂不已，他迟了一步，只好加固防御，几乎把能用的防御法器都用上了。你们打架就打架，朝我这里跑是什么意思？王浩郁闷的要吐血。可这还不算完，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黑宗雷狼远距离喷出数十道雷霆光剑，攻击黑衣人，却意外落空。而光剑恰好落在王浩所在的山洞附近，其中有一道光剑恰好打中他所在的山洞。几乎是瞬间，王浩布下的防御法器被破除，而他遭受反噬，喷出一道血剑。妈的，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以后看到高手打架，第一时间就要跑。伸手擦掉嘴角的鲜血，他立即护住洛清禅。防御法器被打破，王浩的气息暴露在黑宗雷狼和黑衣人的感应中。咦，竟然是他！那道被雷狼的追击的身影忍不住惊呼，眼神有些诧异。又冒出来2个人类修士，真烦人，去死吧！黑宗雷狼没来由的暴躁，嘴里喷出一道雷光，打向王浩。看着急速而来的雷光，王浩大骂一声，正要抱着洛清禅离开，一道身影闪现而至，挡在他的面前。轰！那人挥剑斩断雷光，救了王浩一命。
快走！那人催促，连头都没回。啪嗒，鲜血滴落，格外刺目。王浩凝视着挡在身前的那道人影，到了声谢就飞走了。洛清禅不容有失，他不能冒险。看他遁走，黑衣人暗暗点头，随即操控飞剑化作漫天箭雨，打向黑宗雷狼。哼，给我死！黑宗雷狼狂怒，张嘴喷出雷光，化作数不清的雷霆剑影。轰轰轰，剑芒翻飞，剑气浩荡，山石崩塌，木林摧折，地面化作一片焦土，能量波动扩散而出，震撼莫名。雷狼王，我需要千年雷灵之救命，而我答应给你一颗雷玄丹作为补偿，你为什么苦苦相逼？黑衣人一边战斗一边劝道。雷狼王嘶吼，咆哮回应：那颗雷灵芝是我以后冲击元婴期的重要宝物，如今被你摘走，断了我的后路，我怎能放过你？黑衣人不禁叹息，察觉到王浩飞到安全距离后，松了一口气。他和雷狼王结下死仇，不分出胜负，这场战斗不会结束。如果继续逃遁，哪怕离开妖兽山脉，雷狼王也会紧追不舍，制造更多的麻烦。既然这样，那便战吧。话音一落，黑衣人爆发结丹期的恐怖修为，整个人绽放神光，犹如天降谪仙一般。雷狼王毫不示弱，雷灵之力弥漫周身，凝聚一副雷霆铠甲，防御力瞬间拉满。大战一触即发，逃到足够远的地方。王浩再次寻到一个山洞，将洛清禅安置好后，迅速飞到半空。结丹期的高手当真恐怖，以我如今的修为，贸然靠近，只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王浩呢喃，灵气翻涌，法器频出，各种秘法相互攻伐防御，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大地在震颤，树木在摧折，来不及逃跑的妖兽无辜殒命，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也不知那人怎么样。他受了伤，替我挡了一剑，这是救命之恩啊！王浩自语，心里有些担忧。别人对他有恩，他得记着，而今对方有危险，他很想出手帮忙，奈何实力低微，若贸然出手，只怕会帮倒忙。一番思虑，王浩还是按捺不住，决定凑近观战。如果那人能够战胜雷狼，一切都好说；如果那人打不过雷狼王，并且身陷绝境，纵使打不过，王浩也会出手。救命之恩，因果牵扯很大，若无法报答，只怕会滋生心魔，不利于以后的修行。有恩不报，贪生怕死，那不是我。一声轻喝，王浩御剑而去，悄悄靠近战斗的中心。此时战斗进入白热化，雷狼王已经打出真火，出招狠辣，招招致命。而对战的黑衣人同样杀伐果断，一招又一招威力十足的术法打出，是要击杀雷狼王。风陨杀，他一声轻喝，身后凝聚一道法阵符文，手中飞剑瞬间幻化亿万道剑影，并且附带锋刃。雷狼王的眼睛凝视那记杀招，认出其来历，惊呼道：你是大夏王朝皇族的人？黑衣人冷哼，没有做出回应。下一秒，他操控亿万剑影攻向雷狼王。吼！雷狼王仰天怒吼一声，双目释放雷霆，脚下浮现一道符文，一杆雷霆长枪迅速飞出。雷王枪，给我破！雷狼王一声怒吼，雷王枪呼啸而去，打向攻击而来的风之剑。轰！一枪一剑撞在一起，天地为之一静，接着发生剧烈爆炸，灵力暴涌，翻腾而出，附近的小山头都被震碎了好几个。亲眼看到结丹境高手的战斗，王浩惊叹之余，更多的是期待和憧憬。我很快就能成为结丹境修士，要比他们都厉害。他自我激励道。大招对轰之下，两者不分胜负，可因为黑衣人受了伤，吃了不小的暗亏。啪嗒啪嗒，他身上的伤流血更快更多了，若不及时处理，只怕有性命危险。结丹期的雷狼王已然具备化形成人的实力，他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身高2米多的壮汉，手臂的肌肉如虬蛹一般。夺我灵芝的人类修士，我叫雷霸天，记住我的名字，因为你必定死在我手里。哈哈哈！听到这个名字，王浩不禁暗笑，这名字太俗了。呼！黑衣人影没有暴露身份，沉默不言，只用手中的剑回应雷霸天。战斗继续，两人打在一起。雷霸天身披雷霆铠甲，周身环绕雷电之力，出招大开大合，展开近身战。黑衣人执剑相抗，因为身体受伤，又长时间战斗，渐渐体力不支，迅速落入下风，艰难应对雷霸天的攻击。眼看对方无力招架，雷霸天嚣张狂笑，然后召唤出一个丹炉，打向黑衣人。爆！一声轻喝，丹炉爆炸，释放出浓郁的灰雾。黑衣人避之不及，吸入几口，瞬间觉得四肢乏力。你用毒！黑衣人惊呼，身体颤抖不已，努力调动灵力继续战斗，可惜效果不大。他终于支撑不住，身体缓缓坠落。黑霸天冷笑一声，瞅准机会，正要给他致命一击，王浩出手了。赖皮狗，受死！
数十颗灵石同时出现，瞬间结成一道灵石法阵。紧接着，一口丹炉从天而降，倒扣而下，正好扣住雷霸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灵石法阵激活丹炉内的引火法阵，一缕缕三昧真火喷涌而出，烧向雷霸天。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雷霸天来不及反应就被烧着了。这是三昧真火，他惊呼一声。可他毕竟是结丹境强者，三昧真火很强，但控制三昧真火的人很菜。雷霆铠甲护卫真身，雷霸天用力一震，便震散环绕身体的三昧真火，没有受到丝毫伤害。他低吼一声，正要破开丹炉，抓住偷袭他的人，结果下一秒，丹炉自动消失，就看见一道诡异的紫光从天而降。3000幻劫光，王浩一声轻喝，劫光正中雷霸天的眉心，他的眼神顿时恍惚，神魂受到冲击，处于短暂的失魂状态。但这种程度的攻击根本杀不死他。王浩没有恋战，迅速抱着黑衣人离开，逃遁而去。一息时间后，雷霸天醒转过来，心中的怒火犹如火山爆发一般。无耻人类，我一定会抓到你的。同一时刻，正在逃跑的王浩听到系统提示，愤怒值加5000，来自雷霸天。王浩暗暗欣喜，这波不亏，小赚一笔，一路逃遁。他七拐八绕，沿途设置多个陷阱，留下多处痕迹，以免雷霸天追过来。确定安全后，王浩幸运地找到一个地洞，抱着怀里的黑衣人走了进去，点燃篝火。王浩没有迟疑，扒开那人的衣服，准备给他疗伤。结果一对饱满酥软的大雷映入眼帘，而他的2只手下意识地抓了上去。我操，女人，这衣服是件法器啊！看着眼前中毒昏迷的女人，王浩重新给她穿上衣服，结果那对汹涌的大雷就被完全遮盖，瞬间变成了飞机场。再脱下，那对大雷汹涌澎湃，颤动不已，让王浩内心不禁火热，咽了咽口水。真大，真白。甩了甩头，王浩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不清楚雷狼王下了什么毒，可他想到噬天元核能够吞噬雷蛙之毒，那么也能吞噬别的毒素。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王浩触发噬天元核。他伸手按在女人的腹部，丹田处爆发一股吸力，就看后者体内开始溢散出丝丝灰雾，那些灰雾迅速汇聚在一起，慢慢凝聚成一颗灰色弹丸，散发腐朽的气息。和吸收雷蛙之毒不一样的是，这次是天元和吸收的毒物没有吞噬炼化，更没有反哺灵力给王浩，而是在体外凝聚成一颗弹丸。王浩若有所思，暗忖道：把它收起来，或许以后能用得上。毒物被清除后，女人悠悠醒来，她睁开眼就看到王浩的侧脸，看见他微微上扬的嘴角流露出一丝邪恶的笑容，顿时觉得奇怪。然后他感觉身上有些凉，视线不禁下移，就看到自己的大雷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王浩的眼皮下。他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下意识地呼出一巴掌，就听啪的一声，王浩直接飞了出去，重重砸在石壁上，捂着脸大声哀嚎：臭流氓！一声娇羞的嗔怒在王浩耳边响起，女人挣扎坐起来，催动灵力控制飞剑，迅速穿好衣服。可嗨！王浩挨了一巴掌，感觉脸被打肿了，他意识到对方误会了什么，连连摆手：女侠，稍安勿躁，我没有轻薄你，我再给你解毒。王浩急忙解释：你放屁！女人羞怒不已，操控飞剑就要攻向王浩。看了我的身体，你必死无疑。王浩叫苦不迭，这叫什么事？我救人还有错了？什么叫看了你的身体我就必死无疑？眼看对方来真的，王浩急忙提醒：你能控制飞剑杀我，说明你体内的毒素没了，这里除了我还能是谁救了你？听他这么一说，女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毒确实没了。慢慢的，她撤掉飞剑，收敛灵力，目光灼灼地看着王浩，侥幸逃过一劫。王浩松了一口气，可他不敢靠近对方，于是丢给他一瓶疗伤的药物。你的腹部和背部被雷狼王的雷霆之力灼伤，需要外敷青木须脉散，你自己快点弄，免得以后留疤。伸手接住玉瓶，女人的眼神变得柔和一些，她轻咬嘴唇，有些欲言又止。看她半天没动，王浩不禁催了一下，哪知对方要求道：背上的伤你给我擦，我够不到。王浩，他倒是忽略了这点，轻咳几声掩饰尴尬。王浩慢慢凑近女人，结果刚靠近，对方愣愣地看了他一眼，忍不住扑哧笑出声：你还笑？脸都被你打肿了。哎，可怜我这张英俊帅气的脸啊，遭受了不该有的折磨。看着王浩贱兮兮的样子，女人笑得更欢了。于是在一种和谐的氛围下，女人缓缓转身，背对王浩，轻轻解开衣服，露出洁白无瑕的后背，除了2道红热的灼烧之痕。不再耽搁时间，王浩急忙给她敷上青木须脉散，这是治疗灼烧之伤的良药。幸亏月瑶想的周全，连这种外敷的药散都给王浩准备了，
真是帮了大忙，我叫无双。你呢？你叫什么名字？为了缓解尴尬，无双开始跟王浩聊天。我叫王浩。他干脆地回道，没有隐瞒，也没用假名字隐藏身份。无双点点头，看你穿的衣服，你出自合欢宗，小小住机器修士，怎么会来妖兽山脉？他疑惑不解。王浩轻叹，然后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而说完后，背上的药散也擦好了。那个，前面需要我帮忙吗？王浩嘿嘿笑了笑。无双娇嗔一声，让他闭上眼，不准偷看。王浩哈哈一笑，老实的退到一边，不敢偷看，否则另外半边脸也得肿。不一会儿，无双擦好药，穿好衣服，整个人都变得精神很多。唉，又变飞机场了。王浩手摸下巴评价道，然后就感受到一股冷意，回过神一看，看到无双要吃人的眼神，很想看，是不是还想摸？无双笑盈盈地看着王浩。王浩，他尴尬地笑了笑，毫不掩饰道，漂亮丰满的女人谁不想看？至于摸，你刚才昏迷的时候我摸过了。王浩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丝毫没注意无双想刀人的眼神。哪只手摸的？感觉怎么样？无双气得银牙直咬，内心的火气蹭蹭往外冒。两只手摸的感觉吗？很软很嫩，手感相当哇塞，跟师尊的大雷手感不一样，各有各的嫩。王浩一本正经的样子让无双又气又笑，怎么会有人这么流氓？不对，等等，你连你师尊的大雷都摸过。这个男人很流氓，却意外的很正经。这种反差非但没让无双觉得讨厌，反而觉得很舒服，至少他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这要比经常围在他身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人强多了。这个男人风流不下流，他心里评价道。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说着说着，无双询问道，我之前在黑岩城的仙门集会看到过你，臭豆腐还有吗？我想尝尝。听到这话，王浩一拍额头，他竟然忘了这件事。冲着无双嘿嘿一笑，王浩说道，我有比臭豆腐更好的东西，你要不要试试？无双好奇的点头，然后就看到王浩召唤出2份麻辣烫，而且自带筷子，还打开即食，非常神奇。无双用筷子吃了一口娃娃菜，顿时觉得又麻又辣，至宫廷美食都要更胜几分。不仅如此，他感觉体内的灵气在补足，身体恢复的速度都在加快。怎么样？是不是感觉灵气在体内汇聚？王浩询问。无双惊喜的点头，不顾形象的大口吃了起来。1份不够，王浩又给他拿了1份。2份麻辣烫下肚，无双感觉饱了，体内的灵力恢复很多，让他欣喜不已。不由得他看向王浩的眼神充满异样，越发觉得眼前的男人与众不同。就这样，3天时间过去，无双的伤势已经没有大碍，灵力也恢复7、8成，他也该离开妖兽山脉了。雷灵芝已经到手，我该走了，你还留在这里吗？走出地洞，无双对王浩说道，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无双再次变回之前的高冷模样。他要回去了，回到那个充满阴谋争斗、尔虞我诈的地方。王浩点头笑了笑，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见。你救我一命，我救你一命，算是两不相欠。无双怔怔地看了他一眼，心里莫名有些烦躁，感觉空落落的。他挤出一丝微笑，麻辣烫还有吗？等我想吃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解馋。王浩愣了一下，打趣道，你是结丹期的高手，用不着吃这些玩意吧？话虽这么说，但他还是拿出了30份递给无双。无双脸色一喜，收进储物戒指，到了声谢，御剑飞行而去，转眼消失不见。看着远去的背影，王浩释怀一笑，大夏王朝皇族的公主啊，或许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呢。对于高不可攀的皇族公主而言，她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人生嘛，就是这样，身边的人来来去去，大多都是匆匆过客。放空心绪，王浩迅速返回安置洛清禅的山洞，一切无碍，闲来无事。王浩点开系统面板，进入抽奖界面，准备抽奖，2次10连，希望能出好货。王浩有些期待，虽然失望的概率更大一些。第1次10连没出意外，都是随机奖励。王浩苦笑一声，继续第2次10连。恭喜宿主抽中天品高价法器隐身斗篷，2次10连就出一个还能入得了眼的天品高阶法器。王浩郁闷的直戳牙花子，这爆率太坑了。默默吐槽一句，王浩入定打坐。就这样，又过了3天左右的时间，洛清禅终于醒来，身上的伤已经完全修复，可王浩却意外发现洛清禅的眼睛似乎不太对劲。清禅师妹，你的眼睛。王浩在他眼前挥了挥手，他却像看不见似的，没有任何反应。而且王浩发现洛清禅的重瞳没有之前明亮了，暗淡不少，肯定出了问题。洛清禅急忙用绸布遮住眼睛，神色有些慌乱。师兄，我没事的，我的眼睛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
就是暂时看不清东西而已，没什么大碍。王浩不禁皱眉，对他的话一个字都不信。于是他假装生气地说道：师妹，跟我说实话，不要骗师兄，不然我生气了啊。洛清禅小脸绷紧，两手扭捏在一起，支支吾吾地说道：师兄，对不起，你别生气，我不是故意瞒着你。王浩暗道一声果然，继续假装生气地说道：告诉我，你的眼睛究竟怎么了？洛清禅心思单纯，听不出王浩是假生气，只好如实交代。师兄，他深吸一口气，柔声道：我用瞳术破开风灵法阵，又用瞳术防御堪比劫丹期强者的全力一击，虽然成功破敌，但对眼睛的损伤很大。如果不及时医治的话，恐怕会怎样？王浩皱眉，恐怕会致盲。洛清禅说出实情，接着话锋一转，这是最坏的情况，或许我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他试图安慰王浩。王浩的眼睛凝视洛清禅，久久没有说话。良久，他问道：告诉我，怎么能治你的眼睛？洛清禅陷入为难，支支吾吾半天没说话，有些迟疑。看他这个样子，王浩明白他肯定知道解决之法，只是在担心什么，才不愿开口。师妹，我真的生气了哈，我要是生气的话，以后就不带你出来了。王浩故意威胁道。啊！洛清禅慌了神，急忙说道：师兄别生气，我有办法，只要找到蜃蛇幻瞳莲，炼化成幻瞳液，就能治好我的眼睛。蜃蛇幻瞳莲。王浩低语，他听月瑶说过这种药材，而且就生长在妖兽山脉的蜃气沼泽。没有任何迟疑，王浩立即起身，准备离开山洞。师兄，你干嘛去？洛清禅询问。我去找蜃蛇幻瞳莲。你眼睛那么好看，我必须得治好它，不留任何隐患。王浩斩钉截铁地说道。洛清禅急忙起身，想要跟着一起去，可他遭受重瞳反噬，内伤未愈，竟然虚弱到无法站立。王浩急忙过来搀扶，他这才意识到，生骨丹只是治好了洛清禅的外伤，使用重瞳秘法带来的反噬，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不由得他更加坚定要找到蜃蛇幻瞳莲的决心。师妹，你在这里好好休息，我一定把幻瞳莲带回来，治好你的眼睛。王浩说完，扭头就走，不给洛清禅反驳的机会。师兄，洛清禅轻呼，他知道拦不住王浩，提醒道：师兄，你小心，如遇到危险，逃命为主，我的眼睛没你的命重要。王浩的身影不由一顿，微微转身，两只眼睛凝视洛清禅，久久不语。从洛清禅的身上，他看到了师尊的影子。师妹，等我。他心里默念，迅速飞出山洞。根据月瑶曾经跟他说过的经历，一路摸索而去。花了一天的时间，王浩多次走错方向，还险些迷路。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他找到了蜃气沼泽，服下月瑶给他准备的避毒丹。王浩小心翼翼地进入蜃气沼泽。此时正是夜晚，周围静悄悄的，而且没有一丝光亮。月瑶曾对王浩说过，蜃蛇幻瞳莲由蜃蛇看守，而蜃蛇一般不会在夜间活动，相对安全一些。可为了安全起见，王浩戴上隐身头棚，隐去身形并隔绝气息，化神期以下的修士无法探查到他，除非遇到专门克制隐身斗篷的法器。一路前行，王浩顺利进入沼泽中心地带，在一片灰暗之中找到了散发悠悠紫光的幻瞳莲。莲花分9瓣，已经绽放6瓣，只剩中间的3瓣莲花还没彻底绽放，也就是说幻瞳莲还没彻底成熟。月瑶曾说，幻瞳莲成熟后的3息时间内必须摘掉并妥善保存，不然药效很快流失，失去作用。王浩默念，躲在安全距离内，静静等待幻瞳莲成熟。就在这时，一道身躯庞大的黑影从沼泽中缓缓抬起头颅，假丹境界的蜃蛇。王浩暗暗心惊，所谓假丹境界，就是半只脚迈入结丹境界，但还没彻底进阶。假丹境界要比筑基大圆满境界要强一些，毕竟已经触摸到结丹境，具备凝聚金丹的条件了。一番思虑，王浩立即明白这只妖兽的目的，他要借助幻瞳莲帮助自己凝聚金丹，成功迈出进阶的那一步。抱歉，小蛇，为了清禅师妹的眼睛，我只能夺走幻瞳莲了。王浩轻叹，耐心等待。又过了3天，幻瞳莲最后3瓣莲花缓缓绽放，即将彻底成熟。妖兽山脉，蜃气沼泽，即使在白天，沼泽也是灰雾弥漫，能见度不过100米。王浩带着隐身斗篷，躲在距离幻瞳莲不足50米的地方。要不是那条蜃蛇离得太近，团团围住幻瞳莲，他早就近在咫尺了。有点难搞啊，虽然隐身斗篷隔绝我的气息，但我摘走幻瞳莲的瞬间肯定会暴露自己。他暗暗沉吟，花香越来越浓郁。王浩知道时间不多了，他深吸一口气，决定拼一把。防御法器一件接一件地用在身上，然后朝着幻瞳莲飞去，直到无限接近9瓣莲花。
此时渗蛇的大脑袋就在他边上，蛇性一吐一吐的，王浩都能感受到丝丝凉气，实在是太近了。隐身斗篷不愧是天平法器，即便是低阶也效果强大，帮了王浩大忙。渗蛇的眼睛时刻盯着幻瞳莲，那是他成功结丹的希望，不允许出现任何意外。渐渐的，幻瞳莲光华绽放，香味越发浓郁，下个瞬间，最中间的3瓣莲花齐齐绽放。渗蛇兴奋低吼一声，张开大嘴准备一口咬下，而早已蓄势待发的王浩比他速度要快。他决定以神魂力量截断幻瞳莲最顶部的根茎，没有伤其本源，以后还能长出新的幻瞳莲。这是月瑶教给他的方法，如果被渗蛇一口咬掉，只怕连根茎都没了。然而王浩本以为一切顺利，可没想到的是，幻瞳莲竟然有自保机制，在王浩准备截取9瓣莲花时遭到了反抗，一股能量涟漪震荡而出，猝不及防之下，王浩的神魂力量被震开，就连渗蛇都被震得后退几米。更糟糕的是，隐身头棚被震落，王浩的身影暴露在渗蛇的眼皮底下。此时王浩顾不上别的，以堪比筑基后期的神魂力量全力截断幻瞳莲，一击而成。在3息时间内，王浩成功保存好幻瞳莲，防止药效流失。他松了一口气，内心暗喜。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咆哮从背后传来，渗蛇怒了，他张开血盆大嘴，喷出剧毒浓雾，强劲有力的蛇尾横扫而来，试图杀死王浩，夺回幻瞳莲。王浩及时防御，但还是被打中，而身上的防御法器起了作用，除了感受到重击之外，没受任何伤。而渗蛇的毒物有腐蚀作用，他身上的防御法器被蛇尾打碎，又被毒物侵蚀，迅速崩裂。王浩惋惜不已，那可都是好东西啊。不过由此可见，假丹境界的渗蛇实力非同小可，即便王浩底牌尽出，也不见得能轻松灭杀他。眼见没能杀死王浩，渗蛇再次低吼，扭动巨大的舌头奔袭而至。别看他身躯庞大，速度却非常快，而且很灵活，在他的速度面前，王浩差了不少。一口咬下，王浩避之不及，被渗蛇的獠牙划伤肩膀，留下一道伤口。王浩吃痛，骂道：既然速度比不过，那就比攻击。他两手结印，使出法天象地。刹那间，高达数十丈的金身法相屹立在沼泽间，2只手臂抱住渗蛇，王浩本尊趁机逃离。然而他低估了疯狂状态的渗蛇，渗蛇扭动身躯，利用庞大身躯反击，迅速缠绕金身法相，疯狂挤压法相，竟然迅速崩碎法相。看着王浩逃跑的方向，他愤怒嘶吼，再次追击而去，很快就追到近前。王浩暗骂一声，被渗蛇咬中的地方，一丝丝麻痹之力蔓延全身，他急忙催动噬天元核吞噬体内的毒液。可让他震惊的是，噬天元核竟然无法吞噬渗蛇的毒。不对，他突然意识到什么，身体莫名涌出一股燥热。王浩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回头看了一眼渗蛇，他苦笑一声，难怪月瑶师妹提到你的时候眼神怪怪的，原来你的毒有这样的效果。以他现在的状态，就算全力战斗也不见得能打过渗蛇了。危急之时，他突然想起储物空间里有一颗天品低阶药丸，名为凝晶丹。顾名思义，这种丹药能够帮助假丹境界的修士增加结丹的几率。王浩急忙拿出凝晶丹，一边逃一边说道：小蛇，我有一颗凝晶丹，能够帮你提升结丹的几率，效果比你生吞幻瞳莲要好很多。看到王浩手中的丹药，渗蛇瞳孔一缩，变得兴奋无比。他是识货的，他的反应让王浩觉得有戏，于是他丢出凝晶丹打向渗蛇，大声喊道：我需要幻瞳莲救我师妹的眼睛，以凝晶丹作为补偿，我们化干戈为玉帛，结个善缘。正在追击的渗蛇接住凝晶丹，停下身影，抬头遥望王浩的背影，没有继续追下去。他一口吞掉凝晶丹，磅礴的药力迅速化开，竟让他有破境的迹象。兴奋低吼一声，他冲进肾气沼泽深处，准备闭关突破到结丹境。披上隐身斗篷，王浩隔绝气息，避免被其他妖兽盯上。他一路狂奔，强忍渗蛇之毒的煎熬，顺利返回山洞。洛清禅看他安全返回，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可接着他就发现不对劲，王浩身体滚烫，呼吸粗重，而且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师兄，你怎么了？洛清禅担忧地问道。王浩盘腿打坐，努力调息压制渗蛇之毒，可越压制，内心的欲望越强烈。他挤出一丝微笑，我被渗蛇毒牙划伤，中了他的毒，师妹，你离我远点。洛清禅神情一变，他常年待在藏书阁，看过很多古籍，知道如何破解渗蛇之毒。小脸不禁浮现一抹红晕，洛清禅嘴唇轻咬，迈步走向王浩，同时解开身上的衣带。师兄，我来救你。啪嗒啪嗒，身上的衣衫轻轻滑落，
他手腕上的锁琴链微微颤动，像是在兴奋，看着靠近自己的洛清禅，那胸前的丰满微微轻颤，动人心魄，看得王浩口干舌燥，内心的防线渐渐失守。直到面对面，洛清禅的曼妙身姿彻底展现在王浩的眼前。凝视着洛清禅雪白细腻的完美娇躯，王浩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内心的防线彻底崩溃。他忍不住低吼，下意识地伸手抓住洛清禅的一对大雷，稍稍用力，后者不禁发出一声惊呼。王浩刹那间清醒了一瞬，随即两手施法，布下临时法阵，召唤出太上炼天炉。他将洛清禅一起笼罩在内，引火法阵随之激发，一缕缕三昧真火溢散而出，受他神魂力量控制，蔓延全身，断烧体内的肾蛇之毒。洛清禅惊讶地看着王浩，他却笑着说道：师妹，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在这种地方要了你，况且你内伤严重，我怎么忍心伤害你。接着王浩取出幻瞳莲，师妹，我替你炼化它，治疗你的眼睛。师兄，洛清禅轻呼，眼眸轻颤，内心早已沦陷，难以自拔。炼天炉内，王浩一边操控三昧真火熔炼体内肾蛇之毒，一边操控火焰炼化幻瞳莲。将幻瞳莲炼化成液体后，他提醒道：师妹，快用幻瞳液治疗你的眼睛。洛清禅轻点真手，立即以灵力接引幻瞳液，融入众瞳天眼。随着药力化开，他的眼睛绽放柔和的光芒，众瞳在修复，体内的反噬之伤也随着众瞳的修复而慢慢自愈。看着状态转好的洛清禅，王浩感觉一切都值了。他专心炼化体内的肾蛇之毒，忍受三昧真火的灼烧之痛。就这样，3天时间过去，王浩跟洛清禅先后醒来，两人都没穿衣服，坦诚相对。洛清禅小脸羞红，默默低头，嘴唇轻咬，内心有些躁动起来。王浩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洛清禅的大雷，盯着他的纤细蛮腰，呼吸慢慢加快。就在这时，系统提示：兴奋值加50。然后王浩就看到洛清禅的头顶上方出现一个金色数字50。他嘿嘿一笑，立即意识到什么：师妹，你不穿衣服吗？王浩打趣一声，随即撤走炼天炉。洛清禅啊了一声，然后哦了一声，迅速穿上之前自己脱掉的衣衫。等两人穿戴整齐后，尴尬的气氛才有所缓解，只是洛清禅的眼神有些异样。王浩问他怎么了，洛清禅紧咬嘴唇，低声问道：师兄，你是不是不喜欢清禅的身体，跟清禅一点双修的兴趣都没有？王浩瞬间瞪大眼睛，他怎么这么问？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洛清禅的娇躯堪称完美，不管是大雷还是翘臀，亦或是容貌，都是尤物级别的。王浩怎么会没有兴趣？怎么会无动于衷？他沉吟几秒，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王浩问了洛清禅一个问题：清禅师妹，你是不是喜欢我？被这么直截了当地问出心思，洛清禅羞红着脸，低头嗯了一声，默念道：师兄，你可能忘了那一年的那一天，你在藏书阁外救过的一个小女孩。看着洛清禅娇羞的样子，王浩确定无疑了，手摸下巴自夸道：我这么招人喜欢的吗？洛清禅忍不住娇笑一声，被王浩自恋的模样可爱到了。随即洛清禅怔怔地看着王浩，主动扑进他的怀里，微微抬头，含情脉脉地看着王浩：师兄，我知道你跟宗主双修了，而且以后会结成道侣，清禅愿意跟宗主一起侍奉你，一起做你的道侣。王浩，他怎么知道的？一起做我的道侣？这脑回路怎么跟阮红霄一样的？师妹，王浩轻轻推开洛清禅，安抚道：感情要讲究缘分的。洛清禅赞同地点点头，突然握了握小拳头：师兄说的对，我跟你有缘，我一定会跟你双修，结成一生的道侣，若有人阻碍，我必杀之。王浩被这话吓了一跳。阮红霄说这话，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可这话从洛清禅的嘴里说出来，那就说明问题很严重了。果然，系统突然提示：极度值加1000。然后王浩就看到洛清禅的头顶冒出一个黄色数字1000。王浩不禁疑惑，他突然嫉妒谁啊？正要开口询问，就听洛清禅说道：师兄，我现在就返回宗门，突破契机来了，我要闭关进阶丹境。这么突然？王浩惊讶。洛清禅点点头，然后趁王浩没注意，踮起脚尖狠狠亲了他一口，差点把他嘴唇咬破。师兄，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下痕迹，我会向你证明我对你的爱不比宗主少，我会努力修炼，早日突破进阶化神，我不比宗主差。说完，他捏碎传送符，就这么返回了宗门，独留王浩原地凌乱。良久，他咂咂嘴，感叹一句：好软，好嫩，好香甜。女人的嫉妒心真可怕，胜负欲一下子就被刺激起来了。王浩不禁莞尔，调整状态后，他走出山洞，呼吸新鲜空气，距离大比试炼结束没几天了。
王浩决定到处逛逛，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药材或者宝贝啥的。于是他穿上隐身斗篷，在妖兽山脉外围寻找起来。一路找下去，王浩遇到好几波黑棕雷狼群，他们像是找什么似的四处搜寻。后来才知晓，是雷狼王雷霸天号令族人在找他。王浩避其锋芒，利用隐身斗篷隔绝气息，绕过他们，没有自讨没趣，没事找事。这一日，王浩四处寻觅无果，系统突然提示：宿主探宝功能显示，前方50公里的地方有一颗丹元果，能提升修士结丹成功率。王浩眼神一亮，立即根据系统的指引前往目的地。可刚到，他就看见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周鸿飞。王浩内心狂震，他不是被杀了，怎么还活着？是了，他突然明悟过来，那日被我杀死的是一具分身。不远处，周鸿飞和一众弟子正在围攻一只魔猿，实力在筑基期大圆满境界，是丹元果的守护妖兽。被众人围攻，经过一番消耗战，魔猿渐渐处于下风，可他没有放弃守护丹元果。周鸿飞的实力不弱于魔猿，在他的疯狂攻击下，魔猿受伤不轻。意识到魔猿体力不支，灵力即将耗尽，周鸿飞大喊道：各位，他快不行了，大家一起攻击，打败这只魔猿，助我得到丹元果。好的，周师兄。一众女弟子面露激动之色，更加卖力攻击，一定要帮助周鸿飞得到丹元果。暗中看到这一幕的王浩冷笑一声：丹元果是我的了。他迅速接近丹元果，趁魔猿跟周鸿飞大战之际迅速摘走。可就在王浩施法摘走丹元果的瞬间，气息外露了一瞬。就这么短短的瞬息之间，被周鸿飞感知到了气息。他瞳孔一震，正要锁定，却为时已晚。王浩，他心里暗骂，怒火中烧，先杀我分身，再夺我丹元果，我跟你不死不休。系统提示王浩，愤怒值加2000，来自周鸿飞。王浩暗爽，带着丹元果逃之夭夭。丹元果的突然消失，让魔猿瞬间狂暴，他立即认定是眼前的人类修士抢走了。吼！他气得怒拍胸口，嗷嗷大叫，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杀了这些讨厌的人类修士。周鸿飞暗恨，全力挡住魔猿一击，命令道：快走，我来殿后。众弟子以为周鸿飞拿到了丹元果，迅速后撤到很远的距离。紧接着，周鸿飞使出一件灵品高阶法器，倾尽全力重创魔猿，将其打跑，才得以化解危局。只不过他心里憋屈啊，奋力激战半天，最后却被王浩捡了便宜。周鸿飞气得要吐血。而另一边，王浩躲回之前的山洞，耐心等到大比结束之日，然后捏碎传送符，顺利返回宗门。合欢宗演武场一众弟子正在向长老堂执事弟子汇报所得之物，以此作为弟子身份进阶的依据。很多弟子都有收获，有的收获灵草，有的收获灵根，也有的收获灵宠。然而当看到王浩从储物戒指里召唤出数百只炼气期黑棕雷狼的狼皮时，所有人都震惊了。即便是筑基期的弟子看到这一幕，也忍不住啧舌，因为他们清楚黑棕雷狼从不单独行动，一旦被围住，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难以理解的是，以王浩炼气一层的修为，怎么能杀死这么多同阶别的雷狼？接着就听执事弟子记录道：王浩炼气一层，斩杀炼气期雷狼689只，足以奠定其宗主爱徒身份，不参与本次弟子身份进阶评选。为了低调，王浩掩饰了真实修为，在外人看来，他只有炼气一层的实力，弱得可怜。当这个声音传遍整个演武场时，不等系统提示，王浩就看到很多弟子的头顶上接连冒出黄色数字：极度值加125，极度值加130，极度值加145。无意间收割了一大波极度值，王浩心里偷笑不已。原来让别人不爽，自己会这么爽。登记完后，王浩正准备离开，就听一个执事弟子宣扬道：周鸿飞收获灵草3株，火灵芝1株，筑基期虎甲虫妖核1颗，并进阶甲丹境界，荣升宗门核心弟子。他微微转身，就看到周鸿飞得意的神情，并在一片欢呼声中享受众人的追捧。为了不让淡台明月难做，他不会在宗门内杀了周鸿飞，背个残杀同门的罪名。妖兽山脉的仇，我一定会报。王浩暗道，似乎心有所感。周鸿飞与之对视一眼，然后头顶上冒出一个黑色数字2000，愤怒值加2000，来自周鸿飞。王浩忍不住乐了一下，他没想到周鸿飞的演技这么好，明明心里火得不行，脸上却露出一副开心愉悦的神情。奥斯卡影帝都没这样的表演功底啊！他飞身离去，准备返回清水小筑，哪知半路被阮红霄拦住。师弟，跟师姐去小竹林练剑，只有我们2个人。王浩尴尬一笑，心想，师姐，你是带我去练剑，还是带我去小竹林里的温泉池啊？他连连摆手，推辞说，
师姐，改日吧，我刚从妖兽山脉回来，需要回去收拾一下，怎么说也得洗个澡吧。听到洗澡，阮红霄眼睛一亮，急忙拉住王浩的胳膊，走，师姐跟你一起洗，师姐帮你搓背、按摩、捏脚，让你体验一下脑电波的滋味。王浩一脸懵，搓背、按摩、捏脚他都知道，也享受过，脑电波是什么意思？像是看出王浩的疑惑。阮红霄小脸羞红，然后用双手托了托胸前的那对大雷，然后指了指王浩的脑袋，师弟就是这样，再这样，你懂了吗？阮红霄的演示虽然有点抽象，但王浩还是看懂了。好一个脑电波！阮红霄拉着王浩不放，正要强行把人带走，不料虚空一震，一只晶莹的玉手瞬间探出，直接抓走了王浩。阮红霄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气得直跺脚，气急败坏道：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得到王浩师弟，师尊，你阻止不了我。神女峰后山，房屋内室，云雾缭绕下，一男一女相互依偎，正在一起沐浴。但台明月坐在温热的石板上，王浩把头枕在他的美腿上，两人都是一脸的享受。王浩正欣赏悬在眼前的一对丰满大雷，突然淡台明月缓缓低头，那对大雷便轻轻砸在他的脑门上。浩儿，这就是红霄说的脑电波吗？你喜欢这样？淡台明月脸色羞红，他还是第一次这么做，既兴奋又羞涩。王浩被闷住了，只听到系统提示：兴奋值加55，兴奋值加75，兴奋值加105。但台明月越来越兴奋，王浩的内心也迅速火热，他一个翻身，瞬间将淡台明月扑倒。师尊，徒弟要上了。一声英鸣，两人纠缠在一起，享受鱼水之欢，一次、两次、三次，直到天黑，直到天明，直到淡台明月心满意足，王浩才结束冲师之旅。推开房门，王浩伸了个懒腰，倍感神清气爽，自语道：这才是让人向往的修仙生活啊。传音知会淡台明月一声后，王浩御剑飞往藏书阁探视洛清禅。刚走进藏书阁，诸葛玄的身影就出现在王浩的面前，脸上挂着浅笑。流氓胚子，清禅的眼睛已经痊愈，正在闭关冲击结丹境，过程将耗费不少时日，请勿打扰。王浩暗暗点头，从诸葛玄的三言两语中，他已经知道了想要的答案，见与不见都一样。既然如此，那我就不打扰了，诸葛长老，弟子告辞。王浩弯腰行礼，转身就要离开，却被诸葛玄拦住。你和清禅没发生什么吧？诸葛玄严肃地问道。王浩嘴角微微掀起，看了一眼诸葛玄的丰满大雷，嘿嘿笑道：我俩能发生什么？倒是诸葛长老，我愿意跟你发生点什么呢？诸葛玄俏脸一红，他竟然又被调戏了。小兔崽子！诸葛玄娇嗔一声，你给我正经点，我警告你，没我的允许，你不准对清禅做坏事，懂？这话说得很强硬，警告意味很浓，听得王浩心里很不爽。王浩笑了笑，慢慢走进诸葛玄，距离他只有1指距离，连呼吸都能打在他的脸上。诸葛玄哪里想到王浩这么大胆，眼眸轻颤，大脑处于空白状态，然后就感到胸前一痛，被什么抓了一下，低头一看，就看见2只手在你！诸葛玄轻呼，他身为合欢宗长老，元婴大圆满修为，竟然被一个练气期的男人给真是丢脸丢到家了。流氓胚子，看我不收拾你！诸葛羞怒不已，正要动手，就听王浩说道：诸葛长老，我跟清禅干什么？是我们的自由。再说了，我长这么帅，清禅喜欢我不很正常，想跟我双修不很正常。说着，王浩看了一眼诸葛玄，大胆伸手挑着他的下巴，继续调戏。你那么关心清禅，要不要替他先试试我的滋味？诸葛玄羞怒，他气得呼呼喘气，后退好几步，额头都冒汗了。王浩大笑一声，立即御剑离去。诸葛玄看似负责藏书阁，实则暗中守护洛清禅，他俩究竟有什么关系？回头遥望藏书阁，王浩觉得诸葛玄跟洛清禅隐藏着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返回清水小筑后，王浩点开系统面板，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值，开始抽奖。童子哥，你行行好，给点好东西。合欢宗是女峰小竹林，阮红霄烧起篝火，支口锅，锅里烧着水，桌子上放着凡人才吃的手擀面条，正在鼓捣什么。搞了半天，他终于成功，满心期待地尝了一口自己做的面，脸上的表情瞬间一僵，一口吐了出来。哎呀，又失败了，好想吃王浩师弟做的炸酱面啊！阮红霄不禁委屈，脑海浮现当年的一个画面。那年那天，一个雨后的傍晚，一个无法修炼的少年在一片竹林里给他做炸酱面，还告诉他修炼一途，欲速不达，修仙吗？开心最重要，快乐最重要。想着想着，阮红霄的嘴角忍不住上扬。
他后来才意识到，他喜欢的不是炸酱面，而是那个少年。正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他的思绪却被一枚传音玉简拉回现实。看到突然出现的玉简，阮红霄笑容一僵，眼神纠结的捏碎。红霄，30年之约已到，你早已进阶结丹境，却迟迟未能找到道侣，速速返回家族，接受家族安排的婚事。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阮红霄的眼神迅速暗淡下来。沉吟片刻后，他昂起头，拿出捆仙绳和一张定身符，低语道：师弟，我很想把你绑走，可是……与此同时，远在清水小筑的王浩正单手托着下巴，一脸生无可恋的抽奖，表情就跟便秘似的难受纠结。恭喜宿主抽中女仆装一套，恭喜宿主抽中狐妖兽耳娘套装一套，恭喜宿主抽中天品低阶法器斩破刀一把。王浩欲哭无泪，抽奖值再次累积126800，足够抽奖120次，也就是12次10连。可现在他抽了5次10连，结果才抽中一件天品低价法器。虽然也抽了5、6件灵品法器和丹药，但王浩看不上。至于随机奖励，各种丝袜的出奖概率低了，结果又出现女仆装、兽耳娘套装等新花样。童子哥，你真不拿我当人啊！深吸一口气，王浩继续10连，恭喜宿主抽中炸酱面10碗。王浩，他气得跳脚，抓狂不已。除了臭豆腐、麻辣烫和泡面，这又搞出了炸酱面。童子哥，你真狗啊！恭喜宿主抽中天品高阶功法锁魂裂破诀一卷。第6次10连，出了一卷高阶功法，而且还是神魂攻击方面的，这让王浩的心里好受一点。他从储物空间召唤出一碗炸酱面，打开即食，继续10连。恭喜宿主抽中雪狼兽耳娘套装一套。刚吃一口炸酱面的王浩差点喷出来。王浩暗骂一声，继续吃面。和麻辣烫的功效一样，炸酱面同样具有补充灵力的效果，而且滋味十足，口感相当哇塞。恭喜宿主抽中天品低阶功法蟒牛镜一卷。王浩咂咂嘴，继续抽。接着第8次10连，出了一颗灵品低阶丹药筑基丹。王浩呼呼喘气，连天品奖励都不出了。他不甘心，继续抽。第9次10连，毛都没有，都是随机奖励。王浩觉得都快上火了，自言自语道：不行，这玩意太上头了，我再抽一次10连就收手。于是第10次10连抽，恭喜宿主抽中天品高阶法器镇恶棍。王浩差点喷出一口老血。10次10连，别说神品奖励了，就连仙品奖励都没有。童子哥，你越来越狗了啊！郁闷地退出抽奖界面。王浩点开储物空间，点击功法锁魂裂破诀图标，然后听到系统提示：宿主，本功法需要修为达到结丹期或者神魂力量达到结丹期才能修炼。宿主，您当前修为筑基初期，神魂力量仅达到筑基后期，暂时无法修炼。王浩，啪！他关闭面板，狂翻白眼。童子哥，这么玩是吧？算你狠！被系统搞破防，王浩随之清点了储物戒指，发现一个问题：灵石又不够了。从妖兽山脉回来后，他将炼气七雷狼的皮毛上交宗门，换取了一些灵石，但王浩觉得不够用，必须大量储备才行，以备不时之需。再去仙门集会摆摊吧，这次出售臭豆腐以及红烧牛肉和香辣味的泡面，先让他们试吃，然后组合出售，肯定有搞头。打定主意后，王浩传音给蛋台明月，知会一声后便离开宗门，前往黑岩城。而他前脚刚走，周鸿飞就从他的跟班那里知道了消息。他冷冷一笑，不予理会，也没派人跟踪或者盯着，而是飞往红鸾峰找到穆红鸾。师尊，我要闭关修炼，冲击结丹境，请给我护法。穆红鸾娇媚一笑，伸手把他扶起。好的，乖徒儿，但在闭关之前，你要先满足我哦。看着魅惑到骨子里的穆红鸾，周鸿飞心头火热，紧紧搂着他的纤细腰肢走进房间。靡靡之音随即响起，让人不禁面红耳赤。黑岩城仙门集会，王浩摆好了摊位，和上次一样大声吆喝起来：走过路过不要过错哈，小摊上是新品仙人泡面，吃了能够滋养神魂，先到先试吃，是吃后再购买。他的声音传得很远，很多低阶修士或者富贵凡人好奇走了过来。仙人泡面有意思，过去瞧瞧。等众人靠近，就看到王浩打开6碗2种口味的泡面，将烧好的开水倒进去。方法很简单，开水泡3分钟即可，修士吃了滋养神魂，凡人吃了强身健体，益寿延年。很快泡面好了，王浩立即分出20份试吃样品。来，试吃不要零食，有效果再购买，能够补足灵力的吃食在修仙界可不多见，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好奇的顾客相互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尝了一口，眼睛同时一亮，表情相当惊讶。确实有效果，道友，这玩意怎么卖？我想买一份。是啊，还有我，
我也想买一份。王浩见状，趁机将臭豆腐拿出来，热情推销。一碗臭豆腐100下品零食，一碗泡面100下品零食，如果2样一起购买，只需要180下品零食。听他这么说，不管是修士还是凡人都觉得很公道，没有瞎要价，组合一起卖还有优惠，这生意做得不错。于是有意购买的顾客迅速排队，一手交零食，一手拿臭豆腐和泡面，现场十分火爆。短短1个小时的时间，王浩就把储物空间里的臭豆腐卖光了，泡面卖光了2种口味的，赚了很多零食。他心满意足的点点头，迅速收摊，准备返回宗门。就在他飞身离开集会的瞬间，一名老者现出身影，微微抬头，眼神散发一股杀气。找到了，是你杀了我儿子。老者名叫林素，正是被王浩杀死的凌霄汉的父亲，青云宗执事长老，实力达到元婴初期的老怪物。凌霄汉死后，他亲自调查儿子的死因，找到凌霄汉殒命之地，施展秘法还原凌霄汉被杀的过程，悲痛不已。身为元婴期高手，他活了300-400岁，结识不少道侣，也生了不少儿子，但凌霄汉是他最小的儿子，深受宠爱。所谓杀子之仇，不共戴天。林素四处巡查，将黑岩城找了一遍又一遍，最终找到一条线索。他从仙门集会某个摊主那里了解到，凌霄汉死前跟一个摆摊的修士发生过矛盾，而那摆摊的修士卖的东西是臭豆腐。得知这个信息后，林素又从仙门集会管理处查到了相关情报。王浩，合欢宗门人，不管你是谁，哪怕你是淡台明月的弟子，我也要杀了你，替我儿子报仇。林素追击而去，眨眼间便拦住王浩的去路，没有二话，抬手拍出一掌，一记掌印呼啸而出，直逼王浩，瞬息而至。犹如条件反射一般，王浩召唤出炼天炉，将自己倒扣其中轰。一声轰隆巨响，掌印打中炼天炉，与之心血相连的王浩瞬间被重创，连连大口咳血，甚至牵动了本源伤痕。王浩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对方实力远超结丹期，不是他能够抵抗的。没有任何犹豫，他捏碎传音玉简，呼唤淡台明月。林素眼神惊讶，他皱眉轻移，自语道：竟然挡住我的一击，虽然只用不到1成的功力，但这件法器很不凡啊。对面炼天炉自动消散，回归储物空间。王浩捂着心口，大口喘气，意识都快没了。他强撑着看向林素：老家伙，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为什么杀我？林素冷笑，杀气冲天地吼道：你杀了我的儿子，还敢问我什么仇什么怨？小小炼气修士，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话音一落，他一脚踏出，强横的元婴期修士威压瞬间让王浩气血翻腾，难以招架。噗噗噗，王浩再次咳血，已经修复一些的本源伤痕再次崩裂几道细微的裂痕。他不禁暗骂，回怼道：老狗，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凭什么认定是我杀了你儿子？王浩有些心虚，从对方的穿着，他早就认出对方是青云宗的人，而前不久他刚杀过3个青云宗的弟子。之所以这么问，就是为了耗时间，等淡台明月赶来救援。林素冷哼一声，再次抬手准备击杀王浩。我儿子叫凌霄汉，我要你替他偿命，臭小子，去死吧！话音一落，一道掌印呼啸而去。就在即将打中王浩的瞬间，虚空一震，一只玉手拍出，轻而易举地粉碎那道掌印。神光绽放，一道绝美身影悄然降临，宛如仙子一般。只不过此刻的仙子眼神冷冽，磅礴杀意弥漫而出，化神期高手的威严席卷天地。那绝美的身影一脚迈出，林素便如遭雷击，喷出一口鲜血，气势瞬间萎靡。你是淡台明月？林素难以置信地看着来人，他怎么都想不到自己追杀一个小小的炼气期修士，竟然惹出合欢宗宗主亲自来救。那可是化神期的强者，一方巨擘怎么会为了一个小修士出手？师尊！王浩虚弱地喊了一声，然后再也撑不住，昏迷了过去。淡台明月立即抱住王浩，内心的火气刹那间爆发，他扭头看向林素：你伤他至此，罪该万死，就算你是青云宗的长老，我也照杀不误。一声轻喝，淡台明月摇摇一指，一道指印打出，刹那间击中林素的眉心。林素哀嚎一声，当场殒命，神魂消散，连夺舍重生的机会都没有。淡台明月冷哼，正要抱着王浩离去，一道清冷的笑声响起，像是有些不悦。身影闪烁，一个清秀的男人破空而来，身穿青云宗的服装，散发化神期高手的威压。多年不见，明月宗主风采更盛，仪态万千，让人惊艳啊！男人夸赞一句，淡台明月认识来人，面色平静地看着对方。古魔牙，废话少说，管好你的门人，再有下次，我一定会亲自登门讨债。古魔牙摆手一笑，澄清道：明月宗主别误会，我不是来找茬的，整件事的前因后果，
我都知道了。凌霄汉技不如人，死在你弟子手里，那是他的命。但台明月不想浪费时间，转身就要带走王浩，就听古魔雅语气一变：小辈之间的恩怨争斗，自当由小辈解决。你杀我宗门长老，我这笔债我记下了。他的语气很冷，很硬。3年之后，便是7大宗门会晤，届时我青云宗要报今日之辱。然而，回应他的却是一句嘲讽：到那时，让你宗门的小辈洗好脖子，等我的徒弟一一打败他们。哼！撂下这句话，淡台明月瞬息而去。古魔崖的眼神变幻不定，脸色阴沉的可怕。淡台明月，咱们走着瞧。合欢宗，神女峰。淡台明月立即给王浩疗伤，高阶丹药不断喂下，帮其炼化，修复他的身体。浩儿，他轻声呼唤，眼眸含泪，心疼不已。7天时间过去，王浩终于醒来。他伤势尽退，就是新出现的那几道细微本源伤痕裂缝，让他郁闷不已。这得跟师尊双修50次才能修复吧？他暗暗苦笑。而在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太弱，哪怕是对方先找事，你把找人的事打死了，也是你的错。嘴巴讲不通的道理，用拳头就可以。看着痊愈的王浩，但台明月开心不已，主动抱住王浩，趴在他的怀里。浩儿，师尊想要。那师尊，徒弟要上了。王浩一把推倒淡台明月，热烈激吻，与之缠绵，尽享欢乐。不知过了多久，总之过了很长时间，直到淡台明月尽兴，王浩才停下，没有返回清水小筑。他选择在神女峰闭关修炼，而他首先要做的便是提升自己的神魂力量。房间内室，王浩从储物空间召唤出9幽冥魄莲，轻轻取下一瓣莲花，以自身精血为引，直接吞服。紧接着，花瓣上的魂纹之力被催发，迅速进入王浩的识海，压缩淬炼他的神魂。我要变强！他强忍神魂淬炼之痛，暗暗发誓。死！再次服下一片冥魄莲花瓣，王浩没有像第一次那样昏迷过去。识海内，魂纹之力锤炼他的神魂，过程虽然痛苦，但对他大有裨益。7天后，冥魄莲的魂纹之力消散殆尽，王浩的神魂经历了成千上万次的压缩锤炼，得到很大提升。如今的王浩，单论神魂力量，足以堪比劫丹境初期的修士，可他真实的修为才筑基初期，实在有点变态。结束修炼，王浩离开神女峰，前往药园，准备找月瑶拿些药材，炼制筑基期修士能够用得上的丹药。一身清纯装扮的月瑶在药园里打理药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月瑶就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精灵，至诚至信，天真善良。这样的性格踏入弱肉强食、动辄取人性命的修仙界，也算另类。看见王浩驾临，月瑶立即放下手里的事，激动地跑过去迎接。师兄，你爱看我的？月瑶娇笑一声。王浩点点头，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请求道：师兄准备炼制筑基丹、聚气丹和吸髓丹，来找你拿药材。听到是来拿药材，月瑶小脸一垮，嘴巴嘟囔道：臭师兄，只想拿药材，一点都不想我。哼，我不给你。说完，他背过身，假装生气的样子。王浩挠挠头，不清楚月瑶闹什么脾气。师妹，王浩哈哈一笑，师兄怎么会不想你呢？这次妖兽山脉之行，多亏了你给我准备的丹药，不然我就危险了。听到王浩的夸奖，月瑶心里顿时美滋滋的。他转头俏生生地看着王浩，娇嗔道：师兄，想从我这拿药材，你要给我做件事。王浩一听，顿时松了一口气，只要给他药材，别说1件事，10件事都行。师妹，要我做什么？做烤鱼给我吃。月瑶满心期待地看着王浩。王浩，就这个，必须满足。关于吃烤鱼这件事，那是王浩魂穿合欢宗后不久的事。那时的他身体已废，无法修炼，整天无事可做，就发展别的兴趣爱好。药园附近有一个小湖，里面有很多大青鱼，肉质细腻，口感极佳。闲着无聊的王浩化身钓鱼佬，每天钓鱼，换着花样的做鱼吃。酸菜鱼、红烧鱼、清蒸鱼、水煮鱼、烤鱼都吃了个遍。而他的这些行为吸引了月瑶。在两人一起吃过一次烤鱼之后，月瑶便一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烤鱼的味道，成了王浩的铁杆粉丝。数十年过去，他爱吃烤鱼的习惯没变，只是他早已分不清自己是爱吃烤鱼，还是爱上了做烤鱼给他吃的男人。王浩飞出药园，从湖里抓了一条10多斤重的大青鱼。师妹，稍等片刻，马上就好。他对月瑶说道。月瑶激动点头，两手托着下巴，眉眼含情地看着王浩的背影，满脸幸福的样子。师兄，我想我是喜欢你的，而且喜欢了很多年呢。他心里默念。不一会儿，烤鱼制作完成，王浩双手奉上，递给月瑶。来，师妹，趁热吃，小心烫。
刚说完，他自己都笑了。月瑶是结丹初期的修为，怎么会怕烫？正这么想着，就听月瑶惊呼：“呀，好烫！师兄，你给我吹去！”王浩，真的假的？他哑然失笑，一眼识破月瑶的小把戏。师妹，慢点吃，来，我给你吹吹。月瑶露出得意的笑容，一如从前，两人一起吃了一条烤鱼，享受难得的轻松时光。之后，月瑶分别拿出炼制筑基丹、聚气丹和洗髓丹的药材，嘱咐道：“师兄，每份药材能够炼制10颗丹药，若失败的话，再来找我拿。”王浩笑着点头，随即收好药材，转身离开缥缈峰。看他离去的背影，月瑶呢喃道：“师兄，你又能重新修炼了呢。只是你的大道伤痕，只要收集到1缕地脉母气，就能炼制玄黄造化丹了。”回到神女峰后，王浩再次闭关修炼阴阳造化诀。炼气期提升太快，纵使有以前的底子，也难免留下隐患，就用阴阳造化诀重修一次炼气期吧。王浩心中沉吟，做出决定。就这样，他进入深层次的修炼状态。1年后，王浩将炼气期重修了一遍，并服用筑基丹，以阴阳造化诀进阶筑基期。除了气海得到巩固和扩大之外，他的气海中心多了2条阴阳鱼，而这正是修炼阴阳造化诀突破到筑基期的标志。1年的时间，王浩的修为没有增长，还是筑基初期，但跟以前大不一样，不可同日而语。他从澹台明月那里得知，洛清禅已经结丹成功，却依旧待在藏书阁。而他结丹的时候，天降异象，神龙飞腾，凤凰轻舞，麒麟啸天，不愧是众瞳天眼，他以后的成就绝对不低，我得抓紧了，不能太落后。王浩轻笑，感慨一声。平静心绪后，他决定再次闭关修炼。我的神魂力量已经达到结丹境，可以修炼锁魂裂破诀了。他低声自语。就这样，又过了2年时间。这1日，红鸾峰上一道冲天光柱飞腾而起，穆红鸾惊喜不已，开心说道：“红飞，你终于成功结丹，师尊替你高兴，师尊想死你了啊！”紧接着，一道人影从山洞中飞出，降落到穆红鸾的面前。“师尊，我结丹了，迈出了那一步。”周鸿飞难掩兴奋，穆红鸾喜不自禁，伸手拉着他飞进自己的居所。“鸿飞，我们去做快乐的事。”远在神女峰的王浩第一时间得知了周鸿飞进阶成功的消息，虽然有些不爽，但事已至此，他只好接受。结丹又怎样？我不怕你，妖兽山脉的仇我还记着呢，一定会找你讨回来。王浩暗道。这3年的时间里，王浩也不是必死关，每过一段时间，他就会结束修炼，休息半日，和澹台明月进行双人修炼。经过不辞辛苦的冲师之旅，王浩的本源伤痕损害程度已经降到95%，不容易啊！王浩一声轻叹，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整个人散发独特的气息，让人迷恋沉醉。尤其是澹台明月，他感受最深。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拥有阴阳混沌体的王浩修炼了阴阳造化诀，自然而然散发出道运魅力，而这种道运魅力很难有异性能抵挡。兴奋值加55，系统突然提示。王浩转头看向缓缓走来的澹台明月，他赤着脚，穿着一套精致的女仆装，魅惑力十足，发出让人酥麻的声音：“浩儿，师尊来了！师尊，徒弟要上了！”靡靡之音响起，让人兴奋，让人沉醉，让人难以自拔。吱呀，房门推开，王浩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伸了伸懒腰，一副惬意的样子，伸手扶了扶腰，他咂咂嘴，笑了笑，比以前强多了，但还是影响战斗力。活动活动身体，王浩扭头看了一眼房门，便溜走了。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修炼阴阳造化诀之后，澹台明月跟他在一块的时候，总会不自觉的兴奋，很难保持镇静。难道我的魅力又提升了？王浩自恋的笑了笑，嘿嘿道：“觉醒元灵之体后，师尊的娇躯越发完美无瑕，越发让我难以克制了呢。”回到清水小筑，王浩点开系统面板，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值，然后点开储物空间。闭关的3年里，他偶尔也会抽奖，虽然神品以及仙品奖励没抽中多少，但灵品和天品级别的攻击、防御法器、丹药、药材还有功法等抽了不少。除此之外，数量较多的就是各种情趣内衣以及不同款式的丝袜，让人眼花缭乱。王浩迅速浏览一遍后，退出储物空间，开始抽奖。135680抽奖值，能抽135次，13次10连，那就抽5次10连，碰碰运气。他心里默念，进行10连抽，然后就听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抽中比基尼套装1件。王浩，他差点以为出现了幻听，然后又听系统提示：恭喜宿主抽中比基尼套装1件。王浩，
好家伙，比基尼都抽出来了。摇头苦笑，第一次10连结束都是随机奖励，紧接着第2次10连，恭喜宿主抽中天品低阶丹药1颗，天珠续卖单。王浩心里一喜，还不错，出了一枚天品丹药。然后第3次10连，恭喜宿主抽中天品低阶丹药1颗，9转清明丹。而第4次10连都是随机奖励，王浩有些郁闷，再抽一次10连就收住，这玩意有点上头。于是第5次10连，恭喜宿主抽中比基尼套装1件，恭喜宿主抽中天品高阶1宝，一缕地脉母器。王浩长舒一口气，还好，抽了一件天品1宝，童子哥，谢谢你，没坑死我。抽奖结束，王浩关闭系统面板，清点储物戒指，里面没什么宝贝，灵石也快用完了。闭关的3年，他也在休息炼丹术，灵石消耗很大，得去仙门集会摆摊赚灵石。王浩暗存，虽然赚的少，但稳当保险在黑岩城。除了仙门集会可以交易之外，也有专攻修士交易的拍卖行，但准入条件比较苛刻，自身修为要达到结丹境，交易的宝物至少要达到天品级别。王浩深知修仙界鱼龙混杂，人性自私，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在实力强大之前得低调行事。他心里默念，知会一声澹台明月后，王浩离开宗门，前往黑岩城。与此同时，红鸾峰上的一处山洞，这里是周鸿飞的修炼洞府。成为宗门核心弟子，并且修为达到结丹境后，周鸿飞早已搬出普通弟子居住的房舍。看着急速远去的王浩，周鸿飞冷笑一声，愠怒道：就让你蹦跶一段时间吧，2个月后就是7大宗门会武，而会武结束后，天元秘境就会开启，到那时我必杀你。正在御剑飞行的王浩突然听到系统提示，愤怒值加2000，来自周鸿飞。他恍然一笑，眼神一冷，狗东西，咱俩迟早做得了断。黑岩城仙门集会，王浩支好摊位，迅速将臭豆腐摆了出来，然后精心挑选5种口味的泡面与之摆在一起。为了增加噱头，他还拿出10份麻辣烫用来吸引目光。没等他吆喝，路过的行人就凑了过来，热情招呼道：道友，3年没见到你了，还以为你不来了呢。王浩微笑回应：多谢道友惦念，这不，我搞出了新花样，第一时间就过来了。众人纷纷点头。臭豆腐和泡面他们都尝过了，这是什么东西？感觉冒着一股麻辣的气味，却蕴含灵力。有人询问，王浩热情介绍，这叫仙灵麻辣烫，吃了可以补充灵力，道友您先尝尝。说完，他便开启试吃环节，场面迅速火爆起来。就在这时，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喊道：仙人，你卖的东西能不能治病救人？俺娘病重，需要救命。循着声音看去，王浩看清对方的面貌，长相很憨厚，体格也壮实，穿着破布麻衣，脚踩一双破旧的布鞋，一副庄稼人打扮。他是个凡人。沉吟几秒，王浩谨慎回道：道友，我卖的东西不能救命，若是救你娘，要去购买专门的丹药。那人憨憨的挠挠头，转身就走了。王浩深深看了他一眼，似乎看出对方的难处，想来应该是没有足够的灵石购买救命的丹药吧。微微摇头，他继续卖东西，转头就忘了这回事。忙活半天，摊位上的东西被扫光，王浩大赚一笔，灵石足够使用一段时间了。就在他收拾好摊位，准备离开仙门集会时，一声爆炸引起了他的注意。大胆，你个糙汉子，竟然毁了我的丹药！一个筑基期初期的老者一把抓住一个壮汉，愤怒地吼道：仙人，不是我干的，我只是凡人，怎么能毁了您的丹药？壮汉脸色焦急，慌张失措。老者眉毛一挑，哼道：刚才只有你摸过我的丹药，你刚递给我就炸了，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就是你干的，必须赔我！壮汉急得都快哭了。对方是仙人，他只是凡人，他俩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无奈，壮汉问道：仙人，你让我怎么赔？我身上只有100下品灵石，是我攒了20年准备换钱币娶媳妇的。老者冷笑：少废话，我管你娶不娶媳妇，就是你娘要死了也得赔我损失。我的丹药价值500下品灵石，1分都不能少。壮汉听到这个数字，急忙下跪：我没有这么多，仙人，求您高抬贵手，饶了我吧，我娘病危，我要给她买丹药救命。啪！老者顿时一怒，一脚踢飞大汉，后者顿时口吐鲜血，伸手一招，他取走壮汉身上的袋子，掏出里面的100下品灵石，威胁道：给你3天时间，凑不齐剩下的灵石，我要你的命！噗噗噗！壮汉面色绝望的咳血，虽满腔愤怒，却无能为力。谁让他是个凡人呢？就在这时，一声轻叹响起，这世间多不公啊！身影闪烁，
王浩出现在壮汉的身边，弯腰把人扶起，转身看向那个老者：“老东西，你不仅卖假药，还用神魂之力引爆，以此陷害、敲诈别人，真是卑鄙无耻。”王浩一语道破真相。被救下的壮汉正是之前到王浩摊位询问的那个人。人家为了救老娘，不惜花费积攒20年的下品灵石，却遭人陷害，还差点被踢死。如此不公之事，没被王浩遇到也就罢了，既然被他撞见，必定要出手相助，救人一命。被戳穿卖假药，老者的脸色明显变得慌乱，狡辩道：“奶冒出来的臭小子，你敢血口喷人！”王浩冷笑，眼睛快速扫过周围看热闹的行人，从老者的手里抢来爆炸剩下的碎末，凑在鼻子前闻了闻。这根本就不是丹药，而是凡人世界使用的火雷，只不过体积小了点，就算爆炸也不会把人炸死。重要的是，容易操控。说完，他伸手一抛，将粉末撒向半空，使出神魂力量，再次引爆那些粉末，顿时如烟花一般炸开。围观的众人纷纷了然，对老者指指点点，说他不讲道义，不讲诚信，不配在这里摆摊做生意。老者眼见事情败露，却死不承认，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卖假丹药，依旧要求赔偿。王浩懒得跟他废话，伸手一招，手掌爆发一股吸力，将100下品灵石收了回来，重新递给壮汉。老者惊怒，怒吼一声：“臭小子，你找死！”话音一落，他便施法操控一柄飞剑打向王浩。在他眼里，王浩不过是练气期的小修士，绝对不是他的对手。然而，王浩一步踏出，释放灵力护罩，轻易挡住对方的攻击，并嘲笑：“老东西，给你脸了是吧？给我死！”一声轻喝，王浩震退飞剑，并用堪比劫丹境初期强者的神魂力操控飞剑，瞬间反杀对方。老者怒目圆睁，直挺挺地倒下，死不瞑目。他怎么都没想到，有一天会死在自己的剑下，闹出人命。围观的行人并未慌张，都是修行者，杀与被杀早就见多了，但敢在仙门集会杀人，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很快，集会管理处来人查明原因后，并未刁难王浩，口头警告一番就了事了。因为对方先出手，王浩只是出手反击，责任不在他。至于那名老者的尸体，有人会处理，不用他操心。接着，王浩带那名壮汉离开仙门集会，前往他的家。路上，王浩给他服了一颗疗伤丹药，治好他的伤便聊了起来。壮汉名叫曾大牛，家在距离黑岩城不远的一座村子里，靠3亩薄田生活。父亲早年因病去世，老娘体弱，常年卧病在床，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不一会儿，曾大牛带着王浩回了家，见到了行将腐朽的老人。娘，我遇到了仙人，你的命有救了。曾大牛跪在床榻前，激动地说道。老人轻轻抚摸他的脸颊，抬头看了看王浩，微笑示意，紧跟着轻咳几声，竟然咳出一口污血。王浩眉头微皱，伸出右手按在老人的手腕，丝丝灵力涌入老者体内，进行探查。片刻后，王浩撤回右手，对曾大牛说道：“走，我们去外面说。”满心欢喜的曾大牛眼神微变，意识到不妙，急忙跟着走了出去。扑通一声，曾大牛重重跪在地上，眼含热泪求道：“仙人，求你救救我娘吧！”王浩轻轻一叹，如实相告：“大牛兄弟，你娘已经病入膏肓，药石无医，回天乏术了。”曾大牛顿时呆若木鸡，抱头痛哭，悲痛万分。良久，他问道：“仙人，我娘还能支撑多久？”王浩没有隐瞒：“长则半年，短则3个月。”曾大牛呼吸一滞，正要说话，却看到老娘一瘸一拐的从屋里走了出来。他急忙起身去扶：“娘，您怎么起来了？快点回去躺着，身体要紧。”老人摇摇头，对着王浩躬身弯腰，拜道：“仙人，我寿元将近，时日无多，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的儿子，请您收他为徒，教他本事，让他有能力好好活下去。”娘！曾大牛轻呼，泪流不止。听到老人的请求，王浩陷入沉默，没有立即点头答应。与此同时，3道人影从远方御剑而来，2个筑基初期，一个筑基中期。一介凡人竟然招惹我们栖霞门，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其中一名筑基初期的修士说道：“说得不错，虽然栖霞门不是大宗派，但我们的背后是黄泉阁，谁敢不给几分薄面？”另一名筑基初期的修士附和道，言语中流露出无尽的自豪：“2位师弟，速速赶路，我们要对付的不是那个凡人，而是替他挺身而出的修士。据调查，那人来自合欢宗。”实力最强的筑基中期修士提醒道。3人飞行的速度不慢，很快就到达目的地。木屋前，王浩和曾大牛并肩站立，冷眼凝视停在半空中的3名修士，他们的服饰跟那个卖假药的老者是一样的。“你们是什么人？”王浩冷声询问。3人也没废话，拿出一张画像比对，
确认无误后，2名筑基初期的修士同时出手。你杀了我们栖霞门的人，我们是来杀你的。他俩施法，一人打出飞剑，一人打出飞刀，打向王浩跟曾大牛。王浩冷哼，立即施法使出一面铜镜作为防御法器，挡住敌人的飞剑，护住曾大牛。而他则催动神魂力量，操控斩破刀，正面迎击朝他袭来的飞刀。轰！刀刀相对，碰撞在一起，敌人的飞刀瞬间出现裂纹，下一秒便崩溃碎裂。斩破刀去势不减，直逼敌人眉心，摧毁对方神魂，一击毙命，毫不拖泥带水。危急之时，那筑基中期的修士及时出手，却无济于事。突然的绝杀震惊了那个筑基中期的修士，他顾不上别的，转身就要逃命。可王浩怎么会给他机会？法天象地，刹那间，一道金身法相横空出世，随之一拳轰出，砸中那个筑基中期修士。轰隆一声，地面被砸出大坑，那人躺在坑里，骨断筋折，无法动弹。斩破刀飞出，击穿他的眉心，当场殒命。师兄！另一名攻击曾大牛的筑基初期修士大喊，然而等待他的是一柄寒光凛凛的斩破刀。噗！一刀毙命，那人连一声惊呼都没发出，就断气了。伸手一招，王浩将他们身上的储物戒指取走，施展火球术，把他们烧成灰后扬了，毁尸灭迹。做完一切，王浩轻叹，看向曾大牛：“你可愿拜我为师？”小木屋前，曾大牛惊魂未定，怔怔看着王浩，掏了掏耳朵，生怕自己出现了幻听。仙人，您愿意收我当徒弟了？他小声询问，眼神惊疑不定。直到看见王浩点头，他忍不住激动，急忙跪拜，连磕3个响头。师父在上，请受徒弟一拜。哈哈一笑，王浩伸手把他扶起来，建议道：“大牛，你虽然有灵根，但资质较差，若跟为师一样修炼灵力，只怕事倍功半，走错了路。”曾大牛憨憨的挠头，拱手道：“弟子听师父安排，师父教我什么，我就学什么。”沉吟几秒，王浩从储物空间召唤出一卷功法，递给曾大牛。这是蟒牛镜，天品低阶功法，是一套炼体法门，非常适合你。曾大牛如获至宝，喜不自胜。接着，王浩拿出镇恶棍，交给曾大牛，嘱咐道：“这件法器给你，算是为师的见面礼。”曾大牛双手接住紫金交织的镇恶棍，不禁热泪盈眶，跪拜道：“师尊大恩，大牛永生难忘。”王浩点头一笑：“来，为师给你开脉，助你踏上修行之路。”好，所谓开脉，是修仙者必须要完成的一步。一般由高级修士将灵力导入修者体内，流经身体4支经脉，冲开灵气窍穴。开脉之后，修者能够自主吸收天地灵气，便意味着踏入修仙之路，成为一名炼气期修士。花了半天时间，王浩成功给曾大牛开脉，但他距离自主吸收天地灵气还要一段时间。大牛，既然你已经拜我为师，那就随我回合欢宗吧，把你娘也带上，我一并安排在宗门内生活。然而，曾大牛却犯了难，回道：“师尊，我娘想留在老屋子生活，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说完，他急忙跪下，请求道：“我想陪在俺娘身边，直到她寿终正寝，我再前往合欢宗拜见师尊。”王浩了然，男儿应当如此。他欣慰地笑了笑，拿出几颗丹药递给曾大牛：“大牛，给娘尽孝是应该的，为师支持你。这是凝气丹，可助你尽快吸收灵气，修炼蟒牛劲。这是洗髓丹，可洗精伐髓，改善体质。这是聚气丹，可恢复灵力。”曾大牛感激涕零，又给王浩重磕了几个头：“师尊，您的大恩大德，我此生铭记，誓死不忘。”王浩淡淡一笑，伸手把他扶起来，提醒道：“这里不安全，带你娘换个安全的地方，等你娘走后，务必来找我。”曾大牛憨笑点头。为了安全起见，王浩临走前交给曾大牛一枚传音玉简，嘱咐道：“若遇到不能解决的危险，及时传音给我。”曾大牛小心收下，恭敬拜别。做完一切，王浩御剑离去，返回合欢宗。然而，就在他返程的路上，一道熟悉身影闯进他的视野。红霄师姐！王浩惊呼，然后就看到他好像受了伤，身后还有人追击，情况十分不妙。没有多想，他立即朝阮红霄飞去。铿锵！阮红霄手握冰魄剑，挡住敌人的一剑，发出金属般撞击的声音。噗！阮红霄忍不住咳血，眉头紧皱，就听追击之人冷笑一声：“红霄，乖乖跟我回去，做我陈峰的新娘吧。你要明白，阮家只有跟陈家联姻，才能有活路。”陈峰手握宝剑，打出数十道剑影，封锁阮红霄的退路。冰魄剑舞动，阮红霄誓死不服，抗争到底。让我嫁给你？做梦！
阮红霄怒喝：“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如意算盘，妄图通过联姻吞并阮家，独霸枫叶城，简直痴心妄想。”陈峰哈哈大笑，不怒反笑：“既然你看穿了，那也没什么好隐瞒的。阮家示威已是共识，陈家不想大动干戈，为了避免死伤，才提出联姻之策。”说着，他话锋一转，宝剑再次打出数十道剑影，威胁到：“若你执迷不悟，不肯嫁给我，那我陈家只好用实力收服阮家。”说完，他邪魅一笑：“到那时，我依旧会让你嫁给我，不过却只配当我的炉鼎，一辈子生不如死。”哈哈！阮红霄奋力抵抗，他已经做出决定，就算死也不会嫁给陈峰，更不会做他的炉鼎。阮红霄身上的伤势越来越重，时不时的咳血，能够调用的灵力越来越少，意识也有些模糊。他坚持不了多久了。红霄，你被我偷袭，挨了一剑，若不及时救治，只怕命不久矣。你真要顽抗到底？陈峰似笑非笑，出手留了点力，他可不想阮红霄就这么死了。没有搭理他，阮红霄且战且逃，脑海里浮现出王浩的身影，不禁流露出苦涩的神情。师弟啊师弟，咱俩要是早点双修，家族就不会逼我逼得这么紧了。你闭关3年，我被家族召回，他们把我当作牺牲品，要逼我嫁给我不喜欢的人。如今我快要死了，只想返回合欢宗见你最后一面，听你喊一声师姐，那样我就死而无憾了。噗噗噗！阮红霄忍不住咳血，正这么想着，耳边突然响起熟悉的声音：“师姐。”他抬头一看，竟然看到了王浩的身影，忍不住苦笑：“我好像看到了师弟，是幻觉。我真的不行了，回不去宗门，看不到师弟了呢。”阮红霄认为自己出现了幻觉，直到王浩冲到他面前，伸手扶住他：“师姐，你怎么样了？”王浩担心不已，急忙给他服下一颗聚气丹。“师弟，你来了？你怎么来了？快走，这里危险！”短暂的惊讶之后，阮红霄惊恐不已。陈峰和他境界一样，都是结丹境初期，而他遭受偷袭，筋骨受伤，五脏六腑也受损，难以发挥10成战力，不是陈峰的对手。“师姐，要走一起走，我不会留下你。”王浩斩钉截铁说道。阮红霄急的眼泪都出来了。就在这时，陈峰追到近前，看着相互搀扶的两人，眉毛深深皱起，一股无名之火汹涌而生。炼气期。阮红霄，你别告诉我你喜欢这家伙。陈峰脸色不善地质问道。在陈峰的眼里，王浩的修为是炼气期，看不穿王浩隐藏了真实修为。咻的一声，阮红霄执剑挡在王浩的身前，强撑最后一口气：“陈峰，咱俩的事跟我师弟无关，你不要伤害他。”陈峰冷笑，以他的眼力怎么看不出端倪。“阮红霄，你当我傻子？既然被我撞见，那就别怪我手下无情，杀了他，你也就没了念想。”陈峰动了杀意，气势变得阴冷无比。趁阮红霄和陈峰对话之际，王浩偷偷探查阮红霄的身体状况，顿时怒火中烧，心疼不已。筋骨受损严重，五脏六腑移了位，还在内出血。王浩迅速查看储物戒指和系统储物空间，试图找到合适的丹药给他疗伤。庆幸的是，抽奖抽出的天品低阶丹药天珠续脉丹能够治疗阮红霄的伤势，不过丹药入体后需要炼化，得耗费一段时间。一番思虑，王浩拿出天珠续脉丹，直接塞进阮红霄的嘴里，让他吞服而下。阮红霄惊讶：“师弟，你给我吃了什么？”王浩冲他一笑：“师姐，迅速炼化药力，能救命。在你炼化药力的这段时间，我替你挡住那家伙。”说完，他迈步踏出，站在阮红霄前面。“不行！”阮红霄立即明白过来：“师弟，赶快喊师尊援救。陈峰是结丹境初期的高手，你不是对手，别逞强。”王浩背对着他，点点头，神情很严肃。但下一秒，他缓缓转身，看了一眼阮红霄：“师姐，修行之路在我脚下，总不能一遇到危险就求救，那样会有损我的道心。”阮红霄无言以对，不知怎么反驳。王浩微微抬手，伸手摸了摸阮红霄的脑袋，安抚道：“别担心，我有分寸。以前都是你保护我，这次换我来保护你。”阮红霄眼眸微颤：“师弟！”这一刻，他内心激动不已，就像个小媳妇一样享受丈夫的爱抚。最后，王浩灿烂一笑：“师姐，你对我的好，我一直记着。”说完，他一把推开阮红霄，转身面对陈峰：“你该死！”陈峰先是一愣，然后大笑不已，讥讽道：“我该死？这个世道疯了吗？一个炼气修士居然说我一个结丹境高手该死！”笑着笑着，他瞬间变脸，表情扭曲的吼道：“该死的是你，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给我死！”一剑劈出，一道剑芒打向王浩，速度极快，眨眼而至。说时迟，那时快，王浩立即召唤出炼天炉，
挡住陈锋的剑招。轰隆一声，一道沉闷的声音响起，炼天炉被剑芒冲击，倒飞数百米。王浩喉咙一甜，忍不住咳血。结丹境修士的全力一击，他依靠炼天炉挡住了。师弟！阮红霄惊呼，正要冲过去救援，体内的天珠续脉丹开始发挥作用，他不得不打坐炼化。师弟，你等我，我炼化药力后就去帮你。陈锋惊愕不已，他没想到炼气期的王浩竟然能够挡住他的剑招，简直不可思议。哼，好一件厉害的法器，在你手上浪费了，等我杀了你，便取而代之。陈锋动了贪念，看中了炼天炉。炼天炉内，王浩迅速擦掉嘴角的鲜血，双手结印，使出神通法天象地。以他如今筑基初期的修为，法天象地能够维持时息，能够助他越阶战斗。刹那间，天地风云变幻，一道金身法向自王浩背后迅速凝聚，傲立天地间。陈锋被这一幕吓得不轻，还以为遇到了元婴期高手，不禁后退几步，可迅速冷静下来后，他不禁恼火：该死，被他装到了。陈锋操控飞剑，手捏法诀，凌空幻化剑阵，气势滔天，散发绝世剑威，贯彻天地。风灵剑，剑与天地。一声轻喝，陈锋打出一击，只见数不清的剑雨飞向王浩，打中金身法相。轰轰轰，巨大的轰鸣声此起彼伏，金身法相舞动双拳，迎击剑雨，誓死不退。奈何实力差距较大，金身法相仅维持3息的时间，便被剑雨攻破，散为漫天光点而消失。陈锋大笑一声，正要杀向王浩，却惊讶地发现人不见了。而下一秒，他察觉后背一凉，没有任何犹豫，直剑横扫，转身劈出几剑。铿锵铿锵，金属般撞击的声音接连响起，王浩打出好几个攻击法器，全被陈锋横扫，未见寸功。陈锋冷笑连连，法器倒是很多，就是修为太低，打起来毫无感觉，哈哈哈。他极尽嘲讽。而王浩再次打出一击，丢出一颗紫色的弹丸，陈锋随手一挥，一剑劈碎。本以为平平无奇，只是一件普通的攻击法器，陈锋却没料到弹丸被劈开的瞬间化为浓郁的灰雾。这雾有毒！猝不及防之下，陈锋吸了一口，立即察觉到不对劲。王浩嘿嘿一笑，狮子搏兔上用全力，小看我是要付出代价的。陈锋脸色大变，毒雾入体后，他迅速感觉到四肢乏力，无法自由操控灵力。这是什么毒？他大喊。王浩冷笑，没有回应。那可是雷狼对付无双用的毒，被是天元和吞噬后凝聚成了一颗弹丸，此时正好派上用场。无双乃是结丹境初期的高手，连他都被毒倒了，陈锋自然不在话下。紧接着，王浩召唤出斩破刀，手捏法印，施展锁魂裂破诀。他的神魂力量堪比结丹初期的修士，对陈锋进行神魂层面的攻击，是他克敌制胜的唯一选择。斩破刀悬浮在眼前，法印结成后，浓郁的神魂力量缠绕刀身，在王浩的操控下飞向陈锋的眉心。其速度之快，就连陈锋都惊叹不已。危急之时，他立即使出防御法器，护住身体和眉心，保护肉身和神魂不受攻击。然而他低估了王浩的斩破刀，而这一招堪比结丹期修士的神魂攻击。轰！保护眉心的神魂防御法器虽然挡住了斩破刀，但很快发出清脆的撕裂声。陈锋瞪大了眼睛，怎么会这样？他一个炼气修士，怎么能用神魂攻击崩碎我的神魂防御法器？他到底是什么人？到底什么修为？就在他愣神的功夫，斩破刀破开防御，刺入他的眉心。他瞬间吃痛，大喊大叫，一道血箭自眉心射出。生死之际，陈锋使出秘法，打飞斩破刀，艰难逃过一劫。他按住眉心，气愤不已，突然预感不妙，抬头一看，炼天炉倒扣而下，把他扣住。与此同时，灵石法阵瞬间亮起，勾动炼天炉内的引火法阵，一缕缕三昧真火溢散而出，迅速打在陈锋的身上。哦，这是什么火焰？烧死我了！陈锋惊恐大喊，试图震散身上的火焰，然而他悲催地发现自己办不到。情急之下，他正要使出家传道符逃命，一声轻喝在他耳边响起：3000幻劫光。豁然抬头，就看到王浩面前悬浮一枚破旧的宝剑，一道道幽暗的魂光飞出，攻向他的眉心。轰轰！他的神魂遭受冲击，眼睛顿时一黑，一声怒吼。陈锋强忍剧痛，使出一张道符，手捏法印打在身上，瞬间摆脱三昧真火，抽身离去。你们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报仇的！陈锋气急败坏地喊道。呼！打退陈锋，王浩松了一口气，立即服下聚气丹，恢复灵力。不远处，阮红霄正在炼化9天珠续脉丹的药力，身上的伤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痊愈。师姐，你没事，
真的太好了。他低声自语，感慨道：原来有实力保护别人是这样的感觉。就在这时，系统提示：愤怒值加1000，来自陈峰；愤怒值加3000，来自陈峰；愤怒值加5000，来自陈峰。结丹境初期的陈峰被一个炼气期修士打败，他要气疯了。王浩暗爽不已，这波血赚啊！等了没多久，阮红霄彻底炼化天珠续脉丹的药力，无论是受伤的筋骨还是五脏六腑都恢复如初，彻底痊愈了。他睁开眼，眼睛闪过一道金芒。师弟，你太厉害了，竟然能打退陈峰，真让我震惊呢。阮红霄夸赞道。王浩轻笑，突然口吐鲜血，把阮红霄吓了一跳。师弟，你怎么了？师姐，我没事，宗门离这里不远，我们快点回去。好。说完，阮红霄就背着王浩御剑飞行，火速赶回合欢宗。顺利回到合欢宗，阮红霄没有把王浩送到神女峰交给淡台明月，而是把遮天石戴在王浩的身上，遮蔽他的气息。接着他把王浩带回自己的洞府，并谢绝任何人的探访。师弟，这一次你总算落在我手里了呢。阮红霄暗喜，立即给王浩疗伤。虽然不用脱衣服，但阮红霄觉得王浩的上衣太碍事，顺手就给扒了。那柔美的肌肉线条让他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师弟，等我治好你的伤，嘿嘿嘿。他坏笑一声，脸色浮现一抹绯红。神女峰后山，正在入定的淡台明月突然睁开眼，忽觉心神不宁。浩儿怎么还没回来？他释放神念探查而去，黑岩城的一切都在他的感知中，不在这里。淡台明月蹙眉，继续探查，循着王浩残留的气息一路追查下去，有所发现，这是红霄的气息。他不禁狐疑，还有浩儿的气息，以及另外一个结丹高手的气味。淡台明月的神念细细探查，然后回到合欢宗，眉毛微微皱起。这一路上，浩儿跟红霄的气息都有残留，可进入宗门后就只剩红霄的气息了。那么浩，他瞬间明白什么，一声冷哼，身影消失不见。与此同时，阮红霄的洞府内，经过治疗后，王浩的内伤已无大碍，灵力也恢复7、8成，没有性命之忧。师姐，辛苦你耗费灵力给我疗伤。王浩真诚笑道。阮红霄脸色一红，趁王浩不注意，伸手塞颗丹药喂进他的嘴里。王浩惊呼出声：师姐，你给我吃的什么丹药？阮红霄娇羞一笑，开始解开衣带。那是合欢丹，师弟，这次你跑不掉了呢。王浩，造孽啊！师姐，我救了你的命，可没打算把自己搭进去啊。正想办法逃走，王浩惊讶发现自己动不了了，灵力运转不畅，像是被封住了。阮红霄咯咯笑道：师弟，我封住了你的灵力，你没法呼救师尊，更没法压制合欢丹的药力。说着，他脱掉最后一件衣服，将丰满的娇躯完全暴露在王浩的面前。合欢丹的药力迅猛发作，王浩的内心瞬间火热，一股难以克制的原始冲动迅速攻破他的理性。师姐，你在玩火知道吗？阮红霄娇媚地看着王浩，伸手一挥，褪去王浩的衣服。他呼吸一滞，眼神变得有些迷离。师弟，我来了。同时系统提示王浩，兴奋值加100，兴奋值加150，兴奋值加180。王浩的呼吸也越来越重，注意力全被阮红霄的动体吸引，一副口干舌燥的样子。轻呼一声，阮红霄如猛虎扑食一般扑进王浩的怀里，正要动嘴亲吻，一声怒喝响起。红霄！身影闪烁，但台明月破空而至，及时出现，破坏了阮红霄的好事。屈指轻弹，但台明月打出一道灵力劈链，瞬间压制王浩体内的药力，并将其吸到身边，以灵力幻化一套衣服给他穿上。他脸色阴沉地看着一丝不挂的阮红霄，恼火不已。稍不留神，自己的男人差点就被偷了。但台明月暗暗松了一口气，冷声道：红霄，你被家族召回3年，听说是定亲，怎么还对浩儿念念不忘？好事被破坏，阮红霄郁闷不已。他立即穿好衣服，对着淡台明月一拜：师尊，家族逼我联姻，让我嫁给不喜欢的人，我逃了出来。淡台明月暗叹，他就猜到是这样。阮红霄的个性他是了解的，认准一件事或者一个人，他至死不改初心，不管结局如何，也都无怨无悔。深呼一口气，阮红霄冷静下来，他早已看清了自己的内心。抬眼正是淡台明月师尊，我爱王浩师弟是我的事，你阻止不了，我不会听你的。淡台明月深深凝视阮红霄，被他坚定的眼神所震惊，无奈转身拂袖离去。浩儿，你怎么这么讨人喜欢呢？他悠悠一叹，摇头苦笑。房间内是淡台明月和王浩缠绵双修，尽数化去合欢丹的药力。恢复清醒后，王浩嘿嘿笑了笑：师尊，你听我解释哈，这件事
淡台明月伸出手指，点在王浩的嘴唇上，眉眼含情地看着他。浩儿，红霄对你的痴情，我看在眼里，而且能够感同身受，不然换做别人，我早就一巴掌拍死了。王浩苦笑，师尊，师姐人不坏，就是有些乱来，等我修为比他强了，他就拿我没辙了。淡台明月浅浅一笑，反问道：浩儿，如果我同意红霄跟你双修，你会不会收了他？王浩又来送命题，他连连摇头，正要否认，但台明月严肃地看着他。普通凡人都能三妻四妾，修士拥有多个道侣也很普遍。王浩，师尊，你到底想说什么？是在暗示什么吗？但接着他话锋一转，一本正经地问道：浩儿，你爱我吗？淡台明月的神情跟以往不同，他之前从没问过这个问题。王浩凝视他的眼眸，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回想过往种种。师尊，实不相瞒，在咱俩第一次双修前，我喜欢你很久了，只是碍于身份和实力，我一直不敢。他回忆往昔，描述和淡台明月的种种，讲述他的第一次动心，讲述他内心的迷茫和苦楚，讲述他的挣扎和纠结。所以师尊，我想我是爱你的。王浩亲口承认。浩儿，淡台明月轻呼，再次扑倒王浩，全身心投入，倍感幸福甜蜜。系统疯狂提示，兴奋值变化。当师徒两人尽兴后，王浩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淡台明月则去沐浴调息身体。呼，真舒服啊！王浩感叹一句，心情十分放松。他终于向淡台明月表明了心意，心境变得通透澄明，犹如粉碎一块积压心底多年的巨石。只是师尊那些话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提到凡人界的三妻四妾，还强调修士也能有多个道侣？王浩回头看了一眼内室，那哗哗的流水声让他心头一热，直呼一声受不了，他立即御剑离去，自由翱翔在合欢宗的群峰之间。王浩目之所及，到处都有弟子在修炼，也听到了他们的议论。2个月后就是7大宗门会武，也不知这次会武哪些门派能够成为大夏王朝前3的宗门。上一次宗门会武，我们合欢宗排名第5，这一次的名次肯定会往前一点，进入前3希望很大。师弟，这可说不准啊，这次宗门会武的举办方是焚天殿，他们实力不弱，上一次排名第4，不会让我们轻易进前3的。都别议论了，专心修炼，若想代表宗门参加会武，那就在7天后的资格赛上好好表现。听到他们的议论，王浩想起淡台明月跟他提过的宗门会武这回事。大夏王朝有7大名震一方的宗门，分别是合欢宗、焚天殿、天双宫、青云宗、万毒谷、玄阴门以及黄泉阁。7大宗门每隔一段时间会根据大夏王朝皇族的指示举办宗门会武，方便切磋交流。这一次的宗门会武轮到焚天殿举办，而且只允许筑基期和结丹期的弟子参加。每个宗门挑出10个弟子，筑基期5人，结丹期5人，对应不同的小境界。而在会武时，筑基期和结丹期分别抽签，决定各自的对战之人，不会出现筑基期修士对决结丹期修士的情况。以我现在筑基初期的修为，再加上堪比结丹初期修士的神魂力量，我能做到结丹以下无敌啊！王浩暗存，他一番思虑，决定参加7天后的资格赛，抢占一个名额，代表宗门参加会武。师尊这些年因为我饱受非议，却从不诉苦，一直护佑我。师尊，如今我有实力向那些非议你的人证明，你的眼光非常优秀。他低声自语。回到清水小筑后，王浩入定修炼，等待7天后的会武资格赛。药园、药堂，月瑶看着摆放在眼前的数十种珍贵药材，眼神凝重地拿出一个玉瓶，从中取出一缕淡黄色的元气。费尽千辛万苦，我终于找到一缕地脉母气。师兄，我这就炼制玄黄造化丹，希望能助你修复一点大道之伤。他低声沉吟，眼神无比坚定。机会只有一次，他必须要成功。玄黄造化丹乃是仙品低阶丹药，以月瑶结丹境的修为，炼制这种丹药有些勉强，而且炼丹过程持续很久，不是几天就能结束的。师兄，保佑我吧！他默念一声，便开始炼制。缥缈峰藏书阁，洛清禅找到诸葛玄，请求参加宗门会武。诸葛玄凝视洛清禅，无奈一叹，聪慧如他，怎能不知其中的原因？清禅，他忍不住轻呼，提醒道：王浩和宗主关系匪浅，只怕早已在一起。虽然我被修士不太在意这些，但我还是希望你能寻一良人。洛清禅微微行礼，笑了笑：诸葛长老，你可曾爱过别人？诸葛玄脸色一窘，尴尬一笑：不曾爱过，这世间男人入不了我的眼。洛清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坚定地回道：对我来说，王浩师兄就是我的良人。诸葛玄狂翻白眼，就那流氓胚子，敢当面调戏我，还抓我大雷的家伙，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安分的人吧。无奈一叹，诸葛玄只好答应洛清禅。以洛清禅的实力，
毫无疑问会通过资格赛的选拔，代表合欢宗参加宗门会武。一片竹林内，寒冰气刺骨，一道火红身影犹如仙子一般舞动寒冰宝剑，冰冷的剑意弥漫而出，数十道凌厉剑影四散而去，将周围的竹子摧折殆尽。阮红霄眼神坚毅，手握冰魄剑，修炼冰魄剑法，渐入佳境。良久，他修炼结束，呢喃道：“师弟，宗门会武后，天元秘境就会开启，到那时没有师尊的干涉，我必把你拿下。”相比宗门会武，阮红霄更重视即将开启的天元秘境。100年前，他有幸进入天元秘境，获得了不小的机缘，随后便突破筑基，成为一名结丹境修士。如今的他卡在结丹初期巅峰很久了，需要更进一步进阶结丹中期。俗世洪流，唯有强大的实力才是安身立命之本，才能跟讨厌的人讨厌的事说不。时光飞逝，7天时间眨眼而过，宗门会武资格赛打响。演武场上，跃跃欲试的合欢宗弟子分成了2波，一波是筑基期弟子，一波是结丹期弟子，有男有女，个个不俗。至于炼气期弟子，只能在观众席观战，连入场的资格都没有。资格赛由长老会主持，宗主不出面，2波弟子将同时开始，互不干扰，由执事弟子负责考评。就在资格赛开始前几分钟，王浩姗姗来迟。此时的他解除是天元核的掩饰，暴露筑基初期的修为，瞬间惊呆不少人。他什么时候筑基的？之前那么多年不都是炼气一层吗？有弟子惊讶，鬼知道，谁让人家有个化神期强者的好师尊。这话说的有点酸。然后王浩就看见很多弟子的脑门上冒出黄灿灿的数字，一个个极度值飙升。王浩暗笑，就这么见不得我好，那以后我还扮猪吃虎，让你们羡慕嫉妒恨，嘿嘿嘿。落地站在筑基期弟子的队伍里，系统再次提示：愤怒值加1000，来自周鸿飞。王浩抬眼看去，正好看见周鸿飞朝他看过来，两人对视一眼，眼中闪过一抹冷意。就在这时，洛清禅传音道：“师兄，等会我出手教训他一顿，给你出出气。”王浩哑然，这才注意到洛清禅，立即挥手致意：“师妹，你下手不要太重，别把人打死，打得他半死不活就行了啊。”洛清禅盈盈一笑。王浩有句话没说，那就是打死周鸿飞这件事得他干。很快，资格赛正式开始。王浩的第一个对手是一个筑基初期的弟子，名叫武轩，是周鸿飞新收的小弟。王浩师兄，鸿飞师兄让我好好招呼你，你可要小心了，真是阴魂不散。王浩暗骂，没来由的冒出一股火气。法天象地，毫不拖泥带水，王浩使出这一神通，一脚踏向武轩。演武场上，当王浩的背后升起一道高达数十丈的金身法相时，不仅观众席上的炼气期弟子，还有一众长老们都不约而同的惊呆了。如此装逼的神通，他们从未听闻过。法相威严，如擎天巨人，一脚踏出，踩向武轩。筑基初期的武轩本打算借机打败王浩，赢取一片喝彩，赢得周鸿飞的赏识。可他怎么都没想到，王浩不讲武德，一出手便贴脸开大，一点机会都不给他。仓促之下，他只好使出防御法器，试图挡住王浩的攻击。轰！金身法像一脚踩中，如摧枯拉朽般破了武轩的防御法器，脚印直接踩中武轩的脸，狠狠踩进地面。噗噗噗！武轩大口咳血，立即举手投降求饶。负责评判的执事弟子迅速宣布王浩获胜，生怕慢一步武轩就被踩死。王浩微微一笑，撤走金身法相，默默退到一边，等待下一个对手。就在这时，系统提示：愤怒值加1000，来自周鸿飞。王浩冷笑一声，暗爽不已。狗东西，愤怒吧，你越愤怒，老子越开心。结丹期弟子阵营中，周鸿飞眼神冷漠地看着王浩一招制胜，内心的怒火熊熊燃烧。紧接着轮到他出战，当他看到自己的对手时，眉头不禁一挑，竟有些恐惧。洛清禅如一世独立的莲花一般站在他的对面，眼睛蒙着刻满浮符纹的绸布，更添几分神秘。他语气冰冷地说道：“今天不杀你，王浩师兄说了，要我把你打残，打得半死不活。”周鸿飞顿时愠怒，低喝一声：“少废话，出招吧！”与此同时，正在筑基期阵营观战的王浩听到系统提示：愤怒值加1000，来自周鸿飞；嫉妒值加500，来自周鸿飞。王浩，他脑子抽风了，我这会儿什么都没干，他愤怒啥？嫉妒啥？疑惑之余，他扭头看向结丹期弟子的比赛区域，找到了周鸿飞。在看清他的对手是洛清禅后，不禁大声喊道：“清禅师妹，给我狠揍他一顿，打得他满地找牙，骨断筋折！”这一嗓子顿时震惊不少人，尤其是周鸿飞，他怒目而视，却敢怒不敢言。愤怒值加1000，
来自周鸿飞；愤怒值加1000，来自穆红鸾。王浩眉头微皱，暗暗吐槽：好一对师徒，啊呸，好一对狗男女，果然一张床上睡不出两种人。妖兽山脉的偷袭，周鸿飞之所以有底气，就是因为有穆红鸾提供的杀招。转头看向长老席上的穆红鸾，王浩眼神淡漠，发誓道：总有一天我会找你算账。正这么想着，洛清禅和周鸿飞的比试开始了。一出手，洛清禅便开大，解开重瞳封印，使出秘法是天神光。刹那间，演武场风云变幻，一双硕大的紫色重瞳映照虚空，垂落数十上百道神光。周鸿飞拼力躲闪，同时使出防御法器锁天伞，可惜还是被击中。轰！噬天神光瞬间崩裂，锁天伞打中周鸿飞的肩膀，神光穿透而过，他遭受重击，可出一道血溅。他暗骂一声，躲闪的同时酝酿自己的攻击。只见一头黑色的狮子破空而去，张牙舞爪地攻向洛清禅。黑狮镇山印，一声轻喝，周鸿飞打出反击，这是他的成名招式，曾经打败过跟他同级的对手。然而这种攻击在洛清禅的眼里根本不够看，依旧是天神光。3道神光分别打中黑狮的头部、背部和尾部，刹那间将其撕裂、震散，轻而易举地粉碎这招攻击。周鸿飞瞪大眼睛，正要再次反击，哪知洛清禅身影闪烁，瞬息间出现在他的面前，一拳轰出，正中周鸿飞的鼻子。洛清禅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一顿疯狂输出，如雨点般的攻击，打得周鸿飞无暇自顾，一张脸都被打肿了。轰！洛清禅一记侧踢，踢中周鸿飞的腹部，把他踢飞数百米，砸中演武场的立柱。执事弟子急忙宣布获胜者是洛清禅，才阻止这场单方面的虐菜比试。结丹境的重瞳天眼，号称同阶无敌，此言非虚啊！长老席上有个长老赞叹道。穆红鸾看得咬牙切齿，两手紧握，心疼不已。亲眼见证周鸿飞被胖揍一顿，王浩激动坏了，再次喊道：清禅师妹，打得好，打得妙，师兄给你点赞，你真棒！被这么一顿夸，洛清禅小脸一红，害羞地低下头。坐在长老席观战的诸葛玄顿时狂翻白眼，暗暗吐槽：真是个流氓胚子，真不知道清禅喜欢他哪一点。可忽然间，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王浩调戏他、抓他大雷的画面，不禁脸色一红。诸葛玄慌忙手扶额头，掩饰眼神的慌乱。我这是怎么了？怎么会想起那些不堪的画面？哎呀，丢死人了，白白修行数百年了。可他越慌乱就越乱想，越乱想，内心竟有些兴奋。兴奋值加65，来自诸葛玄。正开心不已的王浩被系统的提示干懵了。诸葛玄，他对我兴奋什么？王浩抬眼看去，正好对上诸葛玄看过来的眼睛，满满的困惑。难道我的魅力已经无处安放了？他无比自恋的低语一声。就在这时，执事弟子喊道：下一场比试，筑基初期王浩对战筑基初期沈君。王浩兴奋大喊一声，再次使出法天象地，一拳打飞对手，轻松赢下比试。观战的弟子纷纷惊叹王浩的实力，惊叹他的无敌神通。而另一边，阮红霄对战洛清禅。觉醒冰魄剑体的阮红霄实力惊人，首次全面展现冰魄剑法的威势，震撼了不少人。而洛清禅的重瞳号称同阶无敌，面对结丹多年的阮红霄，他丝毫不惧，重瞳秘法一出，天地变色，敌人尽败。经过一番艰难对战，阮红霄惜败半招，洛清禅赢得胜利。虽然阮红霄败了，但他的实力赢得大家的尊重。重瞳天眼太过逆天，阮红霄只输半招，非常不容易。王浩看着惜败的阮红霄，传音安慰道：师姐，不要气馁啊，继续加油，你会越来越强的。阮红霄失望的心情顿时好转，他眼睛微颤，回道：师弟，我会变得越来越强，然后把你收了，嘿嘿嘿。王浩，这女人真是傻得可爱。经过一番轮战，王浩战胜所有筑基初期的弟子，成功获得一个名额，代表合欢宗参加宗门会武。外面的世界，我终于有机会见识一二了。黑岩城外一处简陋的木屋前，曾大牛赤膊上身，正在刻苦修炼蟒牛劲。这是炼体法门，对肉身的负担极大，承受的痛苦远非常人想象。可他咬牙坚持，不喊苦不喊累，每天除了照看病重的老娘，就是埋头修炼。因为曾大牛明白，这是他唯一一次逆天改命的机会，他必须要把握住。老娘看着修炼的儿子，满脸欣慰，呢喃道：儿啊，以后修行有成，讨个媳妇，若是有了孩子，带他去给我上坟，让我也看看。这一刻，他对死亡一点都不恐惧，唯一遗憾的就是无法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娶妻生子。而就在母子俩享受平静祥和的生活时，危机正在迅速逼近。李文师兄，事情已经调查清楚，
杀死冯源等人的凶手之一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一座木屋内。树林间，3个栖霞门的弟子御剑飞行，朝着曾大牛所在的木屋飞去。李文微微皱眉，沉声道：栖霞门虽然不是大宗门，但也绝不任人欺负。我们的背后有黄泉阁支持，威严不容挑衅。李师兄说的是。李师兄，您是筑基大圆满境界的高手，很快就能结丹，成为门内的长老了，可喜可贺。李文自谦道：哪有那么容易结丹？2位师弟，快随我完成这次任务，回宗门复命吧。3人飞行的速度很快，不到片刻功夫就抵达目的地，看到了正在修炼的曾大牛。一人拿出画像对比后，却认道：李师兄，他是目标人物之一。李文点头，命令道：抓住他，审问冯源等师弟的死因以及幕后真凶。凭他炼气期的实力，根本杀不死冯源。是。一名筑基初期的弟子出手，杀向曾大牛。而在3人出现后不久，曾大牛就认出他们的来历，迅速冲进房屋，保护好老娘，同时捏碎传音玉符。师尊，栖霞门的人找到我了，求援。与此同时，远在合欢宗的王浩正在房间里抽奖，抽得欲哭无泪，差点暴走。比基尼、兽耳娘套装，童子哥，难道你在暗示我什么吗？王浩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情绪。就在这时，他收到曾大牛的求援，眼神立即沉了下去，迅速冲出房间，御剑飞行而去。大牛，你一定要撑到为师赶到啊！他心里焦急，有些不安。啪！曾大牛被狠狠抽了一巴掌，嘴巴流出鲜血。他的对面，自己的老娘被一个筑基中期的修士踩在脚下，即将断气。说是谁杀了栖霞门的人？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你娘，再将你大卸8块喂狗！控制他的筑基初期修士恶毒地威胁道。曾大牛怒目圆睁，眼睛盯着自己的老娘，一股悲愤涌上心头。他做错了什么？明明是你们卖丹药害人在先，怎么到头来你们反而理直气壮地上门寻仇？冷哼一声，曾大牛对道：我就是凶手，有什么冲我来，跟我娘无关。那筑基中期修士见他不招，眼神一狠，右脚微微用力，就听曾大牛的老娘惨叫一声：娘！曾大牛牙眦欲裂，满眼热泪，浓郁的杀意和不甘弥漫而出。呼！老娘虚弱的喘口气，对曾大牛嘱咐道：儿啊，无论做人还是修仙，都要有良心，你要好好活下去。说完，他便断了气，脑袋重重砸在地上。娘！曾大牛悲痛大喊，以头撞的，不停地呼喊老娘，伤心欲绝。然而那筑基中期修士冷笑不已，眼神一狠，使用火球术，当着曾大牛的面把他老娘的尸体烧成了灰烬。吼！曾大牛如遭雷击，奋力挣扎，想要扑过去，却无能为力。啪！又一巴掌抽过去，曾大牛被抽飞，撞破房门飞到外面，重重砸在地上，只剩一口气吊着。李师兄，这是块硬骨头，没有查出幕后黑手，就算我们杀死他娘，他也死不松口。那名筑基中期的修士冷哼道。李文暗暗皱眉，沉吟几秒，命令道：杀了他，回去复命，就说任务已完成，我们没必要浪费时间。是。于是那筑基初期修士迈步走向曾大牛，一把飞剑环绕周身，在他的控制下飞向曾大牛。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飞剑即将打中曾大牛的瞬间，一口丹炉从天而降，护住曾大牛。同时一柄飞刀射向那个筑基修士的眉心，刹那间洞穿，取其性命。飞刀攻势不减，眨眼间飞向那个筑基中期弟子，同样刺穿他的眉心，粉碎他的神魂，让他神魂俱灭。突然的变故吓傻了李文，他一声低喝，立即施法，使出防御法器护住周身，抬眼看向四周。轰隆一声，一道身影从天而降，狠狠砸在地面，掀起一片尘埃。王浩低头看了一眼奄奄一息的曾丹牛，立即给他喂下聚气丹。师尊！曾大牛轻声呼唤，老泪纵横道：师尊，我娘被他们杀死了，尸体被他们烧了，我太没用了。呼！王浩深吸一口气，内心的怒火早已攀升到极致，冷眼看了看那个筑基大圆满境界的修士，你该死，栖霞门也该毁灭了。短暂的惊慌之后，李文恢复镇定，他判断出王浩来自合欢宗，而且只有筑基初期修为，内心大定。是你杀了我的几个师弟？李文冷笑一声，嘲讽道：肮脏不入流的门派也出来丢人现眼，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你说什么？肮脏不入流的门派？王浩的怒火更添一把柴，烧得更旺了。李文继续嘲讽：怎么不服气？合欢宗臭名远扬，谁不知道你们主修阴阳财不之道，有违天道伦常，被世人唾弃。王浩沉默不语，他知道世人对合欢宗的偏见。见他不说话，李文更加得意。不过
你们宗门内的女弟子个个貌美，双修技艺娴熟，让人欲仙欲死。尤其是宗主淡台明月，据说是绝世佳人，真想一清芳泽。李文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踏上死路。法天象地，一声低吼，一道金身法相迅速凝聚成形。他暴怒出手，舞动双拳砸向李文。筑基大圆满境界的李文被突如其来的一幕惊呆了，立即展开防御。然而暴怒之下的王浩战力发挥到极致，金身法相舞动双拳，顷刻间破开李文的防御，并将其重重砸入地面，全身骨头都被砸碎。咻的一声，斩破刀再次飞出，击穿他的眉心，粉碎他的神魂，当场格杀。呼！王浩吐出一口浊气，看了一眼曾大牛，不禁悲从心中来。大牛，节哀！微风阵阵，带着丝丝清凉之意，吹过王浩的脸颊。他悠悠一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纷争，就有杀戮可修士之间的争端，不该祸及家人，尤其是凡人。收走3个筑基修士的储物戒指，王浩用火球术把他们的尸体烧成灰烬，然后扬了，毁尸灭迹。随后王浩翻出不少灵石以及多件法器，都是灵品级别的，他都看不上眼。除了灵石和法器之外，王浩从李文的储物戒指里翻到一卷功法，是本残篇搜魂术。王浩低语，暗暗皱眉，迅速翻阅之后不禁异动。虽然是残篇，但此术价值非凡，我可以修炼。清理完储物戒指，王浩走向情绪渐渐平静下来的曾大牛。此时的他跪在老娘被烧的地方，一点一点将骨灰收集起来，准备入土安葬。远离黑岩城，在靠近妖兽山脉的地方寻到一处风水上佳之地，曾大牛起了一座坟。他安葬好老娘，重重磕了3个响头后挣扎起身。师尊，我要找栖霞门的人报仇，杀光他们。曾大牛恶狠狠地说道，神态言语完全变了一个人。需要我出手吗？王浩没有阻止。曾大牛摇头，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要自己报。冤有头债有主，是栖霞门的人害死我娘的，他们都该死。他的话虽然有些过激，但细想一下也有一定道理。如果王浩不及时赶到，只怕他也难逃一死。但是大牛，以你现在的实力，恐怕……王浩皱了皱眉。曾大牛拱手一拜，师尊，我不会现在就打上门，我会加倍努力修炼，等实力足够时，我再去报仇。王浩松了一口气，他真怕曾大牛想不开做傻事。不过他不愿去和欢宗修炼，想在老娘的坟前修炼变强，直到有实力报仇。对他的请求，王浩不便多劝，答应道：好，为师就陪你修炼一段时间，亲自指点你。多谢师尊。就这样，曾大牛开始了疯狂刻苦的修炼过程，而王浩也没闲着，修炼得到的搜魂术残篇。1个月时间悠悠而过，曾大牛的莽牛劲已经修炼入门，成功在体表铭刻一道莽牛符文，身体筋骨得到强化，力量增强数倍。他一拳轰出，能够轻易打倒一棵3人环抱的大树，实力精进不少。曾大牛很满意自己的修炼进度，不骄傲不自满。王浩暗暗称赞：大牛，为师还能陪你修炼半个月，便要离开这里，你要不要跟我回宗门，方便你修行？曾大牛想了想，摇摇头，抬头看向不远处的妖兽山脉。师尊，俺走的是炼体之道，需要磨砺，妖兽山脉是个不错的地方，我想用实战磨练自己的肉身力量。听到他的想法，王浩眼睛一亮。是啊，他和曾大牛走的是不同的路，怎能用同样的修炼方式呢？一番思虑，王浩同意曾大牛的想法。于是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王浩一边修炼搜魂术，一边炼制一些低阶丹药，给曾大牛进入妖兽山脉修行所用。而很快就到了师徒2人分别的时间。大牛，为师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独自进入妖兽山脉，切记只在外围行动，不要深入，否则有危险。王浩嘱咐道。曾大牛点头，伸手接过王浩递给他的东西，恭敬一拜。师尊，弟子谨记在心。做完一切，王浩御剑飞行离去。曾大牛目送他离开，转身看了一眼老娘的坟头，背上行囊，迈步走向妖兽山脉。娘，我一定会变强，然后灭了栖霞门，给你报仇雪恨。你若在天有灵，就保佑我一切顺利吧。回到合欢宗后，王浩第一时间前往神女峰拜见师尊。1个多月未见，淡台明月都快想疯了。若不是神念探查到王浩一切安好，他都要亲自出巡，把人带回来。至于王浩收徒的事情，他已然默许。浩儿，师尊想你了，今天给我安排什么情趣内衣啊？淡台明月的声音酥麻入骨，让人瞬间沉醉。王浩嘿嘿一笑，召唤出一套性感比基尼递给他。师尊，你换上它试试。淡台明月嫣然一笑，伸手一招，眨眼间换装成功。而穿上比基尼后的淡台明月散发一种狂野的美感，
汹涌的大雷呼之欲出，增添别样的魅惑。那柔和的腰肢，性感的翘臀，修长的白皙美腿，王浩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师尊，徒弟要上了啊。系统疯狂提示，兴奋值变化。可王浩无心理会，全身心投入冲师之旅，无比愉悦，无比放松，难以自拔。不知过了多久，两人也不知做了多少次，终于因为王浩体力不支而结束。他苦笑，本源伤痕影响战斗力和持久力啊。但台明月娇媚一笑，趴在他的身上，安慰道：“你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而且身上的气味很好闻，让我忍不住兴奋。”王浩哈哈一笑：“气味？什么气味？我怎么没闻到？是一种很特别、很好闻的味道，让人忍不住靠近，再靠近。”但台明月娇羞不已，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随后王浩起身穿好衣服，进入修炼状态。搜魂术残篇还差最后几句没有参悟透彻，希望能在宗门会武前修炼成功。王浩暗存。转眼间3天过去，王浩如愿以偿，成功参悟搜魂术残篇，掌握这种神魂秘术。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便是淡台明月婀娜多姿的身影和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王浩心情大好，起身把她拥入怀中。浩儿，你在修炼什么秘法？像是跟神魂方面有关。淡台明月询问道。王浩没有隐瞒，将搜魂术残篇拿了出来。淡台明月一惊，搜魂术？浩儿，这是黄泉阁的秘法，你怎么得到的？王浩挠挠头，迅速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淡台明月暗暗松了一口气。栖霞门，一个小门派，不足为虑，只要不是得自黄泉阁，便不是大问题。时间悠悠而过，宗门会武的时间终于到了。这一日，由大长老淡台静和五长老诸葛玄带队，率领合欢宗弟子乘坐云舟，通过传送法阵前往焚天殿参加7大宗门会武。至于宗主淡台明月，则前往天元秘境开启之地，与其他门派的宗主共同商议秘境开启的相关事宜。云舟上，洛清禅紧紧挨着王浩而坐，看得诸葛玄以手抚额，狂翻白眼，气得牙痒痒。而很快，云舟通过传送阵抵达宗门会武举办地。师兄，焚天殿到了吗？洛清禅指了指前方。王浩嗯了一声。清禅师妹，一起加油，夺得好名次。焚天殿，大夏王朝顶级宗门之一，存续千年，底蕴深厚，盘踞东北一隅，是名震一方的巨擘。此次担任宗门会武的举办方，据说是大夏王朝皇族钦点的，这在以往从未出现过。王浩跟着队伍前行，一副轻松自得的样子。和他们同时抵达的还有青云宗的人。不知为何，青云宗的人一看到合欢宗的人，没来由的嘲笑起来，并且有个筑基初期的家伙上前一步询问王浩来了吗？合欢宗弟子一听，眼神变得有些古怪。他不就站你面前吗？王浩皱了皱眉，这家伙找我干嘛？轻咳一声，他眼神示意同门师兄弟，让他们不要多嘴，主动回道：他没来。那筑基初期修士一听，脸色顿时有些失望。唉，真扫兴，林师兄让我们见到合欢宗的王浩，要好生招待一番，最好把他打残呢。哈哈哈！那人嘲笑一声，转身离去，嚣张的姿态让人很讨厌。林师兄，姓林，是了，应该和被我杀死的凌霄汉有关。王浩暗存，想明白其中关键。不过他也不惧青云宗的人，就算青云宗的人想找茬，王浩也有底气应对。把我打残？哼，狗东西，别被我碰上，不然谁把谁打残还不一定呢。一个小插曲就此结束。王浩等人直达举办方安排给合欢宗门人的居住区域。淡台静吩咐执事弟子安排房间，要求把筑基弟子和结丹弟子分开。分好后，王浩走进自己的房间，入定打坐，调整状态。大概过了3个小时，执事弟子通报集合，前往焚天殿演武场参加典礼仪式。王浩从入定中醒来，起身离开房间，跟队伍会合，前往参加仪式。焚天殿的演武场是一块悬浮在半空的巨石，更是一件天品高阶法器，来历不俗。巨石非常大，同时容纳上万人根本不在话下，十分宽阔。巨石的中心是演武场的比试区域，刻有强大的防御法阵，以免有弟子比试时误伤到别人。演武场正北方悬浮一座巨大的高台，那是大夏王朝皇族成员观战的地方。以高台为中心向两边散开，则是普通的观众席，供一般弟子观战。整个演武场此刻被划分为7大区域，分别对应参加此次会武的7大宗门。王浩端坐在合欢宗门人的专属区域，闭目养神。离他不远的洛清禅同样安静无比。不知过了多久，一名焚天殿元鹰出7长老宣布会武典礼开始，请全体起立，恭迎大夏王朝3公主姬无双为此次会武揭幕。听到这声呼喊，闭目养神的王浩迅速睁开眼，抬头看向高台，
像是在寻找什么。三公主姬无双，无双，会是你吗？她心里默念，脑海中浮现一道倩影。不一会儿，亿万道霞光从远方绽放而出，两头天品高阶异兽雪影云痴驮着一座行宫从云端降临。雪影云痴通体覆盖冰晶鳞片，飞行时折射出极光般的幻彩，四只爪子踏着永不熄灭的冰焰，威武不凡。它的瞳孔呈现三棱冰晶结构，可瞬间冻结百里之内的云气。众人惊呼，被雪影云痴震惊到了。不愧是具有龙族血统的冰属性妖兽，这等压迫感远超一般的天品高阶妖兽啊！有人惊叹不已，说出雪影云痴的根脚。这两头云痴都已迈入结丹境，却甘为皇族坐骑，可见三公主的实力非同一般啊！有人感慨，看到了更深层次的东西。那是自然，三公主曾是留下赫赫威名的女战神，早已是结丹境高手，如今更是大夏炙手可热的天之娇女，有望继承大统啊！听着众人的惊叹和赞美，王浩抬眼看向云痴背上的行宫。我和你的差距还真大呢，不过那又怎样，我摸过你的大雷，嘿嘿。他坏笑一声，脑海中想起一幕幕香艳画面。云痴距离高台还有100米之遥时，行宫开启一间房门，一道曼妙的身影从中飞出，脚踏虚空，一步一步走向观战席。无双，果然是你！王浩低语，两手不由紧握，克制内心的激动。姬无双身穿一件月白色的广袖流仙裙，外罩的玄色蛟纹纱衣流转着金色符咒，那张冰雪凝就的绝世容颜，让周围的一切黯然失色。一双凤眸仿若风映着星河，发间垂落的12道珠串无风自动，他踩着一双以冰蚕丝织就的踏云履，迈步登临高台，一个华丽转身，尽显皇族气派。姬无双落座后，焚天殿的大人物才悉数登场，对他行礼后才敢落座。典礼按照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王浩感觉有些无聊。直到举办方通读7大宗门参加会武的弟子名单，当念到他的名字时，顿时引起热议。合欢宗的王浩，我听说他100多年前就成了废人，怎么来参加会武了？黄泉阁的一名筑基期弟子疑惑不解。王浩，他们不说没来吗？好啊，竟敢拿我开涮！青云宗的张柳不禁怒火中烧，感觉被戏耍了。而天双宫所在区域结丹7弟子陈峰眼神怨毒地看向合欢宗所在位置，气得咬牙切齿。王浩，你带给我的耻辱，我一定会讨回来。正专心凝视姬无双的王浩，突然收到系统提示，愤怒值加1000，来自天双宫陈峰；愤怒值加1000，来自青云宗张柳。他不由惊讶，陈峰竟然是天双宫的人，而且也来参加宗门会武了。张柳，应该就是那个叫嚣要把我打残的青云宗弟子。王浩暗忖，心里有了底。陈峰是结丹境的高手，会武肯定遇不到一起，倒是那个张柳，若是抽签抽到了，那就好好揍一顿，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番思量，王浩心里有了决定，既然来了，那就好好干一场，夺个好名次。就在这时，举办方宣读规则，重点提到，本次会武抽签决定对手，但和以往不同的是，同级别所有选手一起抽签，也就是说，存在筑基初期抽到筑基后期的可能，意味着本次会武将出现越阶对战的情况。规则一出，立即引发热议。有人觉得不公平，主办方的元婴长老反驳道：“一切以抽签结果为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王浩不以为然，甚至有点想笑。这规则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制的一样，因为结丹境以下，我是无敌的。焚天殿演武场，宗门会武虽然主张点到为止，免伤和气，但比武打斗难免有意外，因此参加会武的弟子要签署生死状，然后开始抽签。主办方的元婴长老宣讲道，然后大手一挥，一卷生死状飞到各个参加会武的弟子面前。王浩低头看了一眼，没有犹豫，以神魂之力签下自己的名字。没过多久，生死状签署完毕，开始第1轮抽签。按照会武约定，每个宗门在筑基期每个小境界安排1名弟子，即初期、中期、后期、大圆满以及假丹境界共5名弟子。7大宗门参加筑基期境界会武的弟子一共35人。如果两抽签对决，那么第1轮会武将有1人将轮空。很快，抽签结果公布，有人欢喜，有人愁。那元婴长老看了抽签结果，宣布第1轮抽签结束，1人轮空，为何欢宗王浩。这话一出，王浩愣了一下，然后暗笑一声，接着就看到演武场上那些弟子的头顶冒出一个个黄色数字，极度值加35，极度值加55，极度值加65，意外收割了一大波极度值。王浩暗爽不已。坐他边上的同门弟子同样极度地看着他，一副很难受的样子。王浩嘿嘿一笑，人家都说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第1轮轮空，说明我运气好。众人
你丫的能不能不要这么嘚瑟？他们内心的嫉妒越发浓了，嫉妒值加100，嫉妒值加115，嫉妒值加125。王浩心里乐开了花，这些家伙的情绪控制能力不强啊，有嫉妒的，自然也有愤怒的。青云宗的张柳头顶冒出一个黑色数字，气得呼呼喘气。焚天殿在搞什么花样？从没听说宗门会武还有轮空这种说法。天双宫区域，陈峰冷笑连连。王浩，我安排的人会好好招待你。哼！愤怒值加1500，来自青云宗张柳。愤怒值加1500，来自天双宫陈峰。听到系统提示，王浩冷笑一声，默念道：愤怒吧，两个狗东西，你们越愤怒，老子越开心。紧接着，高台之上的姬无双缓缓起身，以灵力传音覆盖整个演武场，宣道：本次宗门会武正式开始。随着三公主一声令下，第一轮会武开始。高台上，姬无双使用神魂感知，看到王浩翘着二郎腿，头枕着胳膊，一副悠闲自得样子，嘴角掀起一抹弧度。然而下一秒，他却看到王浩朝他所在方向看了过来，并且两手做出抓东西的动作，脸上还带着坏笑。姬无双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脸色羞红，暗骂一声坏胚，便结束神魂感知。还是那么不正经，可不知为何，我却一点不反感。姬无双心中沉吟，脑海中浮想联翩。演武场上，第一轮会武即将结束，因为出现不少越阶战斗的抽签结果，所以很多人落败得很干脆，双方点到为止，没有拼命。在一边观战的王浩眼神微眯，慢慢回过味来。第一轮会武结束后，筑基期阵营胜出的17个选手，没有一个是筑基初期修为，也就是说，第二轮抽签，王浩的对手都将比他强，而且至少是筑基中期的高手。王浩意识到不对劲，但又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很快，第二轮抽签开始，而结果让王浩大吃一惊。第一轮35个筑基高手抽签，王浩轮空，直接进入第二轮。第二轮抽签，算上第一轮胜出的17人，再加上王浩，一共18人抽签，结果还是王浩轮空，这不应该啊！王浩疑惑不解。然后，那元婴长老解释道：天双宫一弟子弃权退出，实际抽签18人，故有1人轮空。当抽签结果出来后，很多弟子的头顶冒出黄色数字，满脸羡慕嫉妒恨。有人弃权，又是王浩轮空，这家伙的运气怎么那么好？不会直接躺赢吧？说不定还真有可能。别忘了，他可是淡台明月的爱徒，暗中动点手脚，岂不简单？不会吧？淡台明月好歹是一宗之主，怎么会如此？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合欢宗是什么地方？主修阴阳财卜之道，名义上是师徒，实际上，嘿嘿嘿，你懂的。道友，你说的有道理啊。哎，就是可惜了。可惜啥？听说淡台明月风姿绰约，堪称绝代佳人，竟然跟一个废人双修，我心痛啊！众人的议论纷纷传进王浩的耳朵里，他的眼神迅速冷了下来。接连2轮会武轮空，在外人看来是幸运，可在王浩看来，这里面透露着一股阴谋的味道。是谁暗中搞我？焚天殿、天双宫，难道是冲师尊来的？王浩默念，有所猜测。他抬眼看去，就看到负责抽签的焚天殿元婴长老，嘴角露出一丝冷笑。然而抽签结果已定，他改变不了什么。看到抽签结果的大长老淡台竟冷哼一声，暗骂一声卑鄙。除了王浩轮空之外，合欢宗仅剩的一名筑基中期弟子抽到了黄泉阁一名筑基大圆满境界的弟子，落败是必然。就算王浩进入第3轮，那么他的对手至少是筑基大圆满修为。以他筑基初期的实力，迎战筑基大圆满的高手，在淡台镜看来根本不可能获胜。一旦王浩落败，那么合欢宗筑基期弟子便无法取得名次。就算结丹境弟子有人取得前3，综合成绩也将很差，从而影响最终排名。吴长老诸葛玄看了一眼平静如水的王浩，传音道：流氓胚子，别逞强，第3轮的对手很强，打不过就认输，不丢脸。王浩诧异地转头看向他，咧嘴笑了笑：诸葛长老，您在担心我？诸葛玄顿时脸红，急忙否认：谁担心你？你要是被打残了，清禅会伤心。王浩哈哈一笑，调戏道：我被打残，清禅师妹会伤心，你不伤心？诸葛玄羞恼不已，狂翻白眼，不再搭理他。王浩嘿嘿一笑，这女人心思真单纯，不知道她怎么修炼到元婴巅峰境界的，看起来就像个天真的小女孩似的，不经动。笑归笑，闹归闹，王浩平复心绪，默念道：敢算计我，算计合欢宗，那就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另一边，看到筑基期弟子抽签结果的洛清禅内心气愤不已，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第2轮对手是来自焚天殿的结丹后期高手，决定下狠手。师兄，他们欺负你，我替你出口恶气。高台上，
时刻关注情势的姬无双，在得知王浩再次轮空后，不禁挑了挑眉，转头看向身旁的一位焚天殿长老。焚寂真人同一个人接连轮空的情况，是不是不太正常？听到公主问话，身为元婴大圆满境界的焚寂真人先是微笑示意，然后说道：“回三公主，本次抽签由三长老焚天主持，他公允无私，出现这样的结果应该是偶然，绝对正常。”姬无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就算怀疑对方使手段，但没有证据，他也不能出手干预。未经之计，只能希望王浩不要逞强，不要以筑基初期越阶挑战甚筑基大圆满境界，甚至是假丹境界的高手。坏呗，你不要逞能啊，一次会武而已，千万别较真，把自己搭进去。演武场上，第二轮会武开始。果不其然，合欢宗的筑基中期弟子不敌黄泉阁的筑基大圆满弟子，被打败。至此，筑基期弟子阵营中，合欢宗只剩王浩一个，而他接连轮空。第三轮抽签将直面筑基大圆满修为以上的对手，连热身的机会都没有。而结丹境弟子的第二轮比试，洛清禅解开封印，使出重瞳秘法，噬天神光一出，对面焚天殿结丹后期弟子顽强抵抗无果后，身体四肢被神光打穿，经脉锯断，一身修为被废。焚天长老眼眸微眯，冷冷地看了一眼洛清禅，没好意思下场阻止，因为事先签署了生死状。洛清禅冷哼一声，潇洒离场，等待第三轮比试。对他的胜出，王浩一点都不觉得意外。众通天眼同阶无敌，可不是浪得虚名没多久。第二轮比试结束，第三轮抽签开始，而情况要比预料的更加棘手，因为第二轮胜出的8个筑基期高手，有7个假丹境，1个筑基大圆满境界，加上王浩，第三轮便是9个人，能抽出4组对决。而这一次，王浩不再轮空，是玄阴门的一名女弟子轮空，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王浩冷笑，焚天殿的吃相真难看。很快，第三轮抽签结束，王浩的对手是黄泉阁筑基大圆满境界的弟子，名叫罗通。看到这个抽签结果，很多人抱着看戏的姿态幸灾乐祸起来。这下有好戏看了，身为淡台明月的爱徒，是不战投降，还是迎难而上自取其辱，真是一出好戏啊。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开始拱火。我觉得他会投降，对方那么强，投降没什么的，2场轮空，1轮投降，以3轮不战的奇观，阳明宗门会武，哈哈哈。青云宗的张柳嘲讽不已，他本打算亲手教训王浩的，奈何人家2场轮空，自己被别人干了，只能作罢。如今看到王浩将迎战筑基大圆满境界的高手，忍不住激动。旁人的议论，王浩置若罔闻。没多久，焚天长老宣布第三轮会武开始。王浩深吸一口气，淡定起身，飞向擂台。当其他人看着王浩气定神闲地飞向擂台时，一个个暗暗吐槽：装什么装啊，等会看你怎么投降求饶。他的对面，罗通负手而立，一面血色长幡悬停在身旁，散发惊人的波动。神魂力量。王浩暗暗惊讶，自己的对手擅长神魂攻击，巧了，他刚好也擅长。两人相互问礼后，罗通轻笑一声，便施法操控长幡进行攻击。百魂幡起，百鬼吞魔。就听一声低喝，罗通打出一道法印，印入百魂幡。刹那间，百魂幡迎风暴涨，一个个黑色灵气的亡魂从中飞出，散发阴冷黑暗的气息，齐齐飞向王浩。见状，王浩神色如常，平静如水。每一道恶鬼灵体都拥有堪比筑基中期的修为，上百只恶灵便相当于上百个筑基中期的修士。罗通自信一笑，自以为胜券在握。然而下一刻，王浩以堪比结丹境初期的神魂力量施展锁魂裂破诀，并使出斩破刀，将来袭的恶鬼怨灵瞬间斩灭。什么？怎么会这样？你只是筑基初期修为，怎能灭杀我的亡灵恶鬼？罗通大惊失色，满脸难以置信。不仅是他，整个演武场观战的人都惊呆了。黄泉阁注重神魂修炼，而且擅长神魂攻击，筑基以上弟子都祭炼一面百魂幡作为本命法器。而罗通身为筑基大圆满修士，百魂幡祭炼多年，亡魂的力量非常强大，就算遇到假丹境界的高手，他都有实力一战。可现在他的攻击却被王浩破了，而且不费吹灰之力。是我眼花了吗？王浩一个筑基初期的家伙，竟然破了罗通师兄的百鬼吞魔。黄泉阁弟子集体破防，难以接受事实。焚天长老眼神微眯，脸色阴晴不定，默念道：怎么会这样？我故意让他轮空，让他骑虎难下，让他丢脸，本以为他会认输放弃，怎么成了这种局面？他真是王浩，以筑基初期硬刚筑基大圆满还占上风，那我跟他打岂不是自寻死路？张柳瞪大眼睛，想起之前对王浩的嘲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相比于他人的震惊和不甘，
合欢宗门人一片欢呼。但台静暗暗松了一口气。诸葛玄美眸微颤，难掩心中的震撼。这个流氓胚子藏得这么深，难怪青蝉对他另眼相看，这家伙不简单啊。高台上，姬无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暗暗松了一口气，美眸流转间默念道：真是个坏胚，这一下把人坑惨了。边上焚寂真人的脸色拉了下来。焚天暗中动手脚的事，他自然清楚。本以为能让合欢宗丢大脸，颜面尽失的同时排名还垫底，结果遇到王浩这个变数。曾经的化神期高手，身体被废后重新修炼，还能这么强大？若他身体无恙，该是何等恐怖？焚寂暗自沉吟，竟有些后怕。擂台上，王浩根本不给罗通反抗的机会，斩破刀化作数百道刀芒，瞬息间灭杀那些怨灵。心神一动，他召唤出一面古朴破旧的宝剑，两手掐诀，施展秘法3000幻劫光，又是神魂攻击。罗通眼神惊骇，急忙催动百魂幡包裹自己，试图抵抗攻向他的魂光。结果下一秒，百魂幡被打穿，一道魂光贯穿而过，打中罗通的眉心，重创他的神魂。一声痛苦的惨叫，罗通的身体从空中坠落，砸向地面。他本打算反击，可随之一柄短刀停在他眉心前1指的距离，微微旋转间释放一缕恐怖的气息。王浩居高临下地俯视他，认输还是被我打服？噗！罗通急火攻心，忍不住咳出一道血溅，无奈一叹：我认输。半空中，焚天阴沉着脸宣布：合欢宗王浩获胜。王浩师兄赢了，不愧是宗门大英雄，好样的！合欢宗女弟子欢呼雀跃。啊，我感觉要恋爱了，不行，我要做王浩师兄的道侣。是啊，太帅了，以筑基初期打败筑基大圆满，就问还有谁能做到？完了，我有点兴奋呢。王浩离开擂台，飞向自己的座位，面带微笑的看着合欢宗门人，尤其是那些暗送秋波、明显有些亢奋的女弟子，看着他们头顶上冒出一个又一个金色数字，王浩暗爽不已。兴奋值加55，兴奋值加65，兴奋值加85。有人开心，就有人羡慕嫉妒恨。王浩扫眼看过去，不少人的头顶上冒出黑色数字，明显被气得不轻，首当其冲的便是焚天长老，愤怒值加2000，其次便是天双宫的陈峰，愤怒值加1500，然后就是黄泉阁的弟子们被王浩干破防了，愤怒值加500，愤怒值加600，愤怒值加650。王浩嘿嘿直笑，这一波赚大了。而很快第3轮会武结，按照会武流程，今天便到此结束，明天继续剩下的比试。师兄，洛清缠面带微笑的走向王浩，伸手理了理他的衣衫。走，我们回去休息。好啊，清缠师妹。王浩热情回应，不觉得有什么。然而扫眼一看，周围的合欢宗男弟子头顶冒出黄色数字，嫉妒值加35，嫉妒值加45，嫉妒值加50。不是吧，你们嫉妒啥啊？王浩哑然失笑，没有理会。就在这时，他后背一凉，感受到一股刺骨的寒意，扭头一看，正好对上诸葛玄要吃人的眼神。清蝉，跟我走，离他远一点。诸葛玄冷哼。洛清蝉哦了一声，正要松开王浩的手，却被紧紧抓住。他的心颤了一下，小脸不禁羞红，抬头看了看王浩，心里暗喜。师兄，你这是？诸葛长老。王浩嘴角上扬，摆出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要不咱们3个一起？我那地方够大，多你1个也无妨。诸葛玄迅速反应过来后，他气得眉毛直跳，火气蹭蹭蹭往外冒。你个流氓胚子，我……被调戏的诸葛玄忍不住爆发，但台静阻拦。好了，多安分点，不要坏了宗门形象。诸葛玄的怒火瞬间消了一半，狠狠瞪了一眼王浩。就听但台静说道：浩儿，回去好好休息，明天的会武对手是假丹境的高手，若不敌就认输，你的安全最重要。王浩收起吊儿郎当的模样，恭敬一拜：师祖教诲，弟子谨记。说完，但台静便带走洛清蝉，领着一众女弟子走了。王浩也跟着返回房间，打坐调息。房间内，王浩点开系统面板，将情绪值转变成抽奖值，125680抽奖值，能抽125次，12时连。算了，还是不抽了，免得影响心情。王浩默念一声，正要关闭面板，退出系统，却突然听到提示：宿主，系统危机预判功能触发，3秒后将敌人来袭，请注意。危机预判功能。王浩心惊，他没想到系统还有这个隐藏功能。没有迟疑，他立即召唤隐身斗篷穿上，隔绝一切气息，等待敌人上门。谁要杀我？他默念一声，趴在房梁上，静静观察房间里的动静。不多时，一道暗影从门缝中溜了进来，
无声无息，像是用了某种隔绝气息的法器，不仔细感应的话，根本察觉不到。那道暗影巡视一圈后，没有发现王浩，竟然现出了身影仪，怎么会没人呢？他狐疑。而躲在房梁上的王浩，从他的服饰已经确认他的来历，天双宫的人，还是结丹境的高手。陈峰，你真看得起我？王浩暗忖，迅速想通关键。在隐身斗篷的掩护下，王浩默默蓄力，施展锁魂裂破诀。下一秒，他瞬间出手，一道魂光打向对方眉心，轰！突遭袭击，而且还是神魂攻击。那人猝不及防，没来得及防御，神魂受到重创。他一声惨叫，眼看事情败露，果断逃走。王浩冷笑，怎么会轻易放过他？穿着隐身斗篷追击而去。可对方的身法非常奇特，王浩追出去没多远，就跟丢了。他暗骂一声，气愤不已，无奈折返。可就在路过姬无双的行宫时，他发现一道黑影迅速逼近，并且成功躲开2头雪影云痴的感知，溜了进去。王浩暗道一声不好，顾不上其他，迅速冲了过去。凭借隐身斗篷的效用，雪影云痴察觉不到他的气息，王浩成功溜进行宫。可惜他还是晚了一步。砰的一声，姬无双的房门被冲开，那道黑影发出一声嚣张的冷笑，便冲天而去，转瞬消失不见。结丹中期，王浩惊呼，刚才差点迎面撞上，而对方的实力让他震惊。他立即冲进房间，一眼就看见倒地不起的姬无双。王浩解除隐身斗篷，露出身影，急忙冲过去抱住姬无双。无双，你怎么样了？看到来人，姬无双的眼神亮了一下。坏胚，你怎么来了？王浩不禁挑眉。坏胚？你叫我坏胚？他立即探查姬无双的伤势，终于有所发现。在姬无双的心脏位置，有一只银色甲虫，周身环绕雷霆之力，并且释放阴暗之力，在一点点啃噬他的心脏。王浩皱眉，童子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玩意吗？系统迅速回应，宿主，这是阴雷噬心蛊，是一种蛊毒，蛊虫便是那只银色雷甲虫。王浩暗暗点头，略微沉吟，便有了办法。他将姬无双抱到床上，撩起他的上衣，露出那对丰满挺拔的大雷。姬无双一惊，伸手阻止。坏胚，你要做什么？王浩急忙解释。无双，你中了阴雷噬心蛊，他在啃噬你的心脏，我必须尽快救你。是心蛊？坏胚，你懂蛊术？姬无双惊呼。王浩摇摇头。那你怎么救？很简单，把蛊虫吸出来。不再多言，王浩将手按在姬无双的心口，催发式天元核，开始吞噬阴雷噬心蛊。刹那间，银色雷甲虫遭受刺激，立即剧烈反抗，丝丝雷光爆发而出，顽强抗击。姬无双痛呼，身体翻腾不已，心口溢散出雷光，瞬间烧焦他全身的衣服，顺带灼伤他的肌肤。王浩不禁皱眉，感到有些吃力。他没想到阴雷噬心蛊这么厉害，那只银色雷甲虫这么强大。哼，再厉害，你都得给我死！一声低吼，王浩全力催发式天元核，是要吞噬雷甲虫，破了阴雷噬心蛊。不知过了多久，王浩渐渐体力不支，在他脱力前，终于成功吞噬雷甲虫，彻底清除噬心蛊。他立即打坐，吸收噬天元核反哺的灵力，迅速炼化。同时，噬天元核凝聚出第4道本源符文，溢散丝丝雷霆之力。王浩吐出一口浊气，抬眼一看，却看到一幕香艳画面。一丝不挂的姬无双虚弱的挣扎起身，他那完美的娇躯毫无保留地展现在王浩的眼前，一对饱满的大雷格外勾人眼球，王浩看的眼都直了。好看吗？想摸吗？他皱眉，强压住火气，无语至极。好看，想摸。王浩下意识地回道，随即背过身去，挠头解释：你赶快穿好衣服哈，我刚才什么都没看到，嘿嘿嘿。姬无双一阵无语，忍不住乐了一下。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这坏配音雷噬心蛊破除后，姬无双服下王浩给的9转清明丹，立即炼化药力。那人是谁？竟然敢对王朝公主下手，恐怕图谋不小，这背后牵扯很大。王浩暗叹，转身看了看姬无双，看来公主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在阴雷噬心蛊被破的瞬间，远离焚天殿势力范围的某座大山洞府内，一个正在入定的结丹境高手猛地喷出一口血，他瞳孔大震，满脸震撼。怎么可能？阴雷噬心蛊被破了，不好，必须尽快汇报老左。呼！行宫内，姬无双炼化丹药的药力后，身体痊愈7、8成，吐出一口浊气后，缓缓起身。王浩看他没事，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无双，没别的什么事，我先走了，明天还有会武要打，我得好好休息。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姬无双正要阻止，就听门外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公主殿下，第5梦拜见，有急事汇报。姬无双不由心惊，看了一眼王浩，
示意他找地方躲起来。情急之下，王浩穿上隐身斗篷，瞬间隐去身影，隔绝自己的气息。姬无双愣了一下，这也行。随之他理了理衣服，端坐床上，让门外的人进来。吱呀一声，门开，藏在隐身斗篷下的王浩抬眼看去，一个散发儒雅气质的女人迈步走了进来。她身穿一件天青色的交领襦裙，外罩一件素纱大袖衫，上面浮动着神秘符文，腰间悬着一枚墨玉赤龙佩，那是一件法器。第五梦进来的瞬间就察觉到一丝不对劲，皱眉询问：公主，这里发生了什么？姬无双淡定一笑：还能发生什么？有人按捺不住要取我的命。第五梦暗暗皱眉，随即舒展。他求见三公主，正式汇报有关情报。您用雷灵芝救了陛下的命，陛下打算替你招驸马，而太子暴跳如雷，怕您势力壮大，派人暗杀公主，我们是否反击？姬无双沉吟片刻，摇了摇头。如今的大夏内忧外患，自从镇国将军冤死后，北疆多年爆发战事，国力消耗较大。若此时和太子反目，互相残杀，只会轻者痛，仇者快。第五梦立即领悟姬无双的心思，正要说话，突然腰间的赤龙玉佩闪烁光芒，震颤不已。他随之大惊，急忙看向四周，迅速护在姬无双身前。公主，这里有人隐匿，请小心。姬无双讶然，而隐去气息的王浩更是满脸惊讶。那玉佩什么法器，竟然能探测到我？他心里默念，连招呼都没打，破门而去。第五梦正要追，却被姬无双拦下，让他去吧。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照做。姬无双暗暗松了一口气，紧绷的神色放松下来。第五梦不禁狐疑，公主的眼神有些奇怪，倒像是故意放走那人似的。而另一边，王浩顺利返回房间。第五梦，那女人不简单啊。他暗叹一声，随之调息打坐，直到天明。宗门演武第二天，众人依次抵达指定位置，开始第4轮比试。筑基期弟子阵营第3轮比试9人抽签，轮空1人，有5人进入第4轮。而第4轮的选手，除了王浩是筑基初期之外，其余都是假丹境界的高手。高空上，焚天长老进行抽签分组。他看了一眼王浩，臭小子，都是假丹境的对手，看你如何应对。当抽签结束，焚天公布结果。王浩的对手是万毒谷的假丹境弟子，名叫草野，而轮空的弟子出自焚天殿。5人抽签，4人对战，1人轮空，结束后剩余3人，最后3人2-2对决，决出最终的前3排名。王浩暗道，他看穿了焚天殿的把戏，这一轮是焚天殿弟子轮空，无论最后结果怎么样，在筑基期弟子阵营，焚天殿至少位列前3了。紧接着，随着焚天一声令下，第4轮比试打响。王浩飞向擂台，看了一眼对手，出自万毒谷的独修草野。互相问礼后，草野率先发难，掐诀施法，释放出密密麻麻的毒虫，攻向王浩。王浩沉着应对，御剑躲闪，同时围绕草野布下临时法阵，召唤出炼天炉。草野不明所以，急忙号令毒虫回原，同时施法释放毒物，一方面攻击王浩，一方面替自己做掩护。然而下一秒，一缕缕神秘火焰从炉内溢散而出，犹如复古之躯，沾染到他身上。剧痛瞬间蔓延全身，草野惊慌大叫，调动灵力阻挡，试图震散火焰。王浩分出一些火焰覆盖全身，任由那些毒虫攻击。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当万毒谷的弟子看到王浩自信托大，打算用火抵抗毒虫时，纷纷嗤笑。那可是曹师兄祭炼多年的毒虫，就算结丹境高手遇到都得绕着走。你一个筑基初期修士，竟然如此嚣张，真不知死活。哈哈，说的是小瞧我们万毒谷的毒虫，是要吃大亏的。他们的议论传遍开来，众人纷纷看低王浩，觉得他这场比试悬了。本就修为低，还越阶挑战，对手还是万毒谷的天才弟子，焉能不败？然而，当王浩的火焰覆盖全身时，高台上的焚寂长老面露惊讶之色，竟然是3昧真火。万毒谷运气真差，正好碰到克星。与此同时，攻击王浩的毒虫纷纷嗷嗷叫唤，瞬间被火烧死，坠落而下。炼天炉内，草野高呼投降：我认输，我认输，快撤走火焰，放了我的毒虫。草野心疼不已。王浩哈哈一笑，迅速撤走丹炉，转身飞下擂台。焚天气的胡子乱颤，咬牙切齿地宣布：获胜者王浩。回到座位坐下。王浩的目光看向结丹境弟子阵营，洛清禅正在战斗，而他的对手是一名假阴境界的高手，名叫洛河，来自天霜宫。清禅师妹，加油啊！他低声自语。万劫同玉。一声轻喝，洛清禅使出重瞳秘法，
他的瞳孔深处浮现12元城阵图，视线扫过之处自动标记结印。洛清禅的对手避之不及，被结印打中，立即引发体内业火，触发他的命劫。下一秒，他脸色狂变，整个人气息紊乱，灵力在体内暴走，犹如走火入魔一般。紧接着，他心神失守，眼前开始出现幻觉。他看见自己悲惨的童年，看见自己被殴打的画面，看到自己滚落山崖无人救援，靠山见水苦苦坚持10天的经历，那是他的心魔，也是他迟迟无法结印的关卡。心魔劫，众瞳天眼果然可怕，竟能勾动我的心魔劫。洛河暗叹，立即抱元守一，稳定心神，试图进行反击。然后下一刻，一道贯穿天地的指印从天而降，携带无与伦比的威势打向洛河。危急之时，洛河分神防御，却被心魔劫钻了空子，再次心神失守，灵力失控暴走，内脏受创。噗噗噗，洛河接连咳血，不愿认输。洛清禅的指印瞬息而至，破妄截止。他低声自语，打出重瞳秘法，一击命中，将洛河打出擂台，赢得比试。嗷嗷嗷！清禅师妹好样的，你真棒！王浩大声惊呼，鼓掌雀跃，顺便瞅了一眼陈峰，眼神无比轻蔑。陈峰怒极，气得心口起伏不定，却说不出一句话。只见他的头顶冒出一个黑色数字，愤怒值加1500，来自陈峰。王浩暗喜，这种感觉太爽了。大战之后，洛清禅回到座位，站在王浩的面前，嫣然一笑：“师兄，我厉害吗？”洛清禅悄声声地问道。王浩伸手抚摸他的秀发，微微笑了笑：“清禅师妹当然厉害啊，同阶无敌，连假阴境界的高手都打败了呢。”得到肯定的赞美，洛清禅开心极了。就在这时，王浩察觉到一道杀人的目光，扭头一看，就看见诸葛玄气的咬牙切齿的样子。他嘿嘿一笑，伸手做了抓东西的动作，眼睛盯着他的大雷，看了又看。诸葛玄被气笑了，以手扶额，无言以对，心里暗骂：流氓胚子，我真想一巴掌拍死你啊！很快，第4轮会武结束，各阵营分别剩余3人。筑基期弟子阵营：合欢宗王浩、焚天殿假丹境弟子林轩、玄阴门假丹境弟子幽月。结丹期弟子阵营：合欢宗洛清禅、万毒谷假阴境弟子段成、黄泉阁假阴境弟子涂强。接着，焚天长老宣布，第5轮会武不再抽签，可自行选择对手，也可不战，各位有时息的考虑时间。话音刚落，幽月看向王浩跟林轩，笑盈盈地说道：打架什么的太危险了，我选择不战，排名第3也不错。说完，他飞下擂台，不再凑热闹。焚天面色平静，实则内心冷笑不已。小子，林轩是焚天殿的种子级弟子，看你如何取胜。擂台上，王浩凝视对面的林轩，一副淡定从容的样子。他连结丹初期的陈峰都打过，何惧一个假丹境？先承受对方的一击，之后便是我的主场，以雷霆手段取胜。王浩暗忖，心里有了计划。林轩率先出手，用的乃是焚天殿高阶功法焚天剑诀，剑阵凌空，数不清的剑影激射而出，打向王浩。说时迟那时快，王浩布下临时法阵，召唤炼天炉进行防御。而这一幕再次让不明所以得外行嗤笑，尤其是焚天殿的弟子。不是吧？王浩用炼丹炉防御林轩师兄的焚天剑诀，丹炉怎么能当防御法器？哈哈，说的是啊，我从来就没见过有人拿丹炉防御的，这家伙还真另类。哼，焚天剑诀功法无双，那小子悬了。不过他也足以自傲了，筑基初期挑战假丹境，本次宗门会武他可留名。旁人的议论根本影响不了王浩。下一秒，林轩的剑影杀到，铿锵金属般撞击的声音接连响起，炼天炉承受巨大的攻击力，与之心神相连。王浩顿觉心口如遭重击，噗！他的身体连同炼天炉一起后退数10米，忍不住咳血。而这一幕被很多人看在眼里，嘲讽之声再次响起。哈哈，我就说嘛，他怎么可能连续越阶挑战成功？认输吧，败给焚天殿不丢人。焚天殿弟子嘲笑起来。哼，这下没招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一个筑基初期根本不够看。焚天暗暗沉吟，一副大局已定的自信模样。高台上，姬无双暗暗蹙眉，坏胚，不要硬撑啊！合欢宗区域，诸葛玄皱了皱眉，臭小子，别逞强，打不过就认输，不丢人。说着，他自己都觉得惊讶，自我怀疑我在关心他吗？啊呸，我怎么会关心他？一个流氓胚子。虽然这么想，但他的目光却死死盯着王浩，一眨不眨。剑雨漫天，林轩的焚天剑影确实强大。王浩默不作声，操控炼天炉抵抗，同时手捏法诀，伺机而动。看着被动防御的王浩，林轩冷笑连连。王浩，
投降吧，你不是我的对手，再打下去，我怕会伤了你。王浩冷笑回应，没吱声。不一会儿，剑雨消散，林轩剑法变换，准备威力更大的招式，试图结束战斗。就在这个空档，王浩出手了，法天象地，一声轻喝自他口中传出。所有人惊讶看到一道金身法相从王浩背后升起，跟他一模一样，释放恐怖威势。距离最近的林轩感受最深，顿时吓得失神。元婴期，看他愣神，王浩瞅准时机，金身法向两手合拢，挥舞而去。被吓破胆的林轩及时防御，可惜太仓促，被金身法相砸中，坠落地面，砸出一个大坑。巨大的疼痛让他清醒，他立即意识到王浩施展了一种强大的神通，并且将修为猛然提升到堪比元婴期的境界。他要反抗，可王浩怎能给他机会？金身法向一脚迈出，使出12分的气力，踩中林轩那张英俊的脸，疼得他嗷嗷直叫。这还没完，太虚魂剑3000幻劫光，一道魂光打向林轩，击中他的眉心，重创他的神魂，差点崩碎他的识海。与此同时，实习时间到，金身法相消散。当尘埃散去，众人纷纷起身，想看最后的结果。然后就看见王浩操控一柄飞刀，抵在满口是血，被打得鼻青脸肿且无力再战的林轩眉心前。认输，还是被我打服？寂静，整个演武场陷入死寂一般的安静。所有人，包括合欢宗门人都没想到王浩竟然赢了。要知道，他只是筑基初期修为，而且身体本源受损，硬是拖着残体把假丹境界的林轩给干了，足足跨越了一个大境界啊！认输后的林轩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抱着脑袋挣扎起身，垂头丧气地离开擂台。高空中，焚天气愤不已，怒火中烧，但还是咬牙宣布：合欢宗王浩胜。哦，王浩师兄赢了，真是太帅了！啊，不行，我又要兴奋了。合欢宗一众女弟子激动不已，笑得花枝乱颤，满眼冒星星。纵身飞跃，王浩回到座位，立即服下聚气丹，迅速恢复灵力。愤怒值加2000，来自焚天；愤怒值加1500，来自尘封。王浩暗笑，不予理会。他转头看了一眼结丹境弟子那边的比试，洛清禅正在对决黄泉阁的假阴境弟子图强。只要清禅师妹胜出，取得第1名，那么本次宗门会武，合欢宗便是第1名，无可争议的第一。王浩沉吟，满眼期待。不远处，正在对战的洛清禅感知到王浩赢下了比赛，内心激动不已，战意飙升。师兄都赢了，我不能落后，他能越阶挑战，我同样也能。洛清禅低语，使用秘法挡住图强的神魂攻击。万劫同玉，一声轻喝，他再次使出重瞳秘法，图强躲闪不及，被劫印打中，引发他的命劫。跟洛河不一样的是，他的命劫是天雷劫。图强眼神惊骇，抬头看向天空迅速凝聚的天雷，急忙展开防御。他主修神魂力量，擅长神魂攻击，最怕的便是天雷劫。图强万万没想到，洛清禅的重瞳能勾动天雷劫，实在不可思议。然而，不管他如何抵抗，天雷劫降下，把他打得皮开肉绽，神魂受创，不敢拼命迎击，无奈认输。洛清禅见好就收，撤走万劫同玉，赢下比赛。焚天脸色铁青地宣布：合欢宗洛清禅胜。宣布完结果后，他深吸一口气，满心懊恼。原本的计划天衣无缝，哪知合欢宗出了2个妖孽，全都越阶挑战，而且都胜了。我们赢了，我们是第一，哈哈！看谁还敢小瞧我们，还敢在背后泼脏水！以后谁再说合欢宗之修阴阳财不知道，是不入流的门派，想想自己怎么败给我们的。毫无疑问，王浩跟洛清禅帮他们出了一口恶气，扬眉吐气一次。低调低调，我记得有人扬言要把我打残。哎呀，是谁来着？王浩轻咳一声，转头看向青云宗的弟子，一眼看见躲躲闪闪的张柳。合欢宗弟子纷纷起哄，指着张柳喊道：你过来啊，有本事过来啊！会武没赶上，等会可以切磋，看王浩师兄不把你打得满地找牙。哈哈，说的是青云宗的人听好了，以后见到我们得绕道走，不然见一次嘲讽一次。王浩面带笑意，看得津津有味，因为青云宗的弟子们都快气炸了肺。愤怒值加1000，愤怒值加1100，愤怒值加1500。张柳满脸苦涩地看着王浩，心里非常憋屈。可恶啊，被他装到了。5轮比试结束后，本次宗门会武便算结束。高台上，姬无双起身发言。按照往年的惯例，会武第1名将获得大夏皇族赠送的仙品级别的奖励。说完，他看了一眼王浩，补充道：但今年的规则有所改动，因此皇族决定加赏。我留个悬念，神秘奖励将在晚上的宴会公布。随着姬无双发言结束，
七大宗门的弟子纷纷离开演武场进行休整，等待晚上的宴会。王浩暗暗蹙眉，看了一眼洛清禅，嘀咕道：“这就是宗门会武，感觉没啥意思，2天不到就结束了，顺带拿了个第一。”其他人听到这话，顿时看了过来，一副要骂人的架势。再看他们的头顶上方，全部冒出黑色数字，愤怒值加500，愤怒值加600，愤怒值加650。王浩一不小心凡尔赛了，结果让他们又破防了。诸葛玄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伸手把洛清禅拉过来，解释道：“宗门会武只是天元秘境开启前的小打小闹，主要是大夏王朝为了凝聚7大宗门的人心而已。”王浩暗暗点头，又问：“天元秘境开启，什么时候开启？里面有啥啊？我能进去吗？”啪！诸葛玄实在忍不住，伸手拍了他一巴掌：“流氓胚子，你是宗主爱徒，会不知道天元秘境的事？清禅，我们走。这家伙就喜欢揣着明白装糊涂，早晚要把我气死。”王浩，他迅速回忆起来，然后猛地一拍额头，想起一些事。天元秘境是一处洞天福地，里面有着无数奇珍异宝、修士洞府和神秘传承，藏有无尽机缘。但有资格进入秘境的，只有元婴期以下的修士。曾有元婴期高手以身试法，偏不信邪，想要进入秘境寻找机缘，结果直接被秘境法则击杀，生死道消，什么都没剩下。难怪师尊没有亲自带队来参加宗门会武。天元秘境，我肯定要去闯闯，嘿嘿。王浩默念。时间很快到了晚上，姬无双宴请7大宗门的人，一番客套寒暄之后，焚天长老宣布本次会武的名次：合欢宗第1名，万毒谷第2名，焚天殿第3名。名次公布后，姬无双亲自给合欢宗颁布奖励，大长老旦台镜代表宗门上前领赏。本次大夏皇族所赠奖励为仙品低阶功法1卷。姬无双的随从女官宣读道。旦台镜谢恩后迅速退下，接着姬无双起身，眼睛横扫过去，面带微笑：“本宫之前说了，会对第1名的宗门有额外的奖励，到了兑现的时候了。”这话一出，瞬间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因为姬无双的神秘奖励之前从未有过，这让他们好奇不已。已经送出1卷仙品低阶功法，难道还要送仙品级别的奖励？一时间，众人内心纷纷猜测，然后就听姬无双轻声说道：“神秘奖励就是本宫要招王浩为驸马，等上报宫廷太卜司，便则即日完婚。”这话一出，所有人目瞪口呆。老辈修士还算淡定，可那些年轻弟子，尤其是男弟子，一个个如遭雷击，悔恨交加。正在淡定吃菜喝酒的王浩，顿时喷出嘴里的吃食，眼睛瞪得滚圆，抬眼看向冲他微笑的姬无双：“无双，你玩的哪一出啊？”王浩瞬间懵了。短暂的寂静之后，众人小声议论起来，脸上的表情变幻不定，精彩绝伦。我恨啊，一步登天的机会就这么从我眼前流走。有人哀叹，猛拍大腿：“谁不恨？她可是3公主啊，大夏王朝曾经的女战神，如今身居高位的实权人物，据说有望接管大夏，成为一代女帝啊！哎呦，我肠子都悔青了，早知如此，我当初就应该拼命修炼，打败那个只有筑基初期的王浩，取而代之。说你胖，你还喘上了？以你的天赋，能越阶对战，还取而代之？做梦去吧！”众人的议论，王浩丝毫不在意。他一眼扫过去，宴会厅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大多人的头顶都冒出黑色或者黄色数字，让人眼花缭乱。极度值加55，极度值加75，极度值加95。因为人数很多很杂，系统都懒得提示数据来源了。愤怒值加200，愤怒值加500，愤怒值加600。王浩收割了大量情绪值，足够抽好几个10连了。人的嫉妒和愤怒情绪真的太难控制了。迅速平静下来的王浩，脑海中浮现淡台明月的身影，纠结不已。当众拒绝姬无双，无疑是打了大夏皇族的脸。这个仇一旦结下，不好解。若被有心者利用，只怕会更糟。如果不拒绝姬无双，师尊那边该如何解释？就在他犹豫不决时，大长老旦台竟传音道：“浩儿，答应下来，成为3公主的驸马。”王浩瞳孔一震，回道：“师祖，我怎么跟师尊交代？”旦台竟没好气的吐槽：“交代什么？你跟明月双修后，他不允许你和别人结成道侣，大胆一点，答应下来，明月那边我去说。”王浩：“不是，师祖，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和师尊双修的？”不得不说，旦台镜不愧是前任宗主，认知和眼界不一般啊。诸葛玄饶有兴致地看向王浩，伸手拉住身边的洛清禅，安抚道：“清禅，你现在看清那家伙的嘴脸了吧？就是个花心大萝卜，以后我会给你找一个真诚可靠的道侣。”洛清禅淡淡一笑，抬眼看向缓缓起身的王浩，语气坚定地说道：“诸葛长老，清禅此生只愿跟王浩师兄在一起，
其他人入不了我的眼。诸葛玄以手扶额，无语至极。青蝉，那家伙有什么好的？你怎么就认定他了呢？洛青蝉抬头看向姬无双，因为那个女人跟我一样，已经认定了王浩师兄，而且意志坚定。我的眼睛能看穿虚妄，他招王浩师兄当驸马，没有权衡利弊，没有利益牵扯。诸葛玄无奈摇头，反驳道：可王浩已经有了宗主，这又成了三公主的驸马，你的位置在哪？洛青蝉淡淡一笑，再次问道：诸葛长老，你爱过别人吗？被人坚定的选择过吗？诸葛玄：好好好，又来是吧？他怎么都想不明白，王浩究竟有什么魅力，能让洛青蝉如此死心塌地被人坚定的选择？我这辈子怕是遇不到那样的人了。诸葛玄自嘲一笑，内心有些苦涩。与此同时，恢复如常的王浩起身走到姬无双面前，恭敬跪谢：合欢宗王浩拜谢公主殿下垂青。姬无双内心欢喜，转身看向第五梦，命他主持接下来的宴会流程。第五梦虽然知道与理不合，但只能应承下来。紧接着，身穿锦绣长袍的姬无双立即拉着王浩的胳膊，当众飞离而去，艳煞众人。极度值加85，极度值加105，极度值加125，极度值再次狂飙。王浩被姬无双拉着，一路飞到行宫顶层，欣赏优美的月色。坏胚，原谅我的任性。姬无双面带微笑地看着王浩，娇声道：一别3年，我们能再次相遇，实属缘分。而你再次救了我的命，或许就是天意。王浩没吱声，坐在他的身边，静静地看着他。或许此时的姬无双才是卸下伪装的真实模样。他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份麻辣烫，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这是最后一份了，只有在想你的时候，我才会品尝一份。默默聆听姬无双的心声，王浩的心也跟着起伏，心绪被波动。难怪这次见面，他喊自己坏胚，原来是方心暗许了啊。无双，王浩沉吟几秒，严肃地看着姬无双：我出自合欢宗，你不介意？姬无双摇头一笑：坏胚，我介意什么？介意你跟你的化神七师尊双修，介意你有很多小迷妹。王浩，你把我查了个彻底啊！看他一脸震惊的眼神，姬无双嘿嘿一笑：本宫可是立志要成为一代女帝的，不过你放心，你将是本宫唯一的帝后，唯一的男人。王浩，这天还怎么聊下去？他正要说什么，系统突然提示：宿主，系统危机预判功能触发，3秒后将有危险降临，请小心。王浩瞳孔一缩，没有任何犹豫，心念一动，立即召唤出太上炼天炉，护住他和姬无双。姬无双感知不到危险，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然而下一秒，虚空出现一道裂缝，一只血色手掌轰击而来。轰！血掌打中炼天炉，王浩和姬无双连同炼天炉同时被击飞。噗噗噗！王浩大口喷血，心神狂震。元婴期高手，他立即说道：无双，快喊人，对方是元婴高手。还没等姬无双出手，数道身影迅速而至，护住王浩和姬无双。高空中那道裂缝迅速闭合，一道阴冷的声音传出：大意了，我竟然失手了，不过中了我的摩天掌，他必死无疑。摩天掌。淡台镜迅速走到王浩身前，查看一番后对姬无双说道：公主殿下，我要立刻带他回宗门疗伤，不然很危险。姬无双心痛不已，这个坏胚又救了他一次。没有耽搁时间，淡台镜立即召集合欢宗弟子返程。诸葛玄迅速联系淡台明月说明情况，请他尽快返回宗门救治王浩。洛清禅担心的守在一边，默默祈祷：师兄，你不会有事的，不要忘了跟我的约定。目送王浩离开，姬无双眼神冰冷地看向焚天殿一众长老，质问道：这就是焚天殿的实力，任由贼人来去自如。说完，他转身离开，找到第五梦。既然太子非要置我于死地，那便无需再忍。第五梦微微一拜：公主，一旦夺嫡，便再无温情脉脉，再也无法回头。姬无双眼神淡漠：那便不回头，直到登临至尊之位。说着，他内心一痛：坏胚，你一定要活着，你是我的驸马，没我的允许，不能死。合欢宗神女峰，淡台明月倾力救治身中摩天掌的王浩。他已经得知事情的经过，就连三公主招他为驸马的消息也知道了。他眉头深深皱起，凝视近在咫尺的王浩，默念道：浩儿，我真不想你卷入这场皇族纷争的漩涡，可冥冥中自有天意，你终究会知道自己的身世秘密。这一刻，淡台明月在意的不是王浩成为姬无双的驸马，而是他的身世之谜会给他带来麻烦。摩天掌是修魔海魔修欧阳池的成名绝招，100余年来死在这招之下的修士不计其数，其中不乏元婴期修士。王浩能够死里逃生，实属万幸。7天后，王浩渐渐醒转过来，
但身体依旧孱弱。淡台明月继续给他疗伤。恢复意识后，王浩自主配合起来，催发噬天元核，吸收体内的黑暗魔气。那是魔天长遗留下来的，也是魔天长置人于死地的关键。若无法排出魔气，王浩必遭反噬，被魔气侵蚀而亡。在两人的配合下，魔天长的魔气迅速消融。而在某个瞬间，一直在气海浮游的阴阳鱼犹如受到了某种刺激一般，围绕噬天元核游动起来。王浩惊讶不已。自他修炼阴阳造化绝境阶筑基期后，这两条阴阳鱼毫无动静，直到今时今日才显露其神效。阴阳造化，生生不息。没想到这两条阴阳鱼竟然可以释放生机之力。有了阴阳鱼的神秘伟力，王浩的伤势迅速好转。不仅如此，噬天元和吞噬魔气后，还反哺大量灵力，助他提升修为。就这样，又过了7天，王浩的伤势彻底痊愈。不过他没睁眼，而是炼化体内的磅礴灵力，准备冲关进阶。淡台明月意识到什么，主动给他护法，满眼期待。随即他眼神一冷，修魔海、欧阳池，这笔账迟早会算的。1个月时间过去，王浩彻底炼化体内灵力，修为进阶到筑基中期。阴阳鱼恢复如常，绕着噬天元核转圈圈，不再释放神秘力量。呼！王浩缓缓睁开眼，眼眸射出一道金芒，吐出一口浊气，起身走向冲他微笑的淡台明月。师尊，我……他欲言又止，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姬无双招为驸马的事。看他为难的样子，淡台明月伸手点住他的嘴唇，柔声道：“浩儿，别说话，师尊都明白。”王浩内心一震，紧紧抱住淡台明月，闻着他身上的气味，淡台明月芳心打颤，小脸顿时羞红，身体突然有了反应。浩儿，师尊想要。王浩会心一笑，极尽温柔地褪去淡台明月的衣衫。师尊，徒弟要上了。就这样，师徒两人开启愉悦的双人修炼之旅。1次、2次、3次，直到两人都尽兴，直到王浩体力不支败下，震来吱呀一声，门开。王浩走出房间，伸了个懒腰，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洗浴的淡台明月，心神很放松。姬无双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闯进他的世界，也将彻底改变他的生活和人生轨迹。小竹峰上，阮红霄挥汗如雨的练剑，满腔的不甘化作修炼动力，舞剑成千上万次，将冰魄剑法舞动到极致。师尊，姬无双，我不会放弃的，我不会输给你们的。他暗暗发誓，内心更加坚定。藏书阁，洛清禅正在闭关修炼。诸葛玄现出身影，轻声道：“那家活醒了，伤势彻底痊愈，没有性命之忧，你可以安心了。”洛清禅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继续入定修炼，为即将开启的天元秘境做准备。纯阳峰清水小筑，王浩施法打理了一下庭院，坐在石桌前，点开系统面板，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值。正在犹豫要不要抽奖，突然一道冲天光柱拔地而起，吸引他的目光。那是药源的方向，他不禁狐疑。那道光柱十分刺眼，而且散发出阵阵狂暴的能量涟漪，像是很危险的样子。王浩有些担心月瑶，立即关闭面板，御剑飞行而去。等他赶到时，长老堂3长老丹子霞、元婴后期修为，正驻足凝视药堂，探查里面的情况。很快，附近来了不少看热闹的弟子，就连大长老丹台烬都惊动了。丹长老，这是怎么回事？月瑶炼丹出了问题。但台烬看出端倪。丹子霞回道：月瑶这孩子自作主张，竟然炼制仙品丹药玄黄造化丹，遭遇意外。我想出手干预，却被拒绝。但台烬惊呼：玄黄造化丹？月瑶炼制那种丹药做什么？轰！冲天光柱越发狂暴，灵力漩涡中夹杂着月瑶的神魂能量，还有地脉母气溢散。丹子霞判定炼丹失败，想要强行介入，却听月瑶制止道：丹长老，让我放手一搏，这是给王浩师兄炼制的，我必须要成功。王浩不由一愣，吃瓜怎么吃到自己身上了？还没等他解释，丹子霞提醒道：月瑶，地脉母气溢散，你的七彩琉璃火没能炼化它，缺少地脉母气，这次炼丹必将失败。月瑶沉默几秒，回道：不，师尊，有一丝地脉母气被我融进药材，我一定能成功的。冷眼旁观的王浩不明所以，立即询问系统玄黄造化丹有什么作用。系统的回答让他瞬间石化，如遭雷击。他是为了我。倔强的月瑶阻止了丹子霞的介入，妄图凭借微弱的地脉母气和七彩琉璃火炼成玄黄造化丹。可惜他高估了自己。下一秒，轰隆一声，他的丹炉炸了，而他首当其冲受到波及，瞬间被震伤。然而他第一时间想的不是自己伤势，而是强行用神魂力量聚拢破碎的药渣。月瑶打算一意孤行，
奋战到底。见此情形，王浩内心淌过一股暖流，身影化作一道流光冲进药堂。刹那间，炼天炉应声而出，灵石法阵瞬间成型，勾动三昧真火，帮助月瑶炼制玄黄造化丹。王浩的突然出现让月瑶又惊又喜，心口剧烈起伏。看他脸色惨白的样子，明显消耗过度。王浩急忙给他服下聚气丹，摸了摸他的脑袋：“月瑶师妹，师兄助你一起炼制。”月瑶兴奋点头，一点都不觉得辛苦。可随之他脸色一垮：“师兄，我寻到的一缕地脉母气逸散严重，只怕很难成功了。”听到这话，王浩略微沉吟，然后心神一动，将抽奖得到的一缕地脉母气召唤而出。“师妹，你看这是什么？”地脉母气。月瑶惊喜不已，她激动问道：“师兄，你怎么会有地脉母气？这玩意很珍贵，很难找到的。”王浩没有解释，笑了笑：“师妹，我们一起炼制玄黄造化丹。”药园，天空中悬浮着很多人影，他们的目光全都聚焦在两个人的身影上。玄黄造化丹，那可是仙品丹药啊！月瑶师姐竟然为了王浩师兄炼制这种丹药，这份情谊，不一般啊！有看热闹的弟子一脸羡慕地说道。这份羡慕中没有任何嫉妒跟仇视，因为他是王浩的死忠粉。都说月瑶师妹心思单纯，一心只想炼丹，如今看来传言有误啊！他对待王浩跟对待其他弟子可不一样啊！也有弟子开始带节奏，阴阳怪气的吐槽，不知是针对王浩还是针对月瑶。一时间，王浩的死忠粉和黑粉掐了起来。要不是有淡台镜和丹子霞两个长老在场，只怕都要打起来。药堂内，王浩跟月瑶专心炼丹，根本不理会外面围观的弟子。炼天炉不愧是神品法器，尤其是三昧真火，迅速炼化重新投入的地脉母气。而月瑶的七彩琉璃岩也重新将崩碎的药渣凝聚，只要将地脉母气融合凝丹，玄黄造化丹就成了。师妹，后面的熔丹就交给你了，以我如今的炼丹术，还不足以炼制仙品级别的丹药。王浩暗暗松了一口气。好的，师兄，你先撤走三昧真火，我用琉璃岩熔丹即可。王浩撤走真火，将炼天炉交给月瑶使用，而他站在一旁默默护法。抬眼看去，他看到了一个个熟悉的身影，以及他们头顶上冒出的黄色数字。就听系统提示：极度值加55，极度值加75，极度值加95。王浩乐了一下，暗道：就极度吧，老子开心得很。然而下一秒，愤怒值加500，来自周鸿飞，似是心有所感。王浩立即锁定周鸿飞的身影，两人目光对视，一股火药味弥漫而出。周鸿飞一声冷笑，欲见离去，却暗中传音道：天元秘境即将开启，我必杀你。王浩冷哼回应道：狗东西，把你的狗头洗干净等着，我亲手宰了你。周鸿飞一怒，也只是怒了一下，愤怒值加1000，来自周鸿飞。王浩呵呵一笑，不再理会。转眼间，半天时间过去，月瑶最后的熔丹过程终于结束，随着一股浓郁的药香飘出，王浩知道稳了。不一会儿，丹药成，药香弥漫整个药园。丹炉开启，月瑶伸手一招，一颗散发光芒的丹药便落在他的手里。他开心一笑，转身就递给王浩，催道：师兄，快服下，防止有人惦记。王浩不由一愣，看着满头汗水、脸色苍白的月瑶，他内心一颤，轻轻伸手接过丹药，一股难言的情绪在心里蔓延。看他不吃，月瑶笑着说道：这是玄黄造化丹，能够治疗大道伤痕，虽说不能完全治愈，但却是可遇不可求的丹药呢。王浩点头，明知故问道：师妹，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处处替我着想？月瑶灿烂一笑，发自内心的说道：因为我喜欢师兄，喜欢的不得了啊。王浩微微一笑，当着月瑶的面服下玄黄造化丹。丹药入口即化，药力瞬间化开。可让王浩惊讶的是，药力流走全身后，竟然全部汇聚到丹田位置。准确的说，是被丹田气海内浮游的阴阳鱼给吸收了。而吸收了玄黄造化丹的药力后，王浩明显感觉到阴阳鱼长大了一些。这是怎么回事？突然的变故让王浩摸不清头脑，而他对阴阳鱼的认识也加深不少。月瑶满脸期待地看着王浩，看他的样子，王浩没告诉他真相。月瑶，药力已经在我体内，需要回去炼化才行。月瑶拍了拍额头，自嘲自己糊涂了，竟然妄想药力迅速发挥作用。可随之他眼睛一黑，全身脱力，幸好王浩眼疾手快，及时抱住。月瑶师妹，你这份情我该如何还呢？王浩暗叹。就在这时，丹子霞从天降落，无奈摇头道：把她交给我吧，真搞不懂这丫头怎么就对你这么上心。王浩挠头笑了笑，把月瑶交给丹长老，目送两人离去。炼丹风波就此结束。
很多弟子带着嫉妒的情绪离开，还有人暗暗吐槽道：“那可是玄黄造化丹啊，说吃就吃了。”就是啊，那么高级的丹药，难道不该上交长老堂，奖励给有特殊贡献的弟子吗？你想啥呢？那是月瑶师姐炼制的丹药，她想给谁就给谁。哎呦，瞧你这话说的，去演武场单挑，老子忍你半天了。单挑就单挑，老子怕你。王浩无语的笑了笑，就听系统提示狂飙：极度值加65，极度值加85，极度值加105，积攒了不少情绪值，回去抽奖试试，看看能不能抽点好东西。天元秘境应该是个有趣的地方。王浩暗叹，御剑离去。与此同时，一支大夏王朝的皇族军队朝着绮罗山前进，姬无双携带圣旨而来，面带欣喜之色。他已经收到澹台明月的传讯，说王浩已经痊愈，身体已无大碍。坏呸！陛下赐婚的圣旨已下，从今以后你就是本宫的人了。姬无双默念。此次拜访合欢宗，除了宣召圣旨之外，就是见一面王浩。他是修士，自然知道天元秘境开启的事。不过作为皇族成员，姬无双不会进入秘境探险，寻找机缘。纯阳峰清水小筑，王浩单手托着下巴，一脸痛苦的抽奖。恭喜宿主抽中性感黑皮衣一套。王浩，好家伙，又出新奖励了。默默一叹，他继续关注系统弹出的提示。恭喜宿主抽中天品高阶神通，缩地成寸。王浩心神一动，这可是好玩意。他没着急进入储物空间查看，继续失联。恭喜宿主抽中红狐兽耳娘套装一件。恭喜宿主抽中仙品低阶法器七彩葫芦。王浩眼皮一挑，这也是个好东西啊。抽了6次十连，凡品和灵品的级别的东西出了几个，没出多少天品的宝物，抽奖还是一如既往的坑，再抽一次10连就收手。他吐槽一句，再来一发10连。恭喜宿主抽中情趣内衣一套。恭喜宿主抽中神品低阶神通定身术。王浩眼神一亮，立即结束抽奖，进入储物空间，首先点开定身术，选择立即修炼。紧接着一道记忆洪流飞进他的眉心，进入他的识海。经过消化吸收后，王浩成功修炼定身术，并能施展出来。他没停下，然后点开缩的成寸，很快修炼成功，战斗实力获得很大提升。就在这时，宗门大钟响起，一道汇报声响彻整个宗门。大夏王朝3公主驾临。王浩眼皮一动，无双，她怎么来了？王朝公主驾临，哪怕她只是个结丹修士，合欢宗上下也不敢有丝毫怠慢。但台明月亲自出迎，即使心里有结，他也不得不笑脸相对。身为化神期高手，合欢宗宗主，他足以称霸一方，但面对大夏王朝皇室，也不得不低头。因为大夏王朝皇室有着一尊超越化神期的大人物坐镇，那可是只手遮天的绝代大能。一番繁琐的礼节之后，姬无双命令第五梦宣读陛下的圣旨，王浩等合欢宗门人跪拜在地，洗耳恭听。圣旨就传达一件事：王浩被招为驸马，顷刻间，很多听说过小道消息的弟子，不管是男弟子还是女弟子，这一刻都心碎了。男弟子心里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女弟子心里想的是，完了，我不能成为王浩师兄的道侣了。于是王浩抬眼看去，众多男弟子的头顶上冒出黄色数字，而一众女弟子的头顶上冒出黑色数字。极度值加35，极度值加55，极度值加75，愤怒值加100，愤怒值加150，愤怒值加200。王浩摇头苦笑，内心暗爽，怒赚一波情绪值。这时他心有所感，抬眼看向一个角落，只见阮红霄手握冰魄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又看了一眼姬无双，然后隐去身影，消失不见。就听系统提示，愤怒值加5000，来自阮红霄。王浩暗暗咂嘴，完了，估计师姐肺都气炸了。他之前多次想要跟我那啥，结果被姬无双搞来一道赐婚圣旨抢了先。命运啊，有时就是这么奇妙。王浩不禁感叹，师姐，希望你能明白，在感情的世界里，一个人的出场顺序和出场时机真的很重要。圣旨宣读完毕后，长老堂的长老们和众多弟子迅速退走，姬无双终于不再端着架子，变得随性起来。他迈步走向澹台明月，微微弯腰施礼道：无双见过明月姐姐。澹台明月被姬无双的行礼吓了一跳，随即明白过来，心里的郁结顿时消散大半。他急忙伸手扶住姬无双，露出柔和的笑脸：妹妹快免礼，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姬无双嗯了一声，扭头看了一眼王浩，满脸开心的表情。就这样，澹台明月拉着姬无双前往神女峰，准备说些女人间的悄悄话，都没带上王浩。而这一幕看得王浩目瞪口呆，手摸下巴赞叹道：不愧是一朝公主，
这情商分分钟拿捏师尊啊！按照行程，姬无双会在合欢宗停留一段时间，直到天元秘境开启，他才返回王都。因此，王浩也不急着跟姬无双单独私会，他使出缩地成寸神通，迅速返回清水小筑，把里里外外都打扫一遍，搞得干净整洁。虽然姬无双不一定会住在这里，但他肯定会来看一眼王浩平时居住的地方。搞定一切后，王浩便继续参悟刚修炼的2大神通：缩地成寸和定身术。不知过了多久，他结束修炼，可刚睁开眼，就看到院子里多了一个人，第五梦。王浩惊疑，起身询问：“你来找我？无双在哪？”第五梦上下打量着王浩，清冷的眼眸像是要看穿他的一切。片刻后，他语气冰冷地说道：“我虽然不知道公主为什么会选择你，但我要提醒你一点，公主未来要争夺至尊位。”王浩的眼神迅速严肃起来。第五梦是专门来找他的，无双要做的事，我自然全力支持。不说别的，就凭他遭遇暗杀，险些丧命，他除了一往无前夺取至尊之位外，也没别的选择。王浩一语中的。第五梦讶异地看了他一眼，轻叹一声：“你竟然看得这么明白？”王浩耸耸肩：“这很难吗？我大概知道你的来意，请放心，我不会拖无双的后腿，必要之时，合欢宗会倾力协助。”第五梦更惊讶了，他什么都没说，王浩竟然猜透了他的心思。这个男人并非表面看起来风流好色，总是一副贱兮兮的样子，那么简单啊。第五梦心里评价道，对王浩的印象有所改观。他的目的已达到，迅速隐去身影，悄悄离去。目送他离去，王浩抬头遥望天上的明月，悠悠一叹，似乎卷进了意料之外的事情中啊。第五梦离开后没多久，姬无双御剑而来，他的随身侍卫将清水小筑围了起来，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无双，你不会跟我住一起吧？王浩故作疑惑地问道。姬无双展颜一笑，伸手一挥，从储物戒指里将自己的衣物和生活用品都拿了出来。在天元秘境开启前，我会跟你住一起，怎么，不愿意？王浩脸色一窘，挠挠头，支支吾吾说道：“那个啥，师尊他。”见状，姬无双笑了笑：“别担心，我跟姐姐畅谈了很久，她已经接受我了。说起来，是我突然闯进你的世界，都没询问你的意思呢。”询问我的意思？王浩愣了一下，没明白姬无双的话。接着，姬无双迈步走向王浩，步步紧逼，直到把王浩逼到墙角，退无可退。那个无双，咱有话好好说，别冲动。要知道，我可是血气方刚的男人。王浩嘿嘿一笑，他就怕姬无双用什么法器把他困住，然后把他给燃。而下一秒，姬无双一脸柔情地看着他：“坏呸！妖兽山脉一别，过去3年，你可曾想过我？你心里对我是什么感觉？”王浩怔怔地看着姬无双，内心的复杂情绪汹涌而出。良久，无双，我偷偷地想过你，但不敢有非分之想，脑子里时常闪现跟你在山洞里疗伤的画面。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姬无双打断。既然会想我，就说明心里有我。既然心里有我，为什么3年都不去找我？凡人家庭的男人都能3妻4妾，你是修士，还是合欢宗的修士，拥有多个道侣，不是很正常？姬无双眼眸轻颤，像是生气了，眼眶里竟有些湿润。王浩不得不说，姬无双的一番话还是相当炸裂的，是他单纯了。他伸出双手，轻轻抱住姬无双，一句话都没说。然后，姬无双的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倾泻而出。坏呸！坏呸！我讨厌你！讨厌你！他紧紧抱住王浩，哭得梨花带雨，仿若3年的思念在这一瞬间释放。王浩轻轻抚摸姬无双的秀发，不禁感叹：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啊！与此同时，远在神女峰的淡台明月通过神念感知看到了一切。或许这就是天意，浩终将面对他的身世，夺回属于他的荣耀。是女峰阮红霄所在的修炼洞府。哎，王浩师弟的女人缘怎么这么好？都怪宗门会武，也怪师弟出尽风头，被公主看上了。阮红霄无奈感慨，他哪里知道，早在3年前的妖兽山脉，姬无双便看上了王浩。缥缈峰藏书阁，诸葛玄和洛清禅站在最顶层，眺望纯阳峰的方向，默然不语。良久，诸葛玄悠悠一叹：清禅，这就是你选择王浩要面对的情况。以他的条件和品性，只怕以后的道理会很多。不知怎么的，说着说着，他也变得有些烦躁起来，眉头微皱，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洛清禅听后笑了笑，轻声回应：玄长老，你不用提醒我，王浩师兄是怎样的人，我很清楚。诸葛玄以手扶额，默念道：这丫头怎么死脑筋呢？算了，以后再也不提了，这丫头没救了。正这么想着，洛清禅缓缓解开遮住眼睛的绸布，众同天眼刹那睁开，
一道柔和的光芒笼罩诸葛玄。诸葛玄心惊，却没有出手干扰，因为他知道洛清禅在施展某种重瞳秘法。片刻后，洛清禅大有深意地凝视诸葛玄，柔声道：“玄长老，你也将成为师兄命运中的一部分。”诸葛玄瞪大了眼睛，难道洛清禅用重瞳秘法看到了一角未来？清禅，你什么意思？诸葛玄迅速领悟那番话的意思，疑惑道：“你是说，我也会成为那个流氓胚子的女人？”他惊讶不已，急忙摇头否认：“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算天下的男人都死了，我也不会喜欢那家伙。”洛清禅笑而不语，没有争论。而诸葛玄话音刚落，一道紫红色的雷霆从天而降，直直劈向他。仓促之间，诸葛玄拼力抵挡，总算没被劈中。呼！他惊愕不已，自语道：“不能吧，我就随口一说，竟然遭雷劈？难道我和那家伙真的……”诸葛玄心潮起伏，开始胡思乱想。他急忙看向洛清禅：“清禅，你跟我说说，到底看到了什么？我以后真的会成为那家伙的道侣？”洛清禅依旧笑而不答，搞得诸葛玄百爪挠心，郁闷不已。冤家，真是冤家！难怪那家伙每次调戏我，我都不生气，反而有点窃喜和兴奋。哎，造孽啊！诸葛玄哭笑不得，长叹一声，眼睛遥望纯阳峰，不知道在想什么。药园药堂内，月瑶双手托着下巴坐在窗前，面前摆放着一颗合欢丹。他抬头欣赏天上的明月，心思却根本不在赏月。良久，他轻叹一声：“师兄，我该不该动手呢？你身边的女人越来越多，连三公主都对你倾心，真让我意外啊。”纯阳峰清水小筑，王浩有些不知所措地看着姬无双。大晚上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就算不做什么，明天也会流言满天飞。既然这样，那不如干点什么。他轻咳几声，掩饰尴尬，假装询问道：“无双，今晚你睡我的床，我坐地上入定修炼，怎么样？”姬无双浅浅一笑，挥手打出一道灵力匹链，将王浩困住，拘禁到身边。坏呸！距离天元秘境开启还有一段时间，你难道想每天晚上都修炼？王浩摇头苦笑，暗暗吐槽：他们怎么回事？怎么都喜欢玩捆绑？阮红霄就算了，连无双也……哼，给我等着，等我修为超过你们，一个个全收拾了。全身被困，王浩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然后他就看到姬无双缓缓解开衣衫，挥手不下结界，防止别人偷窥偷听，一步一步走向王浩。那如玉般的肌肤丝滑细腻，散发着晶莹的光华。那胸前的丰满大雷随着脚步一颤一颤的，王浩的心也跟着颤动起来。喉咙微动，王浩咽了咽口水，内心迅速火热起来，身体也有了反应。系统提示：兴奋值加35，兴奋值加65。王浩眼神一动，立即点开系统面板，查看异常状态那一栏。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本源受损88%， 55%。他暗暗记下这个数字，决定测试一下系统曾经的建议。迄今为止，他只跟淡台明月双修过，如今有机会跟姬无双进行首次双修，能够修复一点本源伤痕吗？正想着，他感觉浑身一凉，身上的衣服被姬无双施法脱掉，飞到墙角的衣架上。紧接着，一道柔软的娇躯扑进他的怀里，两片柔软的红唇狠狠咬住他。坏胚，从此刻开始，你我便是道侣，你就是我的驸马，大夏王朝三公主的驸马。说完，他解开王浩的束缚，羞答答地说道：坏胚，我是第一次，没什么经验，你来吧。王浩早已热血沸腾，此时听到这句话，最后一丝理智被冲垮。无双。就这样，随着一片靡靡之音响起，两人开始了第一次甜蜜无间的欢乐旅程。2个小时后，姬无双率先败下阵来，满脸羞红地看着王浩：坏胚，原来这就是双修，我有点停不下来呢，要不我们再来一次？他娇羞不已，自己都惊讶会说出这样的话。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异常状态提醒，宿主与先天道体双修，修复0%本源伤痕。王浩一惊，然后就看到本源伤痕受损程度从88%、55%降低为88%、25%。先天道体。他扭头看向姬无双，正要说话，异变突发。姬无双的体内突然涌现出一道神秘祥和的力量，蕴含大道气运，冲天而起，震惊整个合欢宗。姬无双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可他沉着应对，细心感悟身体的变化，迅速稳住心神。渐渐的，一丝明悟浮现心头，让他欣喜不已。淡台明月迅速离开神女峰，而那道冲天光柱和他当日觉醒元灵之体时出现的异象有些相似。这是先天道体。身为化神期的淡台明月，他自然见识广泛，一语道破。原本他还因为姬无双横插一脚而心生不忿，但此刻
他得知姬无双觉醒先天道体后，心里的烦闷刹那间释怀了大半。如此一来，浩儿的本源伤痕修复速度便能加快不少，倒也算是一件好事。淡台明月轻叹，随即下令任何人不得靠近清水小筑，不得打扰王浩跟三公主。某个隐蔽角落里，身为姬无双的谋士第五梦眼眸散发悠悠紫光，像是在施展某种秘术。半晌，他恢复如常，低声自语道：先天道体，公主殿下，我必定助你登上至尊宝座，执掌大夏。很快，异象散去，姬无双的气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眉眼含笑地看着王浩，内心的火热越发浓烈。坏胚，我们继续。好嘞，无双，我要来啦。靡靡之音再次响起，直到天明。吱呀一声，门开。舒服啊。一大早，王浩推开房门走到院子里，伸了个懒腰，露出惬意的神情。跟师尊的元灵之体相比，无双的先天道体效果更好一些，一夜4次大道伤痕修复1%，都比得上提升一个大境界的效果了。王浩的心里美滋滋，舒展身体后点开系统面板。和淡台明月相似，甚至比他还要厉害的是，姬无双在王浩面前更加兴奋，能够产生更多的兴奋值。师尊和无双都说我身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味道，让他们难以自拔。我身上啥味道？我怎么闻不到？一番思索无果，他不再纠结，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值后，查看个人信息。实力：筑基中期，神通1，法天象地，神通2，定身术，神通3，缩地成寸。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受损程度87%，35%。抽奖值126590。其他都不错，就是抽奖太搞心态。要是童子哥不让我当飞球，我还能变得更强。王浩咂咂嘴，一想到抽奖，心里就难受。如今的他，修为达到筑基中期，神魂力量堪比结丹中期，更有厉害的神通术法和各种高阶法器。就算独自进入天元秘境，也有自保之力。还有3个月，天元秘境将开启，而那里将是我的蜕变之地。就在这时，梳洗打扮好的姬无双从房间内走了出来，变得比之前更加明艳动人，举手投足间道韵流转，神圣非凡。坏胚！姬无双笑盈盈喊了一声，眼眸微颤，打趣道：你不去姐姐那里看看？这一晚上他估计不太好过呢。王浩先是一愣，随即挠头干笑，不知怎么回答。别傻笑，去好好安抚他一下。虽然不知道怎么就觉醒先天道体了，但我想肯定和你有关。姬无双自信而大方地笑了笑，轻轻抱了一下王浩。去吧，晚上你再好好伺候我，我要入定修炼，领悟先天道体的奥秘。说完，他脸色羞红不已，看得王浩心头一热。女人心真是海底针，看不透，看不透啊。他心里一叹，立即御剑而去，前往神女峰。目送王浩离开，姬无双感慨道：真是一个神奇的男人，时刻都在释放非凡的魅力，估计以后的桃花会接连不断呢。而在王浩离开后不久，第五梦现出身影，朝姬无双行礼后，轻声道：公主，我已经命令下去，不得将昨晚的事宣扬出去。姬无双点头嗯了一声，补充一句：替我拟一份诏书，就说我在途中遭遇危险，王浩拼命护佑，请陛下赏赐，封王浩为忠义侯。第五梦略微思量，深深地看了一眼姬无双，属下知道了，我这就去办。姬无双抬头看天，低声的喃道：太子哥哥，你会如何应对呢？神女峰后山，房间内室，两道身影缠绵在一起，伴随着一声声靡靡之音，仿若进入极乐之境。不知缠绵了多久，两人的身体同时一颤，彼此柔情对视，像是要把对方吞噬一般。浩儿，师尊好想你。师尊，浩儿，不必多说，我什么都明白。王浩瞳孔一颤，激烈亲吻淡台明月，在他耳边说道：师尊，徒弟又要上了。两人再次缠绵，享受鱼水之欢。系统疯狂提示，兴奋值变化时间悠悠而过，距离天元秘境开启的时间越来越近。这天清晨，王浩推开房门，两手扶着腰走了出来，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灵气，感叹道：真是应了那句话，没有耕坏的田，只有累死的牛。他摇头一笑，又补了一句：大多人都是一块田，而我是2块，而且还是面积超大的耕地。3个月以来，他每天的生活十分充实，都在修炼中度过。修为没什么提升，本源伤痕修复了不少，但是和之前淡台明月的情况相似，姬无双的先天道体随着双修次数的增多，修复大道伤痕的效果也有所下降。而这也说明，童子哥，难道只有你说的那个办法，不断找人双修吗？王浩自嘲一笑。就在这时，宗门大钟被敲响，
负责传令的执事弟子声音响彻整个合欢宗。天元秘境即将开启，请有意进入秘境的弟子前往演武场1个时辰为限。听到这个消息后，宗门上下迅速沸腾起来。姬无双穿戴整齐地从房间内走出，从背后紧紧抱住王浩，娇声道：“坏胚，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王浩拍了拍他的手，安抚道：“我会没事的，一定安全回来。”姬无双点头：“坏胚，我已经请旨让陛下封你为忠义侯，并且昭告天下，尤其是其他6大宗门，希望他们有所忌惮。”王浩内心一动，转身拥吻姬无双后便御剑离去，飞向演武场。他走后不久，第五梦现出身影，说道：“公主，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可以启程返回王都了。”姬无双脸上的笑容迅速敛去，遥望王浩的背影：“等你从天元秘境回来，我便接你去王都拜见父皇。”说完，他转身离开清水小筑，率队离开合欢宗。合欢宗演武场，众多想要进入天元秘境的弟子纷纷赶来，他们激动不已，想着寻到大机缘，从而一步登天。周师兄，您这次进入天元秘境有什么目标啊？有弟子询问周鸿飞。周鸿飞淡淡一笑，正要回应，突然心有所感，抬头看天，瞬间眼神一冷。不过他很好的掩饰了过去，笑着说道：“听说我的仇人也会进入秘境，我要杀了他。”众弟子愤怒值加1000，来自周鸿飞。王浩刚落地，系统突然提示，目光扫视而去，他看到了周鸿飞的身影，轻蔑一笑：“狗东西，进入秘境后新仇旧恨一起算。”暗骂一句，正不知去哪，洛清禅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师兄，这边来，跟我站一起。”王浩循声而去，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与此同时，阮红霄和月瑶先后赶来，纷纷站在王浩的身边，和洛清禅一起把他紧紧围住。而被3位绝色美人同时围住的王浩，迅速成为全场的焦点。接着王浩就看到很多人的脑门上冒出一个个黄色数字：极度值加35，极度值加55，极度值加65。他还听到有人吐槽：“人比人气死人啊，我到底输哪了？惆怅啊，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还有天理吗？”王浩暗爽不已。就在这时，淡台明月现身，他开启传送法阵，命令道：“速速进入传送阵，前往天元峡谷。”天元峡谷，一道巨大的传送法阵显现，淡台明月率领合欢宗弟子现出身影。他们来得不算早，焚天殿和天双门的人早已抵达，正在各自的营地准备着。淡台镜、穆红鸾和诸葛玄3位长老按照淡台明月的吩咐，给每个即将进入秘境的弟子分发一份地图以及一枚传送玉符。淡台明月嘱咐到，这份地图是之前7大宗门进入秘境的弟子联合绘制的，内容并不十分详尽，若进入地图没有标记的区域，可视情况选择退走，保存性命。接着他再次叮嘱：“你们手里的传送玉符，大多情况下都能把你们传送回来，若遇到特殊空间无法传送，那只能自求多福了。”淡台明月的声音很轻，无疑给热血上头的弟子浇了一盆冷水，目的是让他们明白，天元秘境是个机缘与危机并存的地方，行事务必小心谨慎。收好地图和传送玉符，王浩打量四周，不远处的周鸿飞朝他轻蔑一笑。天双门的陈峰眼睛死死盯着阮红霄，恨意滔滔：“还挺热闹哈，该来的都来了。”王浩暗叹。就在这时，阮红霄和洛清禅还有月瑶同时走向他，引来众人侧目。愤怒值加1500，来自陈峰。王浩暗笑一声，不予理会。被3位绝世美女包围，不止合欢宗男弟子，就连焚天殿和天双门的男弟子头顶上都冒出一个个黄色数字：极度值加65，极度值加85，极度值加105。王浩还能说什么？你们不爽是你们的，老子爽就行了。不一会儿，黄泉阁和万毒谷的人同时抵达，随后青云宗的人也到了，而玄阴门的人最后抵达。紧接着，天元峡谷出现异变，一道空间裂缝缓缓出现，同时伴随出现的还有一株扎根虚空的青莲。7大门派的宗主腾空而起，彼此客套几句话后，便同时施法打向那株青莲。来之前，王浩便了解过，天元秘境开启的时间并不固定，关闭的时间也很随机，而开启和关闭的时间正取决于那株青莲。而且秘境对进入其中的修士有限制，元婴期以下的人才能进入，否则必遭反噬，生死道消，无一例外。曾有一个元婴期修士自信满满的想要闯进秘境寻找机缘，结果当场魂飞魄散，尸骨无存。古往今来，天元秘境多次开启，在时间长河中，不知有多少元婴期以下的修士进入其中，获得大机缘，最后修炼有成，成为一方巨擘。随着7大宗主同时出手，青莲受到灵力刺激，缓缓绽放，开启一条虚空通道。
7大宗主同时下令，速速进入秘境，寻求各自机缘。话音一落，众人纷纷激动大喊，驾驭法器冲向虚空通道，转瞬消失不见。7大宗门的弟子身影如流星般飞进天元秘境，进入那神秘不可测之地。等大多人都飞走了，王浩才悠然自得地说道：“走了，我也该出发了。”临走前，阮红霄提议：“师弟，我们约定在王者峡谷会合怎么样？那里有一座秘境强者榜，若留名可获得秘境奖励。”王浩觉得有意思，点头同意。好的，师姐，青蝉师妹和月瑶师妹也可以去那一起会合。洛青蝉和月瑶异口同声道：“好的，师兄，听你的。”就这样，4个人先后进入秘境，在秘境力量作用下，各自分散，被传送到不同的区域。秘境内，王浩降落在一处密林中，他立即拿出地图，可看了半天，依旧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该不会倒霉的闯进了未知之地吧？王浩默念，哭笑不得。本着来都来了的心态，王浩小心翼翼地在密林中穿行，正式开启秘境探险之旅。为了安全起见，他把隐身斗篷戴上，隔绝自身气息，一路顺利前行。不知飞了多久，也不知飞了多远，王浩听到前方的密林传来打斗声，半天都没遇见活人。他迅速凑过去一探究竟，可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遇见了天霜门的陈峰。此时他正对一个假丹境界的少年出手，而且出手狠毒，招招致命。不过那少年也不是凡俗之辈，竟然能抵挡陈峰的多次进攻，实在不可思议。假丹境和结丹境初期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可很多修士终其一生都跨不过那一步。然而那少年的实力终究差了一点，在陈峰的凌厉攻势下，少年被打吐血，身上到处都是剑伤，无奈之下不得不现出本体，竟然是只玄龟。不对，假丹境的妖兽不可能化形，你吃过化形草或者化形丹？陈峰惊叹。听到他的话，玄龟开口道：“太虚紫玉髓是我先找到的，我要炼制本命法器，你为什么要抢我的东西？”躲在暗中观察的王浩不由一惊。太虚紫玉髓，我听师尊说过，那可是炼制空间类法器的至宝啊！想不到陈峰妄图趁火打劫，哼，我岂能让你如意？王浩冷笑一声，悄悄靠了过去。让敌人痛苦难受的事情，他当然要做。就在玄龟快要承受不了陈峰的攻击，即将重伤身死之时，一道数10丈高的金身法相迅速成型。法天象地，王浩出手了，而且一出手就贴脸开大，打了陈峰一个措手不及。仓促之下，陈峰施法抵抗，却被巨大的金色拳印打飞数百米。虽然没受伤，但一股火气蹭蹭往外冒。而当他看见王浩的身影时，内心的怒火冲天而起。王浩，你又坏我好事！没有理会他的愤怒，王浩召唤太虚魂剑，施展3000幻劫光，再次逼退陈峰数百丈。王浩没有恋战，以他如今的实力，若是拼命一战，他有自信能够杀了陈峰，但是代价太大，不划算。狗东西，别追过来，不然我杀了你！一声低喝，王浩迅速带走玄龟，使用神通缩的成寸，刹那间远遁。陈峰追不上，气得咬牙切齿，气急败坏骂道：“王浩，我跟你势不两立！”某个山间溪流旁，王浩救醒玄龟少年，谢谢救命之恩，你也要夺我的紫玉髓吗？少年怯生生地问道。王浩摇头，询问道：“你知道我们现在处于什么位置吗？”我好像迷路了。玄龟少年疑惑地眨了眨眼睛。陈英几秒回道：“这里是空桑峡谷，往西是空桑山，距离有点远，而往东是雷泽，距离此处很近。而我的紫玉髓的自空桑山。”王浩听后拿出地图对照，手摸下巴沉思。果然，我进入了未标记的区域，既然雷泽比较近，那就去闯闯看。说完，他转身就走。就在这时，那玄龟少年下跪拜道：“我叫玄清，感谢救命之恩。”王浩摆摆手，使用缩地成寸，直奔雷泽而去。按照玄清的指引，王浩一路向东，很快赶到雷泽。当他亲眼看到108座倒悬在空中的雷山时，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而雷山笼罩下的区域便是雷泽，数不清的电弧从山上落下，形成一片雷霆的海洋。王浩依旧穿戴隐身斗篷，迅速靠近雷泽，可刚抵达边缘地带，他就看见一伙人先他一步赶到这里。青云宗的人，他不禁狐疑，默念道：“地图没有标记雷泽的位置，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难道说……”王浩心里猜测，但不敢确定，决定静观其变，看他们想做什么。雷泽边缘，6个青云宗弟子联手施法，合力一击，凝聚一道法阵，覆盖众人脚下。其中修为最强的一个弟子名叫凌啸，已经是假阴境界的高手，再进一步便是元婴期大能了。诸位师弟，雷泽内有座雷神一种，传说存在一具即将超越化神期的强者遗骸，
若我得到，必能顺利结姻，还请师弟们助我。”林啸脸色凝重地说道，不敢有丝毫大意。天上地下都是雷霆，稍有不慎便是死局。听到他的话，有弟子回应道：“林师兄哪里话？若不是你愿意分享信息给我们，我们也来不了这里。”“是啊，林师兄，雷神遗冢内的遗骸归你，若有其他宝物，还请师兄割爱，让给我们。”林啸连连点头，满口答应。那是自然，听说里面有一口雷池，孕育出了雷结液，能够提升修为，淬炼神魂，是难得的宝贝啊。听到雷结液，其他弟子眼神一亮，内心越发期待。于是6个人合力催动法阵，有惊无险地穿行在雷泽中，避开天降神雷，一步一步朝着雷神遗冢的方向前进。躲在暗中偷听的王浩不禁眼神微眯，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地图，看来有人绘制地图时藏了私心。他低声默念，利用隐身斗篷遮蔽身影，悄悄跟在他们的身后，偷偷摸摸地走进雷泽。一路上都相安无事，可随着逐渐深入雷泽，天上的落雷越来越密集，威力也越来越大。就算林啸等人的实力都在结丹境，也能操控法阵抵挡天雷，但灵力消耗太大。就在这时，有个实力稍弱的弟子因为灵力输送不及时，导致法阵有缺，被一道胳膊粗的雷霆击中，法阵顿时出现裂痕。而巧合的是，那道雷霆被法阵弹开后，正好击中猫在他们身后的王浩。刹那间，王浩被逼现出身影，痛得龇牙咧嘴，而林啸等人被突然出现的人影惊呆了。他们难以理解，背后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竟然毫无察觉。王浩咧嘴一笑，趁他们愣神的功夫，施展缩的成寸，瞬间越过他们，进入雷泽深处。林啸率先反应过来，大喊道：“不好，那家伙也是冲着雷神遗冢去的，我们快走，不要停，不能让那人抢了先。”事关机缘，大伙不再有所保留，爆发全部实力，维持法阵，全速前进。而成功领先的王浩，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用缩地成寸神通，误打误撞闯进雷泽深处，触发了某种雷霆法阵。一时间，雷从天降，如雨点般密集，打得王浩无处藏身，身上被打得皮开肉绽，触目惊心。危急之时，他触发是天元核的力量，对着天空大喊一声：“给我吞噬，炼化！”于是神奇的一幕上演，数不清的雷霆之力疯狂涌向王浩的丹田，他被浓郁的雷光包围，宛如雷神一般。匆忙赶到的林啸等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人是谁？竟然能够吞噬雷霆！林啸惊呼。就在这时，有人惊喜地喊道：“林师兄，你快看，那是不是雷击木？”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看去，林啸发现一株毫无生机的树木正在时刻经受雷霆的轰击和锤炼，他欣喜不已。没错，那是雷击木，而且还是千年雷击木，非常罕见的宝贝。众人惊呼，纷纷出手，想要收归自己所有。而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彻天地：“都给我滚！我承受雷击洗礼，那颗雷击木是我的！”正在被雷劈的王浩大声呼喊，是天元核能够吸收雷霆之力，能让他暂时横行雷泽而无所顾忌。因此，在林啸等人惊怒的注视下，他使用缩地成寸，迅速抵临雷击木的位置，施法将其收进储物戒指。在王浩成功收走雷击木的瞬间，林啸等人瞬间破防，纷纷喊道：“给我留下雷击木，那是我们先发现的。”王浩嗤笑一声，回怼道：“给老子闭嘴！老子先拿到手就是老子的，你算什么东西？”众人张嘴就是老子的，一点素质都没有。然后王浩就听系统提示：愤怒值加1000，愤怒值加1500，愤怒值加2000。他暗爽不已。在是天元核吸收足够多的雷霆，凝聚出第5道雷霆符文时，王浩带着雷击木继续朝着雷神遗冢赶去。来都来了，王浩自然不会拿到雷击木就离开。直觉告诉他，他能在雷泽获得很大的机缘。可就在这时，一道震天动地的吼声从天上传来，紧接着一只沐浴雷霆的妖兽冲天而降。那妖兽体型似牛，却只有一只脚，看起来十分独特。林啸瞳孔一缩，惊呼道：“竟然是雷兽魁牛！诸位师弟，立即加大力量维护法阵。”虽然这只魁牛的实力只是结丹初期，但这里是雷泽，它能发挥超强的实力。众弟子惊讶不已，他们当然知晓雷兽魁牛的凶名，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他们自然十分卖力，不敢有丝毫懈怠。王浩也被突然降临的魁牛吓了一跳，不过他实力低微，自动被魁牛忽略。魁牛怒吼道：“人类修士，到玄雷山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赶快把雷击木还回来，我饶你们不死。”雷兽魁牛低头俯视林啸等人，让他们交出雷击木。林啸等人除了懵逼就是懵逼，雷击木不在他们手里啊！正要澄清事实，王浩煽风点火道：“牛哥，
就是他们拿的雷击木，还想杀死我，幸好我跑得快。雷兽魁牛斜着看了一眼，张嘴吐出一道雷霆，打中嘚瑟的王浩，把他击飞数百米。幸好是天元核时刻运转，转瞬间吸收雷霆之力，化解了魁牛的攻击。也正因为这一击，王浩成功脱离雷霆法阵，闯进一处祭台，越发接近雷神遗冢。这是什么地方？王浩皱眉沉思，还没意识到巨大的危险很快就要降临。轰隆一声，一块石碑从地面升起，出现在王浩面前，上面刻有3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渡劫台。王浩瞬间明悟，立即触发是天元核，而下一秒，一道神雷从天而降，直直劈中他。更离奇的是，脚下祭台有股神秘力量，竟然限制他的行动，让他无法脱身。尝试多次挣脱都无果后，王浩干脆放弃，盘膝打坐，倾力操控是天元核，硬抗天雷。而在是天元核的吞噬下，大量雷霆之力被吸收炼化，反哺大量灵力给王浩，助他提升修为。不仅如此，第6道雷霆符文也在缓缓成型，即将凝聚。此时此刻，别人眼里避之不及的神雷，反而成了王浩提升实力的作弊利器。这一趟没白来，这一顿雷劫没白挨，杀不死我的，终将让我变得更强大。王浩暗叹，默默承受雷霆炼体之苦。可出乎意料的是，系统莫名弹出提示：愤怒值加1000，愤怒值加1500，愤怒值加1500，而且都来自青云宗。王浩暗笑一声：牛哥，替我好好招呼他们。另一边，雷神魁牛现身后，借助倒悬雷山的力量，和凌啸为首的青云宗弟子大战在一起。双方打得不可开交，越打越火大。魁牛怒吼：赶快把雷击木交出来，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凌啸反驳：蠢牛，我说了很多次，雷击木被那家伙拿走了，你怎么就不信？魁牛怒骂：当我是傻子？那人只是筑基中期的修为，怎么能从你们6个结丹修士的手里抢走雷击木？凌啸无语至极，使出最强一击轰击魁牛的眼睛。雷天剑遭受重击，魁牛吃痛，破口大骂：哼，果然是你拿的，好一招攻击，把我都打疼了。好，吃俺老牛一击。魁牛打出了真火，全身弥漫浓郁的雷霆，打出最强一击。青云宗6个弟子操控法阵奋力抵抗，却不料法阵被破，众人纷纷受伤，无奈逃遁。可魁牛追着他们不放，一直喊道：别走，把雷击木还给我。凌啸等人真是头蠢牛，听不懂人话，被魁牛打得狼狈逃窜，他们心里怎能不恼火？尤其是凌啸，他的灵根属性是雷霆，筹谋等待多年，就是为了进入天元秘境，获得雷神遗骸，冲击元婴期。可现在一切计划都被打乱，不仅没进入雷神遗冢，还被雷兽魁牛追着打。他越想越懊恼，越懊恼越憋屈，忍不住咳出一道血剑。仰天骂道：别让我知道你是谁，不然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凌啸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在一个小小的筑基修士手上栽这么大的跟头。而渡劫台上，王浩正在承受一道又一道神雷，每一道神雷都劈得王浩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足足99道雷霆之后，渡劫台再不降下神雷，是天元和吸收的神雷之力成功凝聚出第6道雷霆符文，而反哺的灵力也让王浩的修为提升不少。虽然被雷劈很疼，但不得不承认炼体效果非常显著，浑身筋骨仿若被锤炼一番，提升很大。王浩感叹，欣喜不已。踏出渡劫台，他的面前出现一道通天台阶，而那些台阶都是用雷晶石铸就，弥漫着浓郁的雷霆之力。他若有所思地看着雷晶石台阶，一番沉吟后，毅然决然地迈出第一步。下一秒，他全身酥麻，一道道电流自下而上，涌入王浩身体，再次淬炼他的筋骨。幸好他早有准备，是天元核的吞噬之力及时发挥作用，不然的话，他已经死了。真疼啊！雷神遗冢名不虚传，想要进入其中，真是难如登天。若非他有外挂傍身，根本走不到这里。王浩感叹不已。当是天元核图吞噬炼化第1个雷晶石阶梯的雷霆之力后，王浩深吸一口气，迈出第2步，踏上第2级雷晶石台阶。巨大的痛苦再次袭来，他咬牙坚持，接受雷霆炼体的煎熬之路。就这样，他一步一步攀登而上，每一步都坚定有力，没有丝毫退缩。而在这个过程中，王浩获得的好处是巨大的，不仅身体得到淬炼，变得比之前更加强大，是天元核还反哺大量灵力给王浩。第7道雷霆本源符文也在悄然成型。而在雷霆炼体的淬炼过程中，王浩渐渐心有所悟，修仙意图就该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坚定前行。我修炼速度过快，修为低，而神魂力量强，基础不够牢固，境界感悟还有所欠缺。这次误打误撞进入雷泽，反而帮我化解了这些隐患，夯实了我的修仙根基。丹田内
气海扩大了3倍不止，阴阳鱼也变得比之前灵动很多，像是活物一般。阴阳造化诀，雷霆主杀伐，但死中有生，毁灭中也蕴含生机，这便是造化。王浩低声自语，整个人仿若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就连雷霆炼体也不觉得疼了。就这样，他接连攀登，一步都没停下，在踏上第108级雷晶石台阶后顺利登顶。而他也从那种奇妙的状态清醒过来，心有所悟。心神内视之下，是天元核凝聚出第7道雷霆符文，还差2道就能第1次圆满，衍生出一种罕见的雷道神通。王浩隐有些期待。一番整理之后，他继续向前进。这一路很顺利，没有被雷劈。不知走了多远，他看到一口水池，里面的水清澈无比。这是雷池。被雷霆劈得那么惨，王浩自然一眼认了出来，顿时大喜过望。难道这就是雷结液？一池的雷结液。王浩惊呼，立即大口喝了起来。刚喝第1口，他便如遭雷击，身体僵硬在原地。丹田内是天元核触发力量，迅速吞噬炼化雷结液的力量，王浩才得以恢复行动。呼，好险，好厉害，不愧是雷结液，我要把它们全部炼化，冲刺筑基后期，凝聚第8道雷霆本源符文。王浩激动不已，随即坐在雷池边上开始炼化雷结液。与此同时，青云宗的凌啸等人被雷兽魁牛打得狼狈不堪，无奈逃出雷泽，在雷泽边缘游荡。然而魁牛不死心，死死追着他们不放，把雷击木还给我，不然你们跑到天涯海角，我都要杀了你们。凌啸等人，造孽啊！这头魁牛是不是脑子被雷劈傻了？转眼间2个月时间过去，王浩成功炼化雷池中的大半雷结液，剩下的雷结液则用7彩葫芦全部装走，而是天元核也凝聚出第8道雷霆本源符文，已经触摸到筑基后期的屏障，很快就能进阶了。王浩自语，他继续沿着雷池向前走，发现一座5色祭坛，而祭坛的正中央端坐着一具尸骸。雷神遗骸！王浩惊呼。5色祭坛的中央，一具散发磅礴威势的尸骸吸引了王浩的注意。他慢慢靠近，眼睛时刻注意周围的变化，确认没有危险后，他抵临尸骸近前，相距仅1尺之遥。就在这时，丹田内的噬天元核剧烈颤动起来，8道雷霆本源符文释放雷霆之力，竟然和尸骸产生了某种共鸣。刹那间，尸骸绽放银白色雷光，仿若活了过来一样，一道虚幻的人影从尸骸内飘出，凌空站立，傲视苍穹，而他的气势远远超过澹台明月，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境界。他站立良久，悠悠一叹，低头俯视王浩，一眼看穿他王浩的所有秘密，不禁笑了笑。筑基中期的修士竟然能闯到这里，也算有缘。小家伙，我叫薛傲风，只是一道虚影，很快就会消散，希望你替我做件事。王浩哪敢不听，他急忙询问，不知前辈让我做什么事？晚辈实力低微，恐怕能做的事情很有限。那道人影哈哈大笑，摆手道，不必担心，我只要你给我转交2样东西给玄阴门的花音。王浩眼神微眯，花音？那不是玄阴门的太上长老吗？那可是老古董级别的人物了，还活不活着都不知道啊。当然这些话他肯定不会说出来，急忙承诺道，晚辈一定竭尽全力完成前辈的嘱托。那么东西在哪呢？薛傲风抬手一指，祭台颤动不已，紧接着从祭坛内飞出2件东西，飞到王浩面前，一幅画和一只手镯。王浩伸手接下，收进储物戒指，抬头看去，就看见薛傲风一脸惆怅的神情，略微沉吟。他主动询问，不知前辈还有什么嘱托？若我能够做到，必定帮你达成。薛傲风哈哈一笑，小家伙，如果你能见到花音，替我劝他一句，不要试图寻找我的下落，不要进入修魔海，尤其不要进入幽冥之地，不然将会进入那个地方。王浩听得一头雾水，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天元秘境不允许元婴期以上的修士进入，薛傲风的修为远超于此，他怎么进来的？于是他问出心里的疑惑。薛傲风摇头一叹，我是从那个地方误打误撞闯进来的，总之你们最好不要进入那个地方，那是一处死地。那个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王浩内心疑惑更重了，一再询问薛傲风讲清楚，他却顾左右而言他，不敢透露真相。或许薛傲风有自己的考量，不想让无辜的人进入那个地方，白白丢了性命。2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了不少。薛傲风感叹道，你的身体出了问题，伤了大道本源，若是无损无缺的阴阳混沌体，那么你将是我最优秀的传承者。王浩默默聆听，薛傲风的实力太强了，即使只剩一道神魂虚影，也能一眼把他一眼看穿，毫无秘密可言。最后他的神魂虚影无力支撑，化成光点消散于天地间。而在消散前，他提醒道，小家伙，
我的传承被铭刻在骨骸内，你炼化后便能得到我的传承。记住对我的承诺，找到花音，把东西交给他。”见状，王浩恭敬一拜，目睹这个曾经的一代强者彻底消失在这片世界。看着光滑收敛的尸骸，王浩磕了3个头，算是对死者的尊敬。接着他召唤出炼天炉，勾动3昧真火，将自己和尸骸倒扣其中，一边炼化尸骸，一边吸收尸骸蕴含的磅礴雷霆之力。噬天元核已经凝聚8道雷霆符文，还差1道就会圆满。他很期待能够获得怎样的雷道神通，而眼前雷神遗骸极有可能实现他的目标。3昧真火开始煅烧雷神遗骸，而很快雷霆之力弥漫整个丹炉，将王浩淹没其中。正如薛傲峰所言，他的传承铭刻在遗骸内。当遗骸被炼化后，一道道刻有传承之法的修炼法门浮现在半空中，王浩拼命记下，准备慢慢修炼。这可是曾经一代雷道大能留下的修炼法门，可遇不可求。王浩当然会认真钻研修炼。就这样，他开启枯燥的炼化和修炼之旅。一晃眼，时间又过去2个月。五色祭坛上空，炼天炉内的王浩缓缓睁开眼，眼中爆射而出一道金芒，迅速内敛。心神内视下，是天元核表面第9道雷霆本源符文正在凝聚成型，直到某一刻彻底成型。而在成型的刹那，是天元核轰然一震，9道本源符文脱离是天元核，在丹田气海内汇聚在一起，形成一道复杂玄奥的雷霆本源符文。紧接着，雷霆符文炸裂，夹杂着一股庞大的信息流冲进眉心识海，雷道神通成功衍生而出。王浩心有所悟，心神沉入识海，修炼衍生自是天元核的雷道神通阴阳双极雷。按照品级划分，阴阳双极雷属于神品低阶神通，算是一种威力强大的神通术法。此神通修炼有成后，左手能释放阴极雷，可以腐化法器灵性，摧毁敌人法器；右手能释放阳极雷，可以焚烧敌人真元气血，收割敌人寿命。阴阳双极雷一共有3招：阴阳雷矛、烈魂雷炼以及寂灭雷转。明悟修炼之法后，王浩在炼天炉内开始修行起来，同时参考雷神秘法，决定2者同修，互相借鉴印证。时间悠悠，3个月时间过去，王浩结束修炼，从入定中醒来。他收起炼天炉，伸了个懒腰，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雷泽之行收获很大，我也该离开了。说着，他施展缩地成寸，带上隐身斗篷，迅速离开雷神遗种。如今的雷泽已经奈何不了他了。他抬头看向到悬头顶的108座雷山，竟然萌生出要把他们也收走的冲动。王浩哑然失笑，觉得自己太贪心。正当他往外冲时，雷兽魁牛突然现身，张嘴吐出一道雷霆，竟然打中了他。王浩惊讶，正要说话，林啸等人冒了出来。只不过如今的他们早已被摧残得不像人样，看见王浩出现，一个个露出吃人的眼神。哼，你总算出来了。魁牛，你问他雷击木在谁手里？此时的林啸还在纠结这个问题，魁牛没有搭理林啸。他之所以能够发现王浩，是因为他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你获得了传承？魁牛惊讶问道，眼珠子瞪得滚圆。王浩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点了点头。没错，我见到了薛傲峰，获得了他的传承秘法。林啸的脸色顿时狂变，不甘心地大喊起来。而魁牛则无比激动，太好了，我终于等到新主人了。新主人？王浩错愕，很快意识到什么。雷泽。一片雷霆世界中，魁牛巨大的身躯迅速变小，兴奋地绕着王浩转圈圈。林啸等人眼神喷火，却无力改变。接着，在众人注视下，魁牛施展秘法，从眉心取出一滴本源精血，融入王浩的眉心。刹那间，一模一样的2道符文浮现而出。王浩心有所感，他成了雷兽魁牛的新主人。与此同时，他的脑海里多了一些驳杂的记忆，那是魁牛和薛傲峰曾经的过往。该死，他不仅获得雷神传承，还让魁牛认主。怎么会这样？林啸嘶吼不已。这一切原本都是属于他的，然而他不清楚，就算他冲进雷神遗种，也不可能闯过渡劫台，找到雷神传承。这一刻，林啸内心的不甘化作强烈的仇恨。他要抓住王浩，使用秘法窥探王浩的记忆，夺回本属于他的一切。咻！雷天剑影呼啸而出，如雨点般打向王浩。假阴境界的林啸实力很强，王浩知道他和林啸境界差距较大，没有硬抗，立即使用缩地成寸，险而又险地躲过漫天剑影。雷兽魁牛施法阻挡，帮助王浩对抗凌霄的剑影。主人，他实力很强，我只能借助雷泽的力量压制他，无法将其杀死。王浩点头，传音道：不必恋战，我们且战且退。魁牛，我需要你助我困住他。魁牛嗷嗷叫了一声。主人吩咐就是，不要这么客气。王浩哈哈一笑，
随即和奎牛分头行动。他冲向108座倒悬雷山，准备使用雷神秘法勾动雷山布下困神法阵。所谓困神法阵，就是能够困住化神期高手的阵法。不过以王浩目前的修为，顶多只能困住结丹境界高手，而且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在他布阵的同时，奎牛掉头杀了回去，借助雷泽的力量加持，将林啸等人赶到雷山之下。倒悬雷山的中央，王浩盘坐虚空，借助无处不在的雷霆之力隐匿身影。他掐诀施法，按照薛傲峰留给他的秘法，利用价值不菲的上品灵石，从七彩葫芦取出一滴雷结液为阵眼，以雷山为阵基，顺利布下困神阵。王浩传音奎牛，让他把林啸等人引过来。奎牛嗷嗷叫了一声，分出数道身影，就像放牛一样，把林啸等人驱赶到王浩指定的位置。当林啸等人进入法阵时，王浩的身影瞬间显现，一声轻喝，法阵迅速显化，把他们困住。意识到中计的林啸悲愤不已，却为时已晚。该死，小小筑基修士，等我脱困后必杀你！林啸恶狠狠骂道。王浩冷笑，没有回应，而是缓缓伸出两手，左手覆盖阴极雷，右手覆盖阳极雷，决定试试阴阳双极雷的威力。他两手合十，然后分开，一道雷毛迅速成型，在他面前凝聚。阴阳雷毛，去！一声轻喝，雷毛飙射而出，飞向林啸。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就算是假阴境界的林啸也来不及施法应对。仓促之下，他控制一口铜钟护住自己，而下一秒，雷毛打在铜钟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林啸心神一震，他竟然被震得心口一闷，就连铜钟表面都出现了一道细如发丝的裂纹。好强的雷道神通！该死，这本该属于我！林啸惊怒，亲自体验王浩这一击，他下意识地认为这也是雷神传承的一部分，内心对王浩的仇恨更深了。王浩对阴阳雷毛很满意，一击而退，带着奎牛迅速离去。林啸等人努力破阵，很快获得自由，只可惜王浩早就跑得没影了。追查到底，就算他合欢宗宗主的徒弟，我都要他死！林啸发怒道。离开雷泽后，王浩找了个隐蔽的山洞躲了几天，以免被林啸追踪到，顺便稳固境界。随后他穿上隐身斗篷，继续在秘境探险，寻找机缘。至于奎牛，则躲在眉心的符文中，只需轻声召唤，便能立刻显现。雷泽之行不仅让是天元和第一次大圆满，获得雷道神通，还收服雷兽奎牛作为契约妖兽，运气爆棚啊！王浩的心里美滋滋。奎牛一直生活在倒悬雷山，没怎么出来过，他也不清楚秘境的地区分布。无奈之下，王浩只能独自摸索，对照地图一边走一边确定自己的方位。不知飞了多久，也不知飞了多远，前方突然传来一道迅疾的鸟叫声，还有女子的轻喝声。有人！他默念一声，迅速凑了过去。一片山间乱石中，一只浑身浴火的大鸟，看起来就像凤凰一样，正在激战一名人类女修士。那是夜火罗纱鸟。王浩认出大鸟，然后悄悄靠近，很快看清那名女修士的样貌，通过服装判断对方来自玄阴门。那女子肌肤似雪，眉目如画，一双丹凤眼流转间似含秋水，顾盼生辉，眉心有一道银色阴纹印记，更添几分清冷仙韵。青丝如瀑，仅用一只白玉流苏簪轻轻挽起，鱼发垂落腰间，随风轻扬。耳畔一对幻音铃随步伐轻响，铃声十分空灵。他身着一件九霄云霓裳，衣料如纱似雾，行走时如流云浮动。腰间束一条冰蚕丝织就的血魄铃，既可束腰，也能化作战铃，柔韧如钢，锋利如刃。好一个如画中仙般的绝世佳人啊！王浩暗赞。然而战斗形势越发不利于那女子。夜火罗纱鸟实力很强，和那女子一样都是结丹初期修为。不过罗刹鸟的夜火杀伤力很强，而玄阴门的功法主修音波攻击，同阶之下杀伤力弱不少。轰！力有不逮之际，那女子被罗刹鸟的夜火打中，除了身躯受伤之外，五脏也燃烧起来。罗刹鸟兴奋嘶鸣，近距离之下，他甩出一根羽毛，刺穿女子的肩膀，再次将她重创。噗！那女子忍不住咳血，且战且退，情势十分危险，稍有不慎便会陨落。就在罗刹鸟再次打中她的瞬间，王浩出手了。定身术，给我定！正在飞行的罗刹鸟突然停在半空，一动不动。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就在他停下的空档内，王浩把人救走了。缩地成寸使出，王浩抱着女子溜了，眨眼间就没了踪影。立！罗刹鸟愤怒吼叫，喷出几口业火，打向周围的山石，愤愤不平地飞走了。另一边，王浩抱着女子寻到一处安全之地。你是王浩？女子惊讶喊道。王浩眉毛一挑，没有否认，询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跟罗刹鸟打了起来？女子介绍道：我叫司玄月，为了寻找
噗噗噗！话没说完，司玄月突然口吐鲜血，浑身燃烧熊熊业火，衣衫尽毁，瞬间陷入险境。司玄月倒在地上，眼眸微闭，脸上的表情有些痛苦。以他结丹初期的修为，全力压制业火焚烧，勉强保住性命，但不是长久之计。面对业火，王浩一时间也没有好的办法，正准备输入灵力给他，帮他一起压制。出乎意料的是，丹田内的噬天元和微微一颤，磅礴的吞噬之力爆发而出，迅速将司玄月体内的业火吞噬炼化。王浩大喜，暗道：看来是天元和第二道本源神通是火属性的。须臾之间，司玄月体内的业火消失无踪，他恢复意识，立即服下救命丹药，治疗五脏六腑，转危为安。与此同时，噬天元和炼化业火反哺的灵力被王浩吸收融合，提升他的修为，距离进阶筑基后期越来越近，就差临门一脚了。等他睁开眼，目光正好对视一丝不挂的司玄月，一张脸瞬间红温。师尊啊，无双啊，我不是故意要看的。王浩心里默念，眼睛死死盯着司玄月，从上到下看了个彻底。而这一瞬间，两人都不知道说些什么。直到司玄月感觉身上冷冰的，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衣服早就没了。他脸色一红，迅速从储物戒指里拿出衣服穿上。再回头，王浩还盯着自己看，不由轻咳几声，之前的笑脸迅速收敛，变成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司玄月虽然长得美若天仙，但气质冰冷，待人接物都是高冷姿态，像是没有人能够与之亲近似的。若非阴差阳错，他不可能和王浩发生刚才的那一幕。但不管怎么说，王浩救了他的命，谢谢你救了我，这份恩情我一定会报答的。司玄月冷冰冰的答谢。王浩哈哈一笑，摆手道：不必言谢，说起来我跟玄阴门有点渊源，日后肯定会去拜访的。司玄月疑惑地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什么，转身就要离开。王浩伸手拦住：你身上的伤还没彻底痊愈，不要乱动。你还没告诉我罗刹鸟为什么要杀你。司玄月运转灵力，突然感觉身体一痛，虽然不严重，但他要去的地方很危险，不容马虎。他决定留下疗伤，等伤势彻底痊愈。王浩没有离开，两只眼睛盯着司玄月，看得他心里发毛。玄阴门都是女弟子，他从未接触过男修士，也不爱说话，一心只想修仙问道，勘破长生。你想做什么？我说了，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但我现在有事要做，等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司玄月想赶走王浩，哪知他嘿嘿一笑，双手托着下巴，一脸真诚地问道：你要去什么地方？要做什么事？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的忙。司玄月皱了皱眉，正要拒绝，突然一想，他有手段压制业火，或许真能帮上忙，助我进入凤云谷。而王浩心里想的是，薛前辈，我遇到了玄阴门的人，正好可以打听花音前辈的情况，若他已经作画，请您不要觉得遗憾。一番沉默后，司玄月说出此行的目的。而让王浩震惊的是，他竟然真从司玄月的口中得知了花音的消息。花音前辈中了诅咒，已经昏睡100余年，还修为跌落，即将殒命。王浩大吃一惊，这对他来说既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花音还活着，但是快死了。司玄月看他惊讶，依旧没有多问，但暗暗留了心眼，继续说道：因此我要前往凤云谷，找到赤黄涅槃羽，获得一缕涅槃真火，帮助太上长老破除诅咒。听到有办法拯救花音，王浩暗暗松了一口气。玄月姑娘，反正我也没地方去，不如就让我跟着一起去，说不定可以帮上你的忙。略微沉吟后，王浩决定跟着司玄月一起赶往凤云谷。尽管司玄月对王浩有防备，可他缺少抵抗业火的手段，而凤云谷曾是赤黄陨落之地，弥漫着浓郁的凤凰业火，因此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他答应王浩一同前往。于是在他疗愈好身体后，两人启程赶往凤云谷。经过半天的御剑飞行，两人顺利抵达一处弥漫着烈焰的大峡谷，前面就是凤云谷。凤凰业火从未熄灭过，仿若有一只真皇在此涅槃，等待重生一般。司玄月介绍道。王浩暗暗点头。两人缓缓飞向峡谷，准备进入峡谷深处，找到凤凰涅槃之地。而刚进入峡谷，凤凰业火便呼啸而至，缠绕在两人的身体表面。凭借结丹境的强横实力，司玄月撑起灵力护罩保护自己，而王浩本想动用防御法器，可丹田内的噬天元核却颤动起来。他惊讶地看到袭击而来的凤凰业火也尽数吞噬，一点都伤不到他。司玄月暗暗心惊，单凭这一手，他就不敢小瞧还没结丹的王浩。而下一秒，王浩伸手拉住他的手，一股神秘的吸力流经他的手臂，将包围他的凤凰业火吞噬殆尽。玄月姑娘，你可以撤掉灵力护罩了，不然这么消耗下去，你走不远的。司玄月嗯了一声，随即撤掉护罩，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被王浩紧紧握住，小脸绯红不已。他从未被男人拉过手呢，这家伙不知道男女有别吗？
拉人家手之前，不知道提前说一声。哼，估计这样的事没少干吧。合欢宗的弟子果然轻浮。司玄月心里评价道，对王浩的印象不是很好，可为了找到赤黄涅槃羽，他只好忍了下来。王浩一本正经地拉着司玄月的手向前走，哪里知道对方却在心里给他贴了轻浮的标签。在司玄月的刻板印象里，合欢宗的弟子大多不是正经人，人心中的成见是连绵不绝的山，修士也不例外。因为凤凰业火的存在，导致整个凤云谷很少有妖兽或者修士踏足，毕竟太危险。王浩拉着司玄月顺利前进，没遇到任何阻碍。随着渐渐深入峡谷，凤凰业火越发浓郁起来。而就在他俩抵达赤黄涅槃之地时，异变突发。咻咻，两柄飞剑从弥漫的业火中飞出，打向缓步前进的王浩和司玄月。司玄月冷哼一声，耳畔的幻音铃轻轻颤动，瞬间撑起一道防御结界，瞬间弹开攻击而来的飞剑。王浩暗叹，原来那不仅是装饰，还是防御法器，而且至少是灵品级别的，他在玄阴门的地位不低啊。就在这时，一声冷笑响起，玄阴门跟合欢宗什么时候走到一起了？哼，你们也来寻找涅槃真火？轰！一道磅礴的气势震散而出，一道人影闪现而至，站在两人面前。我焚天殿灵书，结丹中期，我不想杀你们，给我滚！凤云谷深处，赤黄涅槃地，灵书的身后悬浮数十道剑影，结丹中期修士的恐怖压迫震撼人心。司玄月暗暗皱眉，以他的实力越阶挑战对方，虽然有难度，但也并非做不到。可王浩的实力仅仅筑基中期，实在有点拉胯，若真动手，必定成为自己的累赘。一番思虑，他决定放弃争斗，准备带着王浩离开。寻找涅槃真火是他的任务，是玄阴门的家事。司玄月不想让无辜之人受到连累而丢了性命。王浩，我们走，思考其他方法破解诅咒吧。司玄月提议，但王浩不予理会，仍旧拉住他的手，深吸一口气。玄月姑娘，我们必须拿到涅槃真火，或许真有别的办法能破除花音前辈的诅咒，但情势多变，我不敢赌。王浩眼神坚定地看着司玄月，那种坚决让他的心微微一颤。他和太上长老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上心？之前他说和玄阴门有渊源，难道他？司玄月没有继续猜测，而是转过身直面灵书，召唤出本命法器玄阴御笛。涅槃真火对我有大用，且只需一缕，若道友不独占，对大家都有利。可若是独占，那就只好手下见真章了。司玄月冷声道。灵书大笑，不再废话，背后的剑影呼啸而去，打向司玄月和王浩。司玄月本想反击，却被王浩施展缩地成寸神通直接拉走，没有硬抗灵书的飞剑。一击不成，灵书吃惊不已，他没料到王浩的速度那么快。不过他没气馁，手掐法诀，施展独门秘法焚天剑影。一声轻喝，灵书的背后发现玄奥剑阵，浓郁的火焰弥漫开来，迅速凝聚成一道道火焰剑影。去！灵书手握剑指，操控万千剑影追击而去。既然决定出手，那就做得彻底。他要杀了王浩跟司玄月，可惜他低估了缩地成寸神通，低估了王浩的身法速度。轰轰轰！凌厉无匹的剑影打中凤云谷开来，两侧的石壁被打崩很多山石，搞出很大的动静。然而一点用都没有，王浩拉着司玄月腾挪躲闪，没受丝毫损伤。灵书渐渐暴躁起来，以他结丹中期的实力，竟然接连在一个筑基中期的小修士手里吃瘪，脸上实在挂不住。臭小子，有种别跑！灵书气急败坏。王浩回怼，狗东西，有种你自损修为到筑基中期，跟我公平一战。灵书暴怒，加大攻击强度，数不清的剑影漫天遍地，是要击杀王浩。愤怒直加2000。王浩冷笑，默念，很好，心态崩了就会露出破绽。司玄月被王浩拉着一路逃命，凤凰业火无法伤他分毫，他不禁恍惚，到底谁在保护谁啊？而一路追杀的灵书愤怒不已，暗骂道，该死，要不是分出灵力抵抗凤凰业火，他俩早就死了。凤云谷内业火无处不在，而涅槃地的业火最浓郁。可让灵书想不到的是，王浩和司玄月就像不受影响似的，在业火海洋内恣意遨游，无所畏惧。是了，他俩肯定有对抗业火的法器，若是杀了他们抢过来，对我大有裨益。灵书内心猜测，一抹贪婪涌上心头。极限状态下，王浩的缩地成寸被发挥到极致，速度提升到巅峰，跟结丹中期的灵书比拼速度。幸运的是，他拼赢了。纵使灵书的进攻如狂风骤雨般，王浩和司玄月仍旧毫发无损，反倒是灵书因为耗费大量灵力，业火对他的威胁逐渐加大。就在他进退两难之际，王浩对司玄月说道，玄月姑娘，准备使出你的最强一击，听我号令。司玄月虽然不知道王浩要做什么，
但还是点头答应。接着下一秒，王浩眉心闪现一道符文，随即传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司玄月惊讶地看到一头魁牛凭空显化，浑身沐浴雷霆，冲向林殊。哞！雷兽魁牛张嘴喷出一道雷霆，打向林殊，被他艰难挡下。王浩紧随其后，使出定身术，定住林殊的身影。最后，司玄月吹走玄阴御笛，用出玄阴门不传之秘天龙八音。刹那间，司玄月周身环绕一条青色巨龙，弥漫着神奇的音律波动，悍然冲向林殊。青色巨龙张开大嘴，一口吞下林殊，将其打飞数千米，直到飞出凤云谷，整个人消失不见。结丹中期的林殊叫苦不迭，他竟然败给了比自己弱的人。抗衡业火的法器，雷神魁牛，能够定住我的神秘术法。臭小子，我盯上你了！凤云谷外，林殊狼狈不堪地凝视峡谷，眼中杀意弥漫。谷内，司玄月眼眸微颤，好奇地打量着王浩，内心震撼不已。筑基中期修士竟然收服结丹初期的雷兽魁牛为仆。王浩，你身上还有多少秘密呢？司玄月暗叹，对王浩越发好奇起来。这个男人看起来跟别的合欢宗弟子不一样。赶走林殊后，王浩跟司玄月进入赤黄涅槃地中心，在一具巨大的赤黄骨骸前找到了3根赤黄真羽。庆幸的是，其中2根真羽内各自蕴含一缕涅槃真火。司玄月当仁不让，立即取出一缕真火。慢着，等我！王浩正要提醒，可惜迟了一步。尽管一缕涅槃真火非常小，仅有食指般粗细，可威力十足，比凤凰业火更强。顷刻间，司玄月的心神被涅槃真火灼烧，陷入幻境中。王浩急忙催动噬天元核抵御，可出乎意料的是，噬天元核能够抵抗涅槃真火，但真火勾动的欲望却无法消弭。糟糕！王浩发出惊呼，他还保留意识，能够控制自己，但司玄月就不行了。看着被真火控制心神的司玄月朝自己一步步走来，王浩大喊道：玄月姑娘，你别乱来，不要过来啊！然而司玄月就像听不到似的，疯狂扑了过来。无奈之下，王浩灵机一动，张嘴咬住司玄月的嘴唇，狠狠用力，竟咬出了血。司玄月吃痛，心神清醒一瞬，意识到王浩图谋不轨，立即拍出一掌，将王浩打飞数十米。这一掌的力度不是很强，王浩只觉得心口一闷，并无大碍。可司玄月的情况更加不妙，涅槃真火继续勾动他的欲望，让他难以招架，心神再度被控制，朝着王浩奔袭而来，瞬间抵达。玄月姑娘，得罪了！一声轻呼，王浩召唤出炼天炉，把他和司玄月倒扣其中，3昧真火弥漫而出，迅速包裹司玄月。3昧真火，给我炼化这一缕涅槃真火！王浩暗道。与此同时，在2种火焰的焚烧下，司玄月的衣衫迅速焚毁殆尽，他那完美柔嫩的娇躯展现在王浩的眼前。可嗨嗨，好大，好白，好嫩！王浩不禁脸热，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炼天炉内，司玄月头顶的一缕涅槃真火被炼化掉，狂暴气息变得中正祥和，再也不能勾动内心欲念。司玄月的眼神恢复清明，低头一看，小脸浮现一抹红晕。该死，又被这家伙占了便宜。他暗叹一声，随即注意到王浩直勾勾的眼神，娇喝一声：还看？小心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王浩哈哈一笑，准备撤掉炼丹炉。可就在这时，那缕被炼化的涅槃真火竟然变成一道赤黄虚影，在炉内翱翔。司玄月和王浩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最后，那道赤黄虚影融入炼天炉，化作一道图腾，烙印在上面。这一刻，王浩察觉到炼天炉出现了某种神奇的变化，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但肯定不是坏事。他心里默念，所幸涅槃地中心还有一缕涅槃真火。而这一次换好衣服的司玄月不再鲁莽，而是小心谨慎地封印真火，装入特殊法器封存。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司玄月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他凝视王浩，询问王浩接下来的打算。王浩回道：自然要继续探险，天元秘境开启和关闭的时间都很随机，谁知道下次会在什么时候开启。司玄月暗暗点头，于是司玄月决定和他分道扬镳。花音急需涅槃真火破除诅咒，耽误不得。他捏碎传送符，身影瞬间消失不见，返回玄阴门。凤云谷内，王浩怔怔地看着满峡谷弥漫的凤凰业火以及涅槃之地内那具赤黄骨骸，决定修炼一段时间再离开。噬天元核需要吸收火属性能量，而我也准备突破瓶颈，进阶筑基后期。王浩默念，打定主意后，他便盘坐在涅槃之地，背靠赤黄骸骨，凝神修炼。丹田气海内是天元核疯狂运转，释放吞噬之力，疯狂炼化峡谷内的业火。渐渐的，第一道火焰本源符文缓缓凝聚成型。
不仅如此，炼化业火反哺的大量灵力，在潜移默化中帮助王浩冲破瓶颈。时间悠悠，转眼1年时间过去。这一日，凤云谷内冲起一道青色灵力光柱，而那光柱的中心正是突破到筑基后期的王浩。不一会儿，境界突破的灵力漩涡消散而去，王浩缓缓睁开眼。啧，这次突破竟然用了1年时间，真不容易啊！他感慨一句，起身活动一下身体。凤云谷内的业火已经所剩无几，转头看了一眼身后被他炼掉精华的赤黄骨骸，王浩心里美滋滋的。除了修为突破到筑基后期之外，是天元和成功凝聚第2道火焰符文。伸了个懒腰，王浩带上隐身斗篷，施展缩的成寸，离开凤云谷。而在凤云谷外，他看见了蹲守在峡谷出口的林殊，不禁露出一丝微笑。这家伙脑子不太灵光啊，竟然还玩守株待兔这一招。哼，你就慢慢等吧，老子先走一步。虽然实力有所提升，但王浩不会没事找事，主动找修为比他高的人挑战。他穿着隐身斗篷从林殊的头顶飞过，扬长而去。地面上，林殊心有所感，抬头看天，却什么都没看到。都1年了，他俩怎么还没出来？林殊狐疑。不仅如此，峡谷内的业火强度也迅速减弱，像是失去了核心源头似的。意识到不对劲，林殊决定冒险进入峡谷一探究竟。可结果让他崩溃。啊！该死的狗男女，别让我遇见你们，否则你们必死无疑。与此同时，早已远去千里之遥的王浩突然收到系统提示，愤怒值加3000，来自焚天殿灵书。王浩乐了一下，不再使用缩地成寸，而是驾驭飞剑，按照地图的指示前往赤灭荒原。他之所以前往赤灭荒原，是因为那里是一处流淌着业火的赤色沙漠。对别的修士来说，业火可能是危险之物，可对王浩来说却是大补。秘境探险自然是机缘险中求，赤灭荒原，我来了。王浩满怀期待，花了2天的时间，终于抵达目的地赤灭荒原。目之所及，天地一片赤红，业火在沙子中燃烧，十分奇特。王浩啧称奇，这种奇异之地是怎么形成的？丹田内是天元和释放吞噬之力，保护王浩不受业火侵袭。王浩依旧穿戴隐身斗篷走进荒原，他需要吞噬业火，凝聚本源符文，火焰越浓郁越好，因此他朝着荒原深处前进。一路飞行而去，他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直到抵达一处巨大的岩浆湖泊。在湖泊前，王浩遇到了一伙人，虽然一个都不认识，但他认出对方的来历：焚天殿、黄泉阁和万毒谷的人。王浩轻移，躲在暗中观察。一名焚天殿的弟子脚踩飞剑，修为达到结丹中期，眼睛凝视岩浆，沉声道：在下吕恒，我此行的目的乃是岩浆底部的剑池，我要寻找一把上古神兵，其他的宝贝我不会争夺。吕爽知道不可能独占宝物，提前说明来意，算是表明自己的态度。见他如此，黄泉阁的一名结丹中期修士哈哈一笑：吕道友豪爽，既然这样，我陆成风也声明，我此行只为猎杀岩浆世界的火灵，收集他们的灵魂，炼制千魂幡。紧接着，万毒谷的结丹中期修士名叫邱志远，他同样声明，这处岩浆湖泊乃是一处金乌陨坑，相传遗留有太阳真火，我为他而来。3个不同势力的修士各有各的目的，他们彼此约定后，同时冲进岩浆，转瞬消失不见。躲在暗处的王浩低声自语：上古神兵、火灵之魂、太阳真火，听起来都是好东西，我想全都要，嘿嘿。略微沉吟，王浩用灵气护体，同时护住隐身斗篷，进入炙热的岩浆世界。恐怖的高温瞬间席卷而来，纵使王浩有准备，却还是有些受不了。他暗暗皱眉，沉吟道：以我的修为撑不了太久，必须速战速决。无奈之下，他主动联系系统：童子哥，探宝功能还没触发吗？太阳真火在哪？火灵在哪？上古神兵在哪？系统立即回应：宿主，太阳真火在岩浆最深处，剑池在岩浆的中心位置。至于火灵，恭喜宿主，你已经被他们包围了。王浩心一颤，然后就看到率先进来的那3个结丹中期修士遭遇袭击，被长相奇特的火灵包围攻击。虽然他们实力弱，但数量实在太多，就算他们是结丹中期，也没能迅速摆脱。王浩直呼头皮发麻，果断放弃收集火灵之魂，迅速下潜，准备进入剑池。他一路下潜，顺利避开火灵围攻，很快抵达剑池。这时系统提示：宿主，探宝功能触发，检测到上古神兵焚霄岩剑。焚霄岩剑，王浩心神一动，默念一句，炙热的岩浆散发恐怖的高温，灼烧王浩体表的护体气罩。如果没有是天元核炼化火焰之力，以他的修为根本坚持不到现在。他迅速在剑池内游走，按照系统的指示
抵达上古神兵的位置。一把断剑，王浩皱眉看着悬浮在眼前，而且毫不起眼，扔到马路上都没人要的断剑，不禁疑惑。他再次询问系统，这就是上古神兵焚霄炎剑。系统答道：宿主，它就是上古神兵焚霄炎剑，神品低价法器。王浩咂咂嘴，抬头看向剑池中心的一把散发璀璨神光的宝剑，怎么看都觉得眼前的断剑和上古神兵扯不上半毛钱关系。他询问系统，那把散发神光的剑是什么宝贝？系统解释，那是一把普通的凡品飞剑，之所以散发神光，是为了引人注意，让前来寻宝的修士忽略真正的神兵。王浩还能这样玩？一时间他联想到当初获得太虚魂剑的场景，系统的探宝功能不会出错。于是他果断收起断剑，继续下潜。周围的温度越来越高，虽然有噬天元和吞噬火焰帮他抵抗炙热岩浆，但高温却要他亲自承受。一路下潜，王浩顺利抵达岩浆底部，恐怖的高温将他的护体气罩迅速烧穿，他不得不加大灵气补充，维持护体气罩。岩浆底部是一个巨大的陨坑，流动着磅礴的能量，一团炙热的深红火焰在陨坑底部悬浮，那就是太阳真火。王浩惊呼，迅速靠了过去。他本打算利用噬天元和吞噬太阳真火，可转念想到凤云谷的一幕，这团太阳真火没有经过炼化，如果贸然吞噬，会不会有意外？他皱眉沉吟下一秒，他召唤出炼天炉，将那团太阳真火罩住，然后催动三昧真火，准备炼化。就在这时，异变突发，太阳真火仿若妖兽苏醒一般，幻化成三足金乌的模样，在炼天炉内横冲直撞，像是要逃走。噗！强大的冲撞力震得王浩心口一滞，一道血剑从嘴里喷出。哼，一道残灵而已。王浩暗暗庆幸没有直接让噬天元核炼化，不然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炼天炉内三昧真火汹涌而出，如一条条火蛇扑向太阳真火幻化的三足金乌。可让王浩惊讶的是，一直无往不胜的三昧真火威力竟然不敌三足金乌。三足金乌沐浴三昧真火，竟然露出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情。王浩心里一惊，下一刻三足金乌竟然张开嘴巴吞噬烧向他的三昧真火，反客为主了。王浩暗道一声糟糕，极力控制三昧真火逃离三足金乌，一场火焰之间的追逐在炼天炉内展开。不愧是太阳真火，连三昧真火都不是对手，这下麻烦了。王浩心一沉，思考应对之策。而就在这时，炼天炉也像是感觉到了不妙，微微轻颤后，一头赤黄虚影从炉壁内飞出。立！赤黄飞出一声清脆的鸣叫，冲向气势滔天的三足金乌，瞬间给其重重一击。三足金乌挨了一击，发出一声痛呼，两只眼睛露出凶狠的目光盯着赤黄，像是在说：来得正好，老子要吞了你。看到这一幕，王浩岂能让三足金乌如愿？进了我的炉子就乖乖留在里面吧。赤黄，三昧真火，给我炼化这个反骨仔。2对1，三足金乌迅速落入下方，而被彻底炼化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与此同时，焚天殿的吕恒突破火灵的包围，冲进剑池，抢走剑池中心那把散发神光的宝剑。哈哈，上古神兵焚霄炎剑是我的了。要是王浩在这看到这一幕的话，肯定会暗暗说一句：傻逼，看清楚再笑啊。而万毒谷的邱志远，他也顺利突破火灵的围攻，越过剑池，继续下潜，准备深入谷底收取太阳真火。亲眼目睹率吕恒拿到神兵，邱志远一点都不嫉妒，暗笑一声：等我收取太阳真火，你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所有宝贝都是我的。看到这一幕，吕恒冷笑一声，也跟着下潜而去，暗道：如今我有神兵在手，他不是我的对手，太阳真火是我的了。而专心收集火灵之魂的陆成风则冷笑一声：你俩好好斗，我就在这等着，等你们打得两败俱伤，我坐收渔利即可。上古神兵太阳真火必将是我的。三人各怀鬼胎，各有各的心思。岩浆池底部炼天炉内，在三昧真火和赤黄虚影的联手攻击下，三足金乌被打败，被打爆，重新变成一团火焰，被熔炼。王浩暗暗松了一口气，就这么一会儿功夫，他消耗了大量灵力，神魂力量也消耗不小，好险，差点就让三足金乌吞了三昧真火，那就闹大发了。很快，太阳真火被炼化，变成一团纯净的火焰能量。紧接着，他再次变成三足金乌的模样，在炼天炉内遨游一圈后，飞进炼天炉的炉壁，化作一道图腾，烙印其上。炼天炉微微一颤，王浩心有所感，有所明悟。炉子在进化，默念一声，他收起炼天炉。而就在这时，他后背一惊，迅速使出缩地成寸，挪移而去。一道剑影从他刚刚的位置穿透而过，若再慢一息，王浩就被打中。啊！我的太阳真火，谁窃取了我的太阳真火？
邱志远失控暴怒，看着空空如也的陨坑，咆哮不已。紧随而至的吕恒看到这一幕，心里有些失望，正要说话，却心生感应，提醒道：“道友，速速返回出口，不管什么人都只能从那里离开。”邱志远瞬间清醒，转身加速返回，而暴露身影的王浩此刻也顾不了那么多，接连使出缩的成寸神通，迅速逃离此地。路过剑池时，他遇到还在收集火灵之魂的陆成风。陆成风惊讶地看着王浩，就听下方吕恒传音道：“道友，拦住那个家伙，他抢走了宝物。”二话没说，陆成风召唤出一面魂幡，正要施法阻击王浩。王浩冷哼，眉心的符文剧烈闪烁，雷兽魁牛瞬间显化，沐浴雷霆的强大身躯悍然撞向堵住去路的陆成风。轰！陆成风被突然出现的魁牛吓了一跳，匆忙使用魂幡抵挡，可惜没有用。陆成风被魁牛撞飞，手里的魂幡甩手脱离，被魁牛咬在嘴里，丢给了王浩。一招制敌后，王浩大笑一声，缩地成寸被施展到极致，成功冲出岩浆池，很快隐匿身影。不一会儿，3道人影接连冲出，一番探查无果后，纷纷怒吼：“啊，我的千魂幡被抢了！啊，我的太阳真火没了！”与此同时，愤怒值加2000，来自陆成风；愤怒值加2000，来自邱志远。王浩暗爽不已，深入荒原深处，准备炼化海量的业火。岩浆池边，吕恒看着气急败坏的陆成风和邱志远，内心暗喜。还好，我拿到了上古神兵焚霄炎剑，回到宗门后必能大放异彩。可怜的吕恒毫不知情，他拿到的神兵只是一件凡品宝剑。这时，陆成风骂道：“两位道友，那人穿着合欢宗的服装，要不我们一边寻找机缘，一边追杀合欢宗的低阶修士，查出那人的来历。”他堵在出口附近，和王浩打过照面，记得王浩的模样。要不是被雷兽魁牛撞了一下，他有自信能够拦住王浩，千魂幡也不会被抢走。陆成风的目的很简单，夺回千魂幡。邱志远不用多说，他肯定要追杀王浩，势必要抢回太阳真火。吕恒是个明白人，知道他俩都在气头上，假装答应道：“好，我愿意出手帮助两位围杀合欢宗的弟子。”3人对视一笑，心里都有自己的打算。就这样，3人离开赤灭荒原，一起寻找合欢宗弟子的身影。以他们结丹中期的修为，只要不遇到结丹后期以上的高手，基本能横着走。与此同时，荒原深处，王浩正在吞噬炼化无尽荒漠中流淌的业火，不为外界所干扰。3个月时间悄然而过。这一日，王浩缓缓睁开眼，眼中闪过一道金芒。是天元核凝聚出第3道火焰符文后，再炼化此地的业火就没什么效果了。他低声自语，意识到不能继续留在这里炼化业火，得寻找新的火属性能量才行。而在离开前，他召唤出焚霄炎剑和千魂幡，准备滴血认主。焚霄炎剑顺利认主，千魂幡却让王浩大伤脑筋。魂幡内部的数千元魂必须用专门的炼魂秘法控制。王浩参悟半天，弄清楚千魂幡的原理，知道他暂时无法祭炼，于是丢进炼天炉内，利用赤黄涅槃火跟太阳真火压制。整理收拾一番后，王浩随机选择一个方向，离开赤灭荒原，等出去后再决定下一个目的地。当他走出赤灭荒原后不久，幸运地偶遇一个合欢宗的男弟子，他叫张氏。只不过他的情况不太妙，被人打成重伤不说，甚至连传送玉符都被打碎，无法返回宗门。你是王浩师兄？太好了，我总算遇到同门了。张氏喜极而泣。王浩让他深呼吸，不要激动，有事慢慢说。师兄，有3个结丹中期的修士满世界找你报仇，而且他们到处围杀合欢宗的弟子，要逼你现身。他们是谁？焚天殿的吕恒，黄泉阁的陆成风以及万毒谷的邱志远，他们都很厉害，有不少弟子都遇害了。王浩心头一怒，立即拿出自己的传送玉符递给张氏。你伤势严重，用我的玉符返回宗门疗伤，后面的事情我会去处理。张氏颤巍巍地接过玉符，反问道：师兄，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他们3个对外放话，会在藏龙毒沼等你。王浩暗暗点头，可猛地心头一颤，感觉哪里不对劲，不由得王浩凝视眼前重伤的张氏，眼神微眯，伸手按在他的脑门上。搜魂。王浩第一次使用搜魂秘术，虽然残缺，但管用。很快，他便看到了张氏的神魂记忆，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张氏的确被陆成风打成重伤，可惜他为了活命，竟然交出魂血，任由陆成风控制。而从张氏遇到他之后，后面的对话都是张氏故意说出来的，目的就是激怒他，将他引到藏龙毒沼。原来如此，我还在疑惑，你一个筑基中期修士，他们为什么会放过你？你把魂血交了出去，与死无异，我送你一程吧。王浩暗叹，随即发力震碎张氏的识海，结束他的生命。看着同门师弟的尸体躺在眼前，
王浩收回传送玉符，屈指轻弹，一缕太阳真火弥漫而出，把他的尸体烧成灰。师弟，不要怪我，我不能放任一个把魂血交给敌人的师弟留在身边。从你交出魂血的那一刻，你就算叛离宗门了。做完一切，王浩平复心绪，动身赶往藏龙毒沼。以他目前的修为，自然不可能杀死3个结丹中期的修士，可他必须得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王浩不愿无辜之人替他背锅，替他挡灾。修士、仙人，哼，不过是实力强大的凡人而已，尔虞我诈、阴诡算计，样样俱全。王浩冷笑吐槽。不到2个小时，他便赶到藏龙毒沼，但他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在很外围的地方穿戴隐身头棚，悄悄靠近。想杀我，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行？王浩眼神冰冷，悄悄进入毒沼，避开剧毒的妖兽和植物，在入口处发现了那3人的身影。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好像跟别人打上了。2位道友请退后，这娘们儿是用毒高手，实力只有结丹初期，邱某能够应对。邱志远使出毒功，结丹中期的修为爆发而出，死死压制对手。王浩躲在暗中观战，目光被那名女毒修吸引。她身姿纤长，肤色如蜜，眉间一点赤红蛇纹，眼眸幽紫似幻，流转间蛊惑人心。长发以银铃竖起，移动时叮铃作响，宛如毒蛇吐信一般。一袭暗紫纱袍穿在身上，100刻满猩红皱纹，赤足，脚踝上套着青铜蛇环。小娘皮，你不是我的对手，乖乖投降，跟我回万毒门做我道侣，我便放你一马。邱志远见色起意，出手招招放水，明显不认真。啊呸！女毒羞娇嗔一声，声音慵懒地回道：让我将红衣做你的道侣，你没那资格哟，结丹中期都没在3招内拿下我，你不行啊！邱志远顿时一怒，你不行3个字本来也没什么，可对方说话时的语气和表情，以及他瞥过邱志远身体时的轻蔑眼神，让邱志远觉得对方在羞辱他那方面不行。小娘皮，给你脸了是吧？骚娘们，老子一定抓住你，狠狠地蹂躏你，让你知道我行不行。江红衣不以为意，咯咯一笑，嘲讽道：说话倒是硬气，就是不知道能硬多久。依我看，你脱掉裤子就软了吧。这话说的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就连观战的吕恒和陆成风都憋不住，哼哧哼哧笑出了声。王浩忍不住偷着乐，暗叹道：这女子不一般啊。接连被嘲讽，陆成风气急败坏，索性脸都不要了。2位道友，助我杀了这个毒妇。闻言，吕恒和陆成风对视一眼，纷纷站了出来，连同陆成风一起准备灭杀江红衣。江红衣神色微变，看着包围自己的3个结丹中期修士，依旧保持从容。王浩略微沉吟，决定出手相助。藏龙毒爪，江红衣的毒功虽然是一流，但毕竟只有结丹初期的修为，对战结丹中期的邱志远已经很勉强。如今以1对3，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不过他也从未想过要跑，因为他的目的地就是毒爪，寻找传说中的万毒鼎。然而在3个结丹中期修士的合围之下，他想顺利冲进毒爪也不容易。一番交手之后，邱志远竟然认出对方的来历。你用的是修魔海巫毒教的毒功，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进入天元秘境的？他惊呼不已。而从旁协助的吕恒跟陆成风脸色不禁一变，修魔海巫毒教的名头他们当然听说过。江红衣冷笑连连，哼，天元秘境又不止1个入口，我能进来自然有我的办法，关你屁事。他的声音依旧是那般慵懒淡定，丝毫没把他们放在眼里。邱志远暗骂一声，随之露出激动的神情，恳求道：2位道友，全力出手，助我生擒这娘们。吕恒会心一笑，用男人才懂的眼神说道：邱道友，这可不是省油的灯，你确定要抓回去做道侣？陆成风也投来疑惑的眼神，哪知邱志远非常坚决，并用2颗天品丹药作为酬劳，冷笑一声：道侣，我要抓他回去当炉鼎，把他的身体练成恶男毒蝶，助我修炼万毒魔功。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江红衣，眼神无比贪婪。听到邱志远的话和他的承诺，吕恒和陆成风不再留手，全力出击，封住江红衣所有的生路。在巨大的攻势下，本就落入下风的江红衣情势更加严峻。避之不及下，他被邱志远打伤，又挨了吕恒的一剑，肩膀差点被削掉。躲在暗中的王浩冷冷地啐了一口，露出轻蔑的眼神：以多欺少，恃强凌弱，真是无下限。就在江红衣重伤吐血，即将被邱志远抓住时，身穿隐身斗篷的王浩使用缩地成寸，于千钧一发之际救走了江红衣。一击落空，邱志远大惊失色，怒喝道：是谁？给老子出来！隐身斗篷覆盖的范围有限，只能遮蔽一人，无奈之下，王浩只得现出身影，单手抱着重伤的江红衣。现出真容，邱志远等人一眼认出，陆成风更是惊怒低吼：
臭小子，把千魂幡还给我！王浩嘿嘿一笑，转头看了一眼江红衣，递给他几颗丹药，吃下去有助于缓解伤势，恢复灵力。江红衣瞪大眼睛看着王浩，呆呆地接过丹药，不过他没吃，而是用灵力检测一番后，确认没问题才服下。王浩微微皱眉，打趣道：“还挺小心的，放心，我不会害你。”江红衣咯咯一笑，即使受伤，却依旧风情万种地说道：“在巫毒教，不小心谨慎的话，根本活不长久。”王浩哑然失笑，深深看了一眼江红衣。对面，邱志远和陆成风出手攻击王浩，想要趁机留下他。王浩的目的只是救下江红衣，因此他根本不恋战。眉心符文闪烁，他放出雷兽魁牛，磅礴的雷霆之力轰击而出，短暂的抵挡住他俩。他抱着江红衣要走，却被吕恒手握一把绽放神光的宝剑阻拦。想走，门都没有。吕恒冷笑，摆出一种装逼的姿态，给人一种神兵在手，天下我有的感觉。而看到他手里的那把剑，王浩愣了一下，随之召唤出一把断剑。断剑，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竟然妄图用一把破剑对抗我的神兵。小子，我让你领教领教焚霄炎剑的厉害。王浩嗤笑不已，暗骂一声傻叉。他冲势不减，手握断剑攻击而去。托大的吕恒没用术法，想试试焚霄炎剑的威力。结果当王浩的断剑和他的神剑碰撞的瞬间，他脸上的笑容陡然凝固。咯嘣一声，清脆的声音响在耳边，吕恒惊恐地看到费尽艰辛得到的神兵焚霄炎剑轰然碎裂。这怎么可能？我的焚霄炎剑竟然被你的断剑崩碎了！吕恒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趁他心神失守之际，将红衣放出毒蛊，瞬间逼退吕恒，成功突破他的阻碍，冲进藏龙毒爪。魁牛，回来！王浩心神呼唤，正对战邱志远和陆成风的魁牛立即消散，化作一道流光冲进毒爪，消失不见。该死，该死，我们大意了！邱志远气得捶胸顿足，陆成风气得咬牙切齿，惦记他的千魂幡。而吕恒则满脸呆滞地看着地上的残剑碎片。王浩，你还我的神兵！啊啊！同一时刻，王浩抱着江红衣进入毒爪，就听系统提示：愤怒值加3000，来自邱志远；愤怒值加3000，来自陆成风；愤怒值加4000，来自吕恒。他暗爽不已，沉吟道：这么高的愤怒值，不会气得爆肝了吧？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小男人，你爆够了没有？王浩回过神一看，就对上一双冰冷却带着一丝魅惑的眼眸。这种反差感，王浩从未遇到过。撒开手，王浩嘿嘿一笑：我可不是小男人，再说我救了你一命。江红衣眼波流转，咯咯笑道：是啊，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我给你下了蛊毒，是心火虫。王浩眼神一变：不是吧，我救你的命，你却要我的命？江红衣魅惑一笑：小男人，我受伤不假，可我不需要你救。那3个臭男人也中了我的蛊毒，就算他们实力强，能够扛得住，也会痛苦不堪。王浩愕然，他还真小看了江红衣，心神一动，炼天炉召唤而出，悬浮头顶。王浩决定火炼己身，去除体内的蛊毒。他本打算动用是天元核，可转念一想，还是留点底牌在手里比较妥当。炼天炉轻颤，一声清脆的嘶鸣响起，赤黄虚影显化而出，浓郁的火焰之力覆盖全身，准备炼化隐藏体内的蛊毒。江红衣满脸惊讶地看着王浩，他没想到对方竟然有后招对付他。好恐怖的火焰，虽然比不上我体内的万毒圣火，但也足够强横。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历？他心里默念。与此同时，王浩引导赤黄涅槃火入体，游走全身后，在左心房位置发现一只火焰毒虫。王浩暗暗松了一口气，操控涅槃火将其断烧摧毁，彻底破解江红衣的蛊毒。呼，他深呼一口气，抬眼看了看江红衣，起身就要离开。这样的女人惹不起，那就躲远点。哎，小男人，这就走了，不跟姐姐去里面探索一番，说不清会有大机缘呢。王浩理都没理，头也不回，正要使出缩地成寸离开，就听江红衣喊道：传说藏龙毒爪有古神洞，你不进去找找？古神洞？王浩停下脚步，转身问道：那是什么地方？藏龙毒爪内，王浩跟江红衣并肩而行，朝着毒爪深处进发。古神洞是上古蛊毒秘术起源之地，对于修炼巫毒之术的江红衣来说，那是传说中的圣地。至于王浩为什么选择跟随，是因为江红衣许诺，除了万毒鼎和古神传承之外，王浩所得宝物都归他，并且他还给王浩一块巫毒教的圣火令，若日后进入修魔海，可凭借圣火令进入巫毒教。为了让王浩相信自己的诚意，他许下天道誓言，这才让王浩决定跟他同行。一路走来，两人跨越毒障和数不尽的毒虫侵袭，深入毒爪中心。周围的环境灰蒙蒙的，
分不清白天还是黑夜。不知飞了多久，两人发现一处古迹，而在古迹的外围，江红衣看到一块残破的石碑，上面写着“古神”2个字。他眼神一亮，对王浩说道：“我们到了古神洞遗迹，宝物就在里面。”听到这话，王浩有些迟疑，因为他感觉到了危险。红衣姑娘，这里面有大恐怖，凭咱俩的微末实力，进去不是找死。王浩打起退堂鼓，皱着眉头说道。江红衣难得严肃起来，认真回道：“里面的确很危险，可你别忘了，这里是古神的传承之地，里面肯定有宝贝。”王浩凝视江红衣，虽然知道他肯定有所隐瞒，但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沉吟几秒，他决定进入古神洞，说不定里面真有机缘在等他呢。江红衣淡淡一笑，紧跟其后走了进去。遗迹荒废多年，只有几处残垣断壁，诉说着来自远古的凄凉和曾经的辉煌。毒虫毒蛇遍地跑，江红衣有独特的应对之法。王浩跟在他身后小心前行，不知走了多久，两人被一口水潭拦住去路。潭水悠悠，深不见底，而且散发冰寒之气。王浩暗暗皱了皱眉，就听江红衣说道：“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化骨潭？”化骨潭，王浩默念，这怎么听都不是个好地方吧。江红衣释放神魂力量探查化骨潭，想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意外惊动潭水内的怪物。那是什么？看着一道道从化骨潭内冲出来的身影，王浩惊讶问道：“他们身上散发着腐朽的气息，而且毒性强烈，就连江红衣都难以保持镇定。那是巫毒尸魁。”江红衣认出那些怪物的来历，提醒道：“他们是用巫毒秘法炼制的尸魁，坚不可摧，难以杀死。破解方法只有一种，摧毁他们体内的蛊虫。”王浩连连点头，询问道：“用火烧还是？”江红衣摇头：“他们是尸魁，肉身非常坚硬，火焰可以对他们造成危害，但耗时较长，最好的办法是用雷道秘术攻击。”王浩，雷道秘术，他正好会啊。说时迟那时快，数十道尸魁蜂拥而来，他们携带远古巫毒，不惧法术攻击，要将王浩跟江红衣杀死。危急之时，江红衣不再藏拙，两手结印施法，周身立即爆涌一股骨灰白色火焰，散发恐怖高温的同时，释放浓郁的毒性和腐蚀力。异火！王浩惊讶，江红衣的手段越发超出他的意料。这是万毒圣火，从小寄生在我体内，虽然很厉害，但迟迟未能炼化，时常遭受反噬。江红衣解释道。王浩暗暗点头，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而接着，他使出雷神秘法，幻身雷光闪烁，沐浴雷霆而行。小男人，你竟然会用雷法！江红衣惊叹。王浩点头一笑，随即纵身而起，左手阴极雷，右手阳极雷，使出神通阴阳双极雷。刹那间，雷霆大作，整个化骨潭上方成为一方雷池。王浩宛如雷神降世，阴阳双极雷之下，尸魁全被压制。亲自碰撞后，王浩才切身体会到尸魁的肉身非常坚硬，堪比天品级别的防御法器。他用双极雷打中尸魁后，无法第一时间摧毁，只能迟滞他们的行动。快走！雷法也并不能瞬间灭杀他们。他催促道。然而江红衣不为所动，提醒道：“小男人，你用雷法攻击他们的脑门，那里是蛊虫寄生的位置，摧毁蛊虫，他们就无法行动了。”王浩眼神一凛，没有多想，释放神魂探查，果然在尸魁的脑门位置发现一条条红色蛊虫。轰！右手包裹着阳极雷，猛地拍向一只尸魁，集中力量攻击蛊虫，瞬间将其灭杀。而失去蛊虫的控制，尸魁也丧失行动力，从高空坠落。而在落入潭水前的一瞬，江红衣动了起来。他放出自己培育的蛊虫，迅速钻进尸魁的身体，种下自己的毒蛊。不到一息的时间，那只尸魁就成了他的，受他控制。王浩心惊不已，这种手段真是恐怖啊！小男人，别愣着啊，赶快灭杀其他尸魁体内的蛊虫，我要得到这些尸魁。你放心，我必有重献。江红衣催促道。王浩有所迟疑，但不得不做，因为那些尸魁全部朝他飞了过来。就这样，他动用双极雷将尸魁体内的蛊虫摧毁，再由江红衣下蛊控制，为他所用。大概花了1个小时，王浩跟江红衣解决完所有尸魁，危机暂时解除。看着被收服的尸魁，江红衣开心不已，这些尸魁将成为他的重要助力。啵的一口，趁王浩凝视尸魁走神的刹那，江红衣亲了他一口。小男人，这是我给你的奖励。王浩愣了1秒，随后急忙运转灵力检查有没有被下毒。江红衣咯咯一笑，放心，我没下毒，刚才对你下毒是不相信你。我在修魔海从未见过好人，更从未见过主动出手救我的人，尤其是男人。江红衣灿烂一笑，不再如之前那般乖戾狠辣。王浩还是检查了身体，确认没事后笑了笑。走吧，我们继续前进。
我先声明，里面的路肯定不好走，若遇危险，保命第一。江红衣笑着点头，默默收起尸魁。而就在这时，原本平静下去的化骨坛再掀波澜，突然绽放一道道妖艳的绿光，紧接着，一团幽绿色的火焰冲天而起，迅速幻化为一颗巨大的骷髅虚影，拦住两人的去路。刺骨的冰冷之气弥漫开来，竟然将化骨坛冻住，将方圆千米的遗迹变成一片冰霜世界。突然的异变超出王浩跟江红衣的意料，而江红衣却在细细辨认后惊呼出声：“这是化骨妖火，小男人，你用炉子收了它！”化骨坛上的骷髅虚影像极了吞天噬地的妖魔。刺骨的冰寒下，江红衣使用万毒圣火抵御严寒，王浩召唤出炼天炉，催动赤黄涅槃火，让赤黄虚影降临。一场火焰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像是感受到威胁，又像是有些兴奋。化骨妖火幻化的骷髅虚影张大嘴巴吞向赤黄虚影，立！一声高亢的鸣叫，赤黄虚影迎击而去。他张嘴喷出一道道火球，打向幽绿色的骷髅，而后者怡然不惧，张嘴吐出绿色火球，正面抗击。轰轰轰！火球碰撞在一起，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地表的寒冰迅速消融，扩散的能量涟漪震碎不少残存的遗迹。一击之下，赤黄和骷髅不分胜负，继续出招攻击。王浩和江红衣四处躲闪，避开坠落的火球，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观战。小男人，你的火焰真厉害，竟然能和化骨妖火对抗，不简单啊！王浩淡淡一笑，没有说话。他没收走炼天炉，若发现情势对赤黄不利，他将果断动用太阳真火，将妖火炼化高空上，接连对战下。骷髅虚影渐渐不敌，可气势不减，他剧烈颤动，竟然幻化出两条骷髅手臂。赤黄虚影躲闪不及，被两条手臂紧紧抓住。骷髅趁机张开大嘴，一口咬中赤黄。赤黄发出惨叫，扑扇翅膀挣扎逃脱，可惜妖火不给他机会，是要将其吞噬似的。危急之时，炼天炉震颤，太阳真火迸发而出，显化成三足金乌的模样，冲向骷髅虚影。轰的一声，骷髅虚影被撞开，手臂都被撞散，难以凝聚成型。那是三足金乌，不，也是一种恐怖的火焰。小男人，那是什么火焰？江红衣震惊不已，他被层出不穷的手段惊呆了。王浩神情严肃，淡定说了句太阳真火，便命令赤黄虚影和三足金乌联手抓住骷髅虚影，拖进炼天炉。他要炼化妖火，然后用噬天元和吞噬，应该能够凝聚出一道火焰符文。而在赤黄涅槃火和太阳真火的联手攻击下，化骨妖火难以招架，骷髅手臂被打散，骷髅脑袋被打爆，被成功拖入炼天炉内。轰然一声，王浩将丹炉合上，盘坐虚空，心神控制两种火焰，锤炼化骨妖火，将其暴虐的气息炼化，只留下一道纯净的本源妖火。3天时间悠悠而过，王浩终于成功。他撤走炼天炉，将纯净的化骨妖火托在手心，看了看江红衣，这火焰……王浩话还没说完，江红衣急忙说道：“归你，我不需要，我有万毒圣火就够了。”微微一笑，王浩收起妖火，准备找时间让噬天元和吞噬、炼化、凝聚火焰符文。化骨妖火被收服后，化骨坛彻底没了威胁。王浩跟江红衣继续前进，一路上，江红衣释放万毒圣火抵御毒虫侵袭，而王浩使用雷神秘法震慑周围的毒虫。随着不断深入，两人走进一片阴气森森的区域，到处都是毒虫和各种毒物的尸体，甚至都有蛟龙的尸体。这里堪称毒物的藏地，空气中弥漫着剧毒的气体。小男人，咱俩小心点，这片毒物藏地存在时间很久了，死在这里的毒物生前修为不低，大概率变成了阴魂。江红衣压低声音提醒道。正说着，王浩就看见一道道灵魂体从地下冒了出来，不是人形，而是各种各样的兽形，应该就是江红衣说的死在这里的毒虫妖兽变成的阴魂。而其中一头体型巨大的蛟龙阴魂，两只眼睛散发着幽幽鬼火，身躯盘旋，拦住王浩跟江红衣的去路。吼！蛟龙咆哮，怨气沸腾，他生前的修为很强，却不知为何死在这里，灵魂腐朽，成为阴魂。眼看情形不妙，江红衣立即催动万毒圣火攻击蛟龙阴魂，却适得其反，反而被压制，挨了一记龙之吐息。江红衣受了暗伤，正要拉着王浩迂回逃遁，却突然看到王浩施法结印，召唤出一把魂幡。他惊讶地张大嘴巴，忍不住吐槽道：“小男人，这是炼魂幡吧？你怎么连这样的法器都有？你到底是正是邪？”江红衣狂翻白眼，王浩带给他的震惊实在太多了。王浩摆手一笑，催动灵力打入千魂幡，由于还没彻底掌控它，控制起来有些吃力。不过他咬牙坚持，不要命地催动灵力，利用千魂幡吞噬蛟龙阴魂。在无法抵抗的恐怖吸力下，反抗的蛟龙阴魂迅速败下阵，被千魂幡吸了进去。至于其他的阴魂，
王浩来者不拒，全部收进魂幡，一个不留。走！王浩轻喝，在前面开路。江红衣紧随其后，心里却默念：难怪他敢跟我进来，拥有这么多保命手段，根本就不怕我杀他。这一刻，江红衣很庆幸在一开始只下了很轻的蛊毒，不然得罪王浩那将是恐怖的噩梦。就这样，王浩利用千魂幡带着江红衣顺利通过毒雾藏地，还吞噬了大量阴魂。通过毒雾藏地后，两人算是进入古神洞的核心区域，一座破败的庙宇横亘在眼前，房顶早已坍塌，整个庙宇就只剩几根石柱了。不过江红衣却来了精神，因为他有所发现，他打出一缕万毒圣火，而紧接着地面颤动，破败的庙宇冲出一道光芒。当尘埃散去，王浩看到一口三足鼎悬浮半空，像是在和万毒圣火呼应。江红衣激动不已，我终于找到万毒鼎了。王浩不为所动，一听名字就跟毒有关，不是他需要的。就在两人以为不会有意外发生的时候，意外就来了。江红衣收走万毒鼎的瞬间，破庙顿时塌陷，掀起尘土飞扬，一条巨大黑蛇从地下钻了出来。而在看清巨蛇的模样后，江红衣惊呼：小男人快走，这是黑水王蛇，结丹中期修为，我们打不过的。不用他提醒，王浩也能感受到黑水王蛇的厉害，只不过他的气息被王蛇锁定，无论往哪逃都会被追杀。所幸他心一横，召唤出雷兽魁牛，决定不惜一战，力争不死的情况下赶走黑水王蛇。魁牛，配合我出手，暴打这条小蛇一顿。他的话顿时让江红衣又惊又笑。长达数百丈的黑水王蛇，结丹中期修为，在王浩眼里竟然只是小蛇。小男人，你要是能以筑基后期的修为打败黑水王蛇，我便彻底服了你，再也不敢小觑你。江红衣赞叹道。王浩哈哈一笑，打趣道：不要说这些空话，来点实际的。怎样才算实际的？比如让我当你们巫毒教圣子啥的，嘿嘿嘿。江红衣咯咯一笑，意味深长的回应：这个嘛，我可以考虑考虑。王浩大笑，在魁牛的协助下独战黑水王蛇。古神洞遗迹内，黑水王蛇高昂着头颅，结丹中期的恐怖修为释放强大的威压，震撼人心。黑水王蛇是高阶妖兽，化形成人极为困难，普通妖兽达到结丹境便能化形。江红衣躲得很远，站在一棵大树的顶端，两手托着下巴观战。越阶挑战的场景他见识过不少，但从未见过以筑基后期挑战结丹中期的家伙小男人。你真让我意外呢。他暗叹一声，聚精会神的观战。而另一边，王浩跟黑水王蛇打了起来。魁牛，一起上！王浩轻喝，招呼魁牛使用雷霆攻击，并用沐浴雷霆的庞大身躯冲撞黑水王蛇。同时他两手摊开，阴阳双极雷覆盖整只手，打出一记阴阳雷矛。咻的一声，阴阳雷矛呼啸而出，雷兽魁牛张开大嘴咬住黑水王蛇的脖子，以便阴阳雷矛打中他。然而黑水王蛇毕竟是结丹中期的实力，雷兽魁牛还是结丹初期，纵使有雷霆加持也翻不了天。死亡翻滚之下，黑水王蛇迅速挣脱魁牛的束缚，准备躲开朝他飞射而来的阴阳雷矛。可下一秒，王浩使出缩的成寸神通，瞬间出现在黑水王蛇的眼前。定身术！一声轻喝，王浩使出神通定身术。以他筑基后期的修为，想要用定身术彻底定住黑水王蛇根本不可能，顶多只能定住一息的时间。不过他选的时机刚刚好，一息的时间也够了。轰！黑水王蛇的身躯被定住一瞬，阴阳雷矛成功命中他的腹部，雷矛穿透鳞片，深深刺入其中，将其重创。吼！黑水王蛇发出痛苦的吼叫，定身术失去效用。他扭动巨大的身躯翻涌起来，恐怖的破坏力横扫方圆上百丈的范围。看到这一幕，魁牛趁机补刀，咆哮一声冲击而去。黑水王蛇张开大嘴，迅速施法，一道血红法阵成型，瞬间喷吐大量毒液打向魁牛。魁牛不惧，沐浴雷霆的身躯一往无前。与此同时，王浩施法掐诀，使出法天象地，高达100丈的金身法相迅速成型，释放惊人气势。王浩同时运转雷神秘法，配合法相出击。轰！金身法相轰出最强一拳，砸向王蛇的脑袋，一击而中。王蛇发出怒吼，不停地吐出蛇信，巨大的眼睛盯着王浩和魁牛，愤怒不已。一声低吼，王蛇主动出击，扭动庞大的身躯碾压而至。魁牛咆哮，身影瞬间膨胀到极大，金身法相迈步而去，两只手臂死死抓住王蛇的身躯，用力撕扯。在魁牛和金身法相的夹击之下，王蛇引以为傲的肉身也失去威力。不过他的实力很强，硬生生摆脱束缚，并用一记扫尾打飞魁牛，还打散了金身法相。呼！王浩的身影倒飞数百米，心口顿觉一闷，险些背过气。他急忙询问魁牛的情况，
得知无碍后放心不少。就在这时，奎牛传音提醒道：“主人，妖兽的神魂力量都很弱，你可以用神魂攻击试试。”王浩眼睛一亮，缩地成寸使出，迅速奔袭到王蛇的近前。太虚魂剑召唤而出，王浩掐诀施法，使出魂技3000幻劫光。王蛇的反应也不慢，但还是被打中了。刹那间，王蛇的意识出现恍惚，神魂遭受重创，仿若经历百世轮回一般。那种神魂的碾压之痛，让他差点昏死过去。这一次，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眼神凶狠地盯着王浩看了一眼后，他果断遁走，逃离此地，不再纠缠下去。他担心继续打下去，王浩层出不穷的底牌，真让他阴沟里翻船，把命交代了。凝望遁走的黑水王蛇，王浩没有追击。刚才的战斗虽然短暂，但凶险异常。若没有奎牛辅助，凭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打退王蛇。身影闪烁，江红衣现身，他拍掌夸赞道：“小男人，你真厉害哈！竟然真的打退王蛇，不简单啊！”王浩摆手一笑，自信说道：“我还有一战之力，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厉害？绝对让你欲罢不能。”江红衣愣了几秒才反应过来，不禁啐了一口：“小男人，你挺不正经的，这种时候还能开玩笑，我也算见识了。”话虽这么说，但江红衣却不认为王浩是在开黄腔，而是在暗暗警告他不要打坏主意。王浩笑而不语，服下一颗回气丹后，继续向前赶路。万毒鼎被江红衣收走，他没出手干扰，毕竟他用不上。既然已经深入至此，他也想见识一下上古巫毒的起源之地。黑水王蛇之后，两人再没遇到多么强大的妖兽或者毒虫等，成功进入古神洞核心，一座黑色祭坛，而祭坛的中心坐着一具骸骨，不知道存在多少年了。王浩本想飞上祭坛，却被江红衣阻止：“小男人，不是我有意阻拦你，而是祭坛本身有剧毒。我在巫毒教古籍中看到过这种黑色祭坛的记载。”江红衣严肃地盯着祭坛，低声说道。王浩默默收回迈出去的右脚，询问道：“那接下来怎么做呢？”江红衣沉吟几秒，随即召唤出万毒圣火覆盖周身，黑色祭坛顿时出现变化，一道道暗红的符文闪烁，像是在呼应江红衣的万毒圣火。江红衣脸色一喜，随即迈步走向闪烁的符文，一步步朝着骸骨走去。“小男人，你可以在祭坛附近等我，也可以现在就离开，这是古神留下的传承，我要得到它。”说完，没等王浩回复，他便迅速奔向遗骸，顺利抵达骸骨近前。而刚抵达，江红衣便失去了意识，身体不受控制地盘坐在骸骨前，像是进入假死状态。王浩不知发生了，想出手救援，可刚踏上祭坛就被一股强横的力量震开了。与此同时，祭坛升起一道防御结界，像是在保护那具骸骨跟江红衣。真是个胆大的女人，不计后果的就冲了上去，万一遇到危险了呢？王浩摇头一笑，选择留下给他护法，同时进行修炼。心念一动，他将化骨妖火召唤而出，让是天元和吞噬炼化。1个月后，化骨妖火被彻底炼化，除了反哺大量灵力给王浩之外，还凝聚出2道火焰符文，不愧是化骨妖火，力量果然强大。看着是天元和出现的第4、第5道火焰符文，王浩赞叹不已。抬眼看了看毫无动静的江红衣，王浩继续修炼。他将雷神秘法和阴阳双极雷以及各种神通术法都拿来修炼，而在修炼的过程中，对他们的领悟更加深入。时光匆匆，一转眼的功夫，1年时间悄然而过。古神传承祭坛，王浩从入定中醒来。这1年多来，他研习各种神通，修炼阴阳造化诀，修为更进一步。虽然距离突破还很遥远，但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无比踏实。当年我以阴阳造化绝重修炼气期，并突破筑基，修成阴阳鱼，却无法参悟以身为炉这几个字的真谛。王浩低声自语，陷入沉思。以身为炉，究竟要怎么做呢？他心生明悟，若能参悟这几字的真谛，阴阳造化诀必能更进一步，甚至连阴阳鱼都将出现难以预料的神奇变化。苦思无果，王浩抛开复杂的思绪，让自己的脑子清空一下。祭坛内，江红衣依旧毫无动静。无聊之际，他点开系统面板，看了看抽奖值，决定抽奖消遣。童子哥，你不要太离谱，不然我跟你结。无奈吐槽一句，王浩开始抽奖。然而系统不仁，以王浩为刍狗，根本不理会他的吐槽，依旧我行我素。恭喜宿主抽中超薄清透纱衣一套，请去用。好吧，系统奖励又上新了。王浩眉头深深皱起，无语地接受系统给的奖励。恭喜宿主抽中黑丝吊带一套。不出意外，第1次10连没出好东西，紧接着第2次10连同样没出好奖励，第3次10连出了一颗仙品低价丹药，名为9节冰魄丹，能够破解修士体内火毒，尤其是异火造成的火毒。王浩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第4次10连又没出好货，
再抽一次10连，绝不上头，绝不上头。王浩暗叹不已。而第5次10连，系统没让他太失望，除了随机奖励外，给了一颗仙品低阶丹药，名为万毒丹，能解世间万种毒药。按捺住继续抽奖的冲动，王浩关闭面板，退出系统，继续入定修炼。直到1个月后，祭坛终于有了动静。这一日，黑色祭坛震颤不已，防御结界自行破裂，一时间地动山摇，磅礴的灵力汹涌沸腾，席卷这方天地。祭坛中心，古神骸骨化为齑粉，随风消散。而接受古神传承的江红衣却没有醒来，黑色的万毒圣火包裹身体，就像失控一般焚烧他的身体。王浩意识到不对劲，江红衣此时的情况明显是遭受异火反噬，若不救援的话，他将死在自己的异火手里。顾不上其他，王浩迅速冲向祭坛，没了古神遗骸，没了防御结界，他畅通无阻地飞奔到江红衣身边。此时的江红衣衣衫尽毁，完美柔嫩的娇躯尽收眼底，散发无穷魅惑之力然，而王浩没心思关注这些，因为万毒圣火正在侵蚀江红衣的身体，灼烧她的娇躯，烧出一道道黑色灼痕。王浩立即出手，想要压制万毒圣火，打算将其封印，压回江红衣的体内。结果遭遇剧烈抵抗，万毒圣火疯狂攻击王浩，逼得他连连后退。当他准备召唤太阳真火压制时，储物戒指内的雷击木突然出现反应，王浩立即召唤而出，然后惊讶地看到万毒圣火竟然被雷击木压制了。欣喜之余，王浩操控雷击木抵抗万毒圣火，重新靠近江红衣。他同时施法，利用雷击木的力量将失控的万毒圣火封印，彻底压回江红衣的体内。为了安全起见，王浩控制雷击木悬浮在江红衣的头顶，悬浮一丝丝雷霆之力，继续压制万毒圣火，以免再遭反噬。而因为站位的关系，江红衣的曼妙身姿以及娇躯的私密部位都被王浩看了个遍。这可真是个苦差事，还是闭目养神吧，眼不见为净。王浩苦笑，却丝毫没有闭眼的意思，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红衣的完美动体。不知过了多久，江红衣缓缓睁开眼。他很清楚万毒圣火反噬的事，也知道是王浩用雷击木救了他，不然的话他难以成功获得古神的全部传承。抬眼凝视这个屡屡给他震撼的男人，江红衣眼波流转，内心荡起涟漪。可他忽然发现王浩看他的眼神有些不对劲，透露着一股邪恶和欲望。江红衣不禁低头，突然小脸浮现一抹绯红，娇怒道：小男人，你看了多久？他迅速从储物戒指拿出一套衣服披上，王浩才意犹未尽地收回目光。红衣姑娘，别那么紧张，我什么都没看到。你放屁！江红衣怒怼一句，嗔怒道：给我说，你都看到了什么？王浩嘿嘿一笑，打趣道：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也就看见你的大雷上有一块拇指大小的红色胎记。江红衣顿时气得银牙直咬。还有呢？王浩手摸下巴，继续说道：还看到你的大腿根部有颗黑痣，虽然不大，但位置比较显眼。啊，你个臭流氓！江红衣恼火不已，这叫什么都没看到，分明把他看了个精光，浑身上下都看了个遍。不过火归火，江红衣庆幸王浩没对他做什么出格的事，还算有点良知。而看在王浩使用雷击木救他的份上，他也不再纠结这些琐事。看都看了，还能怎么样？真要动手，以王浩层出不穷的手段，江红衣不一定讨得了好。小男人，江红衣平复心绪，问道：你怎么一直待在这里没走？王浩干笑一声：古神传承非同一般，我想见识见识。再说，你一个人在这里不害怕吗？江红衣眼眸微颤，随即扑哧笑出声害怕。他从小就在尸山血海里长大的，怎么会害怕？小男人，谢谢你。江红衣柔声道，没有拆穿这个提起来站不住脚的理由。虽然王浩不怎么正经，有点流氓，但江红衣清楚，如果不是王浩，他或许已经被万毒圣火反噬而死。摆手一笑，王浩操控雷击木飞到江红衣的面前。封印万毒圣火的时候，我发现你修炼的功法有瑕疵，导致无法彻底掌控万毒圣火。雷击木能够压制圣火，我把它送给你吧。江红衣震惊地看着王浩，瞪大眼睛问道：这可是千年雷击木，你真给我？王浩笑着点头：真给你啊，不开玩笑。雷击木在你手里比在我手里有用。江红衣心神一震，默默收下，不再多言，因为他确实需要雷击木压制万毒圣火的反噬。紧接着两人收拾一番，便出发离开祭坛，朝着出口飞行而去，离开藏龙毒沼。可让他俩没想到的是，1年多时间过去，邱志远还在出口守着，不曾离去。哼，敢挡老娘的路，那就去死吧！江红衣冷哼，杀意凛然。藏龙毒沼外，邱志远脸色苍白，浑身散发着一股死气，一副命不久矣的模样。该死的妖女，该死的王浩，我再等1个月，如果还不出来，我就进去找你们。
在我死之前，一定要确保你们都死了。他眼神怨毒地看着藏龙毒爪，低声自语。1年多前，江红衣给他下了蛊毒，尝试各种办法后，毒性反而越来越深，直到如今药石难医，即将殒命。他历尽千辛万苦修炼到结丹境中期，结果却死在蛊毒上，实在憋屈至极。邱师兄，旁边的一个万毒谷弟子走上前，胆战心惊地问道：“我们还要等多久？”邱志远瞥了他一眼，正要说话，却突然心生感应，眼神一亮，豁然起身：“来了，他们终于出来了，我可以报仇了。”话音刚落，王浩和江红衣就冲出藏龙毒爪，悬停在半空，冷眼看着万毒谷的门人。邱志远一声冷笑，立即命令众师弟封堵王浩跟江红衣，阻止他俩逃走。骚娘们，你终于出来了，老子等了你这么长时间，你要再不出来，我就进去找你了。江红衣露出嫌弃的眼神，鄙视道：“少废话，中了我千蛇蛊还能坚持到现在，很痛苦吧？不过你也坚持不了多久，让我给你一个痛快。”邱志远冷哼，随即施展毒功，他的灵力带有剧毒，带着强烈的杀意打向江红衣。而江红衣淡淡一笑，伸手召唤出万毒鼎，掐诀施法后，邱志远的攻击尽数被挡下。不仅如此，空气中弥漫的毒雾以及万毒谷的毒门剧毒都被万毒鼎吞噬，根本伤不到江红衣。邱志远也算识货的人，短暂震惊后，他认出万毒鼎，惊呼不已：“这是万毒鼎？你怎么会拥有它？”江红衣冷笑，没空理会他的震惊，使出蛊神传承之法，于刹那间释放千百种毒蛊。邱志远无力阻挡，被毒蛊缠身吞噬，很快惨死。这1年多来，他被千蛇蛊折磨得不像人样，不仅生命垂危，修为还跌落到结丹境初期。因此他面对获得蛊神传承的江红衣，根本不堪一击，灭亡是必然的。邱志远的师弟看到这一幕，纷纷逃命，哪里还念什么同门之谊？万毒鼎开启，江红衣把邱志远的尸体投入进去，随后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不少毒虫、毒蛇以及各种剧毒之物抛了进去。小男人，我给你炼制几颗能够爆炸的毒丹，就算遇到结丹中期的修士，都能暂时击退。江红衣看向王浩，眼眸中带着异样的神采。听到这话，王浩迅速意识到什么，到了分别的时候了呢？修魔海、巫毒教，若非必要，只怕我永远不会去那个地方。王浩凝视江红衣的侧影，暗暗默念。3天后，江红衣炼制好毒丹，递给王浩3颗，慵懒地笑了笑，说道：“小男人，姐姐要回修魔海了，有缘再见吧。”王浩接过毒丹，点头一笑：“若能再见，你要封我当巫毒教的圣子，那样才配得上我的身份。”江红衣咯咯一笑，拿出一枚道符，催动灵力激发后，空间被撕裂一道口子。再次看了一眼王浩，他冲进裂缝，转眼间消失无踪。小男人，巫毒教的圣子是要跟巫毒教的圣女结成道侣的，而我江红衣便是巫毒教圣女啊！江红衣心里默念，而这个隐秘，王浩根本不知情。离开藏龙毒爪后，王浩准备前往王者峡谷。进入秘境前，他和阮红霄等人约定会再会合。如今几年过去，也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如果他们不在王者峡谷，我就在那留个信，给他们报平安。王浩心里打算着。可在前往王者峡谷的路上，他被一个受伤的合欢宗弟子拦下了。王浩师兄，你也去王者峡谷？王浩点头，心里生出一种不好的预感。那弟子神情变得无比焦急，急忙说道：“月瑶师姐被抓了。”听到月瑶被抓，王浩瞳孔一缩，立即询问前因后果。那弟子解释，在百花谷附近，月瑶师姐被一个叫陆成风的黄泉阁弟子抓住，并大肆宣扬要当着你的面杀死他。如果你不出面，他就尽情折磨月瑶师姐，让师姐痛不欲生。王浩的心瞬间沉了下去，极力压制内心的暴怒。他反问道：“难道就没合欢宗的人去救他？”陆成风只是结丹中期，合欢宗的高阶修士全都见死不救。那弟子摇了摇头，也不清楚具体原因。他只知道月瑶被抓后，即使有些修为达到结丹后期的合欢宗弟子，也选择视而不见，见死不救。王浩怒火中烧，他似乎明白了什么。月瑶被抓，陆成风点名是针对他的，而合欢宗门人见死不救，同样也是针对他的。呵呵，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人心。你们见死不救，我去救。陆成风，你我之间的恩怨不该牵扯无辜之人，你该死！一声低喝，王浩迅速赶往百花谷。百花谷外，陆成风布下法阵抓住月瑶，对他施行严酷的刑罚。黄泉阁主修神魂攻击和防御之法，因此陆成风的刑罚手段专门针对修士神魂，所造成的痛苦一般人难以想象。啊！法阵内，月瑶发出痛苦的嘶吼，他竭力忍受，不让自己看起来太狼狈，免得给王浩丢脸。狗东西，你要么直接杀了我，何必折磨我？月瑶怒斥。陆成风居高临下，
屈指轻弹，打出数道锁神钉，刺入月瑶的身体。噗噗，月瑶被打得吐血，脸色变得苍白，气息低迷到极点，身上的衣服早已破烂不堪。陆成风冷笑一声，用手划过月瑶的柔嫩肌肤。哼，多么漂亮的一个美人，就这么死了，实在可惜。不过我不喜欢女人，对女人没兴趣。陆成风冷笑一声，准备再用锁神锭打入月瑶的体内，却听后者发出嘲笑：“小贱人，你笑什么？死到临头还笑，有什么好笑的？”陆成风惊怒，月瑶哈哈大笑，毫不留情地说道：“你对女人不感兴趣？哼，我是炼丹师，神魂力量不弱，难道看不出来你那方面不行，硬不起来吗？”陆成风脸色一沉，这是他的硬伤，竟然被月瑶拆穿了。不过我得谢谢你，因为你干不了那事，我免遭你祸害。哼，硬不起来的无耻之徒！你！陆成风大怒不已，伸手撕毁月瑶的衣服，把人推倒在地，拼命让自己硬起来。结果，哈哈哈！月瑶笑得更大声了。他什么都没说，却又什么都说了。陆成风暴怒到极点，数十枚锁神锭环绕身边，准备打入月瑶的身体。就在这时，一道身影急速而至，如一把长剑插入地面，掀起尘土飞扬。陆成风，你王爷爷来了！法阵中，月瑶浑身都是伤痕，衣服更是被大力撕毁。庆幸的是，他没有失身。看到他的惨状，王浩心痛不已。锁神锭是黄泉阁的独门法器，专门攻击神魂，对修士的神魂损伤极大。不仅如此，陆成风还给月瑶吃了黄泉阁的独门秘药，那是一种毒药。王浩分辨不出那是什么，他只能探查到月瑶中了毒，而月瑶在调动体内灵力拼命压制。看到王浩奔袭而至，并自称是他爷爷，陆成风怒极而笑，笑得非常癫狂。王浩，你总算出现了。那个妖女呢？她给我下了蛊毒，害我丧失男人雄风，我要亲手杀了她。王浩冷笑，根本没废话，双手掐诀施法，使出法天象地。同时，他眉心符文闪烁，放出雷兽魁牛，冲入法阵，成功救出月瑶。紧接着，他拿出抽奖得来的万毒丹，递给月瑶服下，并从储物戒指里拿出衣服给她披上。月瑶师妹，你好好疗伤，我去宰了那个狗东西，给你报仇。王浩语气冰冷地说道，就像是去宰一只鸡那么简单。月瑶轻轻点头，伸手搂住王浩的脖子，张嘴亲了他一下，柔声道：“师兄小心，他修为跌落，气息虚浮，外强中干。”被突然亲一下，王浩微微一怔。月瑶对他的情谊，他一直都知道，只不过一直没回应。他尝试躲着月瑶，可越躲越糟糕。在他的认知中，不回应就是拒绝，可月瑶却死心塌地，不改初心。而他根本不知道，都是他做的烤鱼惹的祸。伸手摸了摸月瑶的脑袋，王浩微微一笑：“师妹，我会没事的，放心吧。”说完，他招呼魁牛：“走，跟我一起宰了他。” No！ 魁牛发出兴奋的低吼，身影瞬间膨胀到数十丈高，浑身沐浴雷霆，跟王浩的金身法向前后夹击陆成风。实力大减的陆成风遇到修为提升的王浩，尽管他还拥有结丹初期的修为，可真实战力弱了很多。魁牛的加入让陆成风压力骤增，他不敢恋战，打出锁神钉攻向魁牛，试图撕裂一道口子冲出去。可惜王浩怎能让他如愿？3000幻劫光，一声轻喝，王浩召唤出太虚魂剑，施展神魂秘技，打中陆成风。他发出哀嚎，眉心出血，痛苦不堪。接着，王浩召唤出斩破刀，施展锁魂裂破诀，魂光灌注斩破刀之上，散发凌厉的寒芒。3000幻劫光撕裂陆成风的眉心，相当于撕开对方识海的防御。此时再用斩破刀，必能攻入他的识海。咻的一声，斩破刀飞出，成功击中陆成风的眉心，刺入他的识海，给予他的神魂一记重创。噗噗噗，神魂遭受剧烈冲击，险些被打爆。陆成风大口咳血，神情低迷到极致。他连锁神钉都无法操控，纷纷坠落在地，难以制造威胁。金身法相消散，魁牛一蹄子踩在他的心口，就听到骨折的声音响起。陆成风的胸腔凹陷一大半，差点被踩死。他狂吐鲜血，连连求饶：“王浩，你不能杀我！我父亲是黄泉阁的一峰首座，爷爷更是黄泉阁的长老，他们都是元婴期高手。你杀了我，他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王浩冷笑，反问道：“你我之间的恩怨，就该你我解决，何必牵扯无辜之人？你伤我师妹，百死莫赎。元婴期又怎么样？我师尊是化神期强者，我提了吗？敢威胁我，老子怕你！”陆成风瞳孔怒睁，还想求饶，可王浩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右手覆盖阳极雷，一掌拍向陆风向的脑门，活活将其打死，随即召唤出千魂幡，将他的神魂收入其中。至于他的储物戒指也被王浩拿走，
收走里面的东西。月瑶服下万毒丹，正在炼化药力，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而趁这个时间，王浩整理陆成风的遗物，竟然得到了完整版的搜魂秘术以及炼魂秘法。太好了，修炼炼魂秘法后，我就能彻底祭炼千魂幡为我所用了。王浩欣喜不已。此时的他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惹了大麻烦，而陆成风的死则在黄泉阁引起轩然大波。百花谷外，王浩参悟炼魂秘法，月瑶修复身体伤势，雷兽魁牛在一旁护法。一晃眼，半个月时间过去，月瑶将体内的锁神定尽数清除，并用自己炼制的疗伤丹药修复身上的伤。他缓缓睁开眼，起身走向王浩，眉眼含笑地盯着王浩，开心不已。师兄，月瑶越来越喜欢你了呢。过了没多久，王浩从入定中醒来，心念一动，千魂幡从炼天炉中飞出，悬停在眼前。他分出一缕神识进入其中，施展炼魂秘法，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彻底祭炼魂幡。陆成风的神魂游荡其中，还想攻击王浩的神识，伺机逃离。可惜王浩掌握炼魂秘法后，陆成风的一切反抗都是徒劳的。滚！神识一声轻喝，陆成风的残魂就被震飞，根本无法抗衡。祭炼魂幡后，王浩神识回归，将魂幡收入储物戒指，缓缓起身。师兄，你醒了，感觉如何？有没有哪里受伤了？体内大道本源伤痕要紧吗？月瑶担心地询问。王浩摆手一笑，让他不用紧张。月瑶，你怎么会出现在百花谷？他问道。月瑶指了指前方不远的一个山谷入口，介绍道：百花谷是天元秘境一处奇异之地，里面长有很多珍贵药材和天材地宝，有很多修士都进入其中寻找宝物呢。奇异之地，天材地宝，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应该进去闯闯，不然就浪费了系统的探宝功能。王浩暗暗沉吟，心里有了打算。师妹，我们一起进入百花谷怎么样？月瑶惊喜。师兄，你要跟我一起进入百花谷，不去别的地方寻找机缘？王浩微微一笑，机缘可遇不可求，或许百花谷就有我的机缘。说着，他拉着月瑶的手，迈步走向百花谷。师兄，月瑶心里默念，脸上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蹦蹦跳跳地跟着王浩进入百花谷。与此同时，百花谷的另一个入口，一名玄龟族的少年怀着忐忑的心情，只身一人闯了进来。老天爷，可怜可怜我，让我找到一颗丹元果吧，那样我结丹的成功几率就大大提升了。玄清小心翼翼地在百花谷内前行，耐心寻找丹元果。百花谷隐于群山幽壑之间，终年笼罩七彩灵雾，谷中奇花异草遍野，灵气浓郁如夜。这片奇异之地既是炼丹师梦寐以求的药材宝库，也是危机四伏的妖兽巢穴，更藏有绝代高手的遗藏。每次天元秘境开启，这里都是众多修士的必闯之地。灵气缭绕的密林之间，王浩带着月瑶谨慎前行，不敢有丝毫大意。月瑶，我们一路走来也没看到珍贵的药材和凶猛的妖兽，这是什么原因？王浩发现了这个问题，询问道。月瑶解释说，师兄，没人知道天元秘境存在了多久，也没人知道百花谷曾经的过往，但听人说秘境的妖兽化形后，或者实力达到此界的限制，便有机会离开这里，进入外界。我们还没进入百花谷深处，外围没什么珍贵药材，妖兽也只是一些低阶的。师兄别急，等进入深处肯定有收获的。王浩暗暗点头，他不知道这样的秘辛。就这样，两人继续深入百花谷。随着不断深入，灵气变得越来越浓郁，吸上一口都觉得身体通泰，舒畅不已。不知走了多久，也不走了多远，前方传来的打斗声引起王浩的警觉。他本想偷偷远离，可一道听起来有些熟悉的声音让他改变主意，悄悄凑了过去。当王浩带着月瑶躲着在一棵大树后，看到一个少年被人踩在地上大口咳血的时候，他发出一声惊疑，竟然是他！师兄，你认识那个少年？月瑶疑惑，小声问道。王浩点头。不远处，玄龟族少年玄清被一个英朗俊逸的青年男人踩中心口，踏在地上。我是炼气宗的弟子柳晴，你是擅长炼气的玄龟一族，当我的奴仆，随我一起炼气，为何不愿？柳晴怒目而视，言语中满是盛气凌人的自负和自傲。玄清满腔愤怒，喷出一口血，斩钉截铁说道：我不做你的奴仆，我会炼气，不需要跟你一起。柳晴冷笑骂道：小小假丹境妖兽，务实化形草材化为人形，若非如此，我能看上你？妖就是妖，野性不改。既然这样，你对我没有任何价值，那就去死吧。玄龟的皮也是不错的炼气材料。说着，柳晴召唤出一把银枪，以灵力催动，就要刺穿玄清的身体，将其杀死。关键时刻，月瑶使用七彩琉璃火挡住那一枪，王浩穿戴隐身斗篷，使用缩地成寸，从柳晴的手里救出玄清。七彩琉璃火，
是谁敢坏我柳琴的事？作为炼器师，柳琴对各种异火也是如数家珍，自然认出七彩琉璃火。羞羞！王浩背着玄清和月瑶现出身影，眼神淡漠地看着自私霸道的柳琴。对方只是结丹初期的修士，就算没有月瑶，以王浩目前的修为，他也丝毫不惧。谢谢你又救了我。玄清纯净的眼神盯着王浩，内心感激莫名。王浩冲他笑了笑，递给他一颗聚气丹，让他恢复灵力，后面的事不要插手。玄清重重点头，默默退到王浩的身后。柳琴的注意力全都在月瑶的身上，准确的说是月瑶拥有的七彩琉璃火。小美人，你的火焰好厉害，你是炼丹师还是炼器师？柳琴阴笑道，眼神贪婪地盯着月瑶。月瑶冷哼，没有搭理。被无视的柳琴不禁愠怒，低吼道：我是大庆国炼气宗弟子，地位尊崇，你凭什么无视我？王浩无语地翻了翻白眼，这家伙从哪冒出来的？这无与伦比的优越感怎么来的？大庆国炼气宗没听说过，赶快滚，滚得越远越好，不然死！王浩回怼一句，直接惹毛了柳琴。他指着王浩骂道：筑基后期也敢大言不惭，也敢对我出言不逊，臭小子，你找死！说完，他催动灵力操控银枪，银枪呼啸而出，像是一道划破长空的流星爆射而出。当，炼天炉显现，替王浩挡住银枪，发出金属般撞击的声音。强大的撞击力让王浩后退几步，他心口一闷，却没有吐血受伤。相比之前承受结丹强者一击就受伤，王浩的实力提升非常明显。师兄，月瑶担心地看着王浩。王浩右手一摆，笑着说道：师妹，我没事，这家伙外强中干，不足为惧。柳琴惊诧不已，他的霸王枪竟然没打死王浩，还被反超了。心高气傲的他怎能忍受？定睛一看，他的目光被炼天炉吸引了，忍不住赞叹道：神品法器！我的天啊，你一个筑基修士竟然拥有神品法器，还是丹炉！柳琴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贪婪，大笑道：小子，你的丹炉我要了，小美人，你的七彩琉璃火我也要了。说时迟那时快，柳琴全力出手，施法掐诀，使出独门秘法无尽气域。一声低喝，他的背后浮现一道火红的光幕，数不清的法器迅速浮现，刀枪棍棒、斧钺钩叉，应有尽有，而且品级不低，攻击力惊人。那都是柳琴炼制的法器，被他祭炼在所修炼的气域之中，作为攻击手段。每一个炼气宗的弟子都有自己的气域，类似储物戒指，却远超储物戒指，是炼气宗的独门秘法。修数不清的法器如雨滴般打向王浩等人。月瑶施法护住玄清，王浩利用炼天炉防御。哼，能死我柳琴手里，是你们的荣幸，乖乖受死吧！他大笑不已，以为胜券在握。王浩冷哼，眉心符文闪烁，雷兽魁牛瞬间显化身影。就听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魁牛的身影奔袭而去，巨大的牛角撕裂柳琴的防御法器，洞穿他的心口，给他来了个透心凉。噗噗噗，柳琴还没死透，大口咳血。突然的袭击让他吃了暴亏，不得已放弃肉身，神魂离体，准备逃亡。然而王浩一直防着他这招，千魂幡召唤而出。王浩使用炼魂秘术，把柳琴的神魂封入魂幡中炼化。做完这一切，王浩取走柳琴的储物戒指，将里面的宝贝洗劫一空后就丢了，还不错，300块上品灵石，500块中品灵石，1000块下品灵石，小赚一笔。王浩咧嘴直笑，接着又看到2块记载修炼秘法的玉简，炼气真解，万气共鸣术。他不由一惊，意识到这是炼气宗的不传之秘，迅速收好，准备有时间再看。过了一会儿，玄清的伤势有所好转，灵力也恢复大半，他起身拜谢，脸上洋溢着灿烂纯真的笑容。大哥哥，我能跟你一起闯百花谷吗？玄清问道。王浩看了一眼月瑶，沉吟几秒说道：跟我们一起没问题，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进百花谷，毕竟你的实力。玄清激动回道：我要找丹元果进阶结丹境，只能冒险进百花谷试试了。王浩，丹元果，大哥哥，你看到过丹元果？玄清期待地看着王浩，微微一笑。王浩伸出右手，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颗赤红色的果实。丹元果，玄清激动不已，他心心念念的丹元果就在眼前。这颗丹元果得自妖兽山脉，是王浩从周鸿飞的眼皮底下抢来的。王浩一直没机会用，却不曾想此时派上了用场。给你。他大方地将丹元果送给玄清。玄清急忙伸手去接，却又迅速撤回，一张脸纠结到一起，随后猛地一拍脑门，从手上摘下一枚戒指。这枚戒指和储物戒指不一样，散发独特的气息。大哥哥，我不占你便宜，你送我丹元果，我送你一件自己炼制的空间法器，它叫太虚洞天，
远超修士的储物戒指。王浩眼神一动，就听玄清补充道：“更重要的是，它能装活物进去，非常珍贵。”听到这，就连月瑶都忍不住惊叹。空间法器很常见，能装活物的空间法器，他还是第一次见。看着玄清真诚淳朴的样子，王浩笑了笑，摆手拒绝：“为了炼制这件法器，你付出了太多，差点连命都丢了，我不能要。再说，你这件法器的价值远远超过我送你的丹元果。”玄清的神情无比纠结，他很想要丹元果，可又不想白拿。见他一脸为难的样子，王浩内心一暖，拥有这种心境的少年太少见了。要不这样，等你进阶结丹境，给我炼制一件法器当谢礼怎么样？王浩提议道。听到这，玄清眼神一亮，重重点头，然后才兴高采烈地收下丹元果。王浩跟月瑶对视一眼，不禁莞尔。就这样，三人结伴同行，继续朝着百花谷深处前进。借助系统的探宝功能，一路走下去，王浩帮助月瑶找到很多珍贵药材。虽然被不少妖兽追杀，但收获巨大。这一日，三个人正在一处水潭边歇息，突然天地变色，风云变幻。紧接着，地面震颤，妖兽震惊吼叫，一道冲天光柱自百花谷深处冲向云霄，打向苍穹。王浩等人惊骇对视，纷纷飞向高空观察。只见一道道身影从四面八方齐齐冲向光柱。有知道内情的人忍不住大喊：“药仙乙种出事了，我们快去抢夺高阶丹药！”药仙乙种，传说中被尊称为药仙的玄微子的埋骨地，除了玄微子，还有谁敢称药仙？快走吧，别磨蹭了，再晚估计什么都没了。众多修士如过江之鲫，马不停蹄地赶往药仙乙种。他们都是结丹境以上的修士，更有不少假阴境界的高手。王浩暗暗皱眉，看向身边的月瑶：“师妹，你可知道药仙玄微子的名头？”月瑶激动地点头：“师兄，玄微子前辈的名号曾经响彻整个大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连其他国家的人都久仰其大名。他的炼丹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仙品丹药乃至神品丹药在他面前信手拈来，炼丹成功率高达 99%。” 王浩暗暗点头，反问道：“师妹，你想去看看吗？如果你想的话，我有办法带你闯进去。”月瑶惊讶地看着王浩：“师兄，我很想去见识见识，可实在太危险。结丹境的高手蜂拥而至，咱俩实力低微，很难有所收获。”得知他的担忧，王浩拿出隐身斗篷穿上，然后向玄清借来太虚洞天戒指：“我可以隐匿身影，你和玄清躲入太虚洞天之中，我带你们进去就行了。”月瑶眼神一亮，看了看同样激动的玄清，难得遇到药仙乙种出事，不去看看实在太可惜了。于是三人做好一切准备，朝着药仙乙种进发。隐身斗篷完美隔绝了王浩的气息，根本没人发现他的踪影。很快，他抵挡冲天光柱的位置，也就是药仙乙种所在地。此时，乙种尚未真正开启，一股股磅礴的威压不停扩散而去，震慑所有想要进入其中的修士。躲在暗中的王浩一眼看过去，看到不少熟人：青云宗的凌啸、焚天殿的林殊，还有老熟人周鸿飞。此外，林殊的身前站着一个身穿红袍的男子，实力达到了假阴境界。周鸿飞还是结丹初期的修为，不过他的身边也站着一个假阴境界的修士，而且出自合欢宗。但奇怪的是，王浩不记得有这么一号人，直到月瑶开口：“师兄，我知道那个人，他叫陆江毅，是穆红鸾的爱徒，主修合欢宫，声名狼藉，拥有数十个双修道侣。100年前进入秘境后就失去阴性，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还活着，实力提升到假阴境界，真让人意外。”王浩不禁皱眉，那家伙的气息很邪恶。至于其他宗门，也有假阴境界高手坐镇，都目光灼灼地盯着一种入口，等待开启之时。入口处，青云宗凌啸看向合欢宗的陆江毅，面带微笑问道：“陆兄，可曾见到贵派的王浩？我有事找他商量。”陆江毅皱眉，他思索片刻后，看向身旁的周鸿飞，邪魅一笑：“王浩是谁？我认识他吗？”周鸿飞立即回应：“他是现任宗主的爱徒，你被困秘境多年，没听说过很正常。”陆江毅嗯了一声：“凌啸，我不认识他，你找别人问问吧。”凌啸笑容一僵，却很好的掩饰过去，暗骂道：“一群卑鄙的家伙！王浩得到了道玄雷山的传承，还契约一只雷兽魁牛，你竟然说不认识？”深吸一口气，凌啸平静下来，暂且将这件事放到一边，眼下最重要的是药仙一种。不知等了多久，药仙一种的入口缓缓开启，这片天地为之一震，引起众人欢呼不已。当入口彻底开启，他们再也按捺不住，纷纷冲了过去。可就在即将冲进去的刹那，入口处爆发一道能量涟漪，轰！仅是轻轻一震，所有冲到入口前的修士被能量涟漪打中，纷纷爆炸身亡，化为齑粉。
恐怖的一幕惊醒了不少人，他们纷纷止步，停在半空，满脸惊恐。下一秒，一道道黑色的身影从入口处飞出，静静站立虚空，释放强悍的气息。傀儡，足足100个，而且都是结丹境大圆满的修为。有修士惊呼，被彻底震惊到了。王浩暗道一声好险，庆幸自己没有急着冲过去，不然后果难料。就在局势僵持不下时，焚天殿的假阴境界高手名叫焚炎，自信地站了出来。诸位道友，我先行一步，若有机会拿到仙丹或者神丹，还请诸位不要眼红。说完，他手握长剑，假阴境界的修为全面爆发，迅速杀向傀儡。其他人见状也不甘落后，纷纷出手围杀守门的傀儡。打吧打吧，你们打，我趁机溜进去就行。王浩嘿嘿一笑，心里有了计划。天元秘境禁止元婴期修士进入，假阴境界的修士便是此界的顶尖高手。然而，评价一个修士的战力，并不能单凭个人修为判定。有些人修为虽高，但战力很低，而有些人修为很低，可真实战力却强得可怕。王浩就是典型的例子，以弱打强，越阶杀敌。要先一种外，各大门派的假阴高手纷纷下场，和守卫一种入口的100个结丹大圆满傀儡打在一起。那些傀儡都是玄微子炼制，肉身极为强悍。虽然不能使用术法，但凭借物理攻击，也让众多假阴境界的高手吃了不小的苦头。就在众人陷入混战之时，穿戴隐身斗篷的王浩悄悄溜进了一种。光景变幻，王浩进入一个宽阔的大殿，正前方的大殿中心有一座破败的神像，周围静悄悄的，有一种神秘且隐晦的气息，让王浩不敢轻举妄动。他将玄清和月瑶放了出来，询问道：师妹，你是炼丹师，细细感应这里的气息。王浩觉得术业有专攻，他虽然会炼丹，但离精通还有很大差距。此时的他只能隐约察觉这里不太寻常，可看不出隐藏的门道。月瑶点点头，随即释放神魂之力弥漫而去，不料下一秒触发了什么。月瑶的脚下出现一道法阵，他脸色平静，转头看向王浩：师兄，这是玄微子前辈安排的试炼，只有闯过去才能进入核心之地。王浩暗暗点头，于是提议：师妹，我和玄清进入太虚洞天，你随时带着，若你成功闯过试炼，我们就能一起进入核心之地。月瑶诧异地看了王浩一眼：师兄，你也是炼丹师，你不试试闯关，获得玄微子的传承？王浩摇头一笑：师妹，你是炼丹师，比我更需要这个传承，这是属于你的机缘。师兄，月瑶还想说什么，却被王浩打断：师妹，听师兄的话，全力闯关，你一定可以的。说完，他就拉着玄清进入太虚洞天，等待月瑶开始试炼。接着，月瑶将法器太虚洞天戴在手上，默念道：师兄，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随后，月瑶开启试炼，进入第一关变灵炼真。他进入千药迷阵，而过关要求是在100息内从10万株毒草中挑出3株9死还魂草，如果失败，误触其他毒草将引发10股相障，修为跌落一阶。这一刻，月瑶的神魂力量全面释放，神魂探查10万株毒草。要命的是，这些毒草和9死还魂草长得很类似，十分考验炼丹师的神魂感知力和敏锐的观察力。时间飞速流逝，月瑶精准地挑出2株9死还魂草，可最后一株他却怎么都没找到。而此时距离结束时间只剩15息，不由得月瑶有些慌乱，情急之下他差点误触其他毒草，导致修为跌落。就在这时，王浩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师妹，你右手边100米的位置有一株散发红光的毒草，那是最后一株。月瑶想都没想，出于对王浩无保留的信任，在倒计时结束前的最后一息，他抓住第3株9死还魂草，顺利闯过第一关。至于王浩是怎么确认第3株还魂草的，那要归功于系统的探宝功能，绝对精准。通过第一关后，月瑶进行第2关试炼，逆炼阴阳。闯关要求：以妖兽内丹为主材，灵植是魂曼陀罗，花蕊为副材，反向炼制妖灵化生丹。闯关提示：丹成时需承受丹雷劫，而雷光中蕴含妖兽怨念，需炼丹师自行破解。检查一遍眼前炼制丹药的药材，熟悉炼制方法后，月瑶召唤出丹炉，准备着手炼制。只不过他的丹炉品级较低，勉强达到天品级别。随后他召唤出7彩琉璃火，着手炼制妖灵化生丹。这是一种天品高阶丹药，以月瑶的炼丹术能够炼制出来。这一关最危险的是丹成后的雷劫以及雷劫中蕴含的妖兽怨念，不过有王浩暗中相助，雷劫和妖兽怨念都不值一提。耗费2天时间，月瑶终于成功炼制妖灵化生丹。而在丹成的刹那，雷劫从天而降。与此同时，一缕妖兽怨念化形成一头蛟龙的模样，伴随着雷光攻向月瑶
要将其击杀。关键时刻，王浩释放出雷兽魁牛，替月瑶挡住雷劫，并触发是天元核，将蛟龙怨念吞噬殆尽，还被反哺大量灵力。就这样，月瑶有惊无险地闯过第2关。而在他闯关的同时，其他门派的人终于将入口处的傀儡给干掉，并冲进一种毫不犹豫地接受试炼。青云宗的凌啸险而又险地闯过第1关，紧随其后的是焚天殿的焚炎。不多时，合欢宗的陆江毅、黄泉阁的陆凌风、万毒谷的李彦清以及天霜宫的陈南，这些假阴境的高手纷纷进入第2关。至于林殊和周鸿飞等结丹境的修士，要么选择退出，要么死在第1关，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主修炼丹术的修士才成功进入下一关。林殊不想白白丢掉性命，果断放弃试炼，退出一种。而胆小慎微的周鸿飞做出同样的选择，决定待在外面等待陆江毅出来。尽管他们都清楚要先一种绝对有仙丹甚至神丹，可前提是他们得有命拿到。另一边，月瑶进入第3关试炼，这一关没有任何提示，试炼内容也非常简单。一道仿若从亘古重现而来的玄微子虚影，居高临下地看着月瑶，面无表情地问道：炼丹者为夺天地造化，可愿以自身寿元补丹药缺憾？这一问，问的是丹道本心。月瑶没有任何迟疑，坚定回答道：我愿意献祭寿元，弥补丹药缺憾，炼出绝世丹药。刹那间，虚影消散，月瑶成功闯过第3关。他的脚下出现一道传送法阵，进入一种的更深处。同一时刻，不少人闯过第1关，进入第2关，有不少人成功炼制出妖灵化生丹，却死在雷劫之下，或者被妖兽怨念吞噬。而那些假阴境界的强者，凭借强横的修为挡住雷劫，摧毁妖兽怨念，成功进入第3关。他们以为自己是第一批进入第3关的人，怎么都想不到，已经有人先他们一步进入一种核心之地了。身影闪烁，月瑶将王浩跟玄清从太虚洞天放了出来，神念释放而去。王浩发现了9座药鼎残骸，而下一秒，月瑶惊呼出声：师兄，快走，前面有丹药的香味。说着，月瑶一马当先，朝着深处前行。可王浩却觉得哪里不对劲，到底哪里不对劲呢？他心里默念，百思不得其解。一种深处，月瑶发现了数十上百颗天品丹药，甚至还有3颗仙品丹药，它们被装在特殊的药瓶中，被法阵保护着，悬浮在半空。月瑶开心不已，正要飞过去收取，却被王浩一把拉住，并迅速退出去很远。师妹，稍安勿躁，你不觉得这里不对劲？王浩提醒。他终于想清楚哪里不对劲了，太安静了，哪怕闯过前面3关试炼，存放丹药的地方也不该如此安静，一点危险都没有。月瑶眨了眨眼睛，细细感应后发现，这里的确充满一种古怪的气息，像是有一双眼睛在黑暗中盯着他。师兄，你决定怎么做？月瑶轻声问道。王浩沉吟几秒，回道：我们先等等，等后面的人进来，让他们出手试探吧。月瑶点头，听从王浩的建议，和玄清再次进入太虚洞天，留王浩一个人在外，身披隐身斗篷，隐去身影，等后面的人进来。不知过去了多久，终于有人闯过第3关进入这里。王浩被惊动，抬眼一看，冷笑一声：林啸，嘿嘿，我把抢夺丹药的机会留给你，你别让我失望啊。正这么想着，又有人闯了进来，同样是假阴境界的高手。不过此时此刻，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肉香味，还有一股焦味，就像被雷劈糊了似的。王浩暗笑一声，他们彼此观望，遥望半空中被法阵封印的丹药，没有急着出手争抢，一个个都跟人精似的，生怕自己出手会引来麻烦。然而总有人不怕死，一个出自万毒谷的结丹后期修士一马当先，大笑着冲向一枚仙品丹药。他攻击丹药的封印法阵，却轻易突破，轻而易举地将装有仙品丹药的玉瓶抓在手里。整个过程无比丝滑，没有遇到任何阻碍。而抓住仙品丹药的修士仰天大笑：哈哈，仙品丹药是我的了。这一幕大大刺激了那些观望的修士，尤其是假阴境界的高手。他们立即出手争抢，彼此大战在一起，争抢为数不多的高阶丹药。而躲在暗中的王浩深深皱起眉头，难道是我想多了？那些丹药不是陷阱，就是给进入这里的闯关者的奖励。他的心思开始动摇，而当他按捺不住准备出手时，异变突发：结，来了这么多人类修士，够我饱餐一顿了。一道阴森的笑容陡然响起，紧接着大地震颤，出现一道道裂缝，伴随而来的是恐怖的高温，以及一头蛟龙形态的妖兽。不是妖兽，而是一种凝形成蛟龙形态的异火，那是妖灵古焰。青云宗的凌啸一眼认出异火的来历，惊呼不已，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众人一听，纷纷噤若寒蝉，被吓得一动不动。妖灵古焰的威名他们肯定听说过，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情况下遇到。
贪婪的人类，打扰药仙的安宁，都给我死在这里，伴随药仙长眠吧！一声低吼，妖灵古焰爆发出堪比元婴期高手的实力，仅一声低吼就震死不少结丹境修士。而他们得到的丹药再次回归之前的封印法阵，完好无损。这陡然反转的一幕，让躲在暗中的王浩庆幸不已，松了一口气。堪比元婴期高手的妖灵古焰，够他们喝一壶的。等他们打得差不多，远离丹药的封印法阵，我再悄悄收取吧。王浩非常沉得住气，坚决不轻举妄动。局势大乱后，凌啸和焚炎等人经历短暂的逃窜和慌乱后，迅速稳住阵脚。黄泉阁的陆凌风大喊道：“诸位道友同时出手，他只是一火，远未达到元婴期，只要不断消耗他，他的力量就会减弱。”听到这话，万毒谷的李彦青附和道：“说得不错，我们一起出手，耗死他！”在场的所有假阴境界高手纷纷点头，默契地达成一致，同时攻击妖灵古焰。不仅如此，焚天殿的焚炎意外发现自己所修功法能够和药鼎残骸共鸣，大喜之下，他催动灵力控制药鼎残骸。刹那间，药鼎残骸发出氤氲紫光，竟对妖灵古焰产生压制。焚炎欣喜不已，大喊道：“好机会！大伙同时出手，耗死妖灵古焰，只留他的本源火种。”好！众人眼神一亮，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此时，他们盯上的不只是仙丹，还有妖灵古焰的本源火种。遭受压制的妖灵古焰意识到不妙，他没想到这些修士能够控制药王鼎残骸压制他，把他逼入险境。哼，若是完整的药王鼎，还真能让我束手就擒。如今只剩残骸，你们压制不了我。妖灵古焰怒吼，澎湃的火焰席卷而出，散发出毁天灭地的力量。双方的大战迅速白热化。人类修士这边难得戮力同心，动用全部实力激战妖灵古焰。他们都明白，覆巢之下没有完卵。这个时候藏心思，无异于自掘坟墓，不仅什么都得不到，还会丢了性命。随着时间的推移，妖灵古焰的气势有所减弱，没有之前那般狂暴强大。而众多假阴境界的修士却越战越勇，各种法器和灵丹纷纷使出，只求耗尽妖灵古焰的力量。此刻，躲在暗中的王浩微微一笑：“时间到了，我去收丹药了。”于是，借助隐身斗篷的掩护，他悄悄靠近封印仙丹的法阵，迅速收取玉瓶。而专心对战妖灵古焰的修士，没人关注仙丹的情况，直到有人发现不对劲。咦，是我眼花还是怎么回事？你们看，那些仙丹消失了很多啊。对啊，怎么回事？我记得刚才不止这些啊。咦，又少了一个玉瓶。哎呦卧槽，不对劲，又少了2个。不好，有人在抢夺仙丹。终于有人反应过来，急忙冲向仙丹，准备揪出幕后黑手。可惜他们察觉不到王浩的气息，无处搜寻。仙丹的异变吸引那些假阴境界修士的注意，妖灵古焰得知仙丹被盗，气急败坏，骂道：“卑鄙无耻的人类修士，诡计多端，狡诈阴险！”妖灵古焰舞动身躯，爆发强大的能量涟漪，震退众人后，立即回防仙丹，避免被那些修士抢走。众人见状，纷纷阻击。妖灵古焰怒火中烧，被药王鼎残骸限制行动，心有不忿。吼！他发出愤怒的咆哮，眼睁睁地看着丹药迅速减少。就在这时，异变突发，周遭天地间的灵力猛然暴涌，变得狂暴无比，仿若潮水般跌宕起伏。妖灵古焰震撼不已，灵力潮汐，药仙的丹魄要出事了。他话音刚落，天地剧烈一震，所有人看到一道形如人形的青玉丹丸悬浮于秘境虚空。与此同时，藏在太虚洞天内的月瑶身体绽放光芒，像是有种力量在呼唤他。那是清玄丹魄。秘境内清玄丹魄现世，那是药仙玄微子毕生丹道精华凝聚成的灵体，是他留下的传承。焚炎大喜不已，不再操控药王鼎残骸压制妖灵古焰，迅速冲向丹魄，想要占为己有，获取传承。其他人见状，哪里还管什么妖灵古焰，纷纷放弃操控药鼎残骸，冲向丹魄。所谓的结盟瞬间溃散，在清玄丹魄的诱惑下，没人能够保持克制。那可是药仙留下的传承，若是能够得到，必将一飞冲天，从此扬名修仙界。失去了药王鼎残骸的压制，妖灵古焰压力骤减，获得一丝喘息的时间。但他没有停手，身体快如奔雷，以超越所有人的速度冲到丹魄周围，用身躯紧紧护住，不让任何人靠近。清玄丹魄在等待真正的主人，可惜你们都不是，就算抢到手，也是一场空。妖灵古焰难得平静下来，对众人说道：“他听从玄微子的安排，在此地等待能够接受传承的后人。那人身怀药仙圣体，是玄微子最佳的传人。可他试探过在场的所有修士，没人是这种体质，根本接受不了传承。别废话，妖灵古焰，我劝你识相点，我们都有压箱底的杀招没用出来。”
焚炎怒吼，看着近在咫尺的清玄丹魄，露出贪婪无比的眼神。至于其他修士，心思大多也都一样。相比于那些仙丹，清玄丹魄更加重要，必须要拿到手。妖灵古燕低喝，身躯膨胀到极限，催动全部的力量，散发恐怖的高温。给你们活路偏不走，那就都去死！说完，他激战众多修士，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力量。众多修士也嗷嗷大叫，纷纷使出压箱底的术法。在至宝的诱惑下，哪怕面对拥有堪比元婴期实力的妖灵古燕，也丝毫不惧。正在收取的丹药的王浩，当然也看到了清玄丹魄，不过那里爆发混战，他没有迅速赶过去。直到月瑶自动现身，身上绽放神奇光芒，让王浩惊讶不已。师兄，清玄丹魄在召唤我，我要得到它。王浩顿时一震，还没来得及多想，被众人哄抢。被妖灵古燕守护的清玄丹魄瞬间飞到月瑶的身边，他绕着月瑶飞了好几圈，像是在确认什么，直到化作一道流光，冲进月瑶的眉心，进入他的识海。不好！王浩暗道一声，正要将其收入太虚洞天，可惜没能成功。与此同时，那些假阴境界的修士和妖灵古燕同时发现月瑶的身影，并且亲眼目睹丹魄进入月瑶的眉心。不要啊！众多修士大声疾呼，试图阻止这一切，却什么都做不了。尤其是焚炎，他想着收服清玄丹魄，凭借自己的天赋必能续写耀仙玄微子的辉煌。可此时他的梦想如泡沫一般碎了。该死，把清玄丹魄吐出来！焚炎怒吼，身影如奔雷般冲向月瑶，无所顾忌地出手，想要击杀月瑶，夺回丹魄。见状，妖灵古燕迅速挡住焚炎的攻击，紧紧护住月瑶。他低下头颅，仔细检查一番，瞳孔一缩，欣喜不已。药仙圣体，哈哈，我终于等到了！虽然还没觉醒，但跟主人玄微子同出一脉，错不了啊！妖灵古燕激动喊道，无比兴奋。很快，一道道人影奔袭而至，包围妖灵古燕和月瑶。这一刻，王浩摘下隐身斗篷，现出真身。他看向妖灵古燕，解释道：“月瑶是我的师妹，我不会让别人伤害她。”妖灵古燕诧异不已，他之前一直没能探查到月瑶的气息，原来是眼前的男人用法宝隐藏了。当王浩现出身影的刹那，凌笑一声怒喝：“王浩，咱俩的账要算了！”当得知突然出现人影就是王浩时，在场众人的脸色可谓相当精彩。焚天殿的焚炎眼神不善地盯着他，不知在打什么鬼主意。合欢宗的陆江毅露出一副低眉浅笑的样子，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而万毒谷的李彦清和黄泉阁的陆凌风只关注清玄丹魄，根本没把王浩放在眼里。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怎能入得了他们的眼？杀！焚炎一声轻喝，主动出击，焚天剑法结成剑阵，遮天蔽日的剑雨打向妖灵古燕。这一击的威力堪比元婴期高手。陆凌风和李彦清随后出手，他们的心思很简单，先把妖灵古燕打败。至于清玄丹魄的归属，谁能抢到月瑶，自然就算谁的。凌啸深深看了一眼王浩，暂时放弃对他出手，冷哼道：“小子，等我抢到清玄丹魄，再找你算账。”说完，他加入攻击妖灵古燕的队列，试图抢走月瑶。妖灵古燕陷入苦战，之前的战斗他消耗很大，如今被人不遗余力的攻击，还要保护月瑶接受传承，压力很大。王浩也意识到情势险峻，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无比坚定：“师妹，我绝对不会让他们打扰你。”他心里默念一句，眉心符文闪烁，雷兽魁牛一声怒吼，现出本体模样，浑身沐浴雷霆，气势滔天猫。魁牛迅速加入战场，使用雷法攻击敌人，就算不能打伤或者打死他们，也能给他们造成干扰。这就是王浩的计划，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拖。拖住敌人，给月瑶争取足够的时间，若是能够赶走敌人，自然更好。然而魁牛的加入仅仅缓解了敌人进攻的锋芒，对手都是假阴境界的高手，魁牛只是结丹初期的修为，就算施展雷法也无法与之匹敌。哼，我正好缺一个坐骑，就这头牛吧。凌啸冷哼，出手毫不留情。魁牛一声低吼，雷霆之力弥漫，誓死不屈，死战到底。不远处，王浩掐诀施法，使出法天象的神通。不一会儿，他的背后出现一道高达数十丈的金身法像。紧接着，王浩召唤出炼天炉，催动赤黄涅槃火和太阳真火。刹那间，赤黄虚影浮现，三足金乌发出清脆嘶鸣，响彻天地。一缕缕火焰汇聚，王浩召唤出焚霄炎剑，金身法像握住焚霄炎剑，剑影暴涨数十丈，赤黄盘旋，三足金乌翱翔。王浩站立虚空，如神似魔，散发恐怖威势。那些假阴境界的修士看到这一幕，全都目瞪口呆。到底谁比谁弱啊？在王浩的神通面前，这些假阴境界的修士就像新兵蛋子似的，
逼格太低了。林啸暗骂一声，装腔作势的跳梁小丑，看我打破你的法相，让你死。王浩面色严肃，层层加码，用炼天炉罩住自己，把防御叠满，朝林啸勾了勾手指，打赢我你丢脸，打不赢我你更丢脸。他一句暗讽，狠狠刺激了林啸。短短一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林啸的尴尬。是啊，他是假阴境界的强者，而王浩只是筑基后期，足足差了一个大境界。林啸出手打赢王浩，那是恃强凌弱，胜之不武。如果打不赢，那他就成了天大的笑话，沦为众人的笑柄。可如今剑已出鞘，不得不打。林啸愤怒低吼，祭出本命法器，青天剑道，道法万一。一声低吼，他施法掐诀，一道磅礴的剑影自高空凝聚成形，高达100丈，散发毁灭气息。青云宗的青天剑法，好强的压迫感，这一招的威力已经无限接近元婴期的高手了。焚言轻叹，暗暗评价道。至于陆江毅，仍旧一副看戏的态度，哪怕同样出自合欢宗，他也没有丝毫援助王浩的意思，甚至连表态都没有。不过王浩也没指望别人帮他，他的路在自己脚下，他的敌人自然由他打败击杀。贯穿天地的剑影呼啸而去，冲向金身法相劈出的炙热剑芒。轰！两道剑影碰撞的瞬间，天地为之一静，随之爆发出猛烈的爆炸和能量涟漪。王浩心神狂震，没有借助任何外力，完全凭借自己的力量硬刚假阴境界的高手。虽然挡住对方的攻击，但王浩承受的压力非常大，甚至已经达到他的极限。妖灵古焰意识到不妙，立即输送火焰之力注入焚霄炎剑，打出绝佳的反击。轰！原本达到短暂平衡的碰撞被打破，焚霄剑影崩溃，林啸的青天剑影也被打碎，金身法相消散，林啸倒退数百米。他只感觉心口一闷，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他竟然挡下了。虽然妖灵古焰帮忙了，但一开始的碰撞，王浩并没落入下风。怎么可能？他只是筑基后期，怎么会这么强？林啸大惊不已。正当他愣神之际，王浩使出所有的成寸神通，瞬间出现在林啸的面前。定身术，给我定！刹那间，林啸仿若深陷泥淖，全身无法动弹，就像被封住了行动似的。下一秒，雷兽魁牛的身影奔袭而至，抬起巨大的牛蹄子，照着林啸的俊脸狠狠踩下。轰！一脚踩中，林啸的身影重重砸落地面，将地面砸出100米大坑。这一招虽然没能要了林啸的命，但结果却比他杀了他还难受。身为假阴境高手，先是被筑基后期的王浩羞辱，再被结丹初期的魁牛用蹄子踩脸，简直是奇耻大辱啊！气死我了！王浩，我要你死！林啸悲愤不已。高空上，王浩没有闲着，掐诀施法，左手浮现阴极雷，右手浮现阳极雷，施展雷道秘法阴阳雷矛。他一声轻喝，就听咻的一声，一道长达数丈长的雷矛激射而出，打向怒骂不已的林啸。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只能仓促应对，召唤防御法器抵挡。轰！防御法器挡住了阴阳雷矛，可林啸却被打退数米，内心憋屈更深。他正要反击，又中了同样的一招定身术。林啸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他内心的怒火犹如火山爆发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而接着，王浩操控炼丹炉勾动三昧真火，扑向动弹不得的林啸，成功把他点着。嗷吼吼！这是三昧真火！王浩，你他妈混蛋！接连被打击，林啸气得爆粗口。王浩的手段层出不穷，打得他眼花缭乱，尤其是定身术更让他头疼不已。一声怒喝，林啸爆发全部修为，灵力鼓荡间将覆盖全身的三昧真火震散。林啸眼神怨毒地盯着王浩，操控本命法器青天剑，幻化无数剑影攻击王浩，封住他的所有退路。然而王浩不退反进，利用缩地成寸，迅速逼近林啸，使出雷法猎魂锁链，这是神魂攻击。王浩用炼天炉防御林啸的剑影，拼着受伤的代价攻击林啸的神魂。林啸哪里能想到王浩会在这种时候打反击，而且还用出人意料的神魂攻击。他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魂光凝聚的雷霆锁链刹那间重创林啸的神魂。噗！林啸不禁咳血，眉心也出现一道伤口，血流不止。旁边人看到这一幕，一个个都惊呆了。筑基后期的王浩，越阶迎战假阴境界的林啸，竟然把他打得吐血，啧，真让人难以置信。焚言暗叹不已，被王浩的手段和实力震惊到了。其他人同样如此，他们也曾是天之骄子，越阶战斗的事情没少干，可像王浩这般跨越一个大境界，以筑基后期的修为挑战假阴境界的修士，他们想都没想过，因为太过惊世骇俗。可如今王浩做到了，他们自诩为天才，可在王浩面前他们差了太多，无法相提并论。
神魂重创让林啸痛苦不已，他急忙服下丹药自救，可王浩怎么会放弃大好机会？施法召唤出太虚魂剑，他再次使出神魂攻击秘法3000幻劫光，一缕缕魂光激射而出，林啸避之不及，被几道魂光打中。神魂在刹那间经历百世轮回，承受无穷的痛苦和折磨，本就受创的神魂再次遭受重击。噗噗，林啸接连咳血，脸色瞬间惨白，神魂之痛让他没有心思对战，他决定暂避锋芒，逃命要紧。于是他沿着来时路，头也不回地逃走了，连清玄丹魄都不要了。这一幕让众多观战的修士瞠目结舌，他们见证了奇迹。筑基后期的修士越阶挑战假阴境界的修士，竟然大获全胜，打得假阴境修士如丧家之犬一般逃命。自此，林啸的大名响彻整个天元秘境，谁见了他都要喊一声林跑跑。愤怒值加5000，来自青云宗林啸。王浩没有理会系统的提示，神情严肃地盯着包围他们的众人。他的身后赤黄盘旋，三足金乌咆哮，释放恐怖的高温。妖灵古焰变化的蛟龙也飞到他的身后，发出惊天动地的咆哮，与众人对峙。诸位道友，清玄丹魄已经认主，我绝对不允许有人伤害我的师妹，要战便战，我王浩必将奉陪到底。他霸气宣言道，身上的气势不比他们弱。陆江义见状，鼓掌庆贺道，不愧是宗主爱徒，这等天资让我望尘莫及。你放心，我会出手帮你的。对他的示好，王浩懒得搭理，只说了一个字，滚。陆江义脸色一冷，正要爆发，却生生憋了回去，露出一丝冷笑，拂袖离去。而焚炎等人彼此对视一眼，各有各的心思，像是达成了某种默契，纷纷离去。当他们都离开后，王浩再也坚持不住，大口咳出一道血剑，可他脸上却露出自豪的笑容。假阴境界的修士不过如此。他哈哈一笑，心情十分畅快。秘境内火焰散去，一切慢慢归于平静。月瑶进入深层次的顿悟状态，就连妖灵古焰都不知道他要花费多长时间才能彻底接收丹魄的传承。一番详聊后，王浩得知妖灵古焰曾是玄微子炼制丹药使用的一伙之一。玄微子陨落后，他自愿守在这里，等待新的药仙圣体来到这里。闲来无事，王浩将目光锁定那9座药王鼎残骸，脑海中浮现一个想法，月瑶现在用的丹炉品级太低，要是能够将这些药鼎残骸熔炼重铸药王鼎就好了。只不过我对炼器一窍不通啊。王浩沉吟，突然猛拍额头，将玄清从太虚洞天召唤出来，并将法器物归原主。玄清已经知道事情的全部经过，也明白王浩的打算。大哥哥，我虽然擅长炼器，但我是玄龟族，有独特的天赋神通。你是人类，应该用人族的炼器方法。王浩赞同的点头，于是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之前杀死柳琴获得的古籍炼器真解。就这样，他耐心翻阅古籍，在玄清的讲解和辅助下，自学炼器真解，修行炼器之术和万器共鸣术。时间缓缓流淌而过，很快1年时间过去。王浩初步掌握炼器宗的炼器术和万器共鸣术，决定熔炼药鼎残骸，重铸药王鼎。大哥哥，经过1年多的苦修，以你现在的炼器师水平，熔炼这些残骸并重铸药王鼎根本不在话下。这里灵气浓郁，非常适合闭关修炼。我决定吞服丹元果，闭关冲击结丹境。玄清鼓励道，并且说出自己的安排。对他的打算，王浩当然不会阻止。就这样，玄清开始闭关冲击结丹境，而王浩则开始重铸药王鼎。然而重铸药王鼎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尽管有炼天炉加持，他也失败了很多次。王浩修炼炼气术后，再次被炼天炉的逆天之处震撼到了。一个炉子不仅能炼丹，还能炼气，甚至能充当法器，简直超乎想象。真不知道是什么人炼制出这样的绝世法器。他心里暗赞不已，总结失败的经验，继续重铸药王鼎。时间悠悠而过，转眼间3年时间过去。在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后，王浩终于将药王鼎重铸。药王鼎成型的瞬间，神光绽放，释放出一缕缕神秘的气息，而这种气息不仅惊动了妖灵古焰，也惊醒了黑暗中的某个存在。这是药仙的气息。哈哈，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还能再次见到药王鼎。妖灵古焰感慨万分，随即施法从月瑶的眉心取出魂血，滴在药王鼎上，替他完成法器认主。王浩欣喜万分，有了药王鼎，月瑶以后炼丹将会事半功倍，成功率也能大大提升。小子，谢谢你出手重铸药王鼎。妖灵古焰感激莫名。王浩摆手一笑，正要说话，突然心有感应，和妖灵古焰看向同一个方向。不好，封印之地有变。妖灵古焰轻喝，随即奔向秘境深处。而在他的带领下，王浩成功进入一处奇异空间，一道巨大的封印法阵呈现在眼前。
法阵的中心盘坐着一具骸骨，妖灵古燕看向那具骸骨时，露出悲伤之色。此时，封印法阵不断轻颤，密密麻麻的裂缝蔓延开来，就像蜘蛛网一样。妖灵古燕站在法阵外围，对王浩解释道：“这是玄微子创造的封印之地，这里封印着一个邪恶的家伙。这么多年过去，这里一直平静无比，怎料今天出现变故，封印法阵即将破碎。”王浩听后不禁皱眉，药仙前辈就是因为跟那个邪恶的家伙战斗而陨落的。听到王浩的问题，妖灵古燕摇摇头：“小子，药仙陨落的秘密不是你现在能够探查的，等你实力足够时，自然就知道了。”王浩一阵无语，也没多问，就问这道法阵下面封印了什么邪恶的家伙。出自妖兽山脉的罗刹鬼母，可棘手的是，它和一缕万劫妖莲火融合在一起，非常难杀。妖灵古燕眼神凝重地说道：“罗刹鬼母，万劫妖莲火。”王浩惊呼，仿若揭开一段远古的隐秘。然而，妖灵古燕没有过多解释什么，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封印法阵，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根据妖灵古燕的估算，顶多半个月的时间，罗刹鬼母和万劫妖莲火的融合体就会冲开封印。可月瑶根本没有苏醒的迹象，玄清更是没有破镜的动静。半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哪怕罗刹鬼母冲破封印，也不能让他打扰月瑶和玄清。王浩暗暗下定决心，当然他有自知之明，能够让药仙出手封印的家伙，实力绝对非同一般，不是他这个境界能够抗衡的。于是他将目光瞄准法阵中心的药仙遗骸。药仙前辈，您肯定留有后招对吧？您的传人，我的师妹，还有我的朋友正在闭关，受不得打扰啊。王浩心里默念，释放出一丝神魂力量，探查遗憾。而接触的瞬间，他的神魂力量就被弹开。他不禁欣喜，自语道：“不出所料，就像薛傲峰前辈留下传承一样，有一道强大的神念在守护着遗骸。”王浩放下心，迅速入定调息，调整自己的状态，以便应对突发状况。时间一晃，半个月的时间迅速过去。这一日，封印法阵的裂缝达到最大，处于崩溃的边缘。妖灵古燕死地盯着法阵，盯着药仙遗骸，默念道：“主人，那家伙要冲破封印了。”旁边的王浩同样聚精会神地盯着法阵，一颗心慢慢悬了起来，紧张不已。哧啦，犹如镜子破碎的声音，封印法阵终于迎来崩溃，只一瞬间便彻底崩解，化成无数光点消散在天地间。轰！一道火柱冲天而起，在高空剧烈爆炸，绽放出莲花的样子。哈哈，我终于出世了，玄微子，你终究没能熬过我，我要杀回妖域，夺回属于我的一切。火柱迅速内敛，瞬间消散无踪。一道火红的身影站立虚空，居高临下的看着药仙遗骸。他便是罗刹鬼母，而环绕他周身，其中还夹杂一缕混沌紫芒的赤焰，便是一缕万劫妖莲火。鬼母的气息无比强大，可转眼间，她的气势迅速跌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跌落至元婴期以下。巨大的虚弱感让那道火红的身影惊恐不已。他瞬间明白过来，朝着药仙遗骸咒骂不已：“玄微子，你卑鄙！我被你封印数千年，为了冲击封印，力量消耗巨大。如今修为再次跌落，连元婴期的修为都没保住。”鬼母气急败坏地骂道。而看到这一幕的王浩和妖灵古燕顿时松了一口气，修为跌落到元婴期以下，我还怕个锤子，干就完了。王浩心情一松，微微笑道：“封印之地。”妖灵古燕神色凝重地看着罗刹鬼母，提醒道：“王浩，那一缕含有混沌紫芒的万劫妖莲火十分恐怖，尽管只有一缕，可对我威胁很大，要小心。”王浩暗暗点头，当然不敢小觑那一缕万劫妖莲火，释放恐怖的高温不说，还散发出一股毁灭般的气息。直视他的时候，仿若面对一片红莲地狱，恐怖而骇人。这才只是一缕妖莲火而已，若是遇到完整无缺的万劫妖莲火，该是何等恐怖！鬼母一顿大骂后，终于接受修为跌落的现实。他冷眼看向妖灵古燕，一双美眸闪过狠辣之色：“你竟然守在这个破地方！哼，当年玄微子封印我的时候，你没少出力呢。”妖灵古燕冷哼：“臭婆娘，若非主人力战绝世大敌，肯定将你灭杀，哪用得着封印你？今天就算你冲破封印，也无法离开这里。”说着，他化形成蛟龙的躯体，发出一声咆哮，身躯暴涨，摆出一副战斗态势。王浩不语，迅速施法掐诀，使出阴阳双极雷，同时一道金身法相从他背后升起，法相受王浩操控，阴阳双极雷覆盖在手上，随后双手结印，打出阴阳雷矛。由金身法相施展的雷矛长达100丈，散发无与伦比的威势，震天动地。这一击十分消耗灵力，以王浩目前的修为，最多只能使用2次，而且他估算结丹中期以下的修士接不住这一招，必死无疑。王浩没有十足的信心凭借阴阳雷矛重创罗刹鬼母，而绞杀他的关键力量
是妖灵古燕。妖兄，我从旁协助你，必须把他留在这里，不能让他出去。王浩轻喝，以实际行动表明立场。妖灵古燕心神一震，被王浩的意志鼓舞，随即发出龙吼，主动攻向罗刹鬼母。纵使对方拥有一缕万劫妖莲火，那又如何？只有筑基后期修为的王浩都舍命一战，不愿退却，他有什么理由退缩？敌人来袭，罗刹鬼母冷笑一声，猖狂。纵然修为跌落，我也不是好欺负的。鬼母一笑，浮尸百万，那是我杀出来的威名。话音一落，他便催动那一缕万劫妖莲火，施展独门秘术，罗刹鬼域，万劫诛灭。一声轻喝，罗刹鬼母将周遭天地演化为一片鬼域，一朵朵红莲绽放，释放恐怖高温的同时，还变成一件件莲花兵器，打向王浩跟妖灵古燕。阴阳雷矛穿透数十上百道红莲，打向罗刹鬼母，却在即将打中的瞬间被他用手掌拍碎。轰！雷矛炸开，王浩心口一闷，吐出一道血溅。不是他太弱，而是鬼母太强了。同样的阴阳雷矛，若是打中凌啸等假阴境界的修士，就算打不死他们，也能让他们脱一层皮。可面对修为跌落到元婴期以下的罗刹鬼母，阴阳雷矛却不够看了。红莲绽放，迅速飞向金身法相，随之轻轻裂开，于无声无息间毫不费力的碎裂法相。王浩使出缩地成寸，腾挪跳跃，四处躲闪，拼力躲开红莲的攻击。妖灵古燕则霸气冲杀，无惧红莲的炙热和杀伤力，迅速冲到鬼母的近前，张嘴吐息，吐出一道道火焰。鬼母大手一挥，以妖莲火凝聚一面火盾，完美挡住妖灵古燕的攻击。他冷笑不已：妖灵古燕，你的品级差了太多，万劫妖莲火乃是妖族大帝万劫妖皇作化后留下的绝世异火，就算我只有一缕，就算我修为跌落，凭你的实力也难以打败我。罗刹鬼母底气十足，根本没把妖灵古燕放在眼里。哼！妖灵古燕回对道：妖族大帝，万劫妖皇，谁不知道妖族早已没落，妖帝又如何？若离开此界，我的实力又怎会如此弱小？罗刹鬼母不再废话，操控那一缕妖莲火，死战妖灵古燕，试图冲出这片封印之地。他俩大战正酣，王浩使用缩地成寸，耐心寻找战机，力争在合适的时机给予鬼母最大的干扰，给妖灵古燕创造攻击机会。终于，他等来一个契机，炼天炉现，三火齐出。王浩一声低喝，打出蓄势待发的一击。正在和妖灵古燕大战的鬼母顿时被炼天炉封住，三昧真火、赤黄涅盘火和太阳真火同时出击。突然袭击的鬼母顿时一惊，不过他迅速冷静下来，和妖莲火对抗多年，他对这种火焰攻击丝毫不惧。接着他玉手轻弹，那一缕妖莲火变成莲花的模样，将其笼罩，护卫其中。在三火的包围下，愣是没能冲破防御，击中罗刹鬼母。由此可见，万劫妖莲火有多么恐怖。虽然都是一缕，但这么对比来看，妖莲火更胜一筹。王浩暗暗皱眉，有点棘手了。我本想借炼天炉将其炼化，如今看来这条路行不通啊。火莲旋转，震开三种火焰，鬼母接连拍击，打飞炼天炉，逃出升天。他冷笑连连，接连出招，一举反制妖灵古燕，占据主动权。轰隆一声，妖灵古燕化形成为的蛟龙身躯重重砸向地面，化形数千米才停下。他抬头看向药仙遗骸，大喊道：主人，您真的连一道神念都没留下吗？听到这话，罗刹鬼母嘲讽道：人都死了这么多年，还有什么神念残留？然而他话音刚落，一声轻轻的叹息仿若从远古而来，是那么轻，又是那么响。轰！一道白光冲天而起，药仙遗骸绽放璀璨神光，一道擎天立地的身影悄然显化，那是药仙玄微子，他险胜了。妖灵古燕眼含热泪的凝视那道熟悉的身影，内心激动不已。主人，他轻声呼唤，却也知道那只是一道残缺的神念。今日之后，这世上再无药仙玄微子的痕迹了。罗刹鬼母震惊不已，他万万没想到玄微子竟然留了一手，一时间怒火中烧，往昔的仇恨涌上心头。玄微子死了就死了，还出来招摇过市。鬼母嘲讽道。玄微子不苟言笑，抬手打出一掌，速度极快，快到鬼母都没反应过来就被打中。这一击将鬼母和那一缕妖莲火彻底分离，不再有任何关联。而失去妖莲火的鬼母就成了没牙的老虎，实力衰减到极致。玄微子伸手一握，一座空间牢笼将鬼母拘禁。他转身看向妖灵古燕，挤出一丝微笑：让我们再联手一次吧。妖灵古燕大喜，迅速变成一团炙热的火焰，飞到玄微子手里，由他控制炼化鬼母残魂。不，我不能死，我要返回妖域。罗刹鬼母大喊，可惜没用。
玄微子亲自操控妖灵古焰，不到片刻功夫，鬼母残魂便被炼化，彻底消散。他看向那缕妖莲火，对王浩说道：“小友，我所剩的力量不足以炼化它，别让它回归妖域。”王浩一怔，眼睛盯着妖莲火，思考应对之法。封印之地，鬼母残魂已经消散，而险胜的玄微子虚影也因为力量耗尽，迅速化作光点消失，连一句多余的话都没交代妖灵古焰。那一缕无主的妖莲火夹杂着一道混沌紫芒，静静地悬浮虚空。王浩慢慢靠近，脑海中思考炼化或者封印之法。可从刚才交手的结果来看，炼天炉内的3种火焰难以炼化妖莲火，那便试试是天元河的吞噬之力吧。他心里默念，靠近妖莲火之后，催发是天元河的吞噬之力，结果妖莲火微微一震，便震退吞噬之力。王浩大吃一惊，他没想到妖莲火这么霸道，竟然能震散是天元河的吞噬之力。正不知所措时，浮游于气海的阴阳鱼犹如实质化一般，冲出他的气海，绕着那缕妖莲火缓缓游动。阴阳鱼释放神秘气息，竟将妖莲火死死压制，就像他的克星一样。看到这一幕的王浩震惊的同时有所明悟，以身为炉，炼化万物，难道我可以用阴阳造化诀将这缕妖莲火炼化，为我所用？他低声自语。自得到阴阳造化诀以来，王浩没有停下过修炼，可他一直没能参悟以身为炉这4个字的真谛。如今得见一缕妖莲火，竟然成为他领悟以身为炉这4个字契机。看着被阴阳鱼死死锁定的妖莲火，王浩二话不说，立即盘坐虚空，运转阴阳造化诀，以身为炉，熔炼这缕万劫妖莲火。为了安全起见，不让自己被烧死，他将抽奖得到的仙品低阶丹药9节冰魄丹拿了出来。接着王浩深吸一口气，心神一动，阴阳鱼拘禁着妖莲火，冲进他的气海。轰！刹那间，王浩的身体燃烧起火焰，恐怖的高温摧残着他的身体，破坏他的生机。他忍不住嘶吼，稳住心神，运转阴阳造化诀，阴阳鱼畅快游动，释放神秘气机，覆盖妖莲火。巨大的痛苦让王浩苦不堪言，这种烈焰焚身之痛远超他的想象。哪怕三昧真火、赤黄涅槃火和太阳真火同时烧他，都没有妖莲火厉害。最后他实在忍受不住，服下9节冰魄丹，压制妖莲火的灼烧之痛。冰凉的气息瞬间缓和王浩的痛苦，他微微喘口气，趁一时清晰传音给妖灵古焰：“妖兄，我准备炼化这缕妖莲火，麻烦替我护法。若月瑶醒来，好好照看他。”妖灵古焰目光呆滞地看着王浩，眼神就像见鬼了一样。那可是万劫妖莲火，就连实力强大到不可想象的罗刹鬼母都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活来死去。你一个小小筑基修士，竟敢炼化妖莲火！王浩，祝你好远，我会替你收拾骨灰的。他默念一声，根本不看好王浩的冒险行为。噗噗噗，被9节冰魄丹短暂压制的妖莲火开始反击，一丝丝猛烈的火焰迸发而出，灼烧王浩的身体。阴阳造化诀，给我炼化它，我要进入以身为炉的境界。王浩忍住剧痛，暗暗低吼道。就这样，一场炼化与反炼化的拉锯战由此打响。时间悠悠，转眼间过去3年。封印之地内，王浩全身覆盖火焰，被妖莲火段烧着，可神奇的是，火焰再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不远处，月瑶凌空站立，他的身边盘旋着一条迷你版的蛟龙，正是缩小版的妖灵古焰。师兄，月瑶会一直陪着你，直到你出关。月瑶低声自语。主任，你放心吧，这小子皮厚，连妖莲火都没烧死他，一定不会有事的。妖灵古焰安抚道。他内心无比震撼，王浩的天赋和潜能远远超出他的预料，未来成就不可限量。就这样，又过去3个月时间。这一日，王浩身上的妖莲火迅速内敛，气海内的阴阳鱼继续游动，环绕着那缕被炼化的妖莲火转圈圈，显得十分灵动。奇怪，那道混沌紫芒究竟是什么玩意？为什么迟迟不能炼化？王浩轻疑，心神内视之下，妖莲火中那道混沌紫芒依旧存在，他用了很长时间都没炼化，实在诡异。而就在他即将收工，准备睁开眼的时候，那道紫芒突然绽放，打出一道光芒，击中王浩的气海，差点将其打散。气海对筑基期修士十分重要，一旦被打爆，轻则修为跌落，重则生死道消。王浩噗噗吐血，暗道失策。他没想到最后关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所幸有阴阳鱼压制，他的气海没被打散。突然的异变吓坏了密切关注王浩的月瑶，他急忙飞身而来，迅速查看王浩的情况。与此同时，那道混沌紫芒再次震颤，不断攻击王浩，就算有阴阳鱼护佑，也没能完全幸免。更诡异的是，紫芒的攻击能够侵蚀人的神智，王浩的眼神渐渐变得阴狠暴躁起来，就像入了魔一样。吼！王浩大喊，发出如野兽般的吼叫。月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立即催动七彩琉璃火，用火焰之力压制那道紫芒的攻击。此时的王浩还保留一些神智，他催促道：“月瑶，快走，我有点控制不了自己。”月瑶坚定地摇头：“不，师兄，我不走，咱俩联手压制那道紫芒，一定能救你的。”王浩的神情有些痛苦，他极力保持的最后一丝理智被紫芒压制，伸手一抓，瞬间扯下月瑶的衣衫。刹那间，月瑶的完美娇躯暴露在眼前，失去神智的王浩犹如饿虎扑食一般扑了上去。师兄，月瑶轻呼，没有抗拒，继续催动七彩琉璃火，配合王浩气海的阴阳鱼，共同压制那道紫芒，试图唤醒王浩的神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月瑶的第一次被王浩夺走了。虽然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但能够拯救王浩，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失去神智的王浩犹如猛兽一般，跟月瑶的双修十分卖力，而且十分生猛。系统的提示他根本听不见。不知过了多久，月瑶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次，直到王浩精疲力尽的倒下，那道紫芒彻底消失，他才如释重负的松了口气。师兄，你没事太好了。月瑶喜笑颜开，正要处理自己的身体，突然身体一震，一股莫名的力量从体内涌出。轰！一道青色光柱冲天而起，月瑶被神光笼罩，心有所悟。哈哈，药仙圣体觉醒了！妖灵古燕兴奋喊道。光柱冲天，弥漫出神奇的力量，并且散发出奇异的香味，那是药仙圣体觉醒的异象。而在这种神奇力量的滋养下，王浩迅速恢复过来。当他看见自己一丝不挂的时候，脑海中闪现过零碎的片段。师妹，我把你……他低声自语，眼神复杂地看着被光柱笼罩的月瑶。妖灵古燕激动地飞了过来，绕着王浩看了又看，啧啧称叹道：“阴阳混沌体虽然半残了，但不愧是大道之体啊。”王浩从储物戒指里拿出衣服穿上，皱眉问道：“妖兄，你知道阴阳混沌体？那你知不知道为何我跟月瑶双修后，他会觉醒特殊体质？”这是王浩一直以来的疑惑。师尊的元灵之体、姬无双的先天道体，都是在和他双修后觉醒的。妖灵古燕眼神古怪地看着他，轻咳几声，嘿嘿笑道：“小子，阴阳混沌体暗含阴阳造化之力，男为阳，女为阴，阴阳和合，造化自在。”说着，他扭头看向被神光笼罩的月瑶。小主人一直保持完璧之身，若他的第一次不是跟拥有阴阳混沌体的男修士，只怕永生无法觉醒药仙圣体，泯然众人。王浩暗暗点头，选择相信妖灵古燕的话。他曾跟随药仙玄微子，自然见多识广。月瑶的觉醒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结束，趁这个时间，王浩打坐调息，将状态调整到最佳。心神内视丹田气海，妖莲火被阴阳鱼紧紧环绕，变得不再狂暴。那道混沌紫芒消散无踪，反倒多了一颗莲子。这颗莲子是那道紫芒被炼化后留下的。王浩轻疑，随后他点开系统面板，就听到提示：异常状态提醒，宿主与药仙圣体双修，累计修复0%本源伤痕。王浩微微点头，之前意识不清，和月瑶做了不止一次。进入抽奖界面，将情绪值转化为抽奖之后，他便退出系统，目光凝视月瑶。半晌，他询问系统说道：“我和月瑶双修的时候，有没有伤到她？那会儿意识不清，我应该很粗暴吧？”系统没有隐瞒，如实回答：“宿主，你如风似魔，确实给他非常糟糕的初体验，但宿主能意识到对他造成的伤害，良心不坏。”王浩暗暗点头，有点心疼。自相识那天开始，月瑶就对他温柔似水，时刻惦念他，哪怕自己承受痛苦，也不愿他遭罪，总是不求回报的默默关心他，给他炼丹疗伤，在宗门处处维护他两世为人。王浩怎能不懂他的心思？可那时的他身体半残，能活命已是幸运，又怎敢奢望拥有仙子的爱？但如今情况不同了，他不仅重新踏上仙途，还有希望治愈本源伤痕，成为绝顶仙人。月瑶，之前一直躲着你，忽视你对我的情谊，以后我会回应你对我的爱，谢谢你从未放弃我。唉，需要回应。这个道理，王浩此时才明悟。他缓缓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和淡台明月的点滴过往，浮现出和姬无双的相遇相识，才猛然发现，他们对自己的偏爱都藏在很多不起眼的小细节中。不知过了多久，神光渐渐散去，王浩缓缓睁开眼，迅速奔向月瑶。不一会儿，月瑶睁开眼，整个人犹如脱胎换骨一般，散发出空灵圣洁的气息。他开心地奔向王浩，轻轻扑进王浩的怀里，两手搂住王浩的脖子，眼眸微颤。师兄。王浩的眼神不再像之前那般躲闪，而是温柔地看着他，回到月瑶，你可愿做我的道侣？月瑶娇躯一震，微颤的眼眸顿时闪烁泪花。我愿意。说完，两人热烈拥吻，久久都没分开。
直到妖灵古宴时再看不下去。嗨嗨，两位以后有的是时间亲昵，小主人，你还有重要的遗藏要取呢。不得已，王浩和月瑶彼此松开。月瑶小脸娇羞不已，不敢直视妖灵古宴，大脑一片空白，都不知道说什么了。王浩微微一笑，替他问道：还有什么遗藏没取？妖灵古宴看向药仙遗骸，提示道：老主人也是药仙圣体拥有者，作画前对我说，他最重要的传承在遗骸上，只有药仙圣体能够获得。听到这话，月瑶心神一动，看了一眼王浩，便立即飞向药仙遗骸。当他靠近的瞬间，药仙遗骸便生出感应，绽放璀璨青光，将月瑶包裹在内。紧接着，药仙遗骸化为光点消散，变成一道道流光飞入月瑶的眉心，进行最后的传承。整个过程没有持续太久，月瑶接收传承记忆后便苏醒过来。师兄，我得到了药仙前辈的玄微丹晶和虚空药田，收获很大呢。他激动不已，向王浩介绍道。王浩自然也替月瑶开心，随即他看向妖灵古宴，手摸下巴说道：妖兄，月瑶获得药仙传承，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的意图很明显，但不方便明说。妖灵古宴舞动身躯飞到月瑶面前，施法烙印本源之力和月瑶融为一体。月瑶的眉心浮现一道龙形印记，那是妖灵古宴和月瑶的契约之意。王浩淡淡一笑，有妖灵古宴这么一尊古老的存在守护月瑶，他也放心不少。师兄，接下来我们去啊？月瑶询问。王浩沉吟片刻，要求道：师妹，你立即捏碎传送符，结束这次秘境之旅，返回宗门。月瑶疑惑，问他为什么。王浩解释道：药仙一种外，肯定有人埋伏，你获得清玄丹魄，那些人肯定不死心，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月瑶眼神一凝，他明白这个道理，只不过师兄，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走？你的修为差他们太多，根本不是对手。王浩咧嘴一笑，随即释放一缕气息。月瑶探查后眼神一亮：师兄，你要突破了。王浩点头，早就可以突破了，被我一直压着。这次突破不简单，会有雷劫出现，所以我打算跟他们对战的时候渡劫破境，引动天劫之力轰杀他们。月瑶震撼不已，修士破境渡劫并不罕见，可在筑基期破境渡劫他还是头一次听说。眼看王浩坚持，月瑶也不纠结，狠狠亲了一口后，他便捏碎传送符离开秘境。师兄，你一定要平安无事，我在宗门等你。他获得药仙传承，却没有足够的实力自保。为了不成为王浩的累赘，提前结束秘境之旅，返回宗门修炼才是正确选择。目送月瑶离去，王浩也离开封印之地，去看了一眼还在闭关的玄清后，他留下丹药，并留字说道：来日方长，有缘再见。因为药仙传承已被人获得，一切禁制都已经消失不见。王浩穿戴隐身斗篷，一路畅通地冲出药仙一种，可他冲出的瞬间便犹如深陷泥淖，寸步难行。净空法阵，王浩惊讶。药仙一种外，王浩被迫现出身影。隐身斗篷虽然能够隔绝气息，隐匿身影，但无法让他无视法阵封锁，藏匿虚空。他抬眼看向四周，各大门派的修士虎视眈眈，而为首之人便是那几个假阴境界的修士。王浩，我们等你很久了。青云宗灵笑冷哼一声：咦，你师妹呢？她没跟你一起出来？焚天殿的焚炎意识到不对劲，他的关注点根本不是王浩，他要的是药仙传承。听到这话，其他人也疑惑皱眉，内心有些不安。他们在此等候多年，中途有人想冒险闯进去，可一个个彼此防备，彼此毫无信任，反倒错失良机。师兄，王浩出来了，若能杀了他，抢走那个丹炉，对你以后的修炼绝对大有裨益。周鸿飞拱手拜道，希望陆江毅能够出手杀死王浩，永绝后患。陆江毅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提示道：他现在被净空法阵封住，你立即出手杀了他，不要让别人抢了先，我替你挡住其他假阴境界的修士。闻言，周鸿飞心神一震，露出激动的神情。他要的就是这个答案。在场的假阴境界修士都想对王浩出手，他一个结丹初期的修士没有说话的分量，不得不借助外力。陆江毅的表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出手。周鸿飞一声冷笑，身影迅速冲向王浩，两手掐诀，使出黑狮镇山印。刹那间，一头狂暴的黑色狮子凝聚成形，脚踏虚空，怒吼着冲向被净空法阵压制的王浩。然而，就在狮子印即将打中王浩的时候，凌啸抬手打出一道剑影，打散那道狮子印。哼，你算什么东西，在我们面前也敢贸然出手？凌啸嘲讽道。周鸿飞眼神一变，正要后退，陆江毅站了出来，力挺道：快去杀了王浩，带走他的尸体，回去后再分赃。说完，陆江毅亲自下场，假阴境的修为全面爆发，气势滔滔。凌啸大笑一声：
王浩是大家的，他身上的宝贝不该由你独吞。李彦青、陆凌风，你们还不下场？话音刚落，万毒谷和黄泉阁的假阴境修士纷纷站了出来。不过他们没偏袒凌啸或是陆江毅，而是直逼王浩而去。凌啸惊怒，大骂一声卑鄙，立即冲向王浩，不让李彦青和陆凌风得逞。陆江毅见状也迅速加入乱战，并要求周鸿飞迅速出击，不惜一切代价杀死王浩，带走他的尸体。周鸿飞满口答应，放心，有师尊给我的法器，就算结丹后期的修士，我都有信心一战。说完，他俩分头行动。周鸿飞直奔王浩而去，欲杀之，而陆江毅则陷入混战之中，和凌啸、陆凌风还有李彦青打在一起，打得不可开交。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彼此压制，让同门师弟去抢夺或者杀死王浩，将其带走。一时间，药仙一种外喊杀之声震天，王浩就像一块绝世珍宝一般，受到各方哄抢。而此时的王浩内心却暗笑不已，一群白痴，真当我是软柿子，任由你们拿捏？哼，都来了，那就别走了，陪我一起渡劫吧。看着越来越近的众多修士，尤其是冲在最前列的周鸿飞，王浩的嘴角掀起一抹弧度。他估算着距离差不多的时候，迅速解除对灵力的压制，准备破境。轰！一道狂暴的气息席卷而出，从天而降，瞬间冲开净空法阵。那是雷劫降临前的天地威压，直接轰碎了法阵。在场的结丹期修士根本没见识过天劫，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本能的恐惧让他们想要逃离，却惊恐地发现自己被某种危险的契机锁定了，根本逃不掉。就在这时，王浩恢复行动，破境的灵力波动扩散而出，一头黑发无风自动。轰隆隆，天地色变，雷声大作，一个直径数千丈的黑色的漩涡在高空迅速成型，一道道蓝色雷霆露出身影。直到这时，围攻王浩的修士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天劫？怎么可能？他一个筑基后期的修士破境，怎么会引发天劫？这也太妖孽了吧！有修士大惊失色，满脸错愕。不好，我们都被引入天劫中了！妈的，这个王八蛋从一开始就算计好了，要利用天劫坑杀我等。有人反应过来，破口大骂道：修士渡劫，若有外人贸然闯入，同样会被天劫锁定，也会被降下雷劫。王浩苦苦压制体内早就饱和的灵力，控制自己破境，等的就是这一刻。他的目光扫过去，咧嘴大笑不已。凌啸、焚炎、李彦青、陆凌风，还有陆江毅，今天我要借天劫之力轰杀你们。若下到地狱投胎，记得下辈子别与我为敌。这一刻，王浩豪气冲天，杀意漫天，彼此已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哪有什么退路可言？只有一个字：杀！轰！轰！轰！数十上百道蓝色雷霆从天而降，不仅打向王浩，更劈向王浩的敌人。仅仅第一波攻击，就有修士扛不住而被天雷活活劈死，魂飞魄散。那5个假阴境界的修士祭出最强防御法器抵抗天劫，勉强保住性命。可天劫不止一波，第二波紧随而至，齐刷刷地打向幸存的修士，包括王浩自己。此时的王浩运转雷神秘法，并施展阴阳双极雷，全身上下沐浴雷霆，以雷霆对抗雷霆，噗噗噗。不过他的修为还是太低，硬抗天劫还是让他受伤吐血，但他开心不已，放声大笑。如我这般硬扛天雷而不死的，能有几人？哈哈哈！说完，他伸手擦掉嘴角的鲜血，使出缩地成寸神通，同时打出阴阳雷矛，杀向凌啸。他要逐一灭杀5个假阴境的敌人。轰！阴阳雷矛奔袭而至，打了凌啸一个措手不及。他分心对抗天劫，根本没料到王浩还有余力杀他。噗噗噗！猝不及防之下，阴阳雷矛将其重创，肩膀被洞穿，遭受致命一击。哈哈！凌啸悲愤欲绝，正要反击，第3波雷劫刹那降临，劈碎他的防御法器，打中他的身躯。轰！他的肉身瞬间炸开，只有一道虚弱神魂苟延残喘。可下一秒，一股强大的吸力猛然爆发。怎么回事？凌啸大惊失色，然后惊恐地发现，这股莫名的吸力来自王浩，要将其吞噬。是天元核炼化。王浩轻喝，凌啸的神魂毫无抵抗之力，刹那间被吞噬，消失无踪。王浩咂咂嘴，转身看向焚炎，眼神变得阴冷无比。狗东西，你对月瑶师妹的传承念念不忘，你的命我收下了。他冷笑，借助雷劫的力量，王浩使出阴阳雷矛，片刻间诛杀焚炎，并利用是天元核吞噬他的一切。夺走他的储物戒指后，天降神雷轰碎他的身躯，死得连渣都不剩。接着王浩如法炮制，在天劫区域内接连灭杀李彦青和陆凌风，吞噬他们的力量，夺走他们的储物戒指。最后
被雷劫劈得近乎身死的陆江毅求饶道：“王浩师弟，你我同出一门，不能赶尽杀绝啊！”王浩根本没理会，施法打出一缕妖莲火，给他最后一击。求饶有用的话，那我还修什么线？给老子死！噗！陆江毅的求饶声戛然而止，妖莲火焚身，蓝色雷霆劈中他的脑门，神魂俱灭。而他的力量，王浩根本不想吞噬。修炼合欢宫的修士，传闻有龙阳之好，王浩觉得恶心。雷劫还在继续，但已有减弱的迹象。放眼望去，整个渡劫雷区内，除他还在被雷劈外，竟还有一道人影苦苦支撑。周鸿飞，哼，穆红鸾给你的法器真厉害，能让你坚持到现在。也好，就让我亲手杀了你，彻底了结你我之间的恩怨。王浩冷笑，缩地成寸使出，瞬间出现在周鸿飞的身前。看着浑身沐浴雷霆，宛如雷神降世的王浩，周鸿飞满脸惊骇。一道道蓝色雷霆打在王浩的身上，就像给他挠痒痒似的，根本无法对他造成威胁。一番对比之下，周鸿飞早已不是王浩的对手了。没有任何废话，王浩出手打碎周鸿飞的防御法器，任由其暴露在雷霆之下。但是王浩打算亲手杀了他，双手覆盖阴阳双极雷。王浩以暴力方式劈断他的四肢。这是你欠青蝉师妹的，你害他受伤，差点殒命，我断你四肢，让你尝尝切肤之痛。周鸿飞痛苦大叫。噗噗！王浩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刺入周鸿飞的眼睛，狠狠一挖，瞬间挖出他的双眼，疼得周鸿飞颤抖不已。这也是你欠青蝉师妹的，你当初要夺走他的重瞳，险些害他致盲，我挖你双目，让你付出代价。王浩一字一句清算往昔恩怨。接着他右手成爪插入周鸿飞的心口，用力一抓，把周鸿飞的心挖了出来。砰的一声，王浩用力捏碎，神情冰冷淡漠。从一开始你便针对我，师尊多次想出手替我解决你和你师尊，都被我制止了，你可知道为何？周鸿飞还剩一口气吊着，下意识地问道。为何？王浩冷笑，召唤出千魂幡，使用炼魂之法，将他的神魂剥离肉身，收进魂幡之中。因为我要凭借自己的力量亲手杀了你。说完，他趁机取走周鸿飞的储物戒指，而下一秒，一道天雷落下，轰碎他的肉身，什么都没留下，只剩王浩一个人渡劫。他生生扛住最后3道天雷后，天劫便散去。王浩放出雷兽魁牛替他护法，他要正式破境。轰隆隆，庞大的灵力漩涡瞬间成型，海量的天地灵力从四面八方汹涌而来，汇聚于王浩的丹田气海。距离药仙一种的很远的一座山头上，还有不少修士在观察王浩破境。他们没有头脑发热，跟着大队伍一起冲向王浩，从而幸运躲过一劫。焚天殿的林叔亲眼目睹刚才的一幕，内心的震撼无以复加。果然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焚炎师兄死了，他可是焚天长老的孙子，这个死仇算是结下了啊。他暗叹一声，迅速退去。而王浩大开杀戒，利用天劫灭杀假阴境界高手的事迹也很快传播开来，掀起巨大的轰动。这一刻，死于王浩之手的那些修士的魂牌在各自的宗门内纷纷炸开。在天劫的笼罩下，他们无法使用传送玉符脱身，只能乖乖受死。一时间，除了玄阴门和天双门之外，其他门派都传出悲痛之声。毕竟培养出一名假阴境界的修士不容易，合欢宗是个例外。陆江毅的名号早已被人淡忘，要说还记得他名字的，也只有他的师尊穆红鸾了。然而此刻，远在天元峡谷的穆红鸾却同时目睹2块魂牌的破碎。江毅，鸿飞，你俩怎么会先后死去？难道……他眼神悲痛，难以克制自己的悲伤。我会查出你俩的死因，若身陷绝境，那是你们的命；若被人谋害，我一定会替你们报仇。穆红鸾暗暗发誓，眼神悲愤欲绝。天元秘境，要先移种外。灵力漩涡渐渐消散，经过3个月的时间，王浩终于成功破境，进阶筑基大圆满乎。缓缓睁开眼，王浩的眼眸闪过一缕金芒，整个人的气势与以往截然不同。快了，我也即将迈入结丹境了。王浩低声自语，将雷兽魁牛收入符印，动身离开药仙一种，准备离开百花谷。月瑶已经返回宗门，王浩决定前往王者峡谷，跟洛清禅还有阮红霄会合。进入秘境多年，王浩还没遇到过他俩，只能去王者峡谷碰碰运气。离开百花谷后，王浩按照地图的指示，一路飞向王者峡谷。为了避免麻烦，他利用隐身斗篷隔绝气息，不被其他人发现。而一路走来，他听到的都是关于他的传闻。这下好了，我彻底出名了。等离开天元秘境，估计会被很多人盯上。他摇头一笑，自信说道：可那又如何？人若杀我，我必杀之。对敌人留情，就是对自己残忍。王浩无所畏惧，坦然面对腥风血雨的未来。
修仙一途本就逆天而行，伴随着无尽的杀伐，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敌人，解决敌人，何须恐惧？一路畅通无阻，王浩很快抵达王者峡谷。他依旧穿戴隐身斗篷，没有现出真身。王者峡谷聚集了不少人，各大门派的人都有。王浩进入合欢宗门人聚集的营地，准备寻找阮红霄和洛清禅的身影。然而刚进入，他就听到阮红霄遇险的消息。哎，阮师姐不妙啊！天双门的陈峰和焚天殿的吕恒联手追杀他，把他逼进了永济冰渊，那可是一处绝地啊！轰！一股气息猛然爆发，惊得合欢宗门人惊骇不已。那股气息迅速消失，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师姐，你要坚持住，我去救你。王浩驾驭飞剑，配合缩地成寸神通，急速飞行，朝着永济冰渊赶去。永济冰渊是天元秘境一处绝地，古往今来，数不清的修士前仆后继，闯入其中寻找机缘，获得登天造化。传闻其中存在绵延不绝、看不到尽头的玄冰长城，还有一座神秘邪恶的祭坛和冰雪宫殿，亦有各种传承秘法。然而，永济冰渊最吸引修士的是万年寒髓。冰属性修士可以凭借万年寒髓修炼功法，提升冰属性灵根的天赋上限。若修士重伤垂危，万年寒髓还能救命，堪称绝世良药。总而言之，永济冰渊是一个危机和机缘并存的绝地。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和专门克制极寒环境的法器，普通修士不会轻易进入。阮红霄身为冰魄剑体，修炼冰属性功法，进入永济冰渊自然如鱼得水。可他的敌人是陈峰和吕恒，实力都不弱，王浩担心阮红霄一人难以抵挡。距离冰渊还有很长距离的时候，周围的温度便急剧下降，越靠近冰渊，温度越低，环境越恶劣，直到闯进一片漫天飞舞的大雪中不得已，王浩撤下隐身斗篷，召唤出炼天炉，利用火焰保护自己不受极寒伤害。他前进的速度不受影响，很快抵达冰渊入口，亲眼看到冰渊的第一大奇景——玄冰长城。他像一条巨龙绵延而去，不知道通向何方，终止于何地。王浩略微沉吟，服下3颗聚气丹，迅速补充灵力，毫不犹豫地冲进玄冰长城，寻找阮红霄。与此同时，3道人影各自施展术法抵抗极寒，在玄冰长城中飞行。陈峰，为了一个阮红霄，你不顾性命闯进来，脑袋被门挤了。一名假阴境界的修士对着陈峰骂道，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他叫陈南，同样是天双宫弟子，也是陈峰的大哥。听到大哥训斥，陈峰不敢反驳，解释道：大哥，阮家没落到极致，只差一口气吊着，为何家族迟迟不肯动手灭了阮家，还希望联姻吞并？我追杀至此，就是要断了家族的念头，用武力灭亡阮家，让陈家成为枫叶城第一家族。闻言，陈南眼神一沉，深深地看了一眼陈峰，悠悠一叹：陈峰，你还年轻，有很多道理都不明白。我陈家虽然是枫叶城的大家族，但你别忘了，还有城主府，那是大夏王朝的官方势力，能够允许我们灭了阮家，独霸一方。陈南的话声音很轻，可落在陈峰的耳朵里却重若千钧。陈峰的好友出自焚天殿的吕恒则冷笑一声：陈兄，事已至此，我们不如一条道走到黑，杀了阮红霄再说。我听说那娘们体质特殊，若能成为炉鼎享用一段时间，对我们的修行也大有助益。陈南低眉瞅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厌恶。倒是陈峰附和道：吕兄说的不错，我正有此意。那个臭女人还有他的师弟王浩都该死。不得不说，作为修仙者，陈峰的心胸太狭隘，目光短浅，难有大的成就。此时此刻，他们3个还不知道王浩凭借一己之力利用天劫坑杀众多结丹修士的事迹，更不知道王浩就在他们身后朝他们迅速飞来。不一会儿，依赖火焰保护，急速狂飙的王浩从背后追上了他们。阴阳雷矛，一声轻喝，王浩早就发现他们的踪迹，并迅速展开攻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轰轰轰！虽然被偷袭，但3人的实力也不是盖的，尤其是陈峰，这些年在秘境寻宝，也已经突破到结丹中期。王浩、吕恒诧异地看着来人，惊讶的同时也释放出滔天杀意。藏龙毒爪的那个女人呢？她给我下蛊，把我折磨半死，若非有宗门相救，只怕早就死了，这笔账该算了。王浩懒得搭理他，目光锁定陈峰和他身边的陈南，二话不说，直接放出雷兽魁牛，我给你一样东西，替我对付陈峰还有吕恒。说完，他丢出一个玉瓶扔进魁牛的嘴里，然后传音告诉他那是什么。魁牛兴奋低吼，身躯瞬间暴涨数十倍，浑身沐浴雷霆，杀向陈峰和吕恒。看着杀伐果断的王浩，陈南心神一震。他细细感应后发现，王浩只是筑基大圆满境界，连结丹境都没踏入，就敢挑战他。是我疯了，
还是他疯了？陈南自语。下一秒，王浩的攻击瞬息而至，还是阴阳雷矛，却被陈南用灵力护盾挡住，没能造成有效伤害。攻击不成，王浩也不气馁，施法掐诀，使出法天象地，同时他召唤出焚霄炎剑握在手中。不仅如此，气海的阴阳鱼冲出丹田，包裹着那一缕妖莲火，悬浮在金身法相的背后，犹如一幅巨画般铺开。法相庄严，手握焚霄炎剑，阴阳鱼环绕妖莲火，悬浮法相背后，一道道火焰涌入焚霄炎剑，释放恐怖威能。这一刻，王浩犹如先王将士一般，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气势。看到这一幕，陈南惊呆了。这家伙的法器很厉害，神通很强大，尤其那一缕神秘异火，更是让人心悸。他暗叹一声，立即收起轻敌之心，决定全力出手。陈南使出天双宫秘法，两手迅速结印，于虚空中凝聚一道巨大的寒冰手掌印。冰天掌，一声轻喝，洞天掌释放冰寒之力打向王浩，金身法相庄严肃穆，舞动焚霄炎剑看向洞天掌。轰！冰火相撞，迸发出强烈的能量风暴，两者对撞之下，王浩略占下风，毕竟修为差距摆在那。哼，以筑基修为对抗假阴境界，你真是托大。既然陈峰要你死，我便顺手宰了你。陈南冷笑一声，讥讽道。王浩不为所动，反嘲道：假阴境，哼，没能瞬间杀了我，你的修为注水太大，回家好好练练，别出来丢人现眼。陈南一怒，大骂一声找死，便加大灵力输入，试图一掌拍死王浩。然而王浩比他快一步，阴阳鱼释放神秘气机，妖莲火如莲花般绽放，疯狂涌入焚霄炎剑。刹那间，磅礴的火焰之力仿若要烧塌天穹，一举反杀，打碎冰天掌。陈南大为吃惊，可他战斗经验很足，立即祭出防御法器保护自己。王浩冷哼，金身法相到了实现，他召唤出太虚魂剑，迅速展开神魂攻击。3000幻劫光，如今的王浩神魂力量堪比结丹大圆满境界的修士，施展神魂攻击之术，绝对能够重创假阴境界的陈南。哼，逼格再怎么高，筑基就是筑基，永远翻不了天。陈南冷笑。然而下一刻，一道道魂光突破防御法器，击中他的眉心，打中他的神魂，顷刻间重创他的神魂。啊，这是神魂攻击？怎么可能？小筑基修士的神魂攻击之术，怎么会伤到我？陈南痛苦咆哮。玄冰长城某处，陈南满脸惊骇地捂着眉心流血的地方，尽管他及时反击，斩断魂光攻击，可还是被打得很重，神魂被打出裂纹，真不敢想象若被全力击中，会不会当场碎裂，魂飞魄散。陈南是个小心谨慎的人，而且谨慎过了头，变得胆小惜命。这一刻，他想的不是绝地反击反杀王浩，而是担心王浩还有别的手段能够将他彻底灭杀，因此他的选择只有一个：逃命。咻的一声，陈南毫不留情地丢下跟魁牛奋战的陈峰和吕恒，一个人逃跑了。看到陈南被打跑，陈峰和吕恒心神一震，手脚瞬间一乱。魁牛抓住这一稍纵即逝的战绩，张嘴吐出王浩交给他的东西，大喊一声爆！只见一颗黑色弹丸在陈峰和吕恒的面前炸开，释放出毒性强烈的毒蛊，成功击中他俩。啊！陈峰和吕恒痛苦大叫，表情极度扭曲，就算使用灵力对抗也毫无作用。那是爆炸毒丹，是将红衣离开藏龙毒爪，返回修魔海送给王浩的护身之物，此时终于派上用场。王浩，老子死了做鬼都不会放过你！陈峰怒吼，对王浩的恨意溢于言表。王浩，焚天殿的人不会放过你，我吕家乃是王都10大家族之一，族中强者无数，你啊！吕恒话还没说完，就被魁牛一蹄子踩死了。王浩降落而下，催发是天元河的吞噬之力，将两人的修为尽数吞噬，神魂收入千魂幡。王浩收走两人的储物戒指，然后屈指轻弹，一缕赤黄涅槃火打在两人的尸体上，迅速烧成灰烬后，顺手把他们的骨灰扬了。活着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狗屁。王浩冷笑，根本不在意他们的威胁，只要实力够强，拳头够硬，一切威胁都是纸老虎。略作调整后，王浩继续前进，朝着玄冰长城深处前进。与此同时，冰渊另外一个位置，一男一女穿着天双宫的服饰，连同7个焚天殿的修士共同进入玄冰长城，朝着冰渊深处进发，像是找寻什么东西。冷无涯，冰渊对修炼火属性的焚天殿弟子来说可不太友好，这次我们帮你找到万年寒髓，酬劳方面不要亏待我们啊。一个焚天殿结丹中期的弟子说道，即使有浑厚的灵力抵御严寒，可仍旧感到寒冷。那名叫冷无涯的修士出自天双宫，边上的女修士是他的妹妹冷凝霜。这次
他们兄妹二人花费重金邀请旁人进入冰渊，目的是为了寻找万年寒水，修炼玄冥真经。之所以不请同门之人帮忙，是因为想独占寒水，不被同门抢走。聘请修炼火属性的焚天殿修士帮忙，安全性会高很多。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还有人也为了寻找万年寒水而来，而且很快就能遇到。另一边，王浩沿着玄冰长城一路感知阮红霄残留的气息，沿着特定的方向不断前行。不知飞了多久，走了多远，听了太长时间的风雪声，一阵打抖声从前方传来，瞬间引起他的注意。王浩迅速靠近，最大程度收敛自己的气息，躲在一处大雪覆盖的巨石后面，观察前方的战局。7打1，还是7个大男人打一个女人。那服饰是焚天殿的，啧啧，那些人真行，脸都不要了。王浩吐槽一句，骂道：7个结丹中期的男修士对付一个结丹初期的女修士，真他妈丢人啊！众人对战的区域正好是王浩前进的方向，他不得已停下来驻足观战。女修的容貌很独特，那苍白到近乎透明的肌肤毫无血色，如同最上等的冰雪雕琢。她五官精致，却完美到毫无生气，仿佛一尊没有灵魂的玉像。瞳孔是罕见的双净色，外层是冰晶般的浅蓝，内层瞳孔深处却燃烧着一点极淡极冷的暗金色。她的眼神空洞漠然，一头银白色长发，发丝间凝结着细碎的冰晶，无风自动时折射出冰冷寒光。左侧脸颊至脖颈蔓延着妖异的悬霜纹，那是比皮肤更苍白的凸起冰棱纹路，如同被冻结的血管，混合着神性的空灵与非人的死寂。这种独特且矛盾的气质让王浩惊叹不已。那女子的功法和身法很诡异，我竟然看不出是哪门哪派的。王浩内心狐疑，默默躲在一边静观其变。冷无涯和冷凝霜没有出手，而且冷凝霜还不停劝说：哥，住手吧，那女子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干嘛要杀她？哪知冷无涯根本不理会，回怼道：你懂什么？那女子身怀世所罕见的太初寒水灵脉，是远超万年寒水的奇珍，我必须杀了她，取而代之。冷凝霜皱眉愤怒道：太初寒水灵脉再好，那也是人家的东西，我们干嘛要抢，还要杀了她？哥，我不会跟你继续前行了。说完，冷凝霜头也不回的走了，不想助纣为虐，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冷无涯大骂一声愚蠢，便不再理会，任由冷凝霜离去。同时，冷无涯施法掐诀，像是在准备杀招。诸位道友，替我困住他片刻，我要将其重创，却不能杀了他，尤其不能损毁他体内的太初寒水灵脉。闻言，那7个焚天殿弟子迅速结印，施法结阵，而法阵成型的瞬间，冷无涯的攻击随之打出。噗！那女修被打中，口吐鲜血，神情依旧保持冰冷，仿若这世间的一切，包括她的命，她都不在乎一样。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啊！王浩暗叹一声，不知为何，他内心一抽，莫名升起一股怜悯，决定出手干预，救下那个女修。眼看女修被打伤，众人神情振奋，尤其是冷无涯，他迅速冲进法阵，准备施法抽取女修体内的寒水灵脉。轰！他身体一震，竟然被女修体内迸发的力量弹开。冷无涯不怒反喜，大笑道：哈哈，不愧是太初寒水灵脉，我若用它修炼玄冥真经，他日必将化神。他再次走向女修，准备再次施法剥夺对方体内的寒水灵脉。就在这时，王浩出手了，他放出雷兽魁牛，瞬间冲散法阵，而他则奔向那名女修，双手抱起，施展缩的成寸神通离去。魁牛，不要恋战，撤！王浩暗中传音，召唤魁牛返回。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女修，王浩笑了笑，安抚道：别怕，我不是坏人。那女修的眼神依旧冰冷，默不作声地凝视王浩，眼眸闪过一丝异样。凭借速度优势，王浩带着神秘女修成功逃离。后方，暴怒的冷无涯带着7个焚天殿修士紧追不舍，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合欢宗门人，该死，到手的奇珍竟然被人抢走了！不可能啊，他只是筑基修士，速度怎么这么快？冷无涯脸色铁青地吼道，一边施法抵御严寒，一边御剑飞行追击而去。玄冰长城一望无际，绵延不知尽头。王浩没有傻乎乎地沿着玄冰长城飞行，而是根据阮红霄残留的气息，不断修整前进方向，不知不觉间闯进一处神秘地带。那是祭坛。漫天的风雪之中，王浩看到了一座玄冰祭坛，规模宏大，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祭坛中央耸立着一块高达100丈的石碑，材质不明，散发着惊心动魄的气息，给人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你不会说话吗？王浩的速度放慢不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女修，哪知她只是盯着自己，一直不说话。神秘女修依旧无动于衷，就像冰雕似的，毫无生机可言。王浩暗暗皱眉，还真是个古怪的女人啊。
一番探查，阮红霄在此地残留的气息比较浓郁，王浩猜测他应该在这里逗留了很久，而且周围残留阮红霄的剑意，那是冰魄剑法的剑意。师姐在这里发生过战斗。王浩暗暗沉吟，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正当他确认方位，准备离开这里继续前进的时候，冷无涯等人追击而至。他们立即出手，纷纷使出强大术法打向王浩，是要夺回神秘女修。王浩脸色严肃，没有放弃女修，也没有独自逃命的打算。缩地成寸使出，王浩没有选择硬碰硬。没有绝对胜算或者战力不匹敌的情况下，王浩绝对不会让自己置于险境。筑基小儿，把人留下，我让你死得痛快。冷无涯低吼一声，王浩嗤笑，根本没搭理他。而就在这时，异变突发，祭坛上那座高达100丈的石碑仿若被激活了一样，散发诡异的红光，接着阴风怒嚎，风雪骤停，一道道黑雾凝聚而成的灵魂体从中飞出。他们发出凄厉的惨叫，面目狰狞地朝着王浩等人杀去。快走，那是历代探险者的亡魂，死前至少都是结丹境的高手，不能被他们缠住。一直没说话的神秘女修突然开口，一语道破那些残魂的来历。王浩咂咂嘴，没有深究下去，抱着神秘女修迅速逃命。而那些复苏的亡魂展开无差别攻击，要将闯入这里的外来者全部灭杀，成为他们的一员。咻的一声，王浩召唤出千魂幡，施展炼魂秘法，以魂幡开路，将来袭的亡魂拘禁灭杀。幸好天元秘境对一切生灵有修为压制，这些亡魂虽然数量众多，但实力最强也只有结丹后期，而且因为是亡魂形态，攻击手段单一，容易被克制。王浩以堪比结丹大圆满境界的神魂力量擦空千魂幡，对付这些亡魂可谓手到擒来。就这样，他操控魂幡一路横推而去，顺利摆脱亡魂的封锁，平安离开此地。回头遥望冷无涯等人，被大量亡魂包围，险象环生。嗷吼！冷无涯大怒，低吼不已。系统提示：愤怒值加3000，来自天双门冷无涯。王浩暗笑一声，抱着神秘女修继续前进，直到发现一座冰雪宫殿，冲了进去。这里相对安全一些，你处理一下伤势。王浩将怀里的女修放下，提议道。他微微点点头，立即盘腿坐下，在闭眼入定前，看着王浩说道：我叫莫昭离，来自雪域。说完，他不给王浩说话的机会，立即开始疗伤。王浩摇头一笑，暗道：莫昭离，雪域，难怪高冷得像一块冰山似的。和之前在藏龙毒沼遇到的江红衣一样，出自雪域的莫昭离也有独特的方法进入秘境寻宝。莫昭离服下特制丹药疗伤，王浩守在一边护法。他默默观察冰宫内的情况，发现了阮红霄留下的剑痕，心中的不安越发浓郁。师姐在祭坛发生战斗，或是对抗亡魂，又或是对抗敌人，可在这里怎么还有战斗痕迹？他暗暗疑惑，有所猜测。不知过了多久，平静的氛围被打破，系统突然提示：危机预判功能触发，3秒后危机来袭，请宿主做好防范。王浩心神一震，瞬间召唤出炼天炉，把他和莫昭离笼罩其中。刚做完一切，一个巨大的黑影沿着冰宫的冰墙迅速爬动，随后重重落在王浩的眼前。那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蜘蛛，实力达到结丹中期，可不知什么原因，它还没化形。童子哥，这玩意是什么妖兽？王浩询问。系统回答：宿主，这是玄冥冰魄蛛，冰属性妖兽，要注意它的蛛丝攻击。王浩暗暗点头，低头看了一眼莫昭离。轰！冰魄蛛开始进攻，用坚硬的身躯撞击炼天炉，并施法释放蛛丝，缠住丹炉，想要吞噬而下。王浩咬紧牙关，拼命反抗。力有不逮之时，赤黄虚影浮现，三足金乌显化身形，冲出炼天炉，进攻冰魄蛛。被火焰焚烧，冰魄蛛吃痛低吼，连连后退。王浩趁机焚烧包裹炼天炉的蛛丝，成功摆脱束缚。看着赤黄和三足金乌的虚影大战冰魄蛛，王浩将炼天炉丢下，护住莫昭离，加入围杀冰魄蛛的战斗。法天象地，一声轻喝，金身法相骤然显化。王浩施法操控法相，挥舞金色拳头轰击冰魄蛛。冰宫内巨大的冰柱被他当成武器抡了起来，一下又一下的砸中冰魄蛛，打得他嗷嗷乱叫。他喷出毒液，却被金身法相拦下。毒液虽然很毒，但无法攻破法相，对王浩造不成威胁。赤黄虚影和三足金乌虚影打出配合，纷纷吐出火焰夹击冰魄蛛。三者配合之下，结丹中期的冰魄蛛被打死，金身法相抡动双臂，将冰魄蛛的尸体肢解。接着赤黄和三足金乌回归炼天炉，金身法相也消散。王浩小心翼翼地靠近冰魄蛛的残躯，打算收取他的内丹。大意之下，身躯已经被肢解的冰魄蛛竟然喷出蛛丝，打中王浩，将他死死缠住。
仅剩的头颅竟然还有生机，张嘴对着王浩吐出一口毒液。就在即将命中的瞬间，炼天炉飞临而至，护住了他。紧接着，一道寒冰掌轰出，玄破珠的脑袋轰然炸裂，一颗散发着冰冷之气的内丹坠落在地。王浩松了一口气，看了一眼伤势恢复大半的莫昭离，无比庆幸。他操控火焰焚烧蛛丝，很快摆脱束缚。正要说话，系统危机预判再次提示：宿主，大量冰破珠来袭，请做好应对准备。王浩心一沉，冰宫开始震颤起来。之前的危机预判，系统并不知晓危险来源。当同样的危险信号再次出现，系统给出清晰的判断。王浩看向莫昭离了，苦笑一声：莫姑娘，我们的麻烦来了。莫昭离淡淡点头，一点都不惊讶的样子。要么是他天生冷漠，要么是他已经探查到冰破珠的气息了。3秒之间眨眼而过，轰隆隆，到处都是冰块坍塌的声音，巨大的宫殿冰墙接连被撞破，露出一个个黑黝黝的冰洞。一只只冰破珠从中爬行而出，散发惊人的灵力波动，都是结丹境以上的修为，足足上百只，迅速包围王浩跟莫昭离。这一幕看得王浩头皮发麻，心惊肉跳。哪怕他能越阶挑战，可也架不住被群殴啊！这么多结丹境中期的冰破珠，就算是结丹大圆满境界的修士来了，也够他喝一壶的。当然，他想要逃命的话，大可身披隐身斗篷一走了之。可莫昭离怎么办？这个处处透露着神秘、惜字如金的女人，独自闯荡冰渊，肯定是为了寻找某种异宝。以他结丹初期的实力，被冰破珠包围，必死无疑啊！莫姑娘，一有机会你就走，不要管我，我有办法脱身。王浩提议道。乃至莫昭离摇摇头，伸手指了指冰破珠的大后方，那里有一道巨大的暗影，看起来很像一只蜘蛛。王浩心里咯噔一下，就听莫昭离说道：那有一只结丹后期的冰破珠，我去杀了他，不然咱俩只有死路一条。说完，莫昭离飞身而去，一种不同于天地灵气的力量环绕周身，释放冰与火的气息，杀向那只结丹后期的冰破珠。童子哥，那是什么灵力？怎么从未见过？王浩疑惑询问。系统答道：宿主，那是双镜真元，一种非常罕见的灵力运用方式，对方是燃双静脉，是一种非常古老且罕见的体质。燃双静脉，王浩低吟。下一秒，包围他的冰破珠发动攻击，蛛丝、毒液轮番上阵，要将王浩置于死地。可他早有防备，炼天炉应声而出，将其完全笼罩，保护自己不受蛛丝和毒液伤害。接着，他放出赤黄虚影和三足金乌虚影，用火焰之力对抗冰破珠，掀起一番乱战。然后他双手结印，使出法天象地，并祭出焚霄炎剑。金身法，相手握宝剑，一顿嘎嘎乱杀，杀得那些冰破珠断肢断腿，惨不忍睹。在焚霄炎剑的锋利和异火的灼烧下，冰破珠的坚固外壳显得有些脆弱，被一顿乱杀之后，方寸大乱，难以组织有效的进攻。而另一边，莫昭离爆发全部修为，双镜真元一出，那只结丹后期的冰破珠身躯先冻结，然后崩解为灰烬。冰与火的混合力量在一招之间杀死强敌。不过莫昭离明显承受巨大的反噬，整个人气息紊乱，双镜真元暴走，状态十分不稳。而那些围攻的冰破珠看到头领被杀，一个个失去进攻指令，留下大量残肢后纷纷逃命。一场危机悄然解决。但是莫昭离的情况显然更加糟糕，更加危险。他悬浮虚空，双镜真元覆盖全身，一头银白色长发无风自动，两只眼睛闪烁明灭不定的光芒。王浩询问莫昭离出了什么状况。系统解释：宿主，他是燃双静脉，体内存在太初寒水灵脉以及燃魂血精，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他用双镜真元退敌，引发体内两股力量失衡，导致真元失控暴走，可用一火短暂压制暴走的真元，靠他自己恢复。王浩暗暗点头，大概听懂了系统的解释。他心神一动，气海内的阴阳鱼立即裹挟着妖莲火冲出丹田，悬浮在莫昭离的头顶上方。此时此刻，莫昭离仿若陷入冰火两重天的境地，左眼映照寒水灵脉的亘古冰渊幻象，那代表着绝对的秩序和死寂；右眼倒映血精怨火的无尽哀嚎炼狱，那象征着混乱痛苦与毁灭。莫昭离的意识仿若被撕裂妖莲火落，在王浩的控制下，妖莲火垂下一缕火焰，准备强行压制莫昭离失控的双镜真元。这是一种十分神奇的力量形式，让王浩惊叹不已。妖莲火的介入迅速压制双镜真元，而处于狂暴状态中的莫昭离有所感应，立即配合王浩，手捏法印，主动收拢双镜真元。炙热的高温火焰，冰冷的寒水灵气，王浩和莫昭离被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不断侵袭，身上的衣物早已消失不见。两人心神坚定，抱元守一，丝毫不受影响。不知过了多久，莫昭离成功压制寒水灵脉和燃魂血精的力量，
控制双镜真元在体内平稳流走。呼！王浩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正是一丝不挂的莫昭离，那近乎病态雪白的肌肤散发出一种危险的气息。他的身体内蕴含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时刻承受着超乎想象的痛苦。此刻的王浩完全没有丝毫邪恶的想法，内心深处涌现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哀伤。可他哀伤什么呢？多少有点莫名其妙，可人的情绪就是这么没有道理。悠悠一叹，他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件长衫，披在莫昭离的身上，遮住他那丰满且完美的胴体。他也立即穿好衣服，起身巡视四周，确认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咦，什么味道？好香啊！王浩轻疑，然后低头看了看地上的冰魄珠残枝，在冰与火的双重作用下，它们竟然熟了。而且这些冰魄珠生前都是结丹中期的修为，血肉蕴含丰富的灵力精华，除了味道鲜美之外，更是大补之物。伸手抄起一只猪腿，王浩闻了闻，沉吟几秒后一口咬下，那味道就跟吃螃蟹差不多，但口感棒极了，而且富含灵气，十分美味。好吃！他惊叹一声，随即开始大快朵颐，不到片刻就把猪腿给吃完了。不一会儿，莫昭离苏醒，他细细感应下，发现寒水灵脉中多了一缕细如发丝的火焰，就像一簇小火苗在极寒中摇曳。这缕火焰很非凡，他心里默念，转头看向正在吃猪腿的王浩，眼眸不由一颤。这家伙跟雪域的男人不一样。说完，他缓缓起身走向王浩。喏，给你一个，你尝尝，很香很好吃，而且大补，对身体有好处。王浩笑了笑，递给莫昭离一条猪腿，散发着浓郁的香味。永济冰渊冰雪宫殿，看着近在咫尺散发着独特香味的猪腿，莫昭离呆愣了半天，皱眉问道：这能吃？我从未吃过冒热气的东西。王浩，从没吃过冒热气的食物。雪域在哪里？你们平时都不吃东西？虽然修士可以不用像凡人那样一日三餐吃五谷杂粮，但总会吃点什么的吧？王浩咬下一大块肉，吃得满嘴都是灵气精华，疑惑地看了一眼莫昭离。他很难想象一个人从未吃过热食是怎样的体验。然而莫昭离还是摇头，雪域的人从不吃热食，也不知道食物是什么。我们从一出生就被投入血池中修炼，成为修炼的机器。王浩皱眉，那么残忍来，你尝尝看，热食很好吃，修为越高的妖兽灵力精华越足，吃起来更美味。在他一遍又一遍的劝说下，莫昭离终于鼓起勇气，接过王浩递给他的猪腿，微微张开小嘴，小口的咬了一下，轻轻嚼了嚼。这一刻，一种不曾有过的体验刺激着他的味蕾，让他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味道。好吃！他低声评价了2个字，然后专心的吃了起来。看他认真且小心翼翼的模样，王浩的内心不禁一抽，默念道：近乎病态的惨白肌肤，纵横交错的相反力量，从未吃过热食，看样子是个苦命人。他感慨万千，突然想到什么，心神一动，从储物空间里召唤出大量臭豆腐、麻辣烫和泡面等东西。喏，这些都是热食，打开就能吃，非常方便，我把这些都送给你，你收好啊。王浩冲他笑了笑，无比真诚。莫昭离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些从未见过的东西，有些不知所措。半晌，他小声问道：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多东西？教主曾告诫我，雪域之外的人都是邪恶的，不可轻信。王浩翻了翻白眼，你的教主在吓唬你，你看我邪恶吗？莫昭离摇头，那不就是了，天下之大，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比如那些追杀你的人，他们就是邪恶的，我可是大好人。莫昭离点头，用储物戒只收下那些东西。作为交换，他以灵力凝聚出一颗红色血晶，当作赠礼送给王浩。这是什么？王浩疑惑。这是燃魂血晶，在雪域是非常珍贵的宝物，蕴含强大的力量。看他坚定地凝视自己，王浩没有拒绝，将其收进储物戒指。见王浩收下，莫昭离继续享用美味的猪腿。看他吃东西的样子，王浩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和月瑶的天真单纯不同，莫昭离的单纯中隐藏着某种不为人知的悲惨命运。莫姑娘，希望你离开冰渊返回雪域后能够活得更好，若有重逢之日，期待看到一个光明开朗的你。王浩默念，暗暗祈祷。2人吃饱后，体力得到补充，收拾一番后继续向前深入。莫昭离进入冰渊的目的是寻找万年寒水，王浩为了寻找阮红霄，2人一合计，决定结伴而行。穿过冰雪宫殿后，2人进入一处冰雪剑冢，这里埋葬着数不清的宝剑，在风雪中散发寒光。不仅如此，剑冢的上方一道道神秘的剑痕烙印虚空，像是一套极为精妙的剑法，等待后人前来修炼。王浩和莫昭离都不擅长剑道，看到虚空中的剑痕刻印，只是惊讶一番便准备离开。然而
一声愤怒的咆哮从身后传来，冷无涯等人狼狈不堪地冲到近前，头发凌乱，衣衫半毁，毫无形象可言。王浩冷笑，没有废话，伸手丢出一颗爆炸毒丹，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毒丹炸开后，释放出剧毒黑雾，冷无涯等人没有防备，纷纷中招，立即运转灵力抵抗，一个个出其愤怒，暗骂王浩卑鄙无耻。系统提示：愤怒值加2000，愤怒值加2000，愤怒值加2000。王浩冷笑，友情提醒道：不想死的话，就捏碎传送玉符返回宗门，立即抢救，还有机会活命。那可是江红衣给他的毒丹，威力不容小觑。可惜冷无涯等人被利益和愤怒蒙蔽了双眼，迷失了心智，决定继续追杀下去，导致错过最佳的疗伤时机。穿过剑冢，王浩和莫昭离进入一片冰棺墓葬群，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正在跟人对决的阮红霄。师姐！王浩惊呼出声。自从进入秘境后，两人就再也没见过，多年不见，如今的阮红霄已经进阶结丹中期，冰魄剑法更加炉火纯青。然而和他对战的敌人修为同样不弱，也是结丹中期。那人所用的法器跟黄泉阁的炼魂幡很相似，却充满诡异的毒素，又像是出自万毒谷的毒功。阮红霄，你若乖乖受死，成为我万魂毒幡中的剑魂，我还能给你留个全尸。阮红霄回应一招玄冰剑影，打退敌人数米，冷哼道：阴魔三，想要我的神魂，你还不够资格，要战便战，何必废话。阴魔三嘴角冷笑，脸上的蝎子纹身剧烈颤动。哼，臭婆娘，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改主意了，我会先抓住你，好好的享用一番，再将你碎尸万段，最后拘禁你的神魂。话音刚落，天地风云突变，一道雷霆从天而降，劈向大言不惭的阴魔三。谁？是谁偷袭老子？阴魔三低吼，张望四周。狗东西，你爷爷来了，毛都没长齐的瘪三，还敢觊觎我的师姐，爷爷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王浩的话语激荡而出，阮红霄立即听了出来，欣喜不已。师弟！他抬头望去，就看到王浩沐浴雷霆而至，凌空站在他的身边。王浩压抑着心中的怒火，脸色平静地看着阮红霄。师姐，你没事就好，追杀你的陈峰和吕恒被我杀了。啊！阮红霄先是一愣，然后惊呼出声，啧啧称赞道：不愧我的师弟，以筑基修为越阶，杀死结丹境高手，真厉害。王浩微微一笑，正要说话，却被打断。哼，小小的筑基修士能掀起什么风浪？阮红霄，我会让他跟你一起死！哈哈！阴魔三气势一震，万魂毒幡玄力在侧，释放恐怖杀机。师姐！王浩脸色平静，淡淡道：一起出手宰了那个王八羔子，他身上的宝贝对半分，如何？阮红霄展颜一笑：什么对半分？都给你，我的一切都想给你。王浩又被阮红霄撩了一下，他哈哈一笑，回到师姐，这可是你说的，千万别后悔。阮红霄笑脸一红，心脏激动的砰砰乱跳。师弟这话什么意思？是在暗示什么吗？冰棺墓葬群，出自黄泉阁的阴魔三以一敌二，迎战王浩跟阮红霄，莫昭离在一边观战，并未出手。这也是王浩的意思。出身雪域的莫昭离没必要卷入这样的纷争。万魂毒幡炼，一声轻喝，魂幡震颤，一道道碧绿的幽光从魂幡中冲出，凝聚成一颗颗硕大的骷髅头，散发着剧毒，攻向王浩和阮红霄。这一击，阴魔三使出了全力，一般的结丹中期修士都很难抵挡。冰封千里，阮红霄舞动冰魄剑，寒冰气流转间，将来袭的碧绿色骷髅瞬间冻住崩溃。砰砰，一剑打碎阴魔三的攻击。阮红霄正要出手替王浩解围，哪知他召唤出炼天炉，施法操控下，丹炉迅速变大，将所有骷髅虚影全部吞噬。嗡！丹炉轻颤，赤黄虚影发出尖锐的低鸣，从丹炉内壁冲出，恐怖的涅槃真火席卷而出，刹那间粉碎众多邪恶的骷髅虚影。整个过程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从出招到接招都在瞬息间完成，交战双方都不敢大意轻敌。阴魔三冷哼，他没想到筑基修为的王浩竟然轻而易举地破了他的攻击，比阮红霄还轻松。没有废话，阴魔三再次掐诀施法，操控魂幡展开攻击。但这一次，王浩决定主动出击。师姐，瞅准时机，听我指挥，给他致命一击。好。接着，王浩双手施法，嘴里念念有词，施展阮红霄从未见过的术法——万气共鸣术。这是王浩第一次使用炼气宗的独门秘法。这是一种控兵术，让天下万气和自己产生共鸣，可短暂或者永远夺走对方的法器，破坏敌人的攻击。共鸣术一出，正在施法操控万毒魂幡的阴魔三惊恐地发现，魂幡失去了控制，变得震颤不已，仿若要离他而去。这是怎么回事？
小子，你干了什么？阴魔三惊怒。王浩不予理会，继续施展万气共鸣术，神魂力量催动到极致，就像拔河一样，成功夺取万毒魂幡的控制权，将其拘禁到身边，悬浮在身侧。师姐，动手！一声轻呼，阮红霄执剑杀去。而没了魂幡作为法器的阴魔三实力大减，攻击手段单一的他立即催动神魂秘法，展开神魂攻击。可熟悉黄泉阁战术的王浩哪里会让他如愿？师姐，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全力一击，看我的3000幻劫光！太虚魂剑显现，王浩使出3000幻劫光，打出一道道魂光，帮助阮红霄对抗阴魔三的神魂攻击。他如今的神魂力量堪比结丹大圆满境界的修士，对抗专修神魂攻击之术的黄泉阁修士不在话下。轰轰！魂光对抗下，王浩不落下风，成功替阮红霄挡下神魂攻击。与此同时，阮红霄的冰魄剑打中阴魔三，洞穿他的肉身，而且附带冰冻效果。噗噗！阴魔三大口咳血，非常果断地切掉被冰冻住的身体，嘴里念念有词，尝试召回魂幡。可惜在王浩的全力控制下，万毒魂幡经过剧烈挣扎后，还是没能回到阴魔三的手里。阴魔三气急败坏，大骂王浩卑鄙无耻，不讲武德。王浩鸟都不鸟他，法天象地！王浩使出神通，并使出焚霄炎剑，配合阮红霄的冰魄剑，让阴魔三体验一把冰火两重天的滋味。阴魔三竭力抵抗，然而阮红霄的实力不弱于他，如今又多了一个怪胎王浩，法器还被夺走，他的结局可想而知。轰！阴魔三被逼自爆，想要拉上王浩跟阮红霄同归于尽，可惜阴谋没能得逞。关键时刻，王浩抱着阮红霄，施展缩的成寸神通，瞬间远离爆炸中心，侥幸逃过一劫。是个狠人，王浩赞美道。修士大多惜命，像阴魔三这种有血性的修士并不多见，可惜了，他身上的储物戒指也跟着毁了。阮红霄轻叹，结丹修士的储物戒指肯定有好宝贝。师姐，王浩摇头一笑，安抚道，最珍贵的法器在我手里，只要我抹除魂幡中的印记，重新祭炼，便能为我所用。阮红霄点头。就在这时，莫昭离飞了过来，神情淡漠地看了看阮红霄，他的出现顿时让阮红霄皱眉不已。王浩相互介绍了一下，可他俩连演都不演，都板着一张脸，没有一点笑容。莫昭离还能理解，天性如此，可阮红霄是什么情况？下一秒，系统突然提示，极度直加500，来自阮红霄。王浩，师姐，你在嫉妒谁啊？他心虚地看了一眼莫昭离，顿时明白了什么，气氛变得有些尴尬。就在这时，冷无涯带着他的伙伴历尽艰辛闯了进来，哪怕早已精疲力尽，早已狼狈不堪，却仍对莫昭离体内的寒水灵脉念念不忘。莫昭离脸色一冷，双镜真元舞动，就要出手迎战。莫姑娘，你伤势初愈，不便大动干戈，那几条杂鱼交给我和师姐处理就行。王浩阻拦道，让莫昭离收敛双镜真元。好。莫昭离很听劝，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轻声说道。一边的阮红霄心里很吃味，嘟囔着说道，臭师弟，花心大萝卜，回去就告诉师尊还有无双，你在外面拈花惹草。他内心的想法被系统探测到，立即提示王浩，极度直加1000，来自阮红霄。王浩哑然失笑，阴阳双极雷使出，接连打出阴阳雷矛和烈魂雷链，打向灵力消耗巨大的冷无涯等人。阮红霄从旁协助，冰魄剑法压制8个苟延残喘的结丹中期修士。冷无涯等人大惊失色，纷纷拼尽最后的力气阻挡，却不料误打误撞，击碎了一座冰棺墓葬。怎么回事？你干了什么？王浩大喊，有种不妙的感觉。冷无涯欲哭无泪，他出手抵抗攻击，好像触碰到了某种机关。顷刻间，天地变色，风雪凝滞在虚空，整片天地仿若被禁锢。下一秒，一道仿若来自远古的叹息响彻在众人的耳边，献祭情感，换取力量。这道叹息带着某种魔力一般，瞬间勾走众人的理智和意识，让他们刹那沉沦，难以反抗，纷纷陷入迷失幻境。呼呼呼，风雪依旧，天地一片寂静。冰棺墓葬群内多了10几尊人形雕塑，他们陷入自己的幻境中，生死难料。师尊、无双、月瑶，你们怎么在这？不对，这里是幻境，你们不是真的。王浩看着朝自己走来的淡台明月，姬无双还有月瑶竟有短暂的清醒，可随之当他被3女环绕时，闻着他们身上独有的香味，听着他们凑近耳边的低语，意识迅速被吞噬。浩儿，坏胚，师兄，他再次沉沦幻境，竟然想永远待在这里。直到某一刻，丹田内的阴阳鱼剧烈游动，妖莲火释放一缕细如发丝的火焰，冲击他的识海。神魂遭受火焰刺激，
迅速恢复清醒。在妖莲火这股外力的作用下，王浩冲破困住自己的幻境，回归现实。他立即看向阮红霄和莫昭离，他俩都陷入深层次的幻觉中，难以自拔。为了安全起见，他操控一缕妖莲火，分别刺激他俩，成功唤醒两人。师弟，幻境很可怕，我在跟一个同样拥有冰魄剑体的人战斗，对方实力很强，我不是他的对手。阮红霄心有余悸说道。至于莫昭离，依旧保持沉默。可王浩明显感觉到他心潮起伏，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像是在极力掩饰什么。不过他不愿说，王浩也不便多问。就在这时，冷无涯发出一声痛苦的吼叫，张嘴喷出一口血，气势萎靡到极点。虽然成功破除幻境，但也丢了半条命。王浩冷笑，提议道：“师姐，斩草除根。”好，他俩不是拖泥带水的人，一旦决定，必须要付诸行动。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冷无涯足够果断，立即捏碎传送玉符，提前结束秘境之旅，放弃寻找其他机缘的机会。他成功逃走不假，可他的同伴就没那么好运了。一眨眼的功夫，不管他们有没有从幻境中醒过来，此刻都成了冰冷的尸体。将他们身上的储物戒指收走，王浩一把火把他们烧成灰烬，毁尸灭迹。看他如此娴熟的烧人尸体，阮红霄打趣道：“师弟，这样的事没少干吧？”王浩嘿嘿一笑，听到系统提示，愤怒值加3000，来自冷无涯。他笑得更欢了，暗爽不已。就在一切危险都解除之际，一声低沉的叹息在天地间响起，王浩脸色大变。不好，快走！诡异的叹息声又来了。接着他立即拉着阮红霄和莫昭礼，使出缩地成寸，沿着唯一的路径继续向前，深入冰渊核心地区。不知前进了多远，三人进入一片矿区，目之所及都是五彩斑斓的矿石，流转夺目的神辉，绚丽而灿烂。这是寒髓母矿！阮红霄惊呼，满脸震惊。莫昭离施法拘进一块矿石到眼前，一番检查后说道：“没错，这是万年寒髓母矿最外围的晶石，核心层存在罕见的寒髓，我此行的目的就是它。”听到莫昭离找到所求之物，王浩也替他开心，说道：“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继续深入，拿到万年寒髓。”阮红霄吃味地看了一眼王浩，皱了皱鼻子，嘀咕道：“师弟，看我等会怎么收拾你。”嘿嘿。就这样，三人一路寻找下去，没有遇到任何危险，直到进入母矿核心区域，发现了万年寒髓。莫昭离眼神一动，正要施法夺取寒髓，不料遭遇偷袭，一条巨大的龙尾燃烧着余烬打向莫昭离，他不得不停止收取寒髓，仓促防御，结果被打飞，重重撞在四周的矿壁上。吼！一声宛如龙吟般的怒吼响彻在众人耳边，紧接着一头龙形妖兽的身影显现在他们面前。这头龙形生物十分奇特，上半身躯体覆盖冰霜，下半身躯体像是火焰燃烧后的灰烬一般，和莫昭离的燃霜静脉以及他独有的双镜真元类似，一副躯体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能量。双镜龙辉，嘿，王浩，这是寒髓的守护妖兽，结丹中期，实力非常强，我们练手都很吃力。阮红霄介绍道。就连莫昭离都变得脸色凝重，实在是那冰火双属性的身躯释放的威势太过可怕。王浩严肃地点头，不敢小瞧这头结丹中期的双镜龙辉。但是万年寒髓就在眼前，他怎么甘心空手而归？来都来了，总不能灰溜溜的逃走吧？师姐，昭离，我们一起出手，狠狠揍他一顿。两女闻言点头，王浩暗中传音介绍对战策略，听得他俩频频点头。定身术，王浩率先出手，使出定身术，打了双镜龙辉一个措手不及，让他即将喷出的龙息瞬间哑火。紧随其后，阮红霄的冰魄剑，莫昭离的双镜真元同时打中双镜龙辉巨大的脑袋。轰轰！双镜龙辉吃痛，并且挣脱定身术限制，愤怒咆哮一声后，使出一记神龙摆尾扫射而出。他的速度极快，阮红霄和莫昭离被击中，纷纷撞进矿壁，受了不轻的内伤。轰轰！双镜龙辉接连吐息，含有冰火两种属性力量的能量球奔袭而去，攻向阮红霄和莫昭离。所幸他俩有所防备，立即撑开护体结界和防御法器，险而又险地抵挡住双镜龙辉的攻击。说时迟那时快，王浩怒吼一声，双手掐诀，使出法天象地定身术。他再次用出定身术，金身法相手握环绕一火的焚霄炎剑，趁机进攻双镜龙辉，打出一波爆炸性伤害后，双镜龙辉恢复自由。他扭动巨大的身躯，两只眼睛死死盯着王浩。卑鄙的人类，给我死！他怒了，朝着王浩咆哮不已。就在这时，师弟，我来助你。我也来。阮红霄和莫昭离前来助阵，三人一起出手，同时攻击双镜龙辉，默契配合之下，打得后者节节败退，却始终杀不死他。他的皮太厚，
宛如天然的防御法器，一般的攻击根本破不开。一番缠斗下来，三人不同程度的挂了彩。反观皮糙肉厚的双镜龙辉，除了灵力消耗较大之外，看不出一点颓败迹象。王浩的心沉了下来，他没想到双镜龙辉这么难杀。无奈之下，他眉心符文闪烁，召唤出雷兽魁牛加入战斗，决定一举灭杀双镜龙辉，结束战斗。而魁牛的加入，战斗的微妙平衡被打破。双镜龙辉被死死压制，在不同力量的攻击下，他开始受伤、吐血，萌生逃走的念头。而就在众人即将拿下双镜龙辉之时，魁牛的脚和双镜龙辉的逆鳞竟然产生了神秘的感应。魁牛像是想到了什么，瞪大眼睛看向双镜龙辉，疑惑而惊喜地问道：“你是当年救我一命的那条大蛇？”双镜龙辉，你是当年那只小牛犊子？王浩暗暗咂嘴，这俩货是就相识。寒髓母矿，雷兽魁牛的脚和双镜龙辉的逆鳞产生感应的刹那，空气陷入寂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妖兽，竟然是就相识。这一幕将在场的三人惊呆了。他们平息翻涌的气血，飞到雷兽魁牛的身边，目光灼灼地盯着双镜龙辉，依旧不敢放松。哈哈哈！双镜龙辉大笑一声，随即身影迅速变小，收敛恐怖的气息，不再释放敌意。刚才下手很重，还请三位见谅。我守护这里多年，不可能将寒水拱手让人。王浩，你守这里干嘛？自己用不上，还不让别人用。暗暗吐槽一句，王浩传音魁牛，让他询问双镜龙辉为何守在此地。想要获得万年寒水，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魁牛接到传音，立即问道：“大蛇，你当年逍遥自在，在秘境横着走，怎么会进入这个鸟不拉屎的冰窟？”听到他的话，双镜龙辉无奈地甩了甩尾巴，苦笑不已。当年我进入冰渊玩耍，只是想进来看一眼，没想到被冰魄仙尊的残念盯上了。冰魄仙尊，众人惊呼，尤其是阮红霄，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双镜龙辉回忆当年的情形，介绍道：那一天，一只大手从无尽的冰渊深处突然出现，犹如擎天巨掌一般，一下子死死地抓住我。我拼命挣扎，却怎么都没用，被强行拖进这里，被迫守卫寒水母矿，一直不得自由。阮红霄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询问道：前辈，那您可知冰魄仙尊的残念在何处？他虽然不清楚冰魄仙尊的强大，但猜测跟对方跟他一样，也是冰魄剑体拥有者。既然这里有冰魄仙尊的残念，那么很有可能存在他留下的传承。冰魄仙尊留下的传承，拥有冰魄剑体的阮红霄自然想得到。随即他释放冰魄剑体的气息，说明自己和冰魄仙尊拥有同样的体质，却遭到双镜龙辉的质疑。他皱眉摇头，绕着阮红霄嗅了嗅，看了又看，确定道：女娃子，虽然你有相似的气息，但和真正的冰魄剑体迥然不同。听到这话，王浩暗暗皱眉。师尊已确认师姐觉醒的特殊体质就是冰魄剑体，怎么到这就不是了？难道说……他心里默念，有所猜测。阮红霄陷入自我怀疑中，就在这时，莫昭离开口道：我需要一小块寒水救命，能否赠予我？他没看向双镜龙辉，而是看向王浩，因为雷兽魁牛和双镜龙辉是旧识，王浩开口比较有分量。王浩秒懂他的意思，抬眼看向双镜龙辉，还没开口，后者就说道：别客气，随便拿，我无所谓，反正不是我的，我也用不到。王浩咧嘴一笑，对莫昭离说道：莫姑娘，你按照需求取走一块万年寒水吧。莫昭离轻点真手，随即施法取走一块巴掌大小的万年寒水，以特制的玉瓶封存，并构建小型法阵加以保护。此行的目的已经达成，莫昭离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向王浩，目光凝视他，轻声道：我走了。简短的3个字，莫昭离的心顿时变得空落落的，然后捏碎传送玉符，瞬间离开这里，返回雪域。看他离去的背影，王浩轻轻一叹，默念道：莫姑娘，希望你能过得越来越好。就在这时，系统疯狂提示：极度值加55，极度值加75，极度值加125。扭头一看，王浩看见阮红霄两手环抱，嘟着小嘴，眼神喷火地盯着他。师姐，我有办法帮你解决疑惑，就看你愿不愿意了。他嘿嘿一笑，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阮红霄疑惑：什么办法？当年我觉醒冰魄剑体的时候，你亲眼目睹的。王浩瞅了一眼双镜龙辉，立即拉着阮红霄遁走一段距离，说出自己的看法：师姐，你的确觉醒了冰魄剑体，但很可能没有彻底觉醒，导致血脉之力不纯，和真正的冰魄剑体相差甚远。阮红霄暗暗点头，虽然不清楚具体原因是什么，但这个解释最接近真相。那么师弟，你有什么办法能帮我？你说看我愿不愿意，要我付出什么代价呢？阮红霄变得严肃起来。事关冰魄仙尊的传承，
他不得不谨慎抉择。然后就看到王浩摸了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师姐，你跟我双修，或许就能彻底觉醒无瑕疵的冰魄剑体。”这话一出口，阮红霄当场愣住，一张俏脸顿时红温。见状，王浩急忙解释：“师姐，我不是耍流氓，趁机占你便宜，而是确有其事。我……”然而他还没说完，阮红霄便扑了过来，一张柔软的小嘴紧紧咬住王浩，主动献吻。王浩怔怔地感受着阮红霄柔软的红唇，脑海中浮现出之前阮红霄想尽各种办法要拉他双修却没成功的画面，内心一软。他的师姐一直把他当成心肝宝贝的师姐，一直坚定不移认定他当道侣的师姐，从未动摇自己的内心。哪怕阮红霄知道澹台明月、三公主、姬无双都成了王浩的道侣，他也坚持自己的选择，从未放弃过。王浩心神一动，澹台明月告诉他，爱一个人就要告诉对方；姬无双告诉他，爱一个人需要主动；月瑶告诉他，爱需要回应；而阮红霄痴恋他100余年，则告诉他，爱一个人需要默默守护，永不放弃。王浩伸出双手，轻轻抱住阮红霄，与之温柔相吻。半晌，他凑在阮红霄的耳边问道：“师姐，你可愿做我的道侣？”阮红霄身体一震，眼眸含泪，身体轻颤地凝视王浩，激动点头：“师弟，我愿意，我一直都愿意的。”他紧紧抱住王浩，嚎啕大哭起来。等待多年，守护多年，如今终于撬开王浩的心，走进他的世界。师弟，你太坏了，太能忍了，我多次主动现身，你都不吃，快把我搞抑郁了。是啊，要是换做别的男人，面对阮红霄的主动现身，只怕早就按耐不住拿下了。师姐，我不是能忍，而是要对你负责，对师尊负责。若因为欲望吃了你，那对你对我都非常不负责。阮红霄怔怔地看着王浩，听他讲述自己的内心想法，越发觉得自己没爱错人。师弟，我要你。他害羞低语，两手扭捏在一起。师姐，那我来了。王浩轻语，随即召唤出炼天炉，将两人倒扣其中，开始愉悦的双修之旅。靡靡之音随之响起，销魂蚀骨，让人难以自拔。寒水母矿深处，炼天炉内温度适宜，一男一女两道身影正在温柔缠绵，一派无限春光。除了让人面红耳赤的声音之外，还有系统的单调提示声，显示兴奋值的不断变化。痴恋100余年，阮红霄得偿所愿，心魔进去，王浩的心境也得到升华，变得和之前有所不同。终于，随着两人身体的再一次颤抖，愉悦的双修之旅告一段落。阮红霄趴在王浩的身上，贪婪地呼吸着他身上的味道，娇声道：“师弟，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啊，让我难以克制呢。”抬头，他的眼眸正好对上王浩的眼睛。“师姐，我很好奇，你怎么看上我的？或者说，你看上我哪一点？我记得那会儿，我身体被废，全靠师尊用各种奇珍续命。”王浩微微一笑，说出心底的疑惑。阮红霄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扑哧一乐，胸前的大雷顿时汹涌澎湃，看得王浩心头一热。这妞儿的大雷果然货真价实啊！于是，阮红霄就把当年的一段往事说给王浩听。当他得知因为一碗炸酱面就俘获了阮红霄的芳心时，王浩不禁摇头苦笑。缘分这东西果然奇妙。正当阮红霄聊得起劲时，一股汹涌的灵力自他体内爆发而出，那是一种极寒的灵力波动。王浩眼神一变，提醒道：“师姐莫慌，抱元守一，固守心神，体悟这种灵力。”这一次，冰魄剑体才算彻底觉醒。短暂的慌乱之后，阮红霄立即平静下来，迅速与入定修炼，感悟身体的变化。撤走炼天炉，王浩手在一边护法，点开系统面板，提示：宿主和冰魄剑体双修4次，本源伤痕修复0%。王浩欣喜不已。接着，他将情绪值转变成抽奖值，点击查看个人信息。宿主王浩，实力筑基大圆满，神通1法天象地，神通2定身术，神通3缩地成寸，神通4阴阳双极雷，契约妖兽1雷兽魁牛。异常状态：阴阳混沌体本源伤痕受损程度 75%，75%。抽奖值215860。迅速浏览后，王浩满意地点点头。提升修为，修复本源伤痕仍是重中之重，若我身体无损无缺，修行速度必定大幅提升。他低声自语，瞅了一眼抽奖值，足够21次10连抽，可他摇头轻叹，关闭面板，退出系统界面。还是不抽了吧，免得影响好心情。王浩凝视被极寒灵力包裹的阮红霄，眼神柔和，不再躲躲闪闪，内心感到一丝庆幸。世间毁誉，世人冷眼，与我何干？
我自淡然一笑，以无本性，快意恩仇，以无本心，爱我所爱。这一刻，他想到了澹台明月和姬无双。我来秘境多年，也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大夏王朝的局势发生了哪些变化？王浩轻叹，回去后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哎呀，有点头疼，快乐修仙才是我想要的。他苦笑一声，却也只是吐槽几句罢了。冰魄剑体觉醒，惊动了双镜龙辉，他急忙冲过来查看情况，啧啧称赞道：“没错，就是这个气息，小子，你俩干了什么？”双镜龙辉想破脑袋都想不到，王浩是如何帮助阮红霄彻底觉醒冰魄剑体的。一转眼，3天时间过去，灵力波动渐渐收敛，阮红霄苏醒过来。师弟，原来这才是彻底觉醒冰魄剑体的感觉，真的很强大。虽然修为没提升，但以我的资质，未来化神可期。他激动地拉着王浩，开心不已。王浩也发自内心地替他高兴，问他接下来是否离开这里。哪知他摇摇头，指了指身后的寒水矿脉。师弟，我进入冰渊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寒水矿脉，将其吸收入体，提升修为。王浩暗暗点头，不由想起莫昭礼。他的体内封存有太初寒水灵脉，如今阮红霄也打算吸收寒水灵脉入体，想来并无不妥之处。师姐，那你开始吸纳寒水灵脉，我替你护法，守在你身边。阮红霄开心点头，然后吧唧一口，狠狠亲了王浩一下，便开始施法，以身体为容器，吸纳寒水灵脉。双镜龙辉得知他的打算，自然不会阻止，心里庆幸道：“女娃子，你一定要成功啊，或许我就能脱困了。”很快，阮红霄进入深层次的修炼状态，将万年寒水灵脉吸入体内，这是极为耗时的过程。这一天，同样入定的王浩被系统提示惊醒，探宝功能触发，寒水母矿深处，距离宿主500丈的位置，有一株阴阳并蒂莲。阴阳并蒂莲，王浩吃惊，询问系统：“那是什么宝物？有什么作用？”系统解释：“阴阳并蒂莲，白半生机，黑半腐魂，可以逆转生死，是非常罕见的奇珍，堪比不死神药。”这么厉害，那我要去看看。来都来了，不能空手回去啊！他自语。看了一眼阮红霄后，便按照系统的指示一路前行，顺利抵达阴阳并蒂莲生长的位置。等到了地方，王浩惊讶地发现，阴阳并蒂莲和其他天材地宝生长的方式不太一样。它不是生长在地里，也不是生长在水里，而是被一座雕像的双手托举着，静静悬浮半空，仿若扎根虚空生长似的。再看那座雕像，俨然是一个女子。可让王浩惊讶的是，虽然只是一座毫无生气的雕像，但却给他一种十分危险的感觉，就好像只要他摘取阴阳并蒂莲，雕像就会复活，并给他致命一击似的。但是宝物就在眼前，而且是能够逆转生死的奇珍，他怎么甘心就此离去？妈的，拼了！我就不信一座雕像能把我干死！王浩低语，缩地成寸使出，迅速靠近阴阳并蒂莲。他掐诀施法，催动灵力化成一只大手印，准备采摘阴阳并蒂莲。然而就在手印接触到并蒂莲的瞬间，雕像轰然一震，2只眼睛闪过一道金芒，眉心炸裂，一道虚幻的灵魂体骤然降临。与此同时，正在守卫阮红霄的双镜龙辉感受到一股熟悉的气息，脸色大变道：“冰魄仙尊的残念，他怎么又出现了？”惊诧之余，他立即飞向气息来源之地，正好看到王浩被震飞，狠狠地砸进冰壁之中。可嗨，容颜倾世无双，下手这么狠，差点把我打爆。王浩深吸一口气，炼天炉护体，目光灼灼地盯着那道虚影：“臭小子，你干了什么？怎么把冰魄仙尊的残念惹出来了？”双镜龙辉惊骇：“冰魄仙尊残念？”王浩同样惊骇，他怎么都想不到，那座雕像内寄宿着仙尊残念，并且时刻守卫阴阳并蒂莲。惊讶之余，仙尊残念的右手幻化出一把寒冰剑，释放恐怖绝伦的寒冰灵气。他舞动宝剑，施展一种无上秘法，可落在王浩眼里，却觉得格外眼熟。那是冰魄剑法。王浩惊讶不已。阮红霄经常拉着他修炼冰魄剑法，对这套剑法非常熟悉，尽管只练了招式，从未施展过。冰魄仙尊，难道他也是冰魄剑体拥有者？王浩猜到了什么？下一秒，冰尊残念劈出一剑，方圆100丈内全部被冻结，极寒灵力席卷，威势惊人。王浩用炼天炉抵抗，炙热的火焰高温抵挡住极寒之力，扛下这一剑。好可怕的极寒灵力！他感叹不已。若非有炼天炉，若非有一火辅助，他绝对扛不住。然而，冰尊残念像是盯上他似的，踏空而来，手握寒冰剑再次舞动，打出灵力杀招。王浩暗骂一声，立即施法，只见一道金身法相瞬间显化，赤黄虚影和3足金乌虚影立即从炼天炉内飞出，融入金身法相。轰！
法相沐浴火焰，舞动双臂，迎击冰尊残念的剑招。一冰一火，灵力相互克制，但此地是冰渊，对王浩极不友好。火焰的威力被压制，轰轰轰，剑影飞舞，火拳砸出。王浩和冰尊残念打得如火如荼，难分难解。然而他终究棋差一招，被冰尊残念一击刺穿肩膀，一股诡异的能量从伤口蔓延而去。这是寒毒！王浩惊呼。这一刻，他感觉如坠冰窖，寒意刺骨，整个人仿若被冻住一样。寒毒蔓延的速度极快，迅速抵达丹田气海，要彻底摧毁王浩的修炼根基。可惜，侵袭而至的寒毒刺激了阴阳鱼，尤其刺激了那缕妖莲火。噗噗噗，妖莲火轻颤，立即冲出阴阳鱼的包裹，将来袭的寒毒瞬间炼化。看到这一幕，王浩心神一震。妖莲火！他意识到什么，立即操控阴阳鱼和妖莲火冲出气海，悬浮头顶上方。轰！沐浴火焰的金身法相得到阴阳鱼和妖莲火的加持，变得更加威武不凡，气势滔天。冰尊残念流露出凝重的神色，他的眼睛盯着金身法相，尤其是阴阳鱼环绕的那缕妖莲火。那是万劫妖莲火！老不死的，你也陨落了吗？冰尊残念一声轻叹，手中的宝剑消失不见。没多久，他的残念化为光点，也消散而去。只有那一朵阴阳并蒂莲还稳稳地被雕像捧着，没有受到丝毫损伤。战斗来得突然，结束的也突然。王浩皱眉沉吟，他认出了妖莲火，还说了一句老不死的。看来他和妖莲火的主人相识，主动放我一马。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冰魄仙尊的残念太强了，即使过去无尽岁月，他还保持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势，可想而知他生前该有多么强大。古神洞、药仙玄微子、冰魄仙尊、万劫妖莲火，偌大的天元秘境藏了太多秘密，若要深究的话，真相绝对震动整个修仙界。王浩低语，瞬间想了很多。随着探索的深入，他越来越觉得天元秘境深不可测，藏有太古秘辛。顺利取走阴阳并蒂莲，王浩回到阮红霄的闭关之地，继续替他护法。时间悠悠，一晃眼，1年时间过去。这1年时间里，王浩没闲着，将神通术法不断研习，有了很大精进。不仅如此，他还将炼气术和万气共鸣术深入研究一番，有了新的领悟和进步。而万年寒水灵脉也即将被阮红霄彻底吸纳炼化，融为一体。这一日，阮红霄醒来，终于结束闭关。师弟，我成功了呢。他开心笑道。师姐，你的修为没增加，可气势却比之前更加恐怖，更加让人忌惮了呢。王浩一语道破其中玄妙。阮红霄点头，师弟的灵觉真厉害，你说的没错，融合寒水灵脉后，我的冰魄剑体越发强大，修炼出特殊的冰魄真元，威力远超天地灵力。王浩暗道一声果然，阮红霄竟然拥有了独特的冰魄真元。看着四周光秃秃的母矿废料，那都是失去精华的寒水躯壳，没有半点价值。阮红霄提议就此离开，得到王浩同意。可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塌陷，一股莫名的力量将两人包裹，拽向未知的深渊。那股力量很强很神秘，王浩跟阮红霄毫无反抗之力，转瞬间跌落至无尽深渊底部。所幸那股力量并没有杀死他俩。平稳落地后，无边的黑暗亮起一道道昏暗的光芒，周围还是厚厚的冰壁，可见这里还在永济冰渊覆盖的范围内，只是在冰渊的地下。突然，阮红霄生出感应，通体绽放微弱的光芒，像是和这里产生了某种链式反应。师弟，我有所明悟，这里应该是冰魄仙尊的埋骨地，留有他的传承。阮红霄欣喜地说道。王浩沉吟几秒，赞同的点头。他取得阴阳并蒂莲的时候，还和冰魄仙尊的残念打了一架，而这无尽深渊的地下是他的埋骨地，理所当然。师姐，好好把握机会，获得冰魄仙尊的传承。好的，师弟。接下来，阮红霄深入探索这里，终于找到冰魄仙尊留下的传承，只不过要想得到，需要通过一系列的闯关试炼。师弟，我要闯关，不论成败，我都要试一试。他做出决定。王浩没有阻拦，这是阮红霄崛起于修仙界的机会，怎能错过？于是阮红霄毅然决然地开始闯关试炼，而王浩没有远去，守护在侧这一手便是3年时间。冰魄仙尊留下的传承非同一般，设置的试炼肯定困难重重。护法的3年时间里，王浩都在修炼中度过。神通术法、阴阳造化诀、炼气术和万气共鸣术都被反复修炼。重要的是，他将千魂幡和万毒魂幡熔炼为一体，成为独一无二的万毒炼魂幡，成为一件大杀器。这一日，他从入定中醒来，发现阮红霄还没醒来的迹象。无聊之下，他点开系统面板，准备抽几次10连玩玩。童子哥，
好久没抽了，千万别搞我心态啊！王浩轻声吐槽。冰渊深处，恭喜宿主抽中比基尼清凉套装一件。王浩皱了皱眉，果然是熟悉的味道。恭喜宿主抽中性感黑丝一套。王浩第一次10连，不出意外，系统又把他当乐子人了。接着第二次10连，依旧没出好东西。第三次10连，出了一件天品低阶防御法器震天盾。第四次10连，恭喜宿主抽中仙品低高阶一宝虚空之泪。王浩来了精神，竟然抽中仙品一宝，真不容易啊！紧接着第5次10连，恭喜宿主抽中仙品低阶一宝9幽黄泉一壶。王浩暗暗咂嘴，这也是好东西啊！抽了5次10连，抽出2件仙品级别的一宝，王浩决定收手，这玩意容易上头，不能一直抽。随即他进入储物空间，点击查看2件一宝的功用。虚空之泪是空间系一宝，除了能够炼制空间类法器之外，最大的功效是激活众瞳天眼的先天道纹。众瞳这件一宝给青蝉师妹，她能用得上。王浩低语，至于9幽黄泉虽然也是一宝，但却是剧毒之物，既不能炼丹也不能炼器，可以直接毒死元婴期以下的修士。若元婴期强者被打中，就算不死也会留下遗毒，难以清理。死！王浩倒吸好几口灵气，啧啧称叹道，能够威胁元婴期修士的杀招我得好好利用，每一滴都得干死或者打残一个敌人。关闭面板，退出系统，王浩起身伸了个懒腰。就在这时，地面剧烈震颤，他心有所感，立即看向阮红霄，只见后者被寒冰灵力包裹，冰魄仙尊的残念再次出现。他低头俯视阮红霄，目光十分柔和，最后发出一声轻语：后来者，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好好活下去，冲出这片。他的话没说完，就像能量耗尽了似的，化为光点散去。王浩暗暗皱眉，不要重蹈覆辙，冲出这片，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直觉告诉他，背后的一切非同一般，不是现在的他能够窥探的。半晌，灵力漩涡消散，阮红霄睁开眼眸，收敛冰魄真元，飞到王浩身边。师姐，你灵力易散，这是要突破的征兆，为什么不在这里破境，反而要压制？王浩看出端倪，阮红霄解释道，师弟，破境耗时良久，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了4年，外面的情形一概不知，我决定返回宗门闭关破境，那样更安全。王浩赞同的点头。就这样，两人携手同行，离开地下深渊，出现在永济冰渊外围。不远处，双镜龙辉感应到两人的气息，迅速飞了过来，一顿吐槽：臭小子，女娃子，你俩在下面生孩子呢，害我等了3年。咦，不对，你的气息，我的天，你怎么和冰魄仙尊的气息一模一样？双镜龙辉瞪大眼睛，满脸惊愕地看着阮红霄。虽然阮红霄的实力稍弱于双镜龙辉，但此时此刻阮红霄却带给他巨大的压迫力。王浩笑而不语，打断道：龙哥，你有什么打算？是留在这里，还是跟我们一起出去？听到他的话，双镜龙辉扭动身躯，飞到他面前，盯着他眉心的符文看了又看。小牛那家伙都认你为主了，我也愿意成为你的契约妖兽，但是有言在先，500年后还我自由。王浩嘿嘿一笑，成交。于是双镜龙辉取出本源精血，和王浩的魂血构建契约，成为他的第2个契约妖兽。符文闪烁，双镜龙辉进入符文空间，和雷兽魁牛相谈甚欢。至此，永济冰渊之行完美结束。王浩跟阮红霄收获巨大，两人结伴而行，顺利离开冰渊。然而外面的情势却无比严峻，暗流汹涌，而且都是针对王浩跟合欢宗的。秘境某处山谷，一名落单的合欢宗女弟子被天双门3个男弟子追杀，身受重伤，失去战斗力。不愧是秦玉修真门派，小妞长得真水灵，要不是师兄有令，真想把你抓回去当炉鼎，夜夜笙歌啊！你们要干什么？就算死，我也不会任由你们羞辱。说完，那合欢宗女弟子鼓荡全部修为，准备自爆，而她的行为瞬间吓跑了敌人。就在灵力汇聚到顶点，她即将自爆之际，一道寒冰灵力打入她的体内，化解了自爆的灵力。什么人？天双门的弟子大惊失色，迅速探查四周，祭出防御法器，然而没有用。阮红霄手握冰魄剑，一剑秒杀他们，而他们的修为和储物戒指都没浪费，被王浩全部笑纳。拿出疗伤丹药递给那名女弟子，王浩伸手把她扶起来，却被后者认出。你是王浩师兄？王浩笑着点头。阮红霄降落而来，从他手里接过那名女弟子，白了他一眼，那意思像是在说，在我面前不准碰别的女人。王浩哈哈一笑，就听那女弟子带着哭腔说道：王浩师兄，红霄师姐，你们快点离开秘境返回宗门，除了玄阴门之外，其他5大门派的弟子都在找你们，
并且遇到合欢宗弟子，便无差别展开攻击。他的话瞬间让王浩暴怒，冤有头，债有主，个人之间的恩怨为何要上升到宗门对抗？为了抢夺机缘，为了抢夺天才地宝，修士之间发生争斗，修为弱的被杀死或被打败，乃是修仙界的残酷现实和生存之道。动辄将私人恩怨上升到宗门对战，这些人打不起也输不起。师弟，你准备怎么做？阮红霄脸色阴沉地问道，内心的怒火早已汹涌。王浩从储物戒指里将自己的传送玉符递给那个女弟子，让她立即返回宗门疗伤。师姐，我不惹事，也不怕事，秘境存在修为压制，最强的修士也只有假阴境界，我又不是没杀过。阮红霄眼神一冷，明白了王浩的打算。就这样，两人结伴行，他们不再寻找机缘，而是猎杀五大门派的修士。犯我者，虽远必杀。王浩低吼，天元秘境，万寿古灵。一道曼妙的身影被五大派的修士包围，他的眼睛蒙着绸布，释放神秘而强悍的气势。洛清禅，束手就擒吧，我们大伙享用之后，还能给你留个全尸。哈哈，投降吧，没人会来救你。王浩坠入冰渊，早就死了。你们该死！他一声低语，扯下绸布，露出重瞳天眼，眼神充满杀意。万寿古灵是天元秘境一处绝地，堪称妖兽坟墓，存在数不清的妖兽骨骸，弥漫着浓郁的森寒之气。进入秘境多年，洛清禅有自己的机缘，进入一处上古重瞳大能的洞府，修炼重瞳秘法，磨砺己身。短短数年时间，就从结丹初期进阶至结丹中期，修行速度让人啧舌。很多修士迈入结丹境后，境界突破速度变得极为缓慢，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困在某个小境界乃是常态。身为重瞳拥有者，洛清禅的天赋实在惊人，让人惊叹不已。可当他闭关出来，准备寻找王浩的身影时，却从其他修士的嘴里听到王浩坠落冰渊身死的消息。关心则乱的他没去查证消息的真实性，而是大杀四方，将散播消息并且围杀合欢宗弟子的修士一个个斩杀，杀出赫赫凶名。恰如此刻，洛清禅被五大派修士合围，在万寿古灵展开一场大战。他们不清楚重瞳的威力，不知道洛清禅的真正实力，天真的以为他只是个结丹中期修士。诸位道友，他只是一个人，我们一起上，杀了他，祭奠你我同门的在天之灵。有人大声疾呼。说得不错，这娘们跟王浩密切，杀了他，足以慰藉死在王浩手上的同门师兄弟。我们一起上，杀了他，杀光合欢宗的邪恶修士。高空上，洛清禅脸色平静，一双眼眸深邃的可怕。他深吸一口气，抬头看向天空。师兄，我会杀光一切对你怀有敌意的人，我会进入冰渊寻找你，我不相信你死了。话音一落，敌人纷纷杀到近前，他们施展各种攻击术法，声势惊人，遮天蔽日，是要将洛清禅灭杀。下一秒，洛清禅催动重瞳秘法，刹那间天地变色，一双巨大的重瞳双眸倒映虚空，落下一道道璀璨神光。是天神光。他一声轻喝，重瞳秘术撼天动地，敌人的术法在他眼里实在渺小不够看，纷纷被打中击穿，肉身被毁。他们倒也果断，神魂立即遁走，准备逃之夭夭。可洛清禅哪里会放过他们？重瞳之力绽放，一股神奇的力量爆发，那些修士的神魂迅速被吞噬，吸入重瞳之中。这是洛清禅对重瞳力之心的运用，也是他进入上古洞府修炼所得。一击之下，敌人被消灭大半，他们的信心被打崩，所谓的联盟瞬间崩溃，慌不择路的逃命。洛清禅无悲无喜，伸手摇摇一指，万劫同狱。重瞳秘法再次打出，那些逃命的修士被劫光打中，命劫被勾动，或是心魔劫，或是天雷劫，亦或是业火劫，总之没人安然无恙的逃走，大多都在劫光下死于非命。个别有手段的修士勉强留住一丝神魂，逃之夭夭，却也活不长久。这一战，洛清禅成碾压之势，将来犯的敌人杀到胆寒。随后他千里传音，放出狠话：想杀我的人都听好，我在万寿古灵等你们。五大派的修士又被我屠戮一批，接下来我还会杀死更多人，以此祭奠师兄。很快，洛清禅的战绩和一番言论传播开来，被五大派的高阶修士知道后，一些人被冲昏头脑，纷纷赶往万寿古灵。也有一些高阶修士选择冷眼旁观，就算是同门师兄弟被杀，他们也无动于衷。他们保持低调，继续探索秘境，争取在秘境关闭前获得更多机缘。天元秘境某处，王浩和阮红霄一起出手，杀死一个落单的结丹中期修士，对方来自黄泉阁。师弟，我们一路杀来，杀了不少修士，抢了不少储物戒指，夺了不少宝贝啊。阮红霄感叹，杀人越货这种事以前没干过，没想到这么刺激。王浩嘿嘿一笑，这样的事他可没少干。
抢走对方的储物戒指后，一把火将尸体烧成灰。王浩打出一道掌风，把骨灰给扬了。就在这时，2道流光从头顶飞过。巧合的是，他俩正在谈论洛清禅和万寿古灵的事。清禅，万寿古灵，师姐，我们跟上去万寿古灵看看。王浩立即做出决定，阮红霄点头。就这样，2人结伴飞向万寿古灵。与此同时，5大派的高阶修士有几个假阴境界的高手纷纷抵达战场。古灵外，高手齐聚。焚离道友，别来无恙啊！听说你此次秘境之行收获不小，日后崛起于大夏，指日可待啊！来自黄泉阁的假阴境修士李若江冲着焚天殿假阴境修士焚离寒暄道。焚离哈哈一笑，拱手回道：李道友过奖了，我听说道友也收获不小，实力大增，距离迈出那一步很快了，将会比我率先结阴呢。李若江哈哈一笑，不予置评，相互恭维，等待其他门派的修士赶来。不一会儿，万毒谷的假阴境修士萧峰、青云宗假阴境修士古河以及天双宫假阴境修士陈南先后抵达。不仅如此，跟随他们前来的还有很多结丹境修士。至于筑基期的修士，根本不敢靠近这里，生怕被大战波及，死于非命。诸位道友，对方只有洛清禅一人，他是众瞳拥有者，若我将他击杀，众瞳当归我万毒谷所有。萧峰看了看在场众人，抢先一步出手，并提前做出声明。众人笑而不语，目光灼灼地看着萧峰飞向古灵上空迎战洛清禅。然而让众人大跌眼镜的是，10招之内萧峰就被洛清禅打败。在众瞳秘法的攻击下，萧峰的毒功威力太弱，根本不是对手，若非他逃得快，凭借实力优势，只怕早已身死。洛清禅没有留手，主动追击，是要击杀萧峰。狼狈的萧峰顾不上脸面，呼救道：诸位道友，救我，我不要重瞳天眼了，谁要谁要。堂堂假阴境修士被一个结丹境女修追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苦苦求饶求援，也是难得一见的奇观。其他几个假阴境修士彼此对视一眼，微微一笑，同时出击。老规矩，先杀了洛清禅，最后决定众瞳天眼的归属，如何？焚离提议道。而他的提议迅速通过，连同萧峰一起，5个假阴境的修士齐齐杀向洛清禅。此时此刻，他们的眼里没有所谓的公平一战，只有对众瞳天眼的渴望。为了得到众瞳，以大欺小，恃强凌弱又算什么？洛清禅依旧无悲无喜，众瞳秘法接连打出，打得天地变色，地动山摇，空间震颤，想杀我，你们也要做好被杀的准备。破望戒指，一指破苍穹。洛清禅火力全开，各种杀招轮番使出，打得5个假阴境修士叫苦不迭。而此时王浩正在赶来的路上，他心里默念：师妹，我来了，你一定不要有事啊！轰轰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让人眼花缭乱的法术对抗，洛清禅以1敌5，竟然打得有来有往，完全不落下风。洛清禅拼尽全力，手段尽出，不敢留力。敌人是5个假阴境界的修士，修为高他不少，灵力充裕，而他只是结丹中期，众瞳秘法又十分消耗灵力。此消彼长之下，洛清禅面临的情势十分严峻，稍有不慎，有利局面就会被逆转。他的敌人不是傻瓜，具备丰富的战斗经验，很快就看出洛清禅的弱点。5个假阴境高手彼此都有留手，谁都想摘取最后的胜利果实，夺走众瞳天眼。因此他们十分默契地选择同样的战术，那就是消耗战。通过不断施法，彼此交叉攻击，消耗洛清禅的灵力，同时彼此防备，小心谨慎，生怕被偷袭。可他们想不到的是，正是这样的打法，给洛清禅提供了宝贵的时间，让他支撑到王浩来援。众瞳天眼号称同阶无敌，若是单打独斗，洛清禅绝对能够杀死任何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但以1敌5，实在寡不敌众，就算拼尽全力，付出巨大代价，也难以将他们全部杀死。对战的过程中，洛清禅选中萧峰和陈南全力出手，因为他俩实力较弱，而且被他的能力克制，是最有希望被杀死的。萧峰和陈南欲哭无泪，被洛清禅追着打，其他3人也不救援，只管看热闹，就算出手也只是防御而已。萧峰和陈南不得不全力出手，他俩的傲气和杀气被激发，跟洛清禅打得难分难解。但是众瞳秘法太过逆天，就算2人全力出手对抗，也没能顺利拿下洛清禅，反而被各自打断一条胳膊，受到重创，须弥壁障。一声轻喝，洛清禅使出秘法抵抗来自其他3人的联手一击，奈何灵力消耗过大，他的防御失效了。轰！须弥壁障被打破，众人的联手攻击打中洛清禅。危机之时，他使出破望戒指，打散敌人的攻击术法，逃过一劫。呼！他大口喘气，身体微颤，灵力几乎消耗殆尽，补充灵力的丹药早已吃完。此时的洛清禅瞬间进入绝境，若没人来救援，
只怕结局难测。5个假阴境修士，萧峰和陈南受伤最重，已经无力参与众同天眼的争夺。他俩恶狠狠地盯着洛清禅，怒火中烧。萧峰传音陈南说道：“咱俩无法夺走众同天眼，不如彻底杀了洛清禅，毁掉众同，让他们也得不到。”陈南眼神一凛，赞同的点头。两人对视一眼后，趁其他3人不注意，抱起发难，使出最强攻击，打向洛清禅。臭娘们，给我去死！萧峰低吼。焚离瞬间意识到什么，立即施法打向萧峰和陈南，提醒另外2人：“快阻止他俩，他们要灭杀洛清禅，毁掉众同。”不用他提醒，李若江跟古河也猜到了萧峰和陈南的打算。轰轰，他们迅速打出术法，阻断萧峰跟陈南的攻击，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住还有一口气的洛清禅。萧峰跟陈南暗骂一声，就在这时，他们的身边浮现一朵朵结印之花。不好！5人大惊，纷纷转头看向洛清禅。只见后者脸上露出淡定的笑容，轻喝一声：“万劫同玉！”结印之花落下，打在5个假阴境的修士身上，瞬间勾动他们的命劫。有的是心魔劫，有的是天雷劫顷刻间。5人遭受重创，纷纷咳血。萧峰跟陈南受伤最重，身躯被劫火覆盖，艰难抵抗，稍有不慎便身死道消，魂飞魄散。洛清禅蓄力一击，成功重创5个心怀鬼胎的假阴修士，虽然没直接带走1-2个，但也足以宽慰了。噗！他咳出一道血剑，灵力近乎枯竭。以结丹中期的修为获得这样的战绩，足以傲视同辈修士。焚离看着几乎油尽灯枯的洛清禅，立即命令围观的焚天殿结丹弟子：“快把他抓住，带回宗门！”一声令下，焚天殿弟子率先动了起来。其他人的见状，纷纷命令各自的同门师兄弟加入争夺。一场大混战即将展开。然而，就在一名焚天殿结丹大圆满修士快要抓住洛清禅的瞬间，一柄散发魂光的飞刀击射而来。那是斩破刀，专门攻击修士神魂。下一秒，人影闪烁，王浩拉着阮红霄，施展缩地成寸，及时赶到。咻的一声，阮红霄手握冰魄剑，挡在王浩跟洛清禅的身前，冰魄真元流转，释放极寒之力。先前那个被斩破刀打中的结丹大圆满修士，神魂受到重创，差点生死突然的异变，超出所有人的预料。焚离等人看向王浩，认出了他的身份，当即脸色变幻，眼中爆发浓郁的杀意。王浩，你来的正好，百花谷内要先一种钱，你设下陷阱，坑杀我的兄弟焚炎，这个仇是时候了结了。焚离低吼道。当他听说焚炎被坑杀后，一直想找王浩报仇雪恨，却始终没机会。王浩，你胆子挺大，坑杀那么多人，还敢现身，真是不知死活。上一次你能借助天劫之力，这一次我看你翻出什么浪花。李若江同样恨意满满，他的好兄弟也被王浩坑杀了。至于青云宗的古河，还有万毒谷的萧峰，都对王浩恨之入骨。只有天双宫的陈南，他眼神飘忽不定地看着王浩，一番纠结后，果断选择离去。别人不清楚王浩的厉害，他可在冰渊领教过。此时的他实力大损，王浩敢现身，说明他有信心能够救走洛清禅。那家伙绝对不会冒险行事，我得赶快走，不然就危险了。陈南心里默念，迅速离去。对他的离开，焚离等人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多想，只认为他伤势严重，无奈退出众同天眼的争夺。另一边，洛清禅眼眸轻颤，欣喜地看着站在眼前的王浩，紧紧抱住，柔声道：“师兄，原来你没死，太好了。”王浩让他不要说话，急忙从储物空间拿出虚空之泪，注入洛清禅的重瞳，嘱咐道：“清禅，迅速炼化它，对你有莫大的好处。”洛清禅笑着点头，他已经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在眼睛内流转，立即打作炼化。豁然转身，王浩冰冷的眼神一一扫过包围他们的结丹期修士，还有他们身后4个假阴境高手。呼！王浩深吸一口气，眉心符文闪烁，雷兽魁牛和双镜龙辉闪现而出，震惊全场。杀！一声轻喝，王浩的杀意再也无法抑制，缩地成寸使出，他率先出击。定身术，给我定！万兽骨灵。短暂的一瞬，在定身术覆盖范围内的结丹境修士失去了行动能力，只剩眼睛还能转动。看到这一幕，雷兽魁牛、双镜龙辉还有阮红霄纷纷使出大招，展开大范围无差别攻击。轰轰轰！雷从天降，冰火交织，动弹不得的结丹境修士成了固定靶子。修为低的当场被灭杀，修为高的也被打成重伤。那些放弃肉身利用神魂准备逃命的，却被王浩用是天元和吞噬迅速炼化，反哺灵力给他。一时间，万兽古灵的上空响起无尽哀嚎，他们万分憋屈，身为结丹境高手，却死于一个筑基大圆满修士的手中。可他们想不到，
王浩身为筑基期修士，却在破境进阶时引发天劫降临。修为级别并不能代表王浩的真实战力。若王浩结丹，届时必将渡劫，那时的他绝对能称得上元婴期之下第一人。同样身为结丹境修士，不渡劫跟渡劫，实力绝对是天壤之别。经历天劫洗礼的王浩，哪怕如今只是筑基大圆满修为，越阶挑战甚至击杀结丹境修士，根本算不上奇迹。定身术的维持时间目前只有5息左右，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众人拼尽全力，奋力绞杀敌人，毫不留情。值得一提的是，樊离等人身为假阴境的修士，因为被洛清禅打成重伤，没能迅速摆脱定身术，只能眼睁睁看着同门师兄弟陨落，自己也挨了一顿毒打。不过因为修为底子厚，实力强横，硬生生撑了下来。王浩，我要宰了你！樊离一声怒吼，怒火熊熊燃烧。他是焚天殿的天才，何曾受过如此大辱？以他的修为，竟然被一个筑基修士给干了。同样愤怒的还有李若江跟古河，甚至脸被打中的萧峰也气势汹汹地瞪着王浩，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们都是各自宗门的天才，修炼200余年，成为假阴境高手。可今天先是被一个结丹中期的重瞳女修按在地上摩擦，颜面尽失，接着被筑基大圆满境界的王浩一顿胖揍，脸都丢尽了。这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他们以及他们的宗门岂不是被人笑掉大牙？樊离怒气冲天，拼着受伤之躯催动焚天剑诀，是要杀死王浩，洗刷耻辱。然而他严重低估了王浩的实力，若他毫发无伤，处于巅峰状态，以王浩的修为还真不能把他怎么样。可现在嘛，法天象地，阴阳雷毛。王浩一声怒喝，金身法相瞬间凝聚于身后，高大的身影直插云霄，阴阳双极雷弥漫整个法相。在王浩的操控下，法相结印施法，一道巨大的雷毛凝聚于头顶，散发出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这一击直接抽走王浩体内一半的灵力。咻的一声，阴阳雷毛激射而出，速度极快，瞬息而至，攻向樊离打出的焚天剑影。轰！雷毛击中剑影，如摧枯拉朽般崩溃樊离的剑影，一路势如破竹，以迅雷之势打中樊离，刺穿他的肩膀。轰然一爆，樊离半边身体被打爆，整个人气息低迷到极致，就算伤势痊愈，修为也会严重跌落。呼！王浩重重地喘了一口气，看着奄奄一息的樊离，他不愿错过稍纵即逝的战机。缩地成寸使出，他的身影如鬼魅般出现在樊离的面前，烈魂雷链飞出，击中樊离脆弱的神魂。樊离痛苦大叫，眉心溢出鲜血，识海内的神魂险些崩溃。一道雷霆凝聚的锁链在他的识海内舞动，绑住他的神魂，生生地拽出识海。噬天元核瞬间爆发吞噬之力，在樊离惊恐的注视下，发出一声声悲惨的呼救，却只能被迅速吞噬殆尽。整个过程发生电光火石之间，快到其他人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结束了，直到樊离的尸体坠落地面，砸出一个大坑，才让他们清醒过来。樊离死了，被筑基期的王浩给杀了。李若江喃喃低语，脸上的表情就跟见鬼了一样。嘎嘎嘎！王浩一口吞服数颗聚气丹，没用灵力炼化，直接用嘴嚼碎，吞服而下。没人看清最后关头发生了什么，他们只看到樊离的神魂被雷霆锁链拽出身体，接着莫名其妙消失无踪。他们根本想不到王浩拥有吞噬修士神魂的本领。此时的王浩灵力消耗巨大，若非樊离受到重创，能够发挥的实力有限，他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击杀对方。目光凝视同样受创的李若江跟古河，他一声低喝，召唤出万毒魂幡，施展炼魂秘法，操控魂幡内的死灵辅助战斗。看到这一幕的李若江整个人惊呆了，他怎么会有炼魂幡？不对，那不是普通的炼魂幡，而是阴魔九兄弟独门炼制的万毒魂幡。李若江惊呼不已，满脸震撼。阴魔九兄弟出自黄泉阁，因违反师门规定修炼毒功被逐出师门，但他们炼制的万毒魂幡却震惊了整个修仙界。而今独属于阴魔九兄弟的万毒魂幡却出现在王浩的手里，那么只能说明一件事，我的天，他竟然杀了阴魔九兄弟的其中一人。李若江倒吸好几口灵气，他正这么想着，万毒魂幡的死灵已经火速杀到，包围他和古河以及萧峰。王浩的目的很明确，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3个留在这里，毕其功于一役。凭借这一战，趁他们遭受重创之际，给予他们致命一击，让那些蠢蠢欲动准备对合欢宗下手的敌人再也不敢轻举妄动。轰！炼天炉显化，笼罩王浩全身，提供绝对防御。他用所剩无几的灵力施展阴阳双极雷秘法，于虚空勾勒寂灭雷转。这一招他修炼许久，却从未用于实战，此时正好派上用场。刹那间，雷霆四起，数不清的雷霆电弧闪耀苍穹，
却尽数化为一道道玄奥的符篆，凝聚于虚空。李若江、古河还有萧峰被万毒魂幡的死灵缠住，拼命迎战。呼呼呼！王浩气喘吁吁，灵力即将枯竭，无奈之下，他将凝聚不多的雷篆打出，攻向那三人。轰轰轰！他们被雷篆打中，再遭重创，纷纷咳血，却仍吊着一口气，没被灭杀。可惜我没能杀了他们。王浩轻叹，意识渐渐模糊。这一刻，他真的力竭了。噗噗噗！高空上，李若江等人大口咳血，接连受创，以他们的修为也难以招架。虽然王浩修为低，但所修神通非常厉害，那是他以弱胜强、越阶挑战的底气。此刻，他们发现王浩力竭，正是除掉他的好机会。若错过，以后很难杀死。李若江心一狠，催动寥寥无几的灵力，控制魂幡，以怨魂之力凝聚一道血红鬼手，拍向王浩，给我死！他一声低吼，冷笑不已，似乎已经看到王浩殒命的画面。然而，就在血红鬼手即将打中王浩的瞬间，3道壁障凭空出现，成功挡住鬼手。是天神光！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洛清禅苏醒了。他的重瞳倒映虚空，漫天都是，同时垂落一道道神光，打向李若江等人。突然的变故让李若江跟古河还有萧峰大惊失色，他们匆忙祭出防御法器，却难以抵挡。轰轰轰！法器破碎，他们的肉身被神光打中、洞穿，直到被打成筛子，毁得不能再毁了。危机之时，李若江等人放弃肉身，神魂离体，准备施展秘法逃命。可惜洛清禅不会给他们机会逃命。九环重瞳，得到虚空之泪一宝的滋养，天眼跟体内的金丹法则共鸣，秘法威力提升巨大。一股吸力猛然爆发，李若江等人的神魂瞬间被锁定，难以摆脱重瞳的吞噬，全被吸入洛清禅的天眼内。看着即将昏迷的王浩，洛清禅伸手揽入怀中，轻轻抱着。不远处，雷兽魁牛、双镜龙辉还有阮红霄被大批结丹境修士包围，陷入苦战。他一声冷哼，抱着王浩踏步虚空。天上依旧倒映数不清的重瞳天眼，在他的操控下，垂落一道道紫色神光，威力莫测。被神光打中的结丹境修士，重则当场殒命，化为灰烬，身死道消；轻则被打成筛子，无奈放弃肉身，以神魂逃命。不过他们根本逃不掉。你们应该庆幸我的师兄没死，不然你们死得会很痛苦，绝对不会这般轻松。那些放弃肉身逃命的修士，神魂也难逃厄运，被重瞳天眼吞噬。一场大战落下帷幕。洛清禅紧紧抱着王浩，将自己的灵力注入他的体内，帮他疗伤。阮红霄急忙赶到，眼神吃味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很想打断洛清禅，可为了王浩考虑，他忍住了。呼！他深吸一口气，努力平复心绪，看出端倪的双镜龙辉凑到他面前，小声劝道：“小女娃，你们3个。”阮红霄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会，默默打坐调息，恢复消耗的灵力。正在给王浩疗伤的洛清禅看到阮红霄的样子，眼神有些暗淡，低声自语道：“师兄，给我点时间，在没突破到元婴期之前，我不能破身。”重瞳天眼能够看穿虚妄，以洛清禅对天眼的运用，自然看透了阮红霄的秘密。他已经不是完璧之身，而且跟王浩同行，那么可想而知，师兄，清禅很想跟你在一起呢。洛清禅低语，丝毫不介意王浩跟阮红霄的事。半天时间过去，王浩的伤势有所好转，他缓缓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便是洛清禅的绝世容颜，以及那双神秘璀璨的重瞳天眼。师妹！王浩轻声呼唤，洛清禅脸色一喜，随即撤弓，然后不顾阮红霄的脸色，扑进他的怀里。师兄！洛清禅紧紧搂住王浩的脖子，不愿松手。阮红霄在一边直瞪眼，一直轻咳。王浩冲阮红霄使了使眼色，同时安抚道：“我活得很好，应该是有人故意散播我身亡的假消息。”洛清禅点头，依依不舍地松开手，转头看向阮红霄，宣示主权道：“红霄妹妹，以后要喊我姐姐。若非因为修炼功法特殊，我早就跟师兄双修了，你得往后排呢。”阮红霄，他愣了一下，他怎么就成了妹妹？咻的一声，阮红霄拔出冰魄剑，冷哼道：“洛清禅，你有重瞳天眼，我有冰魄剑体，我不怕你，有种干一架，决定谁是姐姐，谁是妹妹。”洛清禅微微一笑：“好，打就打，我连假阴境高手都能杀，别说你了。”王浩，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两女，感受他俩之间剑拔弩张的态势，轻咳一声，没有劝架，而是突发奇想，一本正经地说道：“先别急着打，等回宗门后，等无双来找我，你们5个好好切磋，确定最终排位，怎么样？”洛清禅、阮红霄，他俩疑惑地看向王浩，异口同声道：“5个，怎么多了一个？”王浩嘿嘿一笑：“
还有月瑶、洛清禅、阮红霄。这么算的话，确实得好好切磋一下，确定姐妹顺序。暂时安抚住两女，王浩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洛清禅开放众瞳，将他吞噬的修士神魂全部交给王浩。看着眼前海量的神魂，尤其有几道假阴境的神魂，王浩略微思索，便有了决定。修为才是最重要的，修为不够的话，法器和神通再厉害，也难以发挥真正的威力。因此，他放弃用炼魂幡熔炼神魂，而是用噬天元和吞噬反哺灵力给他，助他提升修为。耗费1天的时间，王浩终于炼化反哺的大量灵力，伤势彻底痊愈，修为也有所精进。呼，如今的我无限接近结丹境，能够隐约感知到破境的屏障了。王浩轻声自语。炼化大量灵力后，他的修为迈入假丹境界。离开秘境，返回宗门，我就要为结丹做准备了。从筑基后期突破进阶大圆满，我经历了恐怖的天劫，那我结丹之日又会经历怎样可怕的天劫呢？王浩低声呢喃，有所明悟，内心隐隐有些期待。修仙之道本就是逆天而行，与天争斗，天劫越凶狠越恐怖，一旦成功渡劫，同阶之内实力越强大。接下来的时间，众人哪里都没去，而是进行分赃。万寿古灵一战，死了不少修士，他们肉身被毁，神魂被灭，储物戒指却保留了下来。清禅、红霄都仔细看看，自己需要的就拿走，剩下的都给我，没用的东西我拿去拍卖换灵石。两女同时点头，开始忙碌起来。1天后，三人终于将储物戒指清理完，收获巨大，王浩嘴角都乐开了花。而就在这时，天地一震，一道道灵力匹链凭空出现，仿若潮汐一样。灵力潮汐，师弟，秘境要关闭了，我们赶往王者峡谷，准备离开吧。阮红霄提醒道。当灵力潮汐出现，之前进入过秘境的阮红霄便知道天元秘境即将关闭，进入秘境的修士可以选择离开了。而在离开前，阮红霄提议前往王者峡谷，那里会出现一道秘境强者榜，榜上有名的修士将获得秘境赐予的奖励。师姐，秘境强者榜是什么玩意？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上榜？王浩一边御剑飞行，一边问道。旁边，洛清禅和阮红霄同样驾驭飞行法器，一起飞向王者峡谷。阮红霄皱了皱眉，师弟，没人知道秘境强者榜的出现机制，但从古至今，很多修士猜测天元秘境有自己的意志，从秘境开启到关闭，整个过程都有一双眼睛在观察并记录着发生的一切。当秘境即将关闭时，那双冥冥之中的眼睛便将一份强者榜公布于众，榜上有名的修士将获得神秘奖励。听完阮红霄的解释，王浩觉得不可思议，这方秘境有自己的意志，暗中观察并记录着一切。如果真的有，那么这份意志存在于什么地方？更让王浩在意的是，这片秘境是如何形成的。从雷神薛傲风、药仙玄微子，再到冰魄仙尊，每一个都是绝代大能，他们生前的实力达到一种不可想象的地步。最让王浩疑惑的是，这片秘境只允许元婴期以下的修士进入，实在匪夷所思。这些疑问和困惑，以王浩目前的实力自然无法探查清楚，将来若有机会再次进入，务必要一探究竟，找出那冥冥中的意志。王浩心里默念。三人飞行的速度很快，不到半天时间便抵达王者峡谷。峡谷很大很长，范围很广，不少势力都在这里建立了营地，各自聚集在一起。因为之前的围杀行为，导致归属和欢宗的营地空无一人，很多弟子都提前捏碎玉符离开秘境，保全了性命。而同样因为围杀行动，除了玄阴门的弟子外，其他5大派的结丹境弟子死伤惨重。各门派进入秘境的修士中，几乎损失了80%左右的结丹境高手，就连假阴境界的修士都将死了好几个，可谓损失惨痛，代价高昂。天双宫弟子所在营地，陈南打坐调息，他的脸色十分苍白，已经服下不同的丹药，尽力修复伤势。灵力潮汐已现，陈峰到现在还没回来，多半已经凶多吉少。该死的王浩，等返回宗门，我一定找人暗中除掉你。陈南暗暗发誓，眼神凶狠，杀意难掩。除了天双宫外，其他门派的情况也大多类似，都是一片哀嚎。当他们得知很多结丹境弟子死于王浩的坑杀时，一个个义愤填膺，扬言要杀了王浩，报仇焚天殿营地。小心谨慎的结丹中期修士林殊，听闻焚离死于王浩之手时，内心的震撼简直难以形容。焚炎在药仙一种被王浩灭杀，焚离在万寿古灵被他灭杀，王浩啊王浩，你算是捅了大篓子啊！林殊摇头一叹，焚炎和焚离都是焚天殿年轻一辈的佼佼者，如今双双死在同一个人手里，实在令人唏嘘。他抬头凝望天空中的灵力潮汐，内心久久无法平静，直到王浩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这家伙真是胆识过人啊！如今这般境地，他还敢来王者峡谷？
是了，他是为了秘境强者榜而来。林殊瞬间明悟。与此同时，王浩现身王者峡谷的消息迅速传递开来，五大门派的修士纷纷赶往合欢宗营地，准备伺机而动，或为报仇，或为抢夺宝物。合欢宗营地看着人空空如也的营地，王浩唏嘘不已，搞成如今这般状况，跟他脱不了关系。也罢，回去后我把抢来的宝物分给提前离开的弟子吧。我是宗主的弟子，若不安抚一下，只怕有人要在背后嚼舌根。王浩默念，心里有所决定。不仅如此，他还联想到了穆红鸾，他在秘境干的这些事一定会被穆红鸾知道。若是穆红鸾按捺不住，要杀他而后快，那就不得不请师尊出马，将其灭杀。穆红鸾，师尊多次问我要不要替我出手杀了你，都被我拒绝了。若你识相，还能多活一段时间，我将亲手杀死你。可若你不识相，那只好请师尊出马，不仅杀死你，还要将你在合欢宗的根基连根拔除。秘境关闭在即，王浩即将返回外界，以他在秘境的所作所为，出去后必将成为众矢之的，走到哪都有仇家。不一会儿，一道道身影从远方急速而来，破空声引起王浩的注意。他抬头看向半空，嘴角挂着一抹冷笑。反正都杀了那么多，离开秘境前再杀一批也算不得什么。他低声自语。而听到这话的洛清禅和阮红霄眼神没多大变化，他们的想法很简单，王浩要做的事他们绝对支持。然而虽然来的人不少，但迟迟没人动手，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更有意思的是，相比于王浩的气定神闲，包围他们的敌人反而神情紧张，彼此对视，窃窃私语，一点上门报仇的架势都没有。他们不动，王浩也懒得搭理他们。秘境强者榜没出现之前，王浩不会贸然行动，浪费灵力对付他们。双方默契地对峙起来。这一日，灵力潮汐剧烈翻涌，秘境关闭的时间越来越近，还有不少人影赶来王者峡谷，不愿错过离开的时间。师弟，按照我的估计，秘境强者榜很快就要出现了。阮红霄提醒道。王浩暗暗点头，看向天空的灵力潮汐，有所沉思。又过了半天时间，万众期待的强者榜终于在虚空震颤中降临，引发剧烈轰动。那是一块不知何种材质的石碑，散发神秘道韵，威势不凡。当石碑完全降临，一道听不出任何情感的声音响起：本次秘境强者第一名，合欢宗洛清禅，众同天眼拥有者，奖励神品低阶神通阴阳逆劫瞳。本次秘境强者第二名，雪域莫招里，双境真元修行者，奖励仙品高阶丹药1颗。这话一出，很多人一脸懵，他们没听说过这人。倒是王浩心神一震，暗暗沉吟：莫姑娘，我好像一点都不了解你呢。本次秘境强者第三名，合欢宗王浩，获得奖励山河图。当听到王浩的名字时，不少门派的弟子恨得咬牙切齿，既愤怒又嫉妒。就听系统提示狂飙：愤怒值加2000，愤怒值加1500，愤怒值加2100，嫉妒值加500，嫉妒值加600，嫉妒值加650。王浩暗爽不已，这波情绪值赚大了。会不会有人按捺不住要出手，在秘境关闭前杀我呢？他心里默念，眼神扫向四周。本次秘境强者第5名，合欢宗阮红霄，奖励清明妖狼火。毫无情感的声音继续响起。清明妖狼火是一种兽火，威力比不上异火。阮红霄获得后迅速送给王浩。师弟，你收好，我用不到它。王浩没有推辞，立即催动噬天元核将其吞噬炼化。兽火也是火焰，他当然不会拒绝。随着时间的推移，灵力潮汐越发汹涌，就连虚空都跟着颤抖，一道道细微的空间裂缝缓缓弥漫而出。王浩知道，那是秘境通道开启的迹象，也代表天元秘境即将关闭。强者榜的宣读终于完毕，石碑随之离去，引入虚空，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王者峡谷内情势变得很微妙。强者榜前10，合欢宗独占其3，而且奖励丰厚，没人会不动心。天双宫的陈南没能上榜前10，他看了一眼其他门派的高阶修士，又看了一眼天空中的灵力潮汐，眼神一狠，决定一搏。陈峰要在王浩离开秘境前把他彻底杀死。一声轻喝，陈南抱起冲向王浩，天双宫的独门秘籍冰天掌悍然轰出。王浩冷笑：狗东西，就防着你偷袭呢。炼天炉现。他一声轻喝，炼天炉显化，护住他的身体。与此同时，洛清禅和阮红霄同时出手，帮助王浩一起围杀陈南。轰！冰天掌被3人合力打碎。下一秒，王浩使出法天象地，召唤出焚霄炎剑。炼天炉内，赤黄涅盘火、太阳真火和3昧真火齐出，环绕在焚霄炎剑之上。洛清禅使出重瞳秘法，噬天神光；阮红霄使出冰魄剑法，万里冰河。3人火力全开，
面对假阴境界的陈南，丝毫不惧被逼到绝境的陈南，把压箱底的绝招都用了出来，结果却只能勉强抵挡3人的合击。灵力僵持下，王浩体内的妖莲火释放出一缕能量，注入焚霄炎剑中。轰！平衡的僵局被打破，陈南无力为继，也无人救援，发出一声悲叹后，被3人的合力击败。身影闪烁，王浩手握焚霄炎剑割下陈南的脑袋，利用是天元核吞噬他的一切，包括修为和神魂之力。就在这时，秘境通道开启，王浩顺势一踢，将陈南的头颅踢进通道，并说道：青蝉、红霄，我们走。羞羞！洛青蝉和阮红霄紧随而至，和王浩一起进入通道，就此离开天元秘境，结束探险之旅。其他门派的人影纷纷涌入通道，成功返回外界。天元峡谷各派掌门和一众长老翘首以待。青云宗宗主古魔牙似笑非笑地看着合欢宗宗主澹台明月，打趣道：听说贵派的弟子提前回来很多，真是遗憾啊。说着，他假装同情和惋惜，也不知道下次天元秘境开启是什么时候。修行之路，天赋固然重要，机缘也同样重要啊。澹台明月冷笑一声，他怎能听不出对方的挖苦之意？合欢宗弟子的事就不劳青云宗操心了，我们的弟子很快就要出来了。澹台明月也演了起来，表现出一副无奈且遗憾的神情。可实际上，老狐狸，等会儿有你哭的。浩儿在秘境内杀了很多结丹境修士，青云宗的人也死了不少啊。他心里暗爽，默念道：浩儿，你真是越来越有当年的雄风了呢。不一会儿，光影闪烁，一道黑影从秘境通道中飞出，砸落在地上。有人立即上前查看，认出那颗头颅的主人，这是天双宫的陈南。他的脑袋怎么飞了出来？听到那是陈南的头颅，天双宫长老立即查看，确认无误后将头颅带回。陈南是假阴境界的高手，算是进入秘境的高阶战力，怎么会被人割下脑袋？天双宫宗主东方离皱眉沉思。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自己门派返回的弟子人员大减，结丹境弟子更是没剩多少。他立即询问执事长老林默，到底怎么回事？门中弟子死伤大半，他们的魂牌没有一点反应。林默的眼神难看到了极点，跪拜道：回禀宗主，他们的魂牌确实早已崩碎，是我没有禀报。东方离若有所思地看了一眼林默，传音问道：为何不报？你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林默凝视东方离，传音回道：为了稳定大局，避免不必要的慌乱。东方离轻叹。就在这时，一道道人影从通道中飞出，飞向各自的宗门营地。只不过各派的情况大多类似，结丹境弟子十不存一，就连假阴境的弟子都死了几个。不多时，秘境通道消失，天元秘境彻底关闭。看着自家返回的弟子，除了合欢宗跟玄阴门之外，其他门派的宗主都脸色铁青。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原来很早之前，负责看守弟子魂牌的长老就已经知道很多弟子死在秘境了。结果他们竟然出奇的默契，纷纷选择闭口不言，将弟子魂牌崩碎的消息隐瞒下来，直到今天。焚言焚离，你俩怎么都死了？不可能啊，你俩都是假阴境高手，怎么会双双殒命？焚天殿的长老焚天得知消息后崩溃哀嚎，而同样的情形在各门派轮番上演，哀嚎声一片。当他们得知这一切都是王浩所为时，短暂的惊讶后便是冲天的暴怒。五大门派宗主立即率领弟子包围合欢宗营地，要求澹台明月把王浩交出来公开审判。古魔牙呵斥道：澹台明月，王浩在秘境内逞凶，杀死我派众多弟子，罪不可恕。东方离附和道：说得不错，王浩利用天劫坑杀我派弟子，阴狠狡诈，其罪当诛。焚天殿宗主焚灭生冷哼道：明月宗主，王浩引起众怒，不杀他不足以平息我们的怒火，请你不要自误。面对五大派的合围，王浩淡然面对，但因为澹台明月在场，他没出言回怼。就听澹台明月冷笑一声，化神期高手的威压释放而出：想动我的弟子，门都没有，要战便战。你们的弟子技不如人，怪得了谁？众人怒喝，纷纷释放化神期高手的灵力威压。敢动王浩，问问我玄阴门答不答应？一声轻喝，玄阴门宗主紫萱和太上长老花音立即出现在澹台明月的身旁，决定倾力支持。他俩都是化神期修为，实力深不可测。花音转头看了一眼王浩，露出淡淡的微笑。他从司玄月那里得知，破除诅咒的赤黄涅槃火，若没有王浩的帮忙，几乎不可能拿到。王浩对他有恩，他不能袖手旁观。五大派宗主没想到玄阴门会横插一手，但他们不惧，因为他们人多势众，实力稍胜一筹。可就在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谁敢动我的驸马？谁敢杀大夏王朝的忠义侯？是姬无双，他来了。